方平，仙道无情，如今你我已是仙凡两别，不如还是分开吧。这里是10块下品灵石，就当做这些年你照顾我的补偿了。储物袋啪的砸在方平脚边，溅起一片尘土。方平抬头看着眼前这个绝色女子，苏丽烟一袭白衣胜雪，腰间束着青色丝带，将那盈盈一握的纤腰勾勒得淋漓尽致。胸前曲线随着呼吸微微起伏，修长的脖颈如天鹅般优雅。最要命的是那双眼睛，明明说着绝情的话，却还带着几分楚楚可怜。好家伙，方平在心里直呼卧槽，这不就是异界版上岸第一剑先斩意中人吗？他穿越前可没少在网上看这种段子，没想到刚穿越就亲身经历了一回真人版，记忆如潮水般涌来。原主方平是青阳城方家少爷，3年前收留了逃难来的苏黎烟。这丫头当时瘦得跟豆芽菜似的，是原主一点一点把她养得这般水灵。为了送她参加玄天圣地考核，原主连祖传玉佩都卖了。结果现在人家刚成内门弟子，转头就来分手。方平弯腰捡起储物袋，在手里掂了掂，10块下品灵石，连当初考核报名费的一半都不够。黎烟啊，方平突然笑了，你还记得咱们来圣地的路上遇到的那伙劫匪吗？苏黎烟脸色微变，当时你吓得腿都软了，是我替你挡了一刀。方平卷起袖子，露出胳膊上狰狞的伤疤，大夫说再深半寸，这条胳膊就废了。那是你自愿的，我又没有让你帮我挡刀。苏黎烟别过脸去，神色有些不自然。自愿？方平气笑了，那你说说，当初在方家是谁半夜偷溜进我房间，自愿说要做我的小媳妇？住口！苏黎烟像被踩了尾巴的猫，筑基期的威压瞬间爆发。方平，你别不知好歹！威压扑面而来，方平被震得连连后退，胸口一阵发闷。好家伙，这就是筑基期的实力！方平暗自心惊，果然是同人不同命。他与苏黎烟同时加入玄天圣地，结果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苏黎烟一入门就被检测出一品天灵根，大长老亲自收徒，现在已经被当成准圣女培养。而他方平只是最垃圾的9品5行灵根，入门1年连淬体境都没入门，跟苏黎烟确实已经是仙凡之别。行吧，方平拍拍身上的灰，既然你这么说，那这10块灵石我就收下了。苏黎烟明显松了口气，威压也随之收敛。不过方平突然话锋一转，我还有个小小的要求。什么要求？苏黎烟警惕地看着他。方平咧嘴一笑，目光在他身上扫了一圈。既然要断，那就断个干净，一次性还清如何？苏黎烟先是一愣，随即明白了他的意思，俏脸瞬间涨得通红。你无耻！这就无耻了。方平耸耸肩，那当初在方家后山，是谁主动把茶水倒了我一身，然后擦了3个时辰才擦干？闭嘴！苏黎烟气得浑身发抖，玉手已经按在了剑柄上。方平却丝毫不慌，反而又往前迈了一步。怎么？苏仙子这是要杀人灭口？苏黎烟的手僵在了剑柄上，他的血亏欠方平许多，如果还动手杀人，那必定会滋生心魔，对仙徒不利。就一次。他咬着嘴唇，声音细如蚊呐，从此两不相欠。反正也不差这一次了，苏黎烟心里想着。方平差点笑出声，他本来只是想恶心一下对方，没想到还真答应了。那走吧。方平指了指杂役房后面的小树林，抓紧时间，我还得回去干活呢。苏黎烟羞愤交加，但还是跟着他往树林走去。1个时辰后，方平系着裤腰带从小树林出来，神清气爽。而苏黎烟则是有些步履蹒跚，他强行板起一张脸，冷声道：方平，今后你我两不相欠，若是你还要纠缠不休，莫怪我剑无情。说罢，他便御剑飞走了。哼，女人真是把 X 无情啊。方平掂了掂手中的储物袋，望着那道远去的剑光撇撇嘴。突然头顶传来咔嚓一声脆响，哎呦！一根枯树枝不偏不倚砸在他脑门上。方平骂骂咧咧地抓起树枝就要扔掉，指节却被断口处的木刺划破，血珠与树枝接触的瞬间异变陡升，那节枯枝突然绽放出璀璨青光，化作无数古老文字涌入他的眉心。方平只觉得天旋地转，意识被拉入一片混沌虚空。悠悠万古，垂钓为道，一竿惊风雨，一线吊乾坤。苍茫道音在虚无中回荡，穿越了无尽岁月，在他耳边响起。方平看见无数画面在眼前流转，有白发老者独坐星河，吊起日月星辰；有蓑衣客立于时间长河，干烧挂着破碎的纪元；还有青山剑客在命运长河畔，以剑气为线，垂钓诸天气运，吾乃钓天尊者，留此太虚钓天经，以待有缘。以身为竿，以魂为线，以道为饵，可钓诸天万物。浩瀚传承如潮水般涌来，方平浑身巨震，七窍都渗出鲜血。当他再度清醒时，
手中枯枝已化作一柄朴实无华的青木钓竿。方平握着青木钓竿，心跳加速，脑海中关于钓道的玄妙一一浮现。这钓道竟如此神奇，他内心掀起惊涛骇浪。垂钓一道可不只是在河里钓鱼那么简单，一杆抛出，无论身处何方，都可垂钓诸天万物，能钓起锋芒毕露的神兵利器，比如传说中的诛仙剑、斩龙刀，价值连城的天才地宝也不在话下，像万年血参、九转金丹等等。最神奇的是，据说修炼到高深处，连那高高在上的九天神女、霸天女帝也可以钓起来。想到这里，方平呼吸都急促起来。这哪是在钓鱼，简直是在钓整个诸天万界。方平握着钓竿的手都在微微发抖，他仿佛看到未来的自己站在星河之上，一竿甩出，诸天震动。不过现在，他低头看着朴实无华的青木钓竿，自嘲地笑了笑，还是先想想怎么钓一些宝贝，改善资质比较实际。别说九天神女了，现在就算只钓起来九天神女的一根毛，他也招架不住啊。以青木品质的钓竿，3天可以垂钓一次，不知道我这第一次垂钓能钓起来什么。方平兴奋道，都说钓鱼老有新手福利期，想必他的第一次垂钓运气也不会太差吧。正当方平盘算去哪里开始第一次垂钓时，沙哑的声音打断了他的思考。方平，死哪去了？转头看见一个驼背老者拄着拐杖走来，正是杂役房管事赵德柱。这老头虽然修为只有淬体6重，但在杂役房说一不二。赵德柱走近，突然盯着他手中的青木钓竿愣住。这是捡的树枝而已。方平手腕一翻，钓竿化作青光没入体内。这是太虚钓天经自带的藏气鱼身神通。赵德柱揉了揉眼睛，只当是眼花了，也没想太多，打量着方平缓缓道，你小子最近是不是得罪什么人了？得罪什么人？方平眉头微皱，他在玄天圣地当了1年杂役，向来谨小慎微，能得罪什么人？玄天圣地作为东荒3大修炼圣地之一，等级格外森严，杂役弟子在最底层，往上还有外门、内门、真传。像他这种没有背景的杂役，平日连抬头看那些外门仙子的资格都没有。赵管事此话怎讲？方平不动声色地问道。赵德柱左右张望，压低声音，最近少往外跑，好好准备7天后的杂役大比。杂役大比每季度1次，前10名可获得不菲的奖赏。但方平很清楚，那些名额早被权贵子弟内定，普通杂役不过是陪衬。现在赵德柱特意提醒，必有蹊跷。方平从怀中摸出2枚灵石，悄悄塞过去，还请赵管事明示。赵德柱眼睛一亮，迅速将灵石收入袖中。你小子倒是上道。他脸色缓和不少，有人要在杂役大比上废了你，自己想想是不是招惹了不该惹的人。方平心头一凛，杂役大比虽说不准伤人性命，但失手废掉修为的事每年都有。赵德柱说完便匆匆离去，背影透着几分心虚。方平站在原地，脑海中闪过苏黎烟冷若冰霜的脸。打完分手炮后，他本以为事情已经翻篇，但现在看来，苏黎烟或许不屑追究，但他的追求者们可不会善罢甘休。玄天圣地表面仙气飘渺，暗地里比世俗王朝还要势利。那些世家子弟视杂役如蝼蚁，弄死个把人不比踩死蚂蚁麻烦。方平握紧拳头，感到压力，必须尽快提升实力。回到简陋的杂役房，方平锁好门窗，盘坐在木板床上，心念一动，青木钓竿从掌心浮现，古朴的竿身上缠绕着淡淡青光，握在手中竟有种血脉相连的感觉。根据钓道传承中所说，垂钓不限制地点，只要有水源就可以进行。就算方平端一盆水，也可以在盆中垂钓出诸天万物，但水源品质却与钓获的品质息息相关。现在他每3天才能进行1次垂钓，机会难得，所以第一次垂钓必须要寻个好地方才行。方平想起后山的寒月潭，那里是外门弟子修炼场所，灵气浓度是杂役区的3倍有余。趁着夜色，方平悄悄摸到寒月潭附近，潭水在月光下泛着银辉，四周寂静无人。这个时辰，寒月潭内寒气暴增，外门弟子都不会前来，而是返回各自洞府修炼，正是他偷摸垂钓的好时机。按照传承技艺，方平将体内微薄灵力注入钓竿，杆身青光大盛，竿梢自动指向潭水中央。去！方平手腕一抖，钓线如灵蛇般窜出，却没入虚空而非水中。这是太虚钓道的玄妙之处，看似在钓鱼，实则勾连诸天。钓线没入虚空后，方平感觉有股奇异力量在拉扯，突然竿身剧烈震动，有东西上钩了。方平急忙收竿，将钓线从虚空中拽出。嗡嗡！这瞬间，整片寒月潭突然沸腾，漫天粉霞从潭底喷涌而出，将夜空染成瑰丽的绯色。方平瞪大眼睛，看着鱼钩正带着一卷玉茧朝他飞来，
表面流转着七彩光晕。方平耳边响起飘渺道音：阴阳交感，万物化生，乾坤交泰，品物流行。每一个字都如同黄钟大吕，震得方平神魂战栗。更惊人的是，玉简周围浮现出无数虚幻身影，有仙人道侣共参阴阳，有神魔交合演化混沌，甚至还有日月相拥、星辰相绕的宏大意象。这是什么级别的功法？方平刚接触玉简，就感到一股暖流顺着手臂蔓延全身。他的脑海中自动浮现功法要诀：阴阳合欢，大道至简，水火既济，龙虎交泰。这竟是一部可问道长生的功法。要知道，玄天圣地的正宗之法玄天宝剑，也不过只能修道度劫境，想寿元万载，而万载后想要活命，就得渡劫飞升，博那1/1000的成仙之机。可阴阳大道经中压根就没把成仙当一回事，后续的内容一直延伸到了成仙之后。方平激动得手指发抖。与阴阳大道经相比，他现在修炼的基础凝气诀简直就是垃圾。他当即盘坐在潭边岩石上，按照功法所述运转周天，但灵力刚运行没几个穴位就滞涩不前。方平皱眉，仔细参悟功法，脸色却渐渐变得古怪。不对劲，这似乎是一部双修之法。原来这功法需要阴阳二气交融才能修炼入门。所谓孤阴不生，独阳不长，单靠他自己根本无法修炼。方平懊恼地抓了抓头发。昨天刚和苏丽烟有过肌肤之亲，要是晚一天获得这功法该多好，现在让他上哪去找合适的双修对象？正发愁时，寒月潭水面突然剧烈翻涌，咕嘟咕嘟的气泡从潭底冒出。方平警觉地后退几步，立即将青木钓竿收回体内。哗啦一声巨响，一道白衣身影破水而出，带起漫天水花。月光下，那女子青丝如瀑，湿漉漉地贴在雪白肌肤上。她眉如远山，眸若秋水，琼鼻高挺，唇若点珠。最摄人心魄的是那身段，湿透的白纱衣紧贴着婀娜曲线，勾勒出惊心动魄的起伏。纤细腰肢不堪一握，往下却骤然绽放出饱满弧度。修长双腿在月光下泛着白玉光泽，晶莹的水珠顺着脚踝滑落。那对玉足宛如精雕细琢的艺术品，足弓弧度完美，食指如珍珠般圆润可爱。但此刻，这绝色美人却面色惨白，唇瓣泛着病态的淡青色。她摇摇欲坠地站在水面上，哀求般看向方平：师兄救我！我名楚清歌，乃是外门玉竹峰弟子，因急功心切修炼冰心诀，走火入魔。这位师兄还请救救师妹，救命之恩，师妹日后必有厚报。你不是外门弟子。楚清歌话音未落，却瞥见方平身上的杂役房服饰，他瞬间面如死灰。他现在的状态极差，浑身都被极寒之气笼罩，一个区区杂役，连靠近他都做不到，如何能救他？楚清歌紧咬下唇，语气冷淡，用命令的口吻道：你现在速去玉竹峰寻我师尊虚竹真人，莫要耽搁时间。但话还没说完，整个人就是一个趔趄栽倒下来。方平不及多想，飞身上前接住栽倒的家人，入手冰凉滑腻，仿佛抱着一块寒玉。近距离看，此女的容颜更显惊心动魄，睫毛上凝结着细碎冰晶，随着呼吸轻轻颤动。鼻梁高挺的线条如名家手笔，唇瓣虽无血色，却形状完美。方平一时看呆了，这种美貌，就算比之苏黎烟也不逊分毫啊！没等方平思考太久，下一秒，刺骨寒意就从接触处蔓延开来。方平手臂瞬间结出一层白霜，冻得他龇牙咧嘴。更诡异的是，他体内突然涌出一股热流，与对方的寒气交织缠绕。阴阳大道经竟然在自动运转。方平恍然大悟，对方是修炼了一门极阴功法，走火入魔，体内阴气暴走，而他恰好阳气充沛，两者形成完美互补，正好符合阴阳大道经的修炼条件。怀中家人痛苦的蹙眉，先长手指戳着方平衣襟：滚开！你区区一个杂役，也敢趁人之危！楚清歌吐息如兰，却带着冰寒气息，即便此刻虚弱至极，他也在试图将方平推开。一个肮脏的杂役，他就算是死，也不可能接受被对方玷污。方平被气笑了：你体内的寒气已经侵入心脉，而玉竹峰距离此地可是有2个时辰路程，你确定能等到那时候？闻言，楚清歌陷入了沉默，也不挣扎了，整个人双眼空洞地望着天，一副生无可恋的模样。呵呵，你这是不想活了？方平冷笑一声，突然伸手捏住楚清歌精致的下巴，强迫他与自己对视。月光下，那张绝美的脸庞因痛苦而扭曲，却依然美得惊心动魄。方平缓缓开口：我有办法救你，但有个条件。楚清歌原本涣散的瞳孔骤然收缩，眼中闪过一丝希望的光芒。他艰难地咽了口唾沫，喉间发出微弱的呜咽声：什么条件？
方平俯身凑近他耳边，灼热的呼吸喷在他冰凉的耳垂上。很简单，我要你，求我。你。楚清歌娇躯一颤，眼中瞬间燃起怒火。他堂堂外门天才，玉竹峰首席弟子，何时受过这等羞辱？对方不过只是一个小小杂役，居然要让自己求他。方平不急不躁，手指轻轻摩挲着他下巴的弧度。时间不多了，寒气已经侵入你的心脉，再拖半刻钟，就算大罗金仙来了也救不了你。若是楚清歌一开始就好好说话，方平肯定不会趁人之危区区寒气而已，利用阴阳大道经很快便能解决。但对方那高高在上的态度让他很是不爽，所以方平打算利用对方入门阴阳大道经。当然，入门的方式便是深入双修。楚清歌浑身剧烈颤抖起来，眼中闪过挣扎、屈辱、不甘，最终求生的本能战胜了骄傲。他闭上眼，两行清泪顺着脸颊滑落。我求你。声音细若蚊蝇，几乎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听不见。方平故意道。楚清歌猛地睁开眼，泪水模糊了视线。我求你，救救我。这次声音大了些。话音刚落，楚清歌突然发现一股暖意从方平身上传来。他没有骗我，这个杂役居然真能化解冰心诀的寒气。楚清歌身子不自觉朝方平的胸口靠了靠，双手也环在他的腰间。方平满意的笑了，感受着挤压而来的柔软，继续道：这才对嘛。记住，这是你楚清歌亲口求我的，可不是我趁人之危。说罢，他抱着楚清歌大步走向不远处的山洞。怀中家人浑身僵硬，俏脸绯红，却不再挣扎，甚至还莫名生出了一丝期待。方平抱着楚清歌踏入山洞，洞内潮湿阴冷，但比起外面的寒气已经好上许多。他随手一挥，用灵力点燃了洞壁上的几根枯枝，火光顿时照亮了整个空间。啊！楚清歌被方平毫不怜香惜玉地扔在草垛上，发出一声轻呼。他湿透的白衣紧贴在身上，勾勒出曼妙的曲线。乌黑的长发散落在干草上，衬得肌肤如雪。方平居高临下地看着他，目光在他身上扫过。楚清歌下意识地蜷缩起身子，双手护在胸前，脸颊泛起红晕。他咬着下唇，心跳如鼓。然后在楚清歌颤抖的目光下，方平面无表情地伸出双手。啊，你要干嘛？楚清歌面色骤变。当然要。方平轻笑一声，旋即直接开始运转阴阳大道经。3个时辰后，楚清歌躺在地上，发丝凌乱，面色潮红。他还没从刚才的状态中缓过神来，没想到拿走自己第一次竟然会是个小杂役。不过他还挺猛的。楚清歌盯着一旁打坐的方平，眼神复杂。方平这边双目紧闭，但体内的气息不断攀升，可算是入门了。而且我的资质居然也提升了。方平无比兴奋。此时阴阳大道经在他体内迅速运转周天，将楚清歌体内的极寒之气源源不断的吸入，再转化为精纯的灵力。在修仙界，灵根分为9品，1品最高，9品最次，而每个品级又细分为单灵根、双灵根直至5灵根。单灵根意味着对某一种属性灵力有极高的亲和力，修炼速度远超常人，而5灵根则意味着灵力亲和力分散，修炼速度缓慢。方平原本只是最差的9品5灵根，这也是他只能当杂役弟子的原因。但此刻在阴阳大道经的改造下，他的灵根品质正在飞速提升。方平能清晰地感觉到自己的灵根正在发生质变，从9品跃升至8品，而且还在持续提升。与此同时，他的肉身力量也在暴涨，原本只有100斤出头的臂力，现在直接翻了1倍有余。体内灵力更是从淬气境1层直接突破到了2层。方平心中狂喜，但表面上依然保持着镇定。刚回过神来的楚清歌此刻也察觉到了异常，他体内的寒气正在迅速消退，冰心诀走火入魔的危机被完美化解。更让他震惊的是，自己的修为竟然也有所精进，隐隐触摸到了筑基的门槛。这怎么可能？一个杂役弟子居然有如此神奇的手段，他之前弄出来的难道是灵液不成？楚清歌看向方平的眼神变得复杂起来，他突然意识到眼前这个男子绝非普通的杂役，能够化解冰心诀的寒气，还能在那种过程中让双方都获益，这绝不是寻常功法能做到的。一般的双修功法都只是单方面采补，只有那些传说中的上古奇功才有如此神效。难道说这个杂役弟子得到了某种惊天机缘？楚清歌的心思活络起来，他本身就是为了迅速提升实力，这才会铤而走险地深入寒潭进行修炼，但现在似乎有了一条捷径。方平缓缓收功，感受着体内澎湃的灵力流动，嘴角不自觉扬起一抹笑意。阴阳大道经终于入门，这意味着
他正式踏上了这条通天大道。按照功法记载，只要找到合适的双修道侣，修炼速度将会是常人的10倍不止。疼！就在这时，楚清歌突然发出一声轻呼，他脑海中莫名浮现出许多陌生的记忆片段，阴阳交泰的修炼法门，灵力运转的路线，甚至还有双修时需要注意的要诀，这些记忆来的莫名其妙，却又无比清晰，仿佛与生俱来。楚清歌震惊地看向方平，终于明白刚才发生了什么。原来在不知不觉间，他已经成为这个男人的双修道侣。在记忆中，双修道侣关系极为特殊，一旦结成，双方气运相连，修为互补，这可比普通的师徒同门关系要亲密得多。方平站起身，拍了拍衣服上的草屑，语气平淡：楚师姐，你寒毒已减，我们两清了。他帮楚清歌化解了危机，而对方也助他成功入门阴阳大道经，这笔交易很公平。至于双修道侣，方平根本没放在心上。阴阳大道经虽然需要长期双修，但并不限定道侣数量。以楚清歌那高傲的性子，显然不是理想的长期伴侣。方平已经在盘算着，等实力提升后去寻找更合适的道侣。楚清歌听到这话，美眸中闪过一丝恼怒。他堂堂玉竹峰首席弟子，多少人求着做他的道侣而不得，这个方平居然吃了就想跑。就在方平转身准备离开的瞬间，楚清歌突然暴起，淬气境9层的修为全面爆发，直接将方平扑倒在地。方平猝不及防，想要反抗，却发现根本挣脱不开，两人境界差距太大了。方平虽然进步迅猛，但毕竟积累还是太少。方平皱眉，难道这女人想过河拆桥？师姐这是想干嘛？楚清歌骑在方平身上，青丝垂落，红唇轻启。想。不等方平反应过来，楚清歌已经俯身吻了下来。他虽然没什么经验，但阴阳大道经反馈给他的记忆里可是包含了全套的双修法门。哼，这次该换本师姐在上面了。翌日清晨，阳光跟个流氓似的贼兮兮的透过洞口照进来，精准的射了方平一脸。他揉着酸痛无比的老腰，龇牙咧嘴的坐起身，看着身旁秀发略显凌乱却别有一番风情的楚清歌，心情那叫一个复杂。昨晚的经历简直了，说好的高冷师姐呢？解锁新皮肤了，热情的跟换了个人似的，差点把他老腰都给干报废了。这简直是吞金兽，专吞阳气的那种。不过吐槽归吐槽，方平内视一番后，瞬间就真香了。好家伙，修为跟坐火箭一样，直接从淬气境2重窜到了3重巅峰。阴阳大道经这效果杠杠的啊！楚清歌睫毛颤了颤，悠悠醒来，一睁眼就看见方平盯着自己，俏脸刷的就红了，但这次没像以前那样立刻板起脸冻死人。双修之后，两人之间似乎多了种莫名的灵魂链接，让他看这小子顺眼了不少，甚至有点想蹭蹭。啊呸！我要回去了。他起身整理衣衫，声音轻柔的不像话。师尊若发现我夜不归宿，定会责罚。他从储物袋里掏出几样东西放在地上，一个白玉瓶，一柄寒光闪闪的宝剑，还有一本现装剑谱，这些给你。楚清歌解释道，眼神有点飘忽，不敢看他。方平眼睛一亮，这么快就报金币了？在玄天圣地这地方，丹药、武器、功法可是硬通货，对杂役弟子来说更是遥不可及。这一瓶实力的聚气丹，够杂役辛辛苦苦干1年了。清风剑，没30块下品灵石，想都别想。清风剑诀更是外门弟子都得攒贡献度才能换的宝贝。楚清歌见方平盯着东西不说话，以为他嫌少，咬了咬唇，声若蚊蝇的追加了一句：3日后我再来找你，继续修炼。说完他自己先耳朵根红透了。方平顿时悟了，好吗？这是食髓之味，把它当人形经验包加快乐棒了呗。好啊，没问题。方平爽快答应，随即话锋一转，笑得有点欠揍。不过师姐，亲兄弟明算账，昨晚可是你主动的，回头可别又说我趁人之危，要我对你负责啥的，我卖身不卖艺的啊。你，楚清歌羞恼地瞪了他一眼，跺跺脚，转身化作一道白光就溜了。跑到洞口，他又突然急刹车，头也不回地甩下一句：以后别叫我师姐了。然后才真正消失。方平愣了下，挠挠头，不叫师姐叫啥？喂，那个谁，孩儿他娘。算了，女人心海底针，先清点战利品要紧。他美滋滋地拿起清风剑，随手挽了个剑花，剑身轻盈，寒光流转。好东西，手感比杂役房那锈迹斑斑的铁剑强了800倍。再配上清风剑诀和聚气丹，7天后的大比，他感觉自己能打10个。但兴奋劲过去，方平很快冷静下来。那些世家狗大户装备好，功法强，说不定还有保命底牌。光靠这些想稳赢还不够保险，得开挂。他心念一动，那根造型古朴的青木钓竿再次浮现于手中。钓竿手柄处
一道银色纹路比之前清晰了些，但依旧略显虚幻，还得再等2天才能进行下一次垂钓。算算时间，大笔钱刚好还能再钓一次。方平眼中闪过期待的光芒，下次能钓到什么好东西呢？要是能给我钓上来一个9天女帝当侍女，就算是要我当场飞升修为突破仙帝也行啊。与此同时，玄天圣地内门紫霞峰，一座灵气逼人，恨不得用灵石铺地的白玉阁楼里，一个穿着月白长袍人模狗样的青年正以窗品茗，装逼气息扑面而来。他面容俊朗，气质拿捏得死死的，腰间那块紫玉令牌更是晃眼，这是亲传弟子标识。此人正是紫霞峰首座亲传萧云郎，23岁的筑基大圆满，圣地36真传候选人之一，标准的天才模板，也是无数女修眼中的梦中情人。禀公子，一个黑衣执事单膝跪地，态度恭敬地向见了皇帝的太监。那方平之事已安排妥当，杂役大比之日便是他被废之时。萧云郎闻言，唇角勾起一抹掌控一切的微笑，用温润如玉的嗓音道：“做得好，陆执事。”陆执事犹豫了一下，还是没忍住：“公子，区区一个杂役，何必如此麻烦？属下直接。”他比了个抹脖子的手势。萧云郎轻笑摇头，一副你还是太年轻的表情。陆执事啊，如今梨烟师妹即将入选真传，我若在这个节骨眼上杀了她凡间时的旧情人，你让她怎么想？让宗门高层怎么看我？陆执事恍然大悟，马屁立刻跟上：“公子高明，让那小子苟活着，反倒能让苏仙子慢慢淡忘，显出公子您的胸襟。”萧云郎满意的点点头，刚想再装2句，远处突然传来一阵清脆的铃铛声，一道倩影脚踏云霞而来，身姿绰约，气质清冷如雪山上的一株莲，正是如今风头正盛，被誉为内门第一仙子的苏黎烟。萧云郎眼睛瞬间就亮了，整理衣冠的速度堪比光速，脸上瞬间堆起如沐春风的笑容，变脸绝技以真化境。黎烟师妹大驾光临，真是令我紫霞峰蓬荜生辉啊！他迎上去，声音温柔。苏黎烟只是微微颔首，奉师尊之命来取紫霞峰的玄天剑典副本。萧云郎脸上的笑容僵了 0.1 秒，这点小事何必劳烦师妹亲自跑一趟？差人来说一声，我亲自给师妹送去便是。苏黎烟根本没接他的话茬，只是伸出白皙修长的玉手，言简意赅。剑典。萧云郎笑容逐渐勉强，他转身去取剑典，眼底飞快掠过一丝阴翳和恼怒。取来剑典，萧云郎还想努力一下，找个话题多聊2句，结果苏黎烟接过剑典，非常敷衍地说了句多谢师兄，然后转身就走了。走了？挥一挥衣袖，没带走一片云彩，只留下原地快要石化裂开的萧云郎。望着那道毫不留恋、渐行渐远的绝美背影，萧云郎脸上那营业式的笑容彻底崩碎。凭什么？他内心在疯狂咆哮。那个叫方平的底层杂役蝼蚁一样的东西，凭什么曾经拥有过他？而他萧云郎紫霞峰首座亲传，未来真传，在他眼里却还不如一本破剑典有吸引力。苏黎烟与方平在凡间时曾有过一段道侣关系，虽然苏黎烟已经与其划清界限，但这根刺却深深扎进了萧云郎最敏感的地方。他得不到的，别人也休想得到，哪怕是曾经拥有过，也是不可饶恕的原罪。陆执事。萧云郎猛地转身，声音森寒刺骨，吓得旁边的陆执是一哆嗦。公子有何吩咐？萧云郎眼中闪烁着近乎疯狂的妒火和狠毒。我改主意了，不必等什么杂役大比。他几乎是低吼出来，现在就派人去，给我关照一下那个方平，我要他废得彻底，从今往后当不了男人，明白吗？陆执事倒吸一口凉气，后背瞬间被冷汗打湿着，这也太狠毒了，但他不敢有丝毫违逆，连忙躬身。是，属下这就去安排，保证做得干净利落。萧云郎死死盯着苏黎烟消失的方向，拳头攥得咯咯作响，指甲几乎嵌进掌心。方平，你必须为你曾经拥有过付出最惨痛的代价。翌日下午，杂役房内弥漫着一股汗水和木屑混杂的气味。几个杂役弟子看见方平走进来，立刻像躲瘟神一样散开，还故意提高了音量。听说王师兄放话了，大比上要废了方平，自找的呗，谁让他得罪内门的人？方平面无表情地走到柴堆前，抄起斧头开始劈柴。这些闲言碎语他早就免疫了，在玄天圣地，实力就是一切，杂役弟子更是底层中的底层，连灵兽园的狗都能对着他们吠2声。不过今天方平心情其实不错，他一边劈柴一边内视，能清晰感觉到自己灵力比昨天又浑厚了不少。阴阳大道经果然牛逼，虽然修炼速度慢得像蜗牛爬，但灵力的质和量简直吊打同阶。他现在淬体3重，灵力量却堪比5重，说出去都没人信。哟，大忙人终于露面了。一个阴阳怪气的声音飘过来，方平头都懒得抬。赵三，
王虎的头号狗腿子，淬气二重修为，特长是欺软怕硬和拍马屁。赵三一脚踢翻方平刚劈好的木柴，冷笑道：“听说你最近很嚣张啊？”方平放下斧头，叹了口气：“我没有得罪你们吧？”他实在不想和这群人多纠缠，有这时间不如多运转几个周天。赵三嗤笑：“你就是得罪我们了，一个武林根的废物，凭什么拥有那些东西？”方平眼神微动：“那些东西，难道是说楚清哥给的丹药？好家伙，这是闻到味了就来打劫了。杂役房这地方果然连颗丹药都藏不住，简直比村口大妈的情报网还灵通。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方平决定装傻。赵三上前一步，压低声音：“别装了，有人闻到你房间里有药香，是在丹峰轮值时偷拿的吧？识相的就交出来，或许大比上我们能让你少断条腿。”方平差点笑出声：“偷拿？楚清哥给的上品凝气丹，要是能随便偷拿到，丹峰长老早就气吐血了。”滚！方平言简意赅。赵三脸色一沉：“敬酒不吃罚酒。”他一挥手，另外2个狗腿子立刻围了上来。3人都是淬气二重，自以为吃定了方平。周围的杂役弟子们远远看着，没人敢插手。在杂役房，王虎就是土皇帝，赵三就是太子爷。方平暗暗运转灵力，虽然一达3有点悬，但他最近正好想试试阴阳大道经加持下的实战效果。就在这时，天空中传来一声清鸣，所有人抬头看见一艘精致飞舟划过天际，舟上站着一位女子，身着丹峰特有的青鸾流云袍，衣袂飘飘，仙气十足，是丹峰的柳师姐。有人惊呼，杂役弟子们纷纷低头，不敢直视。丹峰弟子地位尊崇，他们这些杂役连抬头多看2眼都觉得是亵渎。方平也下意识低头，但太虚吊天经突然自发运转，神识瞬间增强。等等，这功法居然还能自动强化视觉。方平震惊地发现自己的视线穿透了流云袍的防护镜质，瞥见了一抹淡粉色和雪白。这功法也太顶了吧！这是能免费看的吗？他赶紧低头，老脸一红。非洲上的柳如烟似有所觉，目光在方平身上停留一瞬，微微蹙眉，但很快又驾驭非洲远去。等非洲消失，赵三等人回过神，又重新围住方平。小子，刚才差点让你逃过一劫。赵三狞笑，现在没人打扰了，把东西交出来。方平正要运转灵力拼一把，一道清冷声音突然传来：“你们在做什么？”众人转头，顿时全体石化。楚清哥不知何时站在不远处，一袭白衣，容貌绝美，气质清冷。外门天才弟子居然驾临杂役房，这比丹峰仙子路过还惊人好吗？赵三等人赶紧行礼，声音都在抖：“见过楚师姐。”楚清哥根本没看他们，径直走到方平面前，轻声问：“你没事吧？”语气里的关切藏都藏不住。全场寂静，所有杂役弟子内心都在尖叫：“卧槽！楚师姐居然关心一个杂役弟子，这世界魔幻了吗？”方平也愣了一下：“师姐怎么来了？”楚清哥脸上微红：“我来看看你修炼的怎么样。”其实他是昨晚回去后一直心神不宁，这才忍不住跑来查看。赵三等人心里咯噔一下，感觉要完。楚清哥转头看向赵三，眼神瞬间冷了下来：“你们刚才想做什么？”赵三冷汗直冒：“没什么，我们只是和方师弟交流修炼心得。交流需要3个人围着他。”楚清哥声音冰寒，淬气9层的威压释放出来，压得赵三等人腿软。就在这时，一个粗犷声音传来：“怎么回事？”王虎大步走来，先是瞥了楚清哥一眼，敷衍地拱了拱手：“哟，楚师姐，什么风把您吹来了？”楚清哥眉头微蹙：“王虎，你的手下围堵同门，意图抢夺资源，不该给我个说法吗？”王虎嗤笑一声：“说法？杂役弟子间切磋交流不是很正常吗？再说了，他故意提高声音，就算真有点什么，那也是奉了内门紫霞峰陆执事的命令。”全场哗然。内门执事，那可是杂役弟子抬头都望不到的大人物。王虎得意地看向方平：“陆执事特意关照我，要好好照顾方师弟。楚师姐，您说我是该听您的，还是听陆执事的？”方平心一沉，果然是因为苏丽烟的关系，要不然堂堂内门执事吃饱了撑的才会来搞他。王虎走到方平面前，趾高气昂：“小子，别以为有女人撑腰就能耐了，识相的现在自己废了丹田滚蛋，否则连男人都别想当。”一丝怒火涌上方平心头，在哪个世界都是如此，没有实力和背景就只能任人宰割。王虎这条走狗仗着主子的事就如此嚣张。楚清哥气得俏脸发白，正要发作，王虎却抢先一步后退半步，大声道：“楚师姐，您这么护着这小子，
莫非跟他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关系？何必为了一个废物惹一身骚呢？这话恶毒至极，连楚清歌的名节都玷污了。你找死！楚清歌彻底怒了，剑气瞬间锁定王虎。王虎被压得脸色发白，却还在硬撑。打狗还得看主人，我代表的可是陆执事的脸面。楚清歌玉手紧握，确实投鼠忌器。内门执事的压力，即便他也感到沉重。方平内心怒火燃烧，几乎要不顾一切拼命。就在这时，楚清歌深吸一口气，一把拉过方平，面向全场，声音清冷却斩钉截铁：王虎，你听好了，也给陆执事带个话，方平是我楚清歌的人，谁动他就是与我为敌。至于我和他的关系，楚清歌俏脸微红，眼神却异常坚定，轮不到你这种小人智慧。死一般的寂静，所有杂役弟子目瞪口呆，看向方平的眼神充满了极致的嫉妒。这小子到底走了什么狗屎运？王虎脸上的狞笑彻底僵住，脸色一阵青一阵白。他没想到楚清歌竟然刚烈至此。好，很好。王虎气得发抖。楚清歌，你的话我会一字不落的带给陆执事。我们走。他撂下狠话，带着赵三等狗腿子灰溜溜的跑了。楚清歌这才收起气势，低声对方平说：你这几日务必小心，我会尽快想办法。方平看着楚清歌，心中涌起复杂情绪，有感激，也有被女人保护的些微别扭，但更多的是强烈的变强渴望。今日之辱，他日必百倍奉还。无论是谁在针对他，一个都跑不了。他重重点头，多谢师姐，这份情我方平记下了。楚清歌脸上红晕更甚，轻轻嗯了一声，化作一道白光匆匆离去，留下原地一群杂役弟子看着方平，眼神复杂到了极点。方平深吸一口气，握紧拳头，看来得加快修炼速度了。不仅要在大比上废了王虎，还要尽快提升实力，还楚清歌这个人情。毕竟吃软饭虽然香，但还是自己强才是真的强啊。方平望着楚清歌离去的方向，缓缓吐出一口浊气。靠山山会倒，靠人人会跑，最终能依靠的只有自己的实力和脑子。狗咒！方平心里立刻有了决断。青木钓竿的垂钓次数，明天一早才能刷新，那是他目前最大的依仗。他根本没回杂役房那人多眼杂的是非之地，而是转身就钻回了后山深处。他记得有一处极为隐蔽的石缝，外面被藤蔓遮掩，里面仅能容一人藏身，是个绝佳的狗命点。饿了就嗑一粒劣质屁股丹，味道差劲，但能顶饿；渴了就收集树叶上的露水。他就这样硬生生在那石缝里缩了一整天，呼吸放到最轻，如同蛰伏的野兽，耐心等待着属于自己的时机。同一时间，紫霞峰，陆执事正神色忐忑地站在一间雅致的别院外廊下，微微躬身。他面前，萧云郎正悠闲地给一盆灵芝修剪枝叶。所以，你忙活了一天，连那方平的影子都没找到。萧云郎头也没抬，声音平淡，听不出喜怒。陆执事额头渗出细汗，连忙道：萧师兄明鉴，属下几乎将杂役房和后山都翻了一遍，那小子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属下怀疑是不是玉竹峰那个女弟子使了手段。楚清歌，萧云郎嗤笑一声，终于放下手中的玉简，拿起旁边侍女地上的丝巾擦了擦手。一个有点天赋、侥幸快铸技的外门弟子罢了，也值得拿出来说道。他语气里的轻蔑毫不掩饰。内门弟子和外门弟子身份地位是天壤之别。楚清歌或许在外门算个人物，但在他萧云郎眼里还不配让他多费心思。他真正在意的从来只有苏黎烟一人。看来这方贫道是个滑头，知道怕了会躲了。萧云郎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弧度。不过圣地规矩森严，他一个杂役能躲到几时？玄天圣地规矩，杂役弟子需每3日前往外门各峰轮值打杂，这是义务，也是赚取微薄贡献的途径。每月仅有2天休假，若未经准假，连续4日不到岗，便视同叛逃圣地，人人得而诛之。陆执事眼睛一亮，师兄的意思是，他明天若再不去轮值，就可以让执法堂出手。呵，他敢不去吗？萧云郎淡淡道，明天是他轮值丹峰的日子，你亲自去安排，就在丹峰等着他。若是他去了，按计划行事，废了他，废得干干净净的。若是他没去，那更方便，直接以叛宗之名当场打杀。他语气轻松的，像是在说碾死一只蚂蚁。属下明白，这次绝不会再让师兄失望。陆执事连忙保证，心里松了口气。看来萧云郎并没真的动怒，也是，毕竟对方只是个杂役而已。萧云郎摆摆手，示意他可以走了。一个杂役弟子的死活确实不值得他耗费太多心神，吩咐下去自有人办妥。他此刻更关心的是另一件事。他转身对侍女道：备车，我要去一趟天书峰。天书峰，内门核心主峰之一，苏黎烟就在那里修行。
一个即将光芒万丈的真传仙子，怎能有一个杂役身份的钱道侣？那是洗不掉的污点。而他萧云郎要替他抹去这个污点，顺便赢得美人青睐。陆执事躬身退下，离开紫霞峰后，脸色立刻阴沉下来。在萧云郎面前，他唯唯诺诺，但对方凭这种杂役，他可是捏着生杀大权的执事。虽然觉得萧云郎有点小题大做，对付一个杂役何须如此麻烦，但上命难违。丹峰妖，陆执事沉吟片刻，眼中闪过一丝狠辣，得确保万无一失才行。他改变方向，没有回自己的执事堂，而是直奔外门丹峰而去。他要去拜访一位在丹峰任职长老的旧识。杂役弟子轮值时出点意外，被丹炉之火误伤，甚至根基都被烤熟，那是再合理不过了。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方平猛地睁开眼，眼底闪过一丝金光。他第一时间沟通意识海中的青木钓竿，次数刷新了。他毫不犹豫，如同矫健的猎豹，悄无声息地钻出石缝，朝着早已物色好的目的地疾驰而去。那是一处位于后山更深处的幽静溪流，泉水富含稀薄灵气，周围环境丝毫不逊色于寒月潭。赶到溪边，晨雾氤氲，四周寂静无人。方平盘膝坐在一块滑润的青石上，深吸一口带着水汽的清新空气，凝神静气，意识沉入体内。那根古朴的青木钓竿再次浮现，他运转太虚钓天经，将自身灵力缓缓注入钓竿之中。嗡，钓竿微微震颤，竿梢那根若有若无的鱼线再次探入虚空，消失不见。有了上次的经验，方平更加沉着，耐心感受着鱼线传递来的各种模糊波动。诸天万界，无尽时空，能否钓到好东西，运气和技术缺一不可。时间一点点过去，突然鱼线传来一股极其灼热爆裂的波动。来了，是个大货。方平精神一振，全力运转功法，猛地做出起钓的动作。轰！就在这一刻，异变陡生，他面前的虚空猛地扭曲，一道仅有拇指粗细，却呈现出一种近乎透明琉璃色的火焰，猛地从虚无中被调了出来。这火焰出现的瞬间，周围的温度骤然飙升，下方的溪流发出嗤嗤声响，大量水汽被蒸发，白雾弥漫。方平脚下的青石甚至开始发红软化，一股恐怖无比的能量波动席卷开来。火焰，先天灵火。方平先是一惊，随即狂喜。修真百艺中，炼丹炼气是重中之重，而要想成为炼丹师或炼气师，首要条件就是拥有自己的火焰。普通修士用柴火、炭火，那只能炼制最低级的东西，有点条件的会用地下火脉，或者购买喷火妖兽的妖核催动火焰，但这些都是外火，控制不易，精度差，成丹率和品质都有限。真正的炼丹炼气大师都必须拥有内火及本命火焰，本命火焰也分3、6、9等。最次的是自身灵力转化的灵火，威力弱，消耗大。好一点的是炼化某种妖兽的兽火，而最强的就是天地自然孕育而生的先天灵火。每一种先天灵火都极为罕见，拥有毁天灭地的威能和种种神奇特效，是无数炼丹师、炼气师梦寐以求的至宝。方平万万没想到，自己第2次垂钓，竟然就钓上来一朵先天灵火。他死死盯着那朵琉璃色的火焰，火焰核心处仿佛有一颗心脏在缓缓跳动，散发着一种直接影响人心魂的奇异灼热感。一段源自太虚钓天经附带的模糊知识涌入脑海，让他瞬间辨认出此火来历。陨落星炎，竟是此火。陨落星炎在先天灵火中也属异类，它最恐怖的特质在于心火自燃，无需直接接触便能引动敌人内心的火焰，由内而外将其焚烧成虚无，防不胜防。用于炼丹，则能极佳地淬炼药材杂质，提升丹药灵性，甚至有一定概率赋予丹药特殊效果。发财了，真是天大的机缘。方平心脏砰砰狂跳，但紧接着巨大的危机感袭来。陨落星炎显然极具攻击性，被调出来后就悬浮在空中，散发出的灼热能量越来越强，似乎要将他这个垂钓者也焚为灰烬。收服灵火绝非易事，往往伴随着极大的风险，动辄生死道消。拼了！方平一咬牙，眼中闪过决绝，机遇就在眼前，岂能因为危险而放弃？他全力运转太虚钓天经和自身灵力，按照经文中记载的一种粗浅的收摄法门，尝试引导那朵陨落星炎。轰！陨落星炎猛地暴动起来，化作一条透明的火蛇，直接朝着方平扑来。啊！方平惨叫一声，感觉灵魂都在燃烧。那火焰无视了他的体表防御，直接钻入他体内，疯狂灼烧着他的经脉、气血，甚至意识。痛苦，难以形容的痛苦。他感觉自己的五脏六腑都要被烧熟了，皮肤变得通红，毛孔中渗出点点黑色的污渍和血液，那是体内杂质被强行炼化排出的迹象。剧烈的痛苦几乎让他昏厥过去。
但他死死咬着牙，保持灵台最后一丝清明，疯狂运转功法，用自己的意志和灵力试图包裹、驯服那缕在体内横冲直撞的恐怖火苗。不知过了多久，就在方平感觉自己快要被彻底烧成灰烬的时候，阴阳大道经突然自行运转，其所产生的灵力似乎对陨落星岩产生了一种奇特的安抚效果，爆裂的火苗渐渐温顺了一些。方平抓住机会，集中全部精神意念，引导着那缕微弱了许多的琉璃火苗缓缓沉入自己的丹田气海之中。嗡！陨落星岩最终在丹田内安定下来，化作一朵微小琉璃火焰缓缓旋转。方平整个人虚脱般的倒在地上，大口喘息，浑身如同从水里捞出来一样，被汗水和排出的污渍浸透。但紧接着，一股磅礴的精纯能量从丹田内的陨落星岩中反哺而出，流遍他的四肢百骸，淬气境5层的壁垒瞬间被冲破，他的修为直接攀升至淬气5层中期，才缓缓停下。不仅如此，他的经脉在灵火煅烧下拓宽了不少，变得更加坚韧。肉身中的杂质被大量炼化，体表覆盖着一层黑红相间的污垢，但下面的皮肤却隐隐透出一种琉璃般的光泽，强度大增。爽！方平躺在地上，感受着体内澎湃的力量和丹田中那朵安静燃烧的琉璃火焰，忍不住放声大笑。虽然过程凶险万分，差点没命，但收获太大了。修为突破，肉身淬炼，最重要的是，他得到了一朵潜力无限的先天灵火——陨落星岩。这意味着他拥有了成为一名顶尖炼丹师的绝对资本。在这个世界，炼丹师地位尊崇，一颗高品阶的丹药往往能引起无数修士疯狂争夺，强大的炼丹师更是各方势力的座上宾。有了陨落星岩，他未来完全可以靠自己炼制丹药来辅助修行，资源获取将容易无数倍。等等，方平忽然想起一件事，猛地坐起身。今天是我轮值丹峰的日子。他看向天色，已经日上3竿。他迅速跳进旁边的溪流中，洗净一身污垢，换上一套干净的杂役服。拥有陨落星岩后，他现在信心大增，只要对方不派出筑基境以上的存在，他都能以陨落星岩应对。而且对付自己这个小小杂役，对方也不可能出动筑基境强者吧？这不是大炮轰蚊子吗？方平大步走向外门丹峰，越是靠近，空气中弥漫的药香就越是浓郁，吸上一口都让人感觉精神微振。丹峰脚下随处可见匆忙来往的弟子和杂役，那些穿着丹峰特有药袍的炼丹师学徒们，个个下巴抬得老高，用眼角余光扫视着来往的杂役和普通外门弟子，神态倨傲。偶尔有正式的一品炼丹师经过，腰间的丹师令牌叮当作响，周围的学徒和弟子们立刻会停下脚步，恭敬的行礼避让。而那些炼丹师往往连眼皮都懒得抬一下。炼丹师在玄天圣地乃至整个修真界都是地位超然的存在。修士修行离不开丹药，突破瓶颈需要破镜丹，疗伤需要复原丹，快速提升灵力需要凝气丹。聚灵丹丹药就是硬通货，就是修行的加速器。一名高品阶的炼丹师往往能吸引大批强者为其效力，人脉极广。哪怕只是一品炼丹师，在外门的地位也堪比一些执事，没人愿意轻易得罪。方平看着这一幕，内心更加火热。拥有陨落星岩，就等于握住了通往高阶炼丹师的钥匙。这条路他一定要走通。他来到杂役轮值登记处，一个胖执事斜眼瞥了他一下，在名册上找到他的名字，不耐烦地挥挥手：“怎么才来？都快晌午了。去丙字区域7号废丹房旁边的灵田，那里的枯心草长疯了，你去把它们除干净。”胖执事说完就低下头，不再理会他。等方平走后，他这才嘀咕起来：“这就是婉容长老亲自点名的杂役吗？倒霉催的，怕是活不过今天喽。”方平面色平静，领了一把旧的锄头，按照指示的方向走去。越往丙字区域走，人迹越是稀少，道路两旁的灵田大多荒芜，或者种着些价值最低的一阶草药，灵气稀薄。等走到7号废丹房附近，几乎看不到人影了，只有一座孤零零的、看起来有些破旧的炼丹房立在远处，旁边是一片明显疏于打理、杂草丛生的灵田，所谓的枯心草就在其中疯长，环境安静的有些诡异。方平握紧了锄头柄，全身肌肉微微绷紧，灵力暗中运转，警惕地观察着四周。他的目光最终落在那座炼丹房上，门关着，但隐约能感觉到里面还有未散尽的热力。就在这时，炼丹房的门吱呀一声从里面被推开了，一道倩影走了出来。方平只看了一眼，心脏就猛地一跳。那是一位看起来30上下、风韵十足的美妇。她身着一袭略显紧身的紫色丹师袍，袍子的材质似乎有些特殊，能隐约勾勒出底下惊人饱满的曲线。此刻她似乎刚结束炼丹，额角带着细密的香汗，几缕发丝粘在脸颊边，更添几分慵懒魅惑。她的身材极其火辣，胸前衣襟被高高撑起，腰肢却纤细盈盈一握，圆润的臀线在丹师袍下划出惊心动魄的弧度。
此刻，他正微微侧身，将单尸袍最上方的2颗扣子解开透透气，露出一段雪白细腻的脖颈和若隐若现的精致锁骨。方平认得他袍角绣着的那道银色单纹，这代表着他是一位正式的一品炼丹师，同时也是丹峰的外门长老身份。穆婉容，穆婉容也看到了方平，动作顿了一下，秀眉微不可察的蹙起，眼中闪过一丝极淡的厌恶和冷漠。他确实接到了陆执事的授意，让他处理一个今天会来轮值的杂役。对他而言，这就像随手捏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甚至玷污了他炼丹的双手。但陆执事背后的萧云郎，他暂时也得罪不起。你就是今日轮值的杂役方平。穆婉容的声音和他的人一样，带着一种疏离的冷意。是，穆长老，弟子奉命来除草。方平低着头回答，姿态放得很低。穆婉容目光扫过他手里的锄头，又看了看那片荒芜的林田，心中那点因为要亲手对付一个杂役而产生的不快更浓了些。他指了指身后的炼丹房，草不急，你先进去，把刚才我炼丹用的丹炉清理干净，里面地火余温未散，小心些。他的语气平淡，仿佛在说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方平心中警铃大作，来了，果然是在这里等着他。清理刚用完的丹炉，地火余温，对于一个普通杂役来说，这绝对是苦差事，甚至可能有生命危险。但他不能拒绝，弟子听从长老命令，天经地义。如果拒绝，对方就有理由直接向他出手了。是。方平应了一声，放下锄头，朝着炼丹房走去。他走得看似平稳，实则全身灵力都已暗中提聚，陨落心炎在丹田内微微跳动，随时可以调用。他伸手推开那扇厚重的能隔绝温度和干扰的石门，一股热浪扑面来。房间里弥漫着浓烈的药味和高温，中央那座半人高的青铜丹炉更是隐隐发红，散发着灼人的热力。方平刚迈步踏入房间，就在他一只脚跨过门槛，身体重心前移的瞬间，身后的穆婉容眼中寒光一闪，没有丝毫犹豫，抬起修长的玉腿，狠狠地踹在方平的后腰上。进去吧。这一脚力道极大，要将他直接踹进那滚烫的丹炉里。方平又惊又怒，他猜到对方要下手，但没想到一个外门长老，一品炼丹师，竟然会用如此直接、如此卑劣的手段，简直是毫无顾忌。电光火石之间，方平借着他这一踹之力，身体猛地向前扑去，但在身体失控前冲的刹那，他藏在袖中的手指隐秘地弹出一道细微的灵力，精准地打在门边的一个机括上。砰！厚重的石门受到灵力激发，猛地向后关上，严丝合缝。炼丹房内的隔音、隔热阵法瞬间激活，将内外彻底隔绝。这一切发生在瞬息之间。穆婉容一脚踹出，看着方平扑向丹炉，正准备冷漠地转身离开，等待里面传来凄厉的惨叫，却没想到身后的石门会突然关闭。他猛地回头，美艳的脸上第一次出现错愕的神情。这小子竟然在最后关头关闭了石门，他想干什么？垂死挣扎，以为关上石门就能逃过一劫，可笑。穆婉容嘴角刚泛起一丝冷笑，准备运功强行破开石门。这石门虽然能隔绝干扰，但从外部强行破开对他而言并不难，只是需要一点点时间。然而就在石门关闭形成一个密闭空间的下一刻，异变陡升，一股无形无质却灼热到足以引动人心深处欲望的诡异力量猛地从刚刚稳住身形的方平体内爆发出来，瞬间充斥了整个炼丹房。陨落心炎发动。方平在扑出去的瞬间就已经计划好了一切，关门不是为了防御，而是为了瓮中捉鳖。在密闭空间内，陨落心炎心火自燃的效果将会被放大到极致。啊！穆婉容猝不及防，娇躯猛地一颤，发出一声短促的惊叫。她感觉一股难以言喻的燥热瞬间从自己心底最深处涌起，如同野火燎原，顷刻间席卷全身。她的血液仿佛在沸腾，白皙的皮肤瞬间染上一层诱人的绯红。她修炼的功法偏阴柔，平时最是清心寡欲，此刻被这专攻心神的先天灵火一击，反应反而比常人更加剧烈。她眼中闪过惊骇和茫然，这是什么力量？不是普通火焰，竟然能直接引动她的心火和情欲。她急忙运转灵力想要压制，却发现越是运转灵力，那从心底烧起来的火焰就越是旺盛，几乎要吞噬她的理智。而另一边，方平虽然主动释放了陨落心炎，但这灵火才刚被他收服，操控起来极为勉强，散溢出的心火能量同样也影响了他自己。更何况丹炉的地火余温还在持续散发着高温。吃啦！方平身上那套劣质的杂役服首先承受不住这内外交加的高温，瞬间被点燃，化作飞灰飘散。一具精壮线条分明的男性躯体毫无遮掩地暴露在炽热的空气中。他刚刚经过陨落心炎淬体，皮肤下的琉璃光泽若隐若现，8块腹肌轮廓清晰，充满了阳刚的力量感。
浓郁的男性气息混合着丹房内原本的药香、高温以及陨落星岩那催情特效，形成了一种极度暧昧和危险的氛围。你做了什么？穆婉容呼吸急促，美眸中水光潋滟。她死死咬着下唇，努力维持着最后一丝清明，惊怒交加地瞪着方平。她终于意识到，这个杂役弟子绝非表面那么简单，他体内竟然藏着如此诡异恐怖的东西。方平感受着自身状态，虽然也受星火影响，气血翻腾，但因为他才是陨落星岩的主人，抗性远比穆婉容强得多。而且这丹炉的地火余温，对他经过灵火淬炼的肉身来说，就跟泡温泉差不多，毫无威胁。他看着眼前这位平日里高高在上、冷艳逼人的炼丹师长老，此刻却是满脸潮红，眼神迷离，娇躯微颤，那呼之欲出的饱满胸脯因为急促呼吸而剧烈起伏着，充满了惊人的诱惑力。呵呵，你说我想干什么？方平嘴角缓缓上扬，勾起一抹带着些许邪气的弧度。幸亏来的是个女长老，刚好被他的陨落星岩完美克制。他一步步朝着几乎快要被星火吞噬理智的穆婉容走去。穆婉容想要后退，想要呵斥，想要运转杀招，但身体却软绵绵的使不上力气。心底那股原始的欲望如同魔鬼般低语，不断冲击着他最后的防线。看着方平那精壮的身体越来越近，那股强烈的阳刚气息几乎让他窒息。他脑中一片混乱，只剩下一个念头：完了。方平走到他面前，能清晰地看到他眼中挣扎、恐惧以及一丝被强行引燃的迷醉。都水淹金山寺了，还装什么清纯玉女？不知过了多久，炼丹房内的高温渐渐散去，只有那尊青铜丹炉还散发着微弱的热气。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奇特的味道，混合着药香、汗味以及一种难以形容的旖旎气息。方平靠坐在丹炉旁，身上随意盖着一件破损的紫色丹尸袍。他脸色有些苍白，气息略微虚浮，连续操控陨落星岩和之前的一场大战，对他消耗不小。但他眼神却异常明亮，带着一丝畅快。不远处，穆婉容蜷缩在角落，用破碎的衣物勉强遮掩着傲人的身躯。他背对着方平，雪白的香肩微微颤抖，乌黑的长发披散下来，遮住了他的侧脸。他似乎正在极力压抑着什么，是哭泣，是愤怒，还是别的什么？方平默默运转阴阳大道经，恢复着刚才消耗。他内视丹田，发现经过刚才那一番折腾，丹田内的陨落星岩似乎更加温顺凝实了一丝，与自己神魂的联系也加深了些许，连带着修为都隐隐有所精进，逼近了淬气5层后期。阴阳大道经更是疯狂运转，从刚才的交融中汲取了大量阴元，反哺自身，让他浑身暖洋洋的，异常舒泰。方平心中了然，穆婉容修为比他高深得多，又是炼丹师，体内蕴藏的元阴能量精纯，对他而言堪称大补。但他也清楚，这次能成功反杀，全靠出其不意和陨落星岩的特殊性。若是正面抗衡，筑基境的穆婉容一巴掌就能拍死他。此刻，穆婉容似乎终于缓过劲来，他猛地转过头，一双美眸中充满了冰冷的杀意和屈辱的泪水，死死地盯住方平。你这无耻淫徒，我一定要将你碎尸万段。他的声音因为愤怒和之前的而显得有些沙哑，却更添几分凄艳。方平平静地回视着他，脸上没有丝毫惧怕。穆长老，似乎是你先动手，要将我踹进丹炉，烧死灭口在先吧？方平语气平淡，我只不过是自卫反击而已。你……穆婉容语塞，脸上一阵青一阵白。确实是他先下的杀手，这事若真闹开，他残害同门弟子的罪名跑不掉，哪怕对方只是个杂役。最关键的是，以他现在的状态，走路都费劲，更别提杀人灭口了。更何况……方平缓缓站起身，单尸袍滑落，露出精壮的上身。他走向穆婉容，居高临下地看着他。穆婉容被他气势所慑，尤其是想到刚才那无法控制的可怕火焰和那一场激战，他眼中闪过一丝恐惧，下意识地往后缩了缩。方平蹲下身，手指轻轻挑起他光滑的下巴，强迫他看着自己。穆长老，你觉得现在是你杀我灭口容易，还是我再次引动你的心火容易？方平的声音带着一丝蛊惑，丹田内的陨落星岩微微跳动。穆婉容娇躯猛地一颤，眼中恐惧更甚。那可怕的心火，他绝对不想再体验第二次，那简直比死还难受，会让他变成失去理智，只会疯狂索取的野兽。方平看着他的反应，知道恐吓起效果了，他语气放缓了些。其实我们没必要闹到你死我活的地步，今天这事你知我知，天知地知，只要穆长老你以后不再与我为难，我保证守口如瓶，甚至我们还可以继续保持这种深入的交流，这对你我的修行都大有好处，不是吗？他话语里的暗示十分明显。穆婉容瞳孔微缩，她立刻感受到了体内灵力的变化，
似乎比之前更加精纯活泼了许多，还有那困扰他许久的筑基中期瓶颈也松动了不少。难道这小混蛋说的竟然是真的？这种事情还能有助于修行？他内心剧烈挣扎起来，杀又杀不了，闹又闹不得，把柄还落在对方手里，难道真要受他胁迫，与他维持这种不清不楚的关系？无尽的屈辱感涌上心头，但修为精进的诱惑又让他迟疑。别犹豫了，方平懒得废话。有句话说得好，说的再多不如做得够多。相信只要做得够多，穆婉容就会被他说服的吧。6个时辰后，炼丹房内的气息早已平复，只有角落里倒塌的丹炉，证明着先前发生过何等激烈的交锋。方平盘膝而坐，周身灵气环绕，气息比之前强盛了一大截，赫然已经突破到了淬气经6层。阴阳大道经不断运转，将方才汲取自穆婉容的纯阴元力完美炼化，不仅推动修为突破，更进一步淬炼着他的肉身和经脉。他那原本低劣的资质也在不断提升，虽然距离突破7品灵根还有距离，但修炼起来明显感觉顺畅了不少。不过让他无奈的是，灵根属性并未改变，依旧是斑驳的5灵根。5灵根在修真界被称为废灵根，意味着修炼时需要同时吸纳5种属性的灵气，速度远比单灵根、双灵根慢得多，是公认最废柴的资质。但方平很快释然，5灵根就5灵根吧，至少满足成为炼丹师最基础也最硬性的要求，也就是必须具备火、木双属性灵根。火灵根用于控火炼丹，木灵根则能更好地感知灵草药性。若是单一属性的天灵根，反倒与炼丹师无缘了。这么看，这废柴5灵根也算是为他走上炼丹之路开了扇窗。他睁开眼看向身旁，穆婉容也已整理好仪容，换上了一套新的丹师袍，正神情复杂地看着他。他的气息同样有所增长，原本筑基初期的修为竟然隐隐有突破到中期的迹象，脸色也格外红润，眼波流转间少了些许平日的清冷，多了几分难以言喻的风情。显然阴阳大道经的反馈是双向的，他也获益匪浅。你……穆婉容朱唇轻启，欲言又止，似乎不知该如何面对眼前这个夺走他清白却又带给他莫大好处的小杂役。之前的杀意和屈辱在切实的修为提升面前变得有些摇摆不定。方平倒是很自然，笑道：穆长老，看来我们这深入交流效果斐然啊。穆婉容脸颊微红，瞪了他一眼，但这一眼却没什么威力，反而显得有些娇嗔。他深吸一口气，压下心中的异样，努力让自己的语气恢复平时的冷淡。少油嘴滑舌，你体内那火焰究竟是何种灵火？竟有如此奇效，还能反哺修为？他毕竟是炼丹师，对火焰最为敏感，那能引动心火的特性已足够惊人，事后竟还能带来修为提升，这简直闻所未闻。方平略一沉吟，觉得没必要完全隐瞒，便道：此火名为陨落星炎，是一种先天灵火。先天灵火？穆婉容失声惊呼，美眸瞬间瞪大，充满了难以置信的神色。你一个杂役弟子，怎么可能收服先天灵火？身为炼丹师，他太清楚先天灵火意味着什么了，那是无数炼丹师梦寐以求的至宝。每一种先天灵火都拥有匪夷所思的能力，能极大提升炼丹的成功率和丹药品质。整个东荒域拥有先天灵火的炼丹师屈指可数，无一不是地位尊崇的丹道巨擘。他看向方平的眼神彻底变了，原来他最大的依仗就是这朵先天灵火，拥有此火，他未来的成就简直不可限量。震惊过后，一个念头不可抑制地冒了出来，若是能长期与他双修，再趁机汲取一些灵火之威，自己的修为和丹道境界岂不是能飞速提升，甚至有望触及那更高的金丹大道？这个念头让他心跳加速，看向方平的目光也悄然多了几分炽热。方平将他的反应尽收眼底，心中暗笑，知道这位冷艳长老已经开始上钩了。他趁热打铁道：穆长老，我欲学习炼丹之术，不知你可愿教我？提到炼丹，穆婉容眉头一挑，几乎是条件反射般的流露出一种属于炼丹师的高傲。你想学炼丹？哼，你以为有先天灵火就够了吗？炼丹之道博大精深，对天赋、悟性、耐性要求极高，需要辨认成千上万种药材，熟知其药性、相生相克之理，更要精准掌控火候变化，差之毫厘便是易如废丹。圣地内不知多少火木双灵根的弟子耗费数年乃至数十年，最后却连入门都做不到。他上下打量着方平，摇了摇头：你虽有机缘获得灵火，但自身只是5灵根，资质太差，精神力也未必达标，想要成为炼丹师难如登天。他这话倒不是刻意贬低，而是陈述事实。炼丹师之所以地位崇高，就是因为其门槛极高，成才率极低。方平也不争辩，只是平静地看着他。不试试怎么知道？还请穆长老传授基础法门，我自行领悟便是。
穆婉容见他态度坚决，想到他那诡异的灵火和刚才带来的好处，犹豫了一下，还是从储物袋中取出一枚玉简丢了过去。这是最基础的灵药图鉴和炼丹初解，包含了常见的一阶药材信息和几种基础丹药的丹方炼制手法，你自行观看吧，能领悟多少看你自己的造化。他的语气依旧带着些不看好。方平接过玉简，贴在额头，神识沉入其中，海量的信息瞬间涌入脑海，各种形状各异、药性不同的灵草灵药，处理药材的诸多手法，如清洗、切割、研磨、萃取、控制火候的技巧，丹诀的打入时机，以及最后成丹的注意事项。若是寻常淬气境弟子，骤然接受如此庞杂的信息，只怕会头晕目眩，难以消化。但方平却发现自己的思维变得异常清晰活跃，那些晦涩难懂的知识在他脑海中迅速被理解、归纳、吸收。尤其是关于火候控制的部分，因为他身怀陨落心炎，竟有一种无师自通、豁然开朗的感觉。太虚吊天经带来的不仅仅是垂钓诸天的能力，也极大提升了他的悟性，并且能够垂钓诸天神识，用来炼丹还不是绰绰有余。不到一炷香的时间，方平便放下了玉简，眼中闪过明悟之色。他走到那尊青铜丹炉前，抬手一拍炉壁，一丝微弱的陨落心炎注入其中，炉内温度瞬间开始攀升。然后他按照记忆从旁边穆婉容准备好的药材架上取来了炼制聚气丹所需的几种一阶药材：凝露草、三叶花、地根藤。处理药材，投入丹炉，控制火候，打入丹诀。方平的动作一开始还有些生涩，但很快就变得流畅自然起来，仿佛已经演练过千百遍一般。他对火焰的控制更是精细入微，陨落心炎在他手中如臂使指。穆婉容原本还抱着看笑话的心态，但看着看着，他的脸色就从漫不经心变成了惊讶，又从惊讶变成了震惊，最后更是张大了红唇，满脸的不可思议。这怎么可能？他才看了多久玉简？真是第一次实际操作炼丹，这手法，这火候掌控，虽然还略显稚嫩，但已然有模有样，甚至比很多学习了1-2年的学徒都要强。尤其是那份沉稳和老练，根本不像个新手。就在他震惊的目光中，丹炉内药液逐渐凝聚，一股淡淡的药香开始弥漫。方平打入最后一道收丹诀，低喝一声：“开！”炉盖掀开，3颗圆润剔透、散发着柔和光晕的白色丹药飞射而出，落入他早已准备好的玉瓶之中。一次成功，而且成丹3克。穆婉容迫不及待地抢过玉瓶，倒出一颗聚气丹，仔细探查。丹药入手温热、圆润无瑕，药力充沛。更重要的是，他仔细感应之下，竟然在这丹药中感受不到丝毫的丹毒杂质。完美丹药，这怎么可能？穆婉容失声骇然，手都在颤抖。丹药根据纯度分为下品、中品、上品和极品，但在这之上，还有一种只存在于理论中的品质完美丹药。普通丹药无论品质多高，都会蕴含微量的丹毒，服用过多会在体内积累，影响后续突破。因此修士服用丹药都需间隔一段时间，用以化解丹毒。而完美丹药毫无丹毒，可以毫无顾忌地连续服用，其价值远超同级极品丹药数倍甚至数十倍。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方平可以批量生产毫无副作用的修炼资源。这消息若是传出去，整个东荒都要震动，无数卡在瓶颈期的老怪物都会疯狂地来求他炼丹。而这一切都源于他那朵先天灵火陨落心炎，此火淬炼杂质的能力竟恐怖如斯。穆婉容猛地抬头看向方平的眼神彻底变了，之前的轻视、不甘、屈辱此刻全部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极度的灼热和敬畏。他似乎看到一颗未来的丹道巨星正在冉冉升起。不，拥有陨落心炎和如此恐怖悟性的方平，只要不夭折，未来注定会成为丹道界的巨擘，屹立于整个东荒乃至更广阔天地的顶端。到那时，什么内门弟子，什么紫霞峰，在他面前又算得了什么？恐怕连圣地的圣主都要对他礼敬有加。自己能在他微末之时与他产生如此深厚的联系，这简直是天大的机缘。穆婉容的心跳得飞快，一个念头无比清晰地浮现出来：必须保住他，必须倾尽所能帮助他成长。这不仅是帮方平，更是帮他自己。他的道途，甚至他未来的命运，都将与这个少年紧密相连。他脸上的冰霜瞬间融化，露出一抹前所未有的，甚至带着一丝讨好的明媚笑容，主动上前挽住方平的手臂，柔声道：“方平，不，好弟弟，你真是万古无一的天才。”方平被他这突如其来的热情弄得一愣，随即了然，这是自己展现出的价值彻底打动了他。果然，在这修真界，实力和潜力才是根本。穆姐姐过奖了。方平笑了笑：“不，我可没有夸大，
穆婉容认真道：“你有陨落星颜相助，又有如此悟性，未来成就不可限量。之前是姐姐，我有眼无珠。”他语气一顿，脸上露出一丝决绝。“你放心，紫霞峰那边我会想办法周旋。陆执事若敢再找你麻烦，我绝不会答应。”他此刻已经完全站在了方平这边。什么陆执事，什么萧云郎，跟方平未来的价值相比，屁都不是。方平道：“是有些意外，他的转变如此彻底，不过这是好事。”穆婉容沉吟片刻，又道：“当务之急是给你找个靠山。杂役弟子的身份太低，容易被人拿捏。3日后的杂役大比，你必须夺冠。按照玄天圣地规矩，杂役大比冠军可直接晋升为外门弟子。以你现在的实力，夺冠应该不难。”穆婉容看着方平，淬气6层，加上那诡异的灵火，杂役弟子中根本无人能敌。等你晋升外门后，我会立刻运作，将你调入丹峰。到时候我亲自收你为徒，成为丹峰弟子。就算紫霞峰一个执事，也没权利随意动我丹峰的人。方平闻言，眼睛一亮，这确实是个好主意。炼丹师地位超然，一旦他成为丹峰弟子，安全系数将大大增加。最关键的是，成为穆婉容的徒弟吗？好，就依师尊所言了。方平嘴角微勾，语气特意在师尊2字上加重了几分文言。穆婉容俏脸一红，只觉气氛又变得暧昧起来。穆婉容注视着方平，感受着他身上传来的阳刚气息和那若有若无的灵火波动，想到双修带来的巨大好处，不由得面泛桃花，眼波如水，身子也微微靠了过去。方平看着他这副任君采撷的媚态，也是心头一热。刚刚突破的修为正好需要巩固一下才是。就在两人情意渐浓，准备再次深入交流一番时，咚咚咚，炼丹房的石门外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敲门声，还有一个清脆焦急的女声：“师傅，师傅，您在吗？不好了，紫霞峰的陆执事带人来了，正在前厅等着，说要见您，脸色很不好看，好像是为了那个杂役弟子方平的事情。”穆婉容面色一变，正欲回应，但就在这时，方平却突然坏笑一声，凑到穆婉容耳边低声道：“师尊，弟子还有一些修行上的事要讨教一番呢。”门外，穆婉容的亲传弟子，被誉为外门4大天之娇女之一的柳如烟，正焦急地等待着。她性子温婉，天赋又好，属于是外门所有男弟子的梦中情人。如烟，为师正在炼制一炉紧要丹药，到了最关键的时刻，分心不得。穆婉容的声音断断续续：“你去告诉那陆执事，他的来意我已知晓，但那杂役弟子方平，今日并未到我丹峰轮值，或许是去了别处，让他去别处寻吧。”柳如烟微微一愣，师尊这说辞似乎有些敷衍，而且炼丹虽然紧要，但以师尊筑基期的修为和精神力，隔门传句话也不至于如此气息不稳吧。而且他还听到门内似乎有一种奇怪的沉闷声音，但他还是应道：“是，弟子明白了，这就去回复陆执事，绝不让他打扰师尊炼丹。”听着门外脚步声渐远，穆婉容这才长长松了口气，整个人几乎软倒在方平怀里，没好气的狠狠在他结实的手臂上掐了一把，媚眼如丝的嗔怪道：“你这孽徒，差点就被如烟发现了，要是传出去，为师我还做不做人了？”方平嘿嘿一笑，动作却丝毫未停：“师尊方才应对的不是很好吗？再说弟子这也是为了巩固修为，力求在杂役大比上为师尊争光啊！”油嘴滑舌，穆婉容白了他一眼，嘴上骂着，心里却涌起一种前所未有的刺激，让他身子微微站立。又过了近1个时辰，炼丹房的门才再次打开，方平神清气爽地走了出来，修为已然稳固在淬气6层，照这个速度，只需再双修几次便能突破到7层。穆婉容跟在他身后，容颜焕发，肌肤水润光泽，修为境也突破到了筑基中期，收获巨大。分别时，穆婉容细心替他整理了一下衣襟，叮嘱道：“回去好生准备，3日后大比，务必夺冠。这不仅关乎你晋升外门，更关乎1个月后的云灵秘境进入资格。”云灵秘境，方平还是第一次听说。那是我玄天圣地掌握的一处小秘境，每3年开启一次，只允许外门弟子进入，且修为限制在淬气境。里面虽有危险，但也遍布灵草奇珍，甚至偶尔还有前辈遗留的功法宝物，是外门弟子最大的机缘所在。你若能进入，以你的能力，必定能有巨大收获。穆婉容解释道，眼中充满期待。方平身负先天灵火，若能再取得云灵秘境中的遗物，或许便能尝试传说中的天道筑基。方平闻言，目光一亮，秘境，这可是发家致富的好去处。这杂役大比冠军，他拿定了。与穆婉容依依惜别，方平悄然回到了杂役房。他坐在自己的硬板床上盘算起来。如今他的修为已是淬气6层巅峰，还拥有陨落星颜，修炼太虚调天经、阴阳大道经、
清风剑绝，战力远超同阶。杂役房中所谓的淬气4层第一人王虎，在他面前撑不过3招，大比夺冠，十拿9稳。而且如今初步掌握炼丹术，能炼制完美品质的一阶丹药，这可是未来安身立命、赚取资源的根本。明面上有楚清歌这位道侣，暗地里又多了一位筑基期的炼丹师尊父穆婉容，安全系数大增。所以现在的首要目标就是夺取大比冠军，晋升外门，加入丹峰，进入云林秘境寻找机缘，快速提升实力。方平给自己竖起一个大拇指，前途一片光明啊！方平心情大好，从储物袋中取出一尊看起来颇为简陋的小丹炉，这是分别时穆婉容偷偷塞给他的，是从丹峰仓库里顺手拿的劣等丹炉，虽然品质低劣，但用于平时练手倒也足够。大姐姐就是疼人，什么都替她安排的周到。方平拿出那枚记载着丹方的玉简，神识沉入，仔细研究起来。除了聚气丹，里面还有疗伤用的回春散、解毒用的清胀丹、短暂提升速度的神行丹等几种常见的一品丹方。忽然，一个位于玉简角落标注着残缺字样的丹方引起了他的注意。七情六欲丹，上古奇丹，丹方残缺不全，效果不明。据残卷推测，似能引动服食者内心深处的七情六欲，具体表现因人而异。炼制所需主材：霍心花、迷情草、欲念果。方平眼睛顿时亮了，这丹药的效果听起来怎么跟他的陨落星炎特性有点类似，都是引动心绪欲望的路子。若是用陨落星炎来炼制这残缺的七情六欲丹，会不会产生什么意想不到的变化？说干就干。好在这些主材都是一阶药材，穆婉容给他的那份药材包里恰好都有。他立刻催动陨落星炎，然后按照残方上的顺序将火星花、迷情草、欲念果等药材依次投入。炼制过程出乎意料的顺利，在陨落星炎的极致淬炼下，药材中的杂质被彻底焚尽，只留下最精纯的药力相互融合。然而就在成丹的刹那，异变突生，丹炉猛地一震，炉盖被一股粉红色的氤氲气体冲开，一颗色泽粉红、散发着奇异甜香的丹药飞了出来。这甜香吸入一口，方平顿时感觉气血翻涌，心底一股最原始的冲动猛地窜起，眼前甚至出现了种种幻象。我靠，劲这么大！方平吓了一跳，连忙用玉瓶将3颗丹药收起，死死塞住瓶口。这用陨落星研炼出的七情六欲丹，效果也太霸道了。这要是给人吃下去，还不当场化身禽兽？他赶紧默运阴阳大道经，好不容易才压下体内的躁动，但那股邪火却盘旋不去，急需找个地方宣泄。不行，得去找青哥帮我去火。方平收起丹炉和丹药瓶，起身就往外走。但在路过王虎那间单独的小屋时，方平脚步一顿，脸上露出一抹坏笑。他从玉瓶里小心翼翼倒出一颗粉红色的七情六欲丹，直接用力捏成粉碎，屈指一弹，大量粉末便无声无息地从窗户缝隙飘进了王虎的房间。虎哥，送你点好东西，祝你今晚做个好梦。做完这一切，方平才心情愉悦地吹着口哨，朝着玉竹峰的方向溜达而去。与此同时，紫霞峰陆执事书房，陆执事脸色阴沉的能滴出水来。他此前亲自前往丹峰，想要问询关于方平那个杂役的事情，但穆婉容却以炼丹为由拒不见客，并明确表示那个叫方平的杂役今日未到丹峰当值。可当陆执事去查询签到表时，却又得知方平已经签到，并且做完了活计。这说明穆婉容根本没有将他的交代放在心上。废物，都是废物！陆执事气的一掌拍碎了身旁的茶几。一个淬气境的杂役，怎么就那么难杀？他实在想不通，一个武灵根的废柴杂役到底走了什么狗屎运？接连失手，他都不敢想象该如何向萧云郎汇报。萧云郎看似不在意，但若是连这点小事都办不好，自己在他心中的地位必将一落千丈。不能再失手了，必须在杂役大比上彻底解决这个麻烦。陆执事眼中闪过一丝狠厉，从储物袋最深处取出一个贴着重重封印的玉盒。打开玉盒，里面是一颗龙眼大小、通体血红、散发着狂暴能量的丹药——狂化丹。陆执事看着这颗丹药，肉痛不已。这可是他花大价钱弄来的保命底牌之一，服用后能短时间内让淬气境修士实力暴增数倍，但代价极其惨重。药效果后，经脉尽碎，丹田崩毁，筑基境以下修士服用必死无疑。现在只好用在这方平身上了。他决定亲自去一趟杂役房，将这枚丹药交给那个叫王虎的杂役，必须确保万无一失，亲眼看着王虎服下丹药，并在大比上失手打死方平。趁着夜色，陆执事悄然离开紫霞峰，来到了寂静的杂役房区域。他轻车熟路地找到王虎的房间，感应到里面只有一道淬气4层的气息，便毫不犹豫地推门而入。王虎，本执事。话未说完，陆执事突然嗅到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极其淡薄的奇异香味。他微微一怔，这是什么味道？
好像有点上头。他下意识地深吸了一口，就这一口，出大事了。陆执事只觉得一股邪火噌的一下从小腹窜起，瞬间冲上天灵盖。翌日清晨，玉竹峰、楚清歌的闺房内，方平缓缓睁开双眼，只觉神清气爽，体内灵气充沛，运转圆融。一夜的刻苦修行让他的修为又精进了几分，距离淬气境7层已然不远。他侧过头，看着身旁仍在调息的楚清歌，晨曦透过窗棂，柔和地洒在他绝美的侧脸上，白皙的肌肤透着淡淡的红晕，宛如暖玉。薄被滑落至腰际，露出光滑的香肩和精致的锁骨，以及那惊心动魄的曼妙曲线。方平忍不住伸出手，轻轻拂过他散落在枕边的青丝。楚清歌睫毛微颤，缓缓睁开眼，对上他带着笑意的目光，脸颊瞬间更红了几分，下意识地将薄被往上拉了拉，遮掩住春光。昨夜种种疯狂画面涌入脑海，让他心跳加速。方平对他而言同样是效果极佳的大补药，但他万万没想到，这个混蛋竟敢直接潜入玉竹峰，并且在半夜偷袭他。醒了，方平的声音带着晨起的沙哑，格外撩人。楚清歌轻声应道，你的修为似乎又精进了，托师姐的福。方平坏笑一声，意有所指。楚清歌嗔怪地瞪了他一眼，但那眼神水汪汪的，毫无威慑力，反而更添风情。他刚想说些什么，院外却突然传来一个清脆活泼带着几分跳脱的女声，清歌姐姐，清歌姐姐，你起来了吗？快开门呀，有大事商量。这声音如同黄莺出谷，充满活力，但听在楚清歌耳中却如同惊雷。他脸色骤然一变，惊慌失措地看向方平，是妙可，苏妙可。她怎么这么早就来了？苏妙可，外门4大天之娇女之一，与她并称外门双珠。此女性格精灵古怪，天真烂漫，但也因为背景深厚且天赋极佳，有些口无遮拦，是楚清歌在宗门内为数不多的密友之一。平日里总喜欢黏着她，叫她姐姐。若是平时，楚清歌自然欢迎。可现在，方平还在他床上呢。这要是被撞见，楚清歌瞬间手忙脚乱，压低声音对方平道：快，你快躲起来，千万别出声。方平看着他慌乱的样子，觉得有趣极了，和昨日单房里的穆婉容有异曲同工之妙。他非但没躲，反而好整以暇的单手撑着头，欣赏着楚清歌急得快要跳脚的模样，脸上的坏笑更明显了。躲什么？我们不是正经道侣吗？方平故意逗他，正好让妙可师妹见见我这位姐夫。你胡说什么？楚清歌又急又羞，伸手就去捂他的嘴，现在还不是时候。妙可他性子直，万一把这事说出去，而且我们这样子怎么见人？门外苏妙可见半晌没人回应，又砰砰砰地敲了几下门，声音带着几分打趣：清歌姐姐，你怎么了？平时早该起来练剑了呀。该不会是金屋藏娇，藏了男人在里面吧？嘻嘻，这话简直是精准踩雷。楚清歌吓得魂飞魄散，脸都白了。方平却是眼睛一亮，嘿嘿低笑：藏娇，这词用得好啊。说着，他那只不安分的手就朝着薄被下探去。你这孽障，还敢胡来！楚清歌又惊又怒，此刻也顾不得许多了，修为瞬间爆发，一把将方平死死按在床上，用尽全身力气压制住他，不让他动弹分毫，同时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稳。妙可，别胡说，我这就来。他一边说着，一边用眼神狠狠警告方平，示意他绝对不准出声，不准乱动。方平被他按着，一时道也难以挣脱，但他脸上的笑容却更灿烂了。师姐，你就这么喜欢在上面吗？楚清歌气得差点一口气没上来，却又拿他没办法。就在这紧张刺激的关头，吱呀，一声清晰的门被推开的声音骤然响起。外面的苏妙可等得不耐烦，或者是觉得楚清歌的反应太可疑，竟然直接推门而入了。楚清歌的身体瞬间僵硬，脑中一片空白，只有一个念头：完了。与此同时，杂役房区域与玉竹峰清晨的旖旎风光截然不同，这里的气氛显得有些诡异和压抑。王虎那间单独小屋的门嘎吱一声从里面被推开，紫霞峰的陆执事脸色铁青地走了出来，他的步伐似乎比平时沉重些许，整张脸黑得如同锅底，尤其是那双眼睛里充满了难以言喻的屈辱、愤怒、后怕以及一种恨不得毁灭一切的暴躁。他身上的执事袍似乎也略显凌乱。他站在门口，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试图压下胸腔里翻涌的恶心感和滔天怒火，但效果甚微。昨夜那荒诞、恐怖、无法用言语形容万一的经历，如同梦魇般在他脑海里反复播放。那诡异的甜香，那不受控制的欲望，那该死的王虎路只是猛地打了个寒战，胃里一阵翻江倒海。
究竟是谁敢暗算本执事？前往杂役房找王虎，只是他临时起意，究竟是谁走漏了消息？难道紫霞峰内有叛徒？陆执事脸色极为难看，他强迫自己不再去回想昨夜那个噩梦，只是眼神变得更加阴鸷狠毒。这一切都是因为那个叫方平的杂役，若不是为了杀他，自己何须深夜来此，又怎会遭此奇耻大辱？他攥紧了拳头，那枚狂化丹他已经交给了王虎，并且亲眼盯着他发下毒誓，必在杂役大比上不惜一切代价失手废掉方平。陆执事回头，用杀人般的目光狠狠瞪了那紧闭的房门一眼，这才一挥衣袖，仿佛要拂去什么脏东西一样，脚步匆匆地离去。他一刻也不想在这个地方多待。他走后不久，一些早起干活的杂役弟子们开始三三两两地出现，他们远远地看着王虎的房门，窃窃私语，脸上带着古怪的表情。听说了吗？昨晚王虎房里好像有动静。何止是动静，我起夜的时候好像瞥见一个人影进去了，看背影有点像紫霞峰的陆执事。真的假的？陆执事深夜来找王虎？谁知道呢，不过今天早上看陆执事出来的脸色，难看的要死啊！而且你们发现没，王虎今天到现在还没出来练功，这可不像他。嘿嘿，莫非昨晚探讨人生哲理探讨的太累了？各种暧昧不清的议论声低低的传播着，虽然不敢大声，但那意味深长的眼神和笑容却比直接说出来更让人难受。就在这时，王虎的房门猛地被拉开，王虎脸色苍白中透着一种虚弱的蜡黄，脚步虚浮地冲了出来，浑身发抖，指着那些杂役弟子怒吼道：你们胡说八道什么？陆执事只是来找我交代大比的事情，再敢乱嚼舌根，老子废了你们！然而他这番争辩显得如此苍白无力，尤其是他站立时那微微颤抖的双腿，以及那不自觉的夹紧步履蹒跚的姿态，更是瞬间坐实了众人的猜测。杂役弟子们立刻噤声，但彼此交换的眼神却更加精彩了，那意思很明显。哦，交代事情能交代的腿都软了，懂的都懂。王虎看着众人的反应，气得差点一口老血喷出来，却又有苦难言，最终只能狠狠的一跺脚，灰头土脸的缩回了房里，重重关上了门。他狠狠捏着那枚狂化丹，这枚丹要来的代价太大了，他必须要让那个方平付出更重的代价才行。吱呀，几分钟前，玉竹峰上，听见开门声后，楚清歌的心跳几乎停止，绝望地闭上眼睛，等待着苏妙可的惊呼和质问。然而预想中的尖叫并没有到来，他小心翼翼地睁开眼，却发现方平不知何时竟然躲进了被子里，并且用一堆散落的衣物勉强做了遮掩，而自己因为刚才全力压制他，几乎是半趴在外侧，衣衫勉强还算完整，但领口有些松垮，露出些许春光，发丝也略显凌乱。推门而入的苏妙可穿着一身鹅黄色的衣裙，梳着双压髻，脸蛋娇俏可爱，一双大眼睛灵动十足。她先是好奇地探头进来，看到楚清歌半趴在床上，脸颊绯红，气息微喘，不由得眨了眨眼。清歌姐姐，你在房里啊？那怎么这么久才应声？呀，你的脸怎么这么红？头发也乱了，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她说着就关切地想要走进来。楚清歌猛地回神，立刻坐直身体，手忙脚乱地整理了一下衣襟和头发，强作镇定道：没事，我刚才在修炼一门新的功法，气息有些差了，调息了一下。他一边说，一边用身体不着痕迹地挡在床前，生怕苏妙可发现方平。苏妙可狐疑地打量了一下房间，鼻子微微动了动，嘀咕道：修炼？什么功法气息这么奇怪，好像有点甜甜的味道，不过挺好闻的。楚清歌心头一紧，连忙岔开话题：你一大早跑来说有什么大事？哦，对，苏妙可一拍脑袋，这才想起正事，脸上露出兴奋的神色，是关于外门大比的事情了。因为魔门活跃之事，导致外门大比推迟到了3月后，但听说这次奖励增加了许多，前10名不仅能获得海量贡献点和灵石，还能额外获得进入云灵秘境的资格呢，甚至前3名有机会被金丹期的长老看中，直接收为记名弟子。他叽叽喳喳地说着，目光却还在不经意地扫视着楚清歌的房间，显然对刚才的修炼说法还是存有一丝好奇。楚清歌听得心惊肉跳，不是因为苏妙可的话，而是因为他能感觉到躲在被子里的方平又开始不老实了。这个混蛋，妙可还在面前呢，他只能极力维持着面部表情的平静，甚至还得对苏妙可的话做出回应。是吗？那确实很吸引人。同时他放在身后的手死死地掐住方平作恶的手腕，用眼神警告他安分点。苏妙可终于察觉到了一丝不对劲，他看着楚清歌那强装镇定却时不时微蹙眉头，脸颊潮红始终不退的样子，以及那若有若无的
让他都觉得有点心跳加速的奇异甜香，一个大胆的念头再次冒了出来。他眼睛滴溜溜一转，忽然狡黠的笑道：“青哥姐姐，你该不会真的藏了人吧？难道传闻是真的？你那个神秘的杂役道侣就在这里？”此言一出，楚清歌身体彻底僵住，方平也停下了小动作，挑了挑眉。楚清歌深吸一口气，知道瞒不下去了。以苏妙可的性格，不打破砂锅问到底是不会罢休的。而且他既然已经起了疑心，再遮掩反而更可疑。他无奈地叹了口气，侧过身，对着床内侧没好气地低声道：“出来吧，还躲着干什么？”方平嘿嘿一笑，坐了起来，对着苏妙可露出一个笑容：“妙可师妹，早啊！”尽管有所猜测，但真看到一个男人从楚清歌的床上冒出来，苏妙可还是惊得瞪大了眼睛，小嘴张成了 O 型。他指着方平，又指着楚清歌，结结巴巴道：“他真的，清歌姐姐，你居然真的！”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冰清玉洁、眼高于顶的清歌姐姐，居然真的和一个杂役弟子结成了道侣，而且还同居了。震惊过后，苏妙可看向方平的目光瞬间充满了审视和毫不掩饰的敌意。他上上下下打量着方平，微不可察的修为，普通的杂役服饰，长得嘛倒是还行，挺顺眼，有点小帅。但光凭这个，凭什么配得上他清歌姐姐？你就是那个杂役？苏妙可的语气变得有些不客气，带着几分娇蛮。一个杂役弟子倒是好大的本事，能爬上清歌姐姐的床。妙可，注意你的言辞。楚清歌脸色一沉，语气严肃起来。他可以自己害羞，但不容许别人如此贬低方平，尤其是当着他的面。方平却并不生气，反而笑着揽住楚清歌的肩膀。妙可师妹这话说的不对，两情相悦，何来爬不爬床一说？我和清歌可是正经道侣关系。感受到方平的动作和话语里的亲密，楚清歌脸颊更红，但当着苏妙可的面，他也不好动作太大，只是暗中又掐了方平一下。苏妙可见状，更是气不打一处来，为楚清歌感到极度不值。道侣，就凭你一个淬气境的杂役，你知道清歌姐姐是什么天赋吗？她是天生剑体，是注定要进入内门的，甚至未来成就金丹元婴的天之娇女。你一个武灵根的杂役，能给她带来什么？只会拖累她，成为她的污点。他这话说的极重，几乎是赤裸裸的鄙视了。楚清歌脸色彻底冷了下来。苏妙可，我的事情还轮不到你来指手画脚。方平他很好，他的潜力远超你的想象。潜力？他能有什么潜力？苏妙可嗤之以鼻，就算他走了狗屎运进了外门，那又怎样？外门竞争更残酷，他拿什么去争夺资源修炼？难道靠清歌姐姐你一直倒贴他吗？眼看两女就要为自己吵起来，方平拍了拍楚清歌的手背，示意他稍安勿躁。他依旧保持着笑容，看着气鼓鼓的苏妙可，忽然道：“资源？谁说我需要清歌倒贴了？我自己难道不能赚取资源吗？你一个杂役拿什么赚？做任务那点贡献点，购买几瓶劣质聚气丹。”苏妙可毫不留情地讽刺道：“炼丹啊？”方平说的轻描淡写，炼丹师来钱不是挺快的吗？炼丹？苏妙可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你会炼丹？哼，怕不是炼出几颗丹渣就算炼丹了。他曾经一度痴迷炼丹，耗费了家族大量资源，苦苦打磨了2年神识和控火术，结果连最基础的一阶炼丹师认证都没通过，炸了无数次炉后不得不放弃，这是他心中的一根刺。此刻竟然听到一个杂役弟子大言不惭地说靠炼丹赚资源，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楚清歌也疑惑地看向方平，他知道方平可能有些秘密，但炼丹术可不是那么容易掌握的，需要系统的学习和大量的练习。方平一个杂役，从哪里学？方平微微一笑，也不多解释，直接从储物袋里取出一个小玉瓶，倒出几枚散发着精纯药香的丹药，递给楚清歌。清歌，你快出击了，这个给你。楚清歌下意识地接过，仔细一看，美眸瞬间睁大，失声道：“这是完美品质的凝气丹。凝气丹，一品丹药中的极品，效果远胜聚气丹，对淬气境中后期修饰效果显著，因其炼制难度较高，价格十分昂贵。他此前为方平找来的凝气丹，就花光了自己所有贡献点。而完美品质的凝气丹，杂质近乎于无，药力温和，极易吸收，更是有价无市。一般只有资深的2阶炼丹师才有几率炼制出来，偶尔出现在方室都会被迅速抢购一空。方平随手就拿出好几颗完美凝气丹，这简直不可思议。苏妙可也凑过来看，只看了一眼，他就断定这确确实实是完美凝气丹。他家族里就供奉着一位2阶炼丹师，他见过这种品质的丹药。你从哪里得来的？楚清歌震惊地问道。
苏妙可却立刻冷笑道：“呵，还能是哪里来的？肯定是走了狗屎运在哪里遗迹捡到的，或者不知道用了什么手段骗来的吧？怎么，你想说这是你练的？”方平看着苏妙可，脸上笑容不变，点了点头：“没错，就是我练的。”寂静，死一般的寂静。楚清歌愣住了，呆呆地看着方平，试图从他脸上找到一丝开玩笑的痕迹，但没有。苏妙可则是足足愣了3-4秒，随即爆发出更加夸张的嘲笑声：“哈哈，笑死我了！你说什么？你练的？方平，你吹牛之前能不能打草稿？你知道完美凝气丹意味着什么吗？那需要对药性极致提炼，对火候精准到变态的掌控，神识强度至少要达到筑基期水平。你一个淬气境杂役，你要是能练出完美凝气丹，我苏妙可今天就把玉竹峰茅坑里的东西吃干净。”他真是被气笑了，觉得方平不仅废物，还极度虚荣可笑，为了面子什么牛都敢吹。方平闻言，眼睛微微眯起，闪过一抹狡黠的光芒：“吃茅坑石头，那多不雅。妙可师妹，不如我们换个赌注如何？”“换什么？”苏妙可双手抱胸，不屑一顾。他认定了方平是在虚张声势。“如果我当场练出了完美凝气丹。”方平慢悠悠地说道，目光在苏妙可身上扫过：“你也做我的道侣，怎么样？和青哥做个伴？”“什么？方平，你胡说什么？”2声惊呼同时响起。楚青哥又羞又怒，狠狠瞪了方平一眼，这家伙也太贪心了，居然当着自己的面打他姐妹的主意。苏妙可则是瞬间涨红了脸，不是害羞，是气的。他指着方平，手指都在颤抖：“你这个登徒子，无耻之徒，你竟敢如此羞辱我！她苏家大小姐，外门天之娇女，居然被一个杂役弟子当面调戏，还妄想让她和别的女人共侍一夫，简直是奇耻大辱！怎么不敢赌？”方平故意激他：“刚才不是还信誓旦旦地说我吹牛吗？赌？为什么不赌？”苏妙可正在气头上，想都没想就脱口而出：“你要是练不出来又当如何？”他根本不相信方平能做到。“我若练不出来。”方平收敛笑容，正色道：“我立刻自废修为，滚出玄天圣地，永远不再出现在青哥面前。如何？这个赌注不可谓不重。”楚青哥脸色一变，想要阻止。方平，别冲动。苏妙可却眼睛一亮，觉得这个赌注好极了，正好能把这个祸害从青哥姐姐身边彻底清除。好，一言为定。青哥姐姐作证。他生怕方平反悔，立刻答应下来，并且补充道：“必须是你亲手炼制，必须是一次成功，必须是完美品质，而且不能用你自己的丹炉，谁知道你有没有做什么手脚？用我的。”他说着，竟然真的从自己的储物手镯里取出一个制式的一阶丹炉，这是他当初学习炼丹时用的，品质只能说一般。想用这种丹炉炼出完美凝气丹，除非太阳打西边出来。楚青哥的心提到了嗓子眼。他虽然觉得方平神秘，或许真会点炼丹术，但完美凝气丹这难度太大了，而且还是用不熟悉的丹炉一次成功，这怎么可能？方平看着那个丹炉，却只是微微一笑：“可以。”他从容地走下床，接过苏妙可递过来的丹炉，然后又从自己储物袋里取出几份炼制凝气丹的药材，这些自然是穆婉容投资的那份药材包里的。苏妙可紧紧盯着他拿出的药材，确认只是普通的一阶药材，没有任何特殊。方平将丹炉放在房间中央，盘膝坐下。苏妙可和楚青哥都屏住了呼吸，目不转睛地看着他。楚青哥是紧张和担忧，手心都在冒汗。他知道方平有些秘密，但完美凝气丹，这太难了。苏妙可则是脸上带着嘲讽和期待方平下一刻就原形毕露，乍炉出丑，然后乖乖履行赌约，滚出玄天圣地。方平深吸一口气，眼神变得专注起来。他知道自己的炼丹术几斤几两，刚刚入门，手法生疏，全靠太虚吊天经带来的超凡感知和强大神识撑着。若按部就班炼制，成功率或许有，但想要一次成就完美品质，尤其是在这不熟悉的丹炉里，简直是痴人说梦。但他有的从来就不是普通手段。他伸出手指，直接将陨落星岩放出一朵透明火苗，自他指尖悄然窜出，融入下方的普通灵火之中。若非对火焰极其敏感之人，根本无从察觉那灵火核心处的一点异样。接下来，方平开始预热丹炉，只是他的动作在苏妙可看来，简直粗糙的不堪入目，毫无那些炼丹大师的行云流水和优雅精准，甚至显得有些笨拙和外行。控火手法更是简单粗暴，毫无技巧可言。而且他似乎压根就没有自己的本命丹火。哼，没有本命丹火也敢说会炼丹？苏妙可脸上的不屑几乎要满溢出来，心中狂笑。就这，
连我当初都不如，看你能装到几时。楚清歌的心也沉了下去，方平这起手势看起来确实太业余了，甚至不如宗门里那些炼丹学徒。然而他们都不知道的是，在那看似粗糙的灵火包裹下，那一丝陨落心炎已然渗透进丹炉的每一个角落，以其恐怖的特性，瞬间将炉温提升并稳定在一个极其精准均匀的完美状态。任何一点细微的温度瑕疵都在陨落心炎那极致的内燃淬炼特性下被瞬间抚平。方平对他们的反应恍若未觉，他的心神绝大部分都用控制那缕陨落心炎的分量，以免火力过猛直接把丹炉和药材都烧成虚无。至于那些花里胡哨的炼丹手法，不需要，在绝对的力量面前，技巧显得是那么苍白无力。预热完毕，他按照顺序将一味味药材投入丹炉，淬炼提纯奇迹般的一幕发生了。那些药材投入炉中后，在苏妙可预想中，药材本该迅速焦糊或者药力溃散，但事实上它们几乎是在入炉的瞬间就被陨落心炎完美包裹，杂质被无声无息的彻底焚化湮灭，只留下最纯粹最精华的药液。这个提纯效率高的吓人，过程平稳的不可思议。苏妙可脸上的不屑渐渐僵住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丝惊疑不定。不对劲，这药香太纯粹了，丝毫没有一般炼丹时产生的焦糊气或者杂质异味，而且到目前为止，丹炉稳得一批，连最轻微的震动都没有。这怎么可能？他那狗屎一样的控火手法，凭什么能维持这么稳定的炉内环境？方平继续着他的粗暴操作，将提纯后的药液强行糅合在一起。在苏妙可看来，这简直是自杀行为。不同药性的药液融合最是讲究循序渐进和手法柔和，他这样蛮干必炸无疑。但陨落心炎再次展现了其霸道之处，在那透明火焰的恐怖威能调和下，各种药性非但没有冲突，反而被强行镇压，以一种近乎完美的方式交融在一起，彼此促进，药力在融合中不断升华。时间一点点过去，丹炉内一团晶莹剔透、色泽圆融的药液已然成型，散发出令人迷醉的浓郁丹香，甚至那普通的制式丹炉炉壁上都开始隐隐透出微弱的霞光。苏妙可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嘴巴不自觉地微微张开。这种异象，这种丹香，他只在家族里那位2阶炼丹师爷爷成功炼制出高品阶丹药时才见过。不，绝对不可能，一定是错觉，他一定是用了什么障眼法。苏妙可内心疯狂否定，但眼睛却死死地盯着丹炉，呼吸不由自主地屏住了。终于到了最关键的时刻，凝丹。方平脸色也略显严肃，丹炉开始发出低沉的嗡鸣声，炉盖缝隙处霞光越来越盛，浓郁的药香弥漫了整个房间，吸一口都让人觉得飘飘欲仙。楚清歌玉手掩唇，美眸中充满了难以置信的惊喜。苏妙可则彻底傻眼了，大脑一片空白，只是呆呆地看着丹炉。就在这令人窒息的气氛中，方平猛地睁开眼睛，低喝一声开。他伸手一拍炉盖，炉盖应声开启，刹那间一股更加浓郁的丹香冲天而起。紧接着3枚龙眼大小，表面有着清晰云纹的丹药自丹炉中缓缓悬浮而起。丹药表面光滑流转，没有丝毫杂质，药力内蕴至极，正是完美品质的凝气丹，而且一次承担3粒。开什么玩笑，真炼成了。楚清歌和苏妙可都彻底石化在原地，眼睛瞪得滚圆，看着那3枚仿佛艺术品般的丹药，大脑完全停止了思考。方平看着两女的表情，满意的笑了笑，伸手将3枚完美凝气丹摄入手中，放在鼻尖轻嗅了一下。火候还行，马马虎虎吧。他这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如同惊雷般劈醒了苏妙可。他猛地回过神来，看看方平手里那3枚毋庸置疑的完美凝气丹，再看看那个还在散发着余热的普通丹炉，最后目光呆滞地看向方平那带着懒洋洋笑容的脸。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苏妙可失声尖叫，声音都变了调，充满了崩溃和无法理解。你怎么可能用那种手法，用这个破炉子，一次就炼出3颗完美凝气丹？这不合道理，这违背了丹道常理。你作弊，你一定是作弊了。他感觉自己坚持了多年的世界观在这一刻轰然崩塌了。一个淬气境杂役，用最垃圾的丹炉、最粗暴的手法，当着他和楚清歌的面，一次成功炼制出了完美品质的凝气丹。这已经不是离谱了，这简直是颠覆认知。方平看着他崩溃的样子，晃了晃手中的丹药，笑容越发灿烂，带着一丝戏谑。妙可师妹，事实胜于雄辩，丹药就在这里，货真价实，新鲜出炉，完美品质。那么现在，你是不是该履行赌约，考虑一下什么时候过门，和你的清歌姐姐做个伴了？苏妙可被方平这句话噎得满脸通红，胸口剧烈起伏，指着方平你了半天，愣是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他看着方平手里那3枚完美凝气丹，
又看看方平那可恶的笑脸，感觉自己10几年来建立的骄傲和认知被碾得粉碎，履行赌约，嫁给他，和楚清歌作伴？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他就是死，从悬崖上跳下去，也不可能嫁给方平。她苏妙可是苏家大小姐，外门天之娇女，怎么可能嫁给一个小小杂役？哪怕她有点邪门。你耍诈？这不算。苏妙可声音带着哭腔和羞愤，肯定是你早就准备好的丹药，用了什么障眼法？对，一定是这样。他实在找不到其他理由来解释这颠覆性的一幕了。说完，他像是怕方平真的会把他留下似的，狠狠一跺脚，转身像只受惊的兔子般冲出了房间。方平看着他的背影，咂咂嘴，也没阻拦。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反正他马上就要晋升外门，有的是机会去收账。外门4大天之娇女，楚清歌、苏妙可、柳如烟、江寒月，其中楚清歌已经拿下，苏妙可板上钉钉，也不知道能不能一起收入囊中。嗨，想远了。方平转头看向还在发呆的楚清歌，晃了晃手中的丹药。诺，师姐，这3枚凝气丹也给你吧，你要是不早日筑基，可没办法一直在上面了。楚清歌这才猛地回过神，眼神复杂无比地看着方平，仿佛第一次认识他一样。完美凝气丹，他竟然真的当场练出来了，用的还是最普通的丹炉和最粗糙的手法，这已经不是天赋异禀能形容的了，简直是妖孽。他之前对方平吃软饭的那点介怀，在此刻被冲击得七零八落。有这种本事，他还需要吃软饭？恐怕无数女修抢着喂他吃饭还差不多。但这一切太突然，太颠覆，他一时半会儿根本消化不了。你先回去。楚清歌有些慌乱地推开方平凑过来的脸，心跳得厉害，让我静静，我需要静静。方平见好就收，知道今天这波装的有点大，需要给这位师姐一点缓冲时间。他嘿嘿一笑，收起丹药和苏妙可没拿走的丹炉，潇洒地挥挥手，得令，师姐静完了随时叫我，师弟随叫随到，服务周到。带着一身丹香和调戏完2位美女的舒畅心情，方平溜达回了杂役房。刚靠近，就听到几个杂役弟子聚在一起窃窃私语，脸上带着兴奋又猥琐的笑容。听说了吗？昨晚王虎房间里动静贼大。何止听说，我住他隔壁，差点没被那鬼哭狼嚎给吓萎了。真的假的？王师兄平时看着挺威猛啊，玩得这么花。不止呢，后来好像还有个男人的声音，听起来年纪不小了。啧，没想到王师兄好这口。然后今早有人看见紫霞峰的陆执是黑着脸从王虎房里出来，走路姿势还有点怪。卧槽，信息量好大。方平听得脚下一个趔趄，差点没站稳陆执事。王虎，他原本只是想整蛊一下王虎，让那小子对着墙输出一晚上，发泄一下过剩的精力，没想到居然把那陆执事也给坑进去了。这7情6欲丹的效果也太尼玛霸道了吧。方平顿时乐不可支，憋着笑溜回了自己房间。这下乐子大了，陆执事和王虎这梁子算是劫到派伸出去了。接下来的2天，方平过得充实而刺激。白天大部分时间窝在房里熟悉炼丹术，用那尊小丹炉和陨落星岩，又成功炼制出了几种完美品质的一阶丹药，炼丹技术稳步提升。偶尔也修炼清风剑诀，剑法越发纯熟，清风无痕的意境已经纯熟，修为也在水到渠成间突破到了淬气境7层。这速度说出去能吓死一片所谓的天才。当然最刺激的还是溜去丹峰打杂。每次去找穆婉容，这位冷艳师尊都会红着脸把他拉进炼丹房，美其名曰检查功课，探讨丹道，实则往往是探讨到一半就变成了深入浅出的交流修炼心得。方平也乐得配合，各种角色扮演信手拈来。穆长老，弟子这控火手法可还标准？师尊，这样炼丹不对。姐姐，这味药材该如何深入萃取？嫂子别回头，我真是我哥。穆婉容从一开始的半推半就，到后来的食髓之味，主动所求，彻底被方平拿捏得死死的。阴阳大道经的双修效果让他修为精进神速，对方平更是死心塌地。2天时间一晃而过，这天方平再次来到后山那处灵泉边，意识海中青木钓竿的垂钓次数再次刷新，这次能钓点啥好东西呢？方平满怀期待，运转太虚钓天经，将鱼线抛入无尽虚空，鱼线剧烈震颤，似乎勾到了什么不同寻常的东西。轰隆，虚空甚至传来隐隐雷鸣，比上次钓出陨落星岩时动静稍小，但也绝对不凡。方平全力起钓，光芒一闪，一件物事落入手中，触手温热柔软丝滑，还带着一股极其淡雅却勾人心魄的幽香。方平定睛一看，整个人都僵住了，手里拿着的竟然是一件做工极其精致，用料非凡，还带着淡淡体温的女子贴身亵衣。
这件淡紫色亵衣上绣着精致云纹，摸起来冰凉丝滑，一个字形容，那就是润。方平，我裤子不对，我鱼竿都准备好了，你就给我钓上来这个。哪个倒霉蛋姑娘正穿着呢，就被我隔空扒了。为了以防万一，方平立即调动陨落心炎，将这件亵衣上的烙印烧毁。与此同时，玄天圣地内门深处，一座云雾缭绕的仙山之巅，一位正在闭目打坐的绝美女子猛地睁开眼，眸中闪过一丝惊怒和茫然。她下意识地低头看了看自己胸前，原本穿着的那件贴身亵衣竟然不翼而飞了。这可是万年冰蚕丝混合多种神料炼制，拥有守护星神和遮掩天机之能的宝贝。他神念瞬间扫过整个玄天圣地，却一无所获，仿佛那件亵衣凭空蒸发了一般。女子绝美的容颜上布满寒霜，一股恐怖的气息弥漫开来，让整个山峰的温度骤降。何方宵小，敢窃本座衣物？若让本座找到你，必将你挫骨扬灰。轰隆！方平这边，天空突然毫无征兆地响起一声闷雷，吓了他一跳。搞什么？难道吊人内衣还遭天谴了？他嘀咕着，赶紧研究手里这件赃物。这一研究，发现了不对劲。这亵衣入手冰凉，但细感之下，内部却蕴含着一种奇异的波动，上面的云纹更是玄奥异常。他下意识地将一丝灵力注入其中，翁亵衣上的云纹微微亮起，一股无形的波动瞬间将方平笼罩。他惊讶地发现自己周身的气息竟然变得模糊不清起来，甚至连修为层次都难以被轻易探查清楚。这居然是一件能遮掩气息的宝贝。方平又惊又喜，他仔细感应，发现这亵衣的遮掩效果极强，以他目前神识强度去试探，都如同泥牛入海，难以窥破其伪装。他估计这玩意最起码能防住金丹境强者的窥探，真是打瞌睡就送枕头。他正愁明天杂役大比，万一出手没轻重，暴露了淬气7层的修为，会引来不必要的麻烦。这下问题解决了。可是方平看着手里这件带着幽香和体温的二手亵衣，脸皱成了苦瓜。这玩意效果好是好，可总不能让他一个大老爷们穿身上吧？这要是被人发现了，他方平的一世英名岂不是毁于一旦？社会性死亡啊！但一想到明天可能存在的窥探，尤其是紫霞峰那边绝不会善罢甘甘休，方平咬了咬牙，妈的，穿就穿一次，应付完大比就脱下来藏好，打死我也不会穿第二次。他做贼似的左右张望，确定没人后将外套脱下，而后手忙脚乱地将这件还带着原主体温和幽香的亵衣穿在了身上。一股冰凉丝滑的触感贴合着皮肤，同时那股淡淡的属于某个未知角色女子的幽香也萦绕在鼻尖。方平老脸一红，感觉节操正在哗啦啦的掉落，但效果也是立竿见影。他周身的气息瞬间变得晦涩模糊，淬气7层的修为被完美掩盖。方平意念微动，顿时他看上去就变成只有淬气4层的样子。值了，方平强行安慰自己，一切都是为了安全。安全第一。翌日，杂役大比如期而至，场地就设在杂役房前的空地上，简陋得很，只有一个擂台，旁边坐着杂役房管事赵德柱和一名负责记录的外门弟子。规则更加简单粗暴，掉下擂台或者认输为止，不准故意杀人。来的杂役弟子不少，但大多都是来看热闹的。真正有实力争夺前10，争取那唯一外门名额的，也就那么10几个人。王虎站在人群中，脸色阴沉的可怕，眼神深处还残留着一丝惊惧和屈辱。昨晚的经历以及早上陆执事那杀人般的目光，让他如同惊弓之鸟。他现在只想赶紧完成陆执事的命令，在擂台上失手打死方平，然后远远躲起来。擂台周围明里暗里的观众却不少，楚清歌一袭白衣，清冷绝艳，毫不避讳地站在最前方，引得无数杂役弟子偷偷侧目，心中对方平的嫉妒又加深了几分。这软饭吃的也太明目张胆了。暗处苏妙可也悄悄来了，躲在一棵大树后面，咬着嘴唇，心情复杂地看着擂台。他既希望方平被教训，又隐隐有点担心，这让他很是烦躁，不明白自己这是怎么了。更远处，穆婉容利用职务之便，藏身在一架路过的丹峰飞舟上，透过舷窗关注着下方。不知是回想起了什么，他脸颊微微泛红。而在一处阴影里，陆执事如同毒蛇般隐匿着气息，眼神冰冷地盯着擂台。今天方平必须死，他已经失败太多次，不能再失手了。比赛进行得很快，杂役弟子水平有限，打斗在王虎、方平这些真正有实力的人看来，跟街头混混打架差不多。很快，方平对上了王虎，两人登上擂台，气氛顿时紧张起来。方平，今天就是你的死期。王虎压低声音，眼中布满血丝，充满了恨意和一种破罐破摔的疯狂。他的人生已经被昨晚和陆执事彻底毁了，他现在只想拉着方平一起下地狱。方平掏了掏耳朵，
懒洋洋道：“虎哥，火气别那么大嘛。听说你昨晚挺忙，要注意身体啊，年纪轻轻的，别被掏空了。”哦，不对，是别把别人掏空了。这话太扎心了，让王虎瞬间暴怒：“你找死！”淬气4层的气息轰然爆发，朝着方平猛扑过来。方平也适时地展现出淬气4层的气息，引得台下众人一阵惊呼。这方平什么时候也淬气4层了？藏得够深啊，怪不得敢跟王虎叫板。两人瞬间交手，砰砰砰，拳脚碰撞，闷响不断。然而看似境界相同，结果却是一边倒。方平的动作看似简单，却总能恰到好处地避开王虎的攻击，随手一拳一脚都打得王虎气血翻腾，节节败退，毫无还手之力。王虎越打越心惊，越打越憋屈，他感觉自己像是在跟一个泥鳅打架，根本碰不到对方，反而自己挨了好几下重的。暗处的陆执事眉头紧皱，不对劲，这方平的实力绝对不止淬气4层，但他的气息明明就是淬气4层，难道是修了一门炼体之法？台下的楚清歌和非洲上的穆婉容则相对淡定，他们早知道方平的真实实力。苏妙可却看得手心冒汗，眼睛就没闭过。啊！王虎被打得鼻青脸肿，彻底疯狂的他猛地后退一步，掏出一颗血红色的丹药，毫不犹豫地塞进了嘴里。狂化丹！轰！一股狂暴的气息瞬间从王虎体内爆发出来，他的肌肉奔张，青筋暴起，双眼变得一片血红，修为节节攀升，直接临时突破了淬气5层。方平，逼我服用此丹，我要你死无全尸！王虎声音嘶哑，充满了痛苦和疯狂。他随手捡起地上一根掉落的粗树枝，狞笑着冲向方平：“老子今天就用这根树枝，让你体会一下那种感觉。”淬气5层的力量加持下，他的速度力量暴增，带起呼啸风声，狠狠冲向方平。台下众人发出惊呼，谁都看出王虎用了禁忌丹药，这是要下死手。楚清歌眼神一冷，玉手微微抬起，准备随时干预。苏妙可也差点惊呼出声，身体前倾。暗处，陆执事则是冷笑一声，一只脚已经迈了出来。有他在，没人可以干预方平的结局。就在这瞬间，方平强大的神识敏锐地捕捉到一丝强大气息波动。金丹境，是那个陆执事，他果然在暗中窥探。方平心中冷笑，立刻改变了策略。原本打算3两下解决战斗的他，立刻险象环生起来。他狼狈地躲闪着王虎疯狂的攻击，看似每一次都惊险万分，堪堪躲过。方平被那树枝带起的劲风刮得衣衫猎猎作响，在擂台上不断后退，很快就被逼到了角落。完了，方平要被毒死了。王虎这丹药太猛了，这谁顶得住啊？杂役弟子们看得心惊肉跳，楚清歌和穆婉容却看得一脸古怪。方平这演技有点浮夸啊，他那轻松惬意的眼神跟那狼狈的动作完全不匹配好吗？苏妙可的心却提到了嗓子眼，眼看王虎那蕴含狂暴力量的树枝就要抽在方平身上，他几乎要忍不住出手了。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直被压制的方平眼中闪过一丝戏谑，他看似慌乱的格挡，手指却如同鬼魅般在王虎的手腕上轻轻一拂，一缕微不可察的透明火苗瞬间钻入了王虎体内。正疯狂输出的王虎身体猛地一僵，狂化丹的药力本就狂暴无比，难以控制，此刻被陨落心炎一饮，瞬间如同火山般在他体内彻底爆发，失控了！啊！王虎发出非人的惨嚎，全身皮肤瞬间变得赤红，毛孔中渗出鲜血和蒸汽，身体如同充气般膨胀起来。他举起树枝的手臂僵在半空，眼中充满了极致的痛苦和恐惧。方平则好整以暇地站直身体，在所有人惊愕的目光中伸出手指，轻轻在他额头上一戳：“倒下吧，你！”砰！王虎膨胀的身体如同被戳破的气球般直挺挺地向后倒去，重重砸在擂台上，双眼圆瞪，气息全无，竟是直接被那狂暴的药力由内而外烧干了气血，焚毁了经脉。全场死寂，落针可闻，所有人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反转惊呆了。杂役房管事赵德柱愣了好几秒，才慌忙上台检查。片刻后，他脸色发白地宣布：“王虎服用禁忌丹药，遭反噬而死。此战，方平胜。”哗！台下瞬间炸开了锅，死了！王虎就这么死了？方平就戳了一下，这什么运气啊？这都能赢？阴影中的陆执事脸色铁青，拳头捏得咯咯作响。废物，真是废物！吃了狂化丹才一炷香不到就被反噬而死，简直是废物到家了。就在这时，方平的目光似乎无意地扫过他藏身的阴影，嘴角勾起一抹若有若无的弧度。陆执事心中一凛，他发现了。不可能，他一个杂役怎么可能发现金丹修士的隐秘？
方平收回目光，不再理会。钓大鱼要耐心，现在还不是和陆执事正面冲突的时候。最终，方平毫无悬念地击败了另一个进入决赛，但已经被吓破胆的杂役，成功夺得了杂役大比的冠军。赵德柱正要宣布结果和奖励，等等，一声冷喝响起，陆执事阴沉着脸从阴影中走了出来。金丹境的威压毫不掩饰地释放开来，瞬间笼罩了整个场地。所有杂役弟子瑟瑟发抖，呼吸困难。他死死盯着方平，声音冰寒：“方平，你可知罪？”方平一脸茫然，这位前辈何出此言？弟子不知何罪之有。哼，你手段阴险，害死同门王虎，此其一；你修为进展诡异，定是修炼了魔功，此其二。陆执事直接扣下大帽子，本执事念你年少无知，现在给你一个机会，自废修为，滚出玄天圣地，可饶你不死。他这是要强行抹杀方平了。规矩，在实力面前，规矩就是用来打破的。强大的威压如同山岳般压向方平，要让他跪地屈服。然而方平在那件神奇亵衣的庇护下，仿佛毫无感觉，依旧站得笔直，只是脸上露出愤怒和不屈。陆执事，这是欲加之罪，弟子不服。不服，那本执事就亲自请你出去。陆执事眼中杀机一闪，就要动手。陆执事，好大的威风啊！一个清冷的声音响起，楚清歌飘然落在方平身前，挡住了陆执事的威压。楚清歌，你是什么东西，也敢包庇这魔崽子？陆执事冷声不屑道。陆执事张口魔功，闭口魔崽子，可有证据？又一个声音响起，带着一丝刁蛮。苏妙可也忍不住从树后跳了出来，虽然脸上还带着别扭，但立场却很明确。陆执事眼皮一跳，苏妙可，这个苏家的千金小姐怎么也在，还帮方平说话？苏妙可虽然也是外门弟子，但却跟孤家寡人的楚清歌不同，背后站着的苏家在圣地有不小的话语权，即便他是内门执事，也不能无端招惹。还没等他反应过来，一架丹风飞舟缓缓降落。穆婉容脸色微红，却强作镇定地走下飞舟，朗声道：“陆执事，方平已夺得杂役大比冠军，按规矩当晋升外门。我丹峰惜才，欲收其入封，由我亲自教导炼丹之术。你无凭无据，便要拿我丹峰预定的弟子，是否太不把我丹峰放在眼里了？”丹峰长老亲自收徒，台下杂役弟子们已经羡慕嫉妒到麻木了。这方平走了什么狗屎运啊？楚清歌护着，苏家大小姐帮着，现在连丹峰长老都要收他为徒。陆执事看着眼前三位风格各异的女子，脸色一阵青一阵白。楚清歌他不怕，但苏妙可背后的苏家以及穆婉容代表的丹峰都不是他能轻易得罪的。他没想到一个小小的杂役竟然能引出这么多人护着他。好，很好。陆执事咬牙切齿，知道今天事不可为，狠狠瞪了方平一眼。小子，我们走着瞧。说完拂袖而去。瞧啥？瞧你老人家是怎么把搅屎棍这门手艺发扬光大的吗？方平冲着陆执事狼狈的背影笑嘻嘻地补了一刀。噗！刚御空而起准备离开的陆执事听到这话，气得气血逆涌，差点真元失控，一头从半空中栽下来。他猛地回头，那眼神恨不得把方平生吞活剥了。噗！杂役房众人拼命憋笑，脸都长成了猪肝色，肩膀一耸一耸的。这方平嘴也太毒了，虾人还要诛心啊！然而没等方平得意，他就感觉周身温度骤降，三道如有实质的目光同时聚焦在他身上，空气中弥漫开一股浓烈的火药味。方师弟，真是好本事啊！楚清歌率先开口，声音清冷，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醋意。不仅炼丹技艺高超，这招惹桃花的本事更是让人叹为观止。他清冷绝艳的脸上看似平静，目光却直勾勾盯着一旁的穆婉容，显然对这位丹峰长老的突然介入颇为介意。我说这混蛋在哪儿学的炼丹，原来是勾搭上了丹峰长老。呵呵。穆婉容轻笑一声，御姐范十足，双手抱胸，将那惊人的饱满曲线衬托得更加呼之欲出。她淡淡一笑，气场全开。楚师侄不必多虑，方平既已夺冠，按规矩当晋升外门，我丹峰惜才，收入门下也是理所应当。他这话说的理所当然，仿佛方平已是他的囊中之物。就在这时，苏妙可跳了出来，他双手叉腰，先是瞪了方平一眼，然后看向穆婉容，语气带着几分刁蛮：“穆长老，您这话说的，方平可是亲哥姐姐的人，您这半路截胡不太合适吧？虽然他这人讨厌的很，嘴巴坏，还是个武林根废柴，但那也是亲哥姐姐先看上的，总要讲个先来后到吧。”楚清歌听到苏妙可的话，眉头微蹙，想说什么，但最终没有开口，只是冷冷看着穆婉容。穆婉容闻言轻笑一声：“哦，苏师侄这话有趣，方平并非货物，
何来谁的人一说？他晋升外门后，想选择哪一封，自然由他自己决定。只不过，我丹峰能提供给他的资源和前途，可比玉竹峰强得多。苏妙可被噎得俏脸微红，气鼓鼓的道：“反正就是不行。青哥姐姐，你说句话啊！”楚青哥咬着下唇，却没有出声。的确，他玉竹峰跟丹峰比起来可差远了，强行让方平来玉竹峰，那是害了他。但他可是对外宣称是方平道侣，若是就这么败下阵来，未免也太丢人了。三女目光在空中碰撞，噼里啪啦，几乎要闪出火花来。方平头皮发麻，这比可跟王虎打擂台刺激多了，赶紧打圆场。那个，三位，大局为重，要不我们先……你闭嘴 ！X3，三女异口同声，同时瞪向他，强大的气势压得方平把后面的话声咽了回去。就在方平额头冒汗，支支吾吾想着怎么糊弄过去时，一道温婉柔和的声音及时响起，如同清泉流过，稍稍缓解了剑拔弩张的气氛。师尊、楚师姐、妙可妹妹，何事如此动气？众人望去，只见一位身着淡绿色衣裙的女子款款走来。她身姿高挑，气质温婉如水，容貌虽不及楚清歌那般绝艳，也不似苏妙可那般灵动跳脱，却自带一股令人心静的大家闺秀气质。尤其是那双笔直修长的玉腿，在裙摆间若隐若现，步伐轻盈，瞬间吸引了无数目光。正是外门四大天之娇女之一穆婉容的亲传，丹峰首席弟子柳如烟。柳如烟先是向穆婉容行了一礼，然后目光落在方平身上，带着几分好奇和审视。如烟，你来得正好。穆婉容见到爱徒，脸色稍霁。柳如烟柔声道：“方才远远便见这里气氛紧张，可是为了这位方平师弟归属之事。”他一句话就轻飘飘地把矛盾的焦点再次引回了方平身上。果然，三女的目光又齐刷刷盯住了方平。柳如烟微微一笑，看向方平，语气依旧温柔：“方师弟，如今你夺得大比冠军，晋升外门在即，丹峰、玉竹峰都向你抛出了橄榄枝，不知你亦属哪一峰呢？这可关系到你未来的道途，需慎重选择才是。”他巧妙地用了道途这个正经理由，堵死了方平插科打诨的可能。唰，所有目光都聚焦在方平身上。楚清歌眼神中带着一丝期待，虽然能猜到最后的结果，但他还是想听方平亲口说出来。苏妙可则挥舞着小拳头，眼神威胁，玉足不安分地踢着地上的石子，似乎在说敢不选玉竹峰试试。穆婉容则是胸有成竹，带着师尊的威严看着他，胸前饱满高耸，彰显着主权。方平顿时感觉头皮炸裂，冷汗都快下来了。这柳如烟看着温婉可人，切开绝对是黑的，轻描淡写就把一口巨锅扣他头上了。这名字真没白起。柳如烟依旧是那副温柔似水的样子，静静等待着他的答案，但眼底深处却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狡黠。哼，让你这小白脸哄骗师尊，先让你尝尝厉害。哎呀，差点忘了，我养的那对红鲤鱼今天闹离婚，正在鱼缸里分家产呢，我得赶紧回去劝和。正所谓宁拆十座庙，不毁一桩婚啊。说完，不等众人反应，方平脚底抹油，嗖的一声就溜了。三女柳如烟，杂役房众人，牛逼！也不知道这小子哪来那么大的魅力，竟然让这么多极品美女争抢，关键他还一点也不珍惜。你说这扯不扯？穆婉容看着方平溜走的背影，哑然失笑，随即恢复清冷神态，朗声道：“既然方平不回答，那就是默认了，那么此事便就此定下。赵管事，后续事宜我会派人与你对接。”他这话说的斩钉截铁，直接单方面宣布了结果。毕竟方平人都跑了，这里他最大，谁也没法再反驳。楚清歌冷哼一声，拂袖而去，背影依旧清冷绝尘，但任谁都能看出其脸上的幽怨。苏妙可气得跺了跺脚，雪白赤足沾染了些许尘土。他对着方平溜走的方向喊道：“方平，你给本小姐等着，我迟早把你绑回玉竹峰，喂我的小狐狸，天天让你铲屎。”说完也气呼呼地走了。一场风波暂时以穆婉容的胜利告终。杂役房众人看着这一幕，嫉妒的眼睛都红了。这方平上辈子是救了仙界吗？这桃花运也太逆天了。方平躲了半天，估摸着没事了，才鬼鬼祟祟地溜回杂役房，飞快收拾好他那点寒酸家当，头也不回地直奔丹峰。此地不宜久留。踏上丹峰地界，灵气明显比杂役房浓郁了许多，沿途药香扑鼻。路上遇到几个正在打理药田的外门弟子，正是之前方平来轮值打杂时对他各种嘲讽的那几人。他们看到方平，神色顿时变得极不自然，眼神躲闪，脸上火辣辣的，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谁能想到前几天还被他们呼来喝去的杂役，摇身一变竟然成了杂役大比冠军，主要是还被穆婉容长老亲自收入门下。这晋升速度
简直做了飞剑。几人硬着头皮想挤出一丝比哭还难看的笑容打个招呼，方平都懒得用正眼看他们，径直从他们身边走过，仿佛他们只是路边的杂草。这种无视比辱骂更让他们难受。等他走远，这几人才松了口气，随即脸上又露出不甘和嫉妒。呸！嚣张什么？不过是个走了狗屎运的废物。就是武林根的废柴，就算去了丹峰，难道还能真成了炼丹师不成？我看穆长老就是一时兴起，等他原形毕露，有他好看的。丹峰精英弟子哪个不是苦修数年才能通过一品炼丹师考核？他算个什么东西？酸溜溜的议论声在身后响起，方平听得一清二楚，只是不屑地笑了笑，燕去安知鸿鹄之志。他按照指示来到穆婉容的炼丹别院，柳如烟早已等在院中，见到方平依旧是那副温婉模样，微微颔首。方师弟，师尊已在厅内等候。他目光扫过方平简单的行李，心中那份怀疑更深了几分。这小子怎么看都不像是有真才实学的，为何能得师尊如此青睐？有劳柳师姐。方平点点头，目光不经意间扫过他那双被裙摆半遮半掩的修长玉腿，心中暗赞，这腿能玩1年。进入厅内，穆婉容端坐主位，脸上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红晕，眼神嗔怪地瞪了方平一眼，似乎在怪他之前溜得快，留他一人面对那场面。拜师仪式很简单，方平敬了拜师茶，穆婉容喝下，便算礼成。穆婉容取出一个锦盒递给方平，方平，你寄入我门下，为师便赠你一套小聚灵阵盘，至于房中可加速灵气汇聚，助你修行。这可是好东西，比直接给丹药实用多了。方平笑着接过，多谢师尊。这师尊能处有好处，他真给。两人目光交汇，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师徒之外的特殊暧昧。方平的手指无意间划过穆婉容递锦盒的手心，穆婉容身子微微一颤，耳根瞬间红透，美眸横了他一眼。一旁的柳如烟将这小动作尽收眼底，秀眉微不可察的蹙起。师尊今天的状态很不对劲，对这个新弟子也太好了些，而且两人之间的气氛太怪异了。难道真如外界传言，这方平是个靠脸和花言巧语哄骗女子的软饭王，都把主意打到自家师尊头上了？他心中警铃大作，决定要好好调查一下这个方平，绝不能让他毁了师尊清誉。等他找到证据，定要当着师尊的面拆穿这个小白脸的真面目。他马上就要晋升内门了，绝不能留这个祸害在师尊身边。穆婉容似乎察觉到徒弟的疑虑，轻咳一声，又取出2套质地精良、绣着丹炉纹样的白色袍服，以及一枚刻着一尊小鼎图案的玉牌。这是我丹峰精英弟子的服饰和身份玉牌，你收好。凭此玉牌可自由出入丹峰大部分区域，包括藏书阁一层，也能以优惠价格购买丹峰药材。柳如烟看到那枚刻着小鼎的玉牌，美眸瞬间瞪大，再也维持不住温婉形象，失声道：师尊，这是一品炼丹师的身份玉牌。方师弟他才刚入门，连丹炉都没碰过吧？这与理不合啊！其他弟子会有非议的。丹峰弟子分为普通弟子和精英弟子，普通弟子只是学习理论，打理要田，唯有通过严格考核，能独立炼制出3种以上一品丹药的，才能被授予一品炼丹师的身份玉牌，成为精英弟子，享受诸多特权，地位堪比内门记名弟子。方平一个刚入门的9品武灵根，何德何能直接拿到这玉牌？这已经不是偏爱了，这是昏聩。穆婉容却笑了笑，意味深长地看了方平一眼。如烟，你有所不知，方平他在炼丹一道上颇有天赋，造诣可不低呢。区一品炼丹师认证，对他而言唾手可得。柳如烟根本不信，只当是师尊被这小白脸灌了迷魂汤，胡乱找的借口。但他知道现在空口无凭，师尊压根不信他的话，于是他强压下心中不满，决定不再多言，而是暗中收集证据。弟子明白了。柳如烟低下头，语气依旧恭敬，但心中拆穿方平的想法更浓郁了。他倒要看看这个连丹炉都没碰过的家伙怎么个造诣不低法。好了，如烟，你先下去吧，我还有些炼丹上的要点要单独交代方平。柳如烟只能应是，行礼退下。转身离开时，他深深看了方平一眼，眼神复杂，带着浓浓的警告意味。厅内只剩下师徒2人，穆婉容设下隔音结界，这才松了口气，没好气地白了方平一眼。你这孽徒竟会给为师惹麻烦，差点露馅。方平笑嘻嘻地凑上去，很自然地揽住他的纤腰。哪能啊，师尊，弟子这不是配合您演出吗？您刚才那气场2.8米，油嘴滑舌。穆婉容嗔道，轻轻捶了他一下，却没有挣脱，反而顺势靠在他怀里。对了，好徒儿，你现在可是炼丹师了，为师考考你，你可知什么东西平时是软的，
轻轻一刺激，它就会变硬；若是持续刺激呢，它又会变软。方平闻言，先是一愣，随即目光不由自主地瞟向穆婉容那傲人胸襟，眼神变得古怪起来，下意识地接道：“难道是？想什么呢？”穆婉容俏脸绯红，清脆一口，伸出玉指点了点他的额头，是炼制回春丹的主材，玄元含羞草了。真笨。方平恍然大悟，随即露出坏笑。原来如此，是弟子想差了。不过师尊，弟子这里倒也有一味奇特的药材，平时状态不定，有时软有时硬，最是变幻莫测，且药性极为刚猛，不知师尊可否愿意品鉴一番？穆婉容先是一怔，随即面红耳赤，那为师可得好好尝尝了。另一边，紫霞峰，废物，统统都是废物。萧云郎听完陆只是添油加醋以及隐去自己丑事的汇报后，气得一掌将身旁的白玉茶几拍得粉碎。一个废物杂役，却三番两次让他吃瘪，现在更是闹得外门皆知，连丹峰长老都站出来护着他。丹峰，穆婉容。萧云郎眼神阴鸷，他怎么会突然如此维护一个杂役？难道说他知道了什么？他绝不相信方平有什么真本事，只认为肯定是穆婉容不知从哪听到了风声，想借机讨好即将成为真传的苏黎烟，或者干脆就是故意跟他萧云郎作对。师兄，那方平如今入了丹峰，有穆婉容庇护，我们恐怕不好下手。陆只是小心翼翼地说道。入了丹峰又如何？萧云郎冷笑，不过是个外门丹峰，难道我还动不了他？他沉吟片刻道：1个月后，云灵秘境开启，那是外门弟子的试炼场，淬气境方可入内，穆婉容是筑基，可进不到秘境里去。陆只是眼睛一亮，师兄的意思是找几个信得过的淬气9层巅峰的外门弟子进去？萧云郎语气森寒，在秘境里意外总是难免的，做得干净点，就算穆婉容怀疑，没有证据，他也无可奈何。是，师兄高明，我这就去安排。陆执事连忙领命。与此同时，天书峰一间灵气氤氲的修炼室内，苏黎烟缓缓睁开美眸，听着心腹侍女汇报外门传来的消息。方平杂役大比冠军，还入了丹峰。他绝美的脸上闪过一丝诧异，但随即恢复平静，摇了摇头，语气淡漠：这家活口活得却好，竟真能哄得楚清哥和丹峰长老为他出头。在他看来，方平定是用了什么花言巧语攀上了高枝，但这又如何？外门弟子已经是他的极限了，而他苏黎烟是万中无一的水属性天灵根，深受峰主器重，不日便将举行大典，正式晋升为圣地真传弟子，未来甚至有资格角逐圣女之位。两人之间已是云泥之别罢了，只要他安分守己，不来纠缠于我，便随他去吧。苏黎烟淡淡说了一句，便重新闭上双眼，沉浸在修炼之中，仿佛只是听到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方平这个名字已无法在他心中掀起半分波澜。第二天清晨，方平从一股暖意中醒来，他只觉体内灵力奔腾汹涌，竟是水到渠成般的突破到了淬气境8层，这速度简直恐怖。穆婉容感应到动静，立刻抽身而起，感受到方平身上稳固的8层气息，美眸中异彩连连。他越发觉得自己这个徒弟收得值，这先天灵火和特殊体质的结合果然逆天。方平，你既已快到淬气巅峰，是时候考虑筑基之事了。穆婉容神色认真起来。方平闻言也收敛了嬉笑。筑基是修行路上第一道真正的门槛，至关重要。穆婉容穿好衣物，娓娓道来。寻常修士筑基无非是凝聚气旋，压缩灵力，化为液态灵元，开辟丹田子府，此为最普通的下乘筑基，潜力有限。而一些天赋异禀者，或能引动天地异象，或能熔炼特殊妖兽精血入体，使筑基品质更高，灵力更精纯，此为中乘筑基，为师便是如此。而最上乘的乃是传说中的天道筑基。穆婉容语气带着一丝向往，此法需以先天灵物为引，沟通一丝天地法则，铸就无上道基。一旦成功，根基之雄厚远超同阶，越阶战斗如吃饭喝水，未来甚至有窥探化神之上的可能。他目光灼灼地看着方平，你身怀陨落星岩，已是满足了天道筑基最苛刻的条件之一，拥有先天灵物。如今只需再寻得一种名为地脉灵乳的灵物，以其温养灵火，调和阴阳，便有极大几率成就天道筑基。地脉灵乳，方平记住了这个名字。穆婉容点头。据我所知，此次即将开启的云灵秘境深处，似乎就有地脉灵乳的踪迹，这也是我为何一定要让你参加此次秘境的原因。方平心中了然，原来穆婉容早已经替他铺好了路。说完筑基，穆婉容又谈起炼丹。你既已是一品炼丹师，但要晋升2品，不仅需要熟练炼制2品丹药，对神识强度和灵力控制要求也更高，尤其是神识。他沉吟片刻，咬了咬嘴唇，道：
为师知道外门方室内有一幅9天星辰观想图残卷，虽不完整，但对锤炼神识有奇效，只是价格极其昂贵罢了。为了你的前途，为师便是砸锅卖铁。他话未说完，方平却连忙摆手打断：师尊，且慢，这观想图弟子暂时不需要。开什么玩笑？他修炼太虚吊天经，每次垂钓诸天钓取宝物之时，本身就是在极致的锤炼神识，他的神识强度早已远超同阶，甚至堪比筑基了，还需要这劳什子观想图慢慢磨。有那钱，不如多买点药材给他练手，或者给他换个新丹炉呢。穆婉容却误会了，以为方平是心疼他的灵石，心中顿时涌起一股暖流和感动。这小混蛋虽然有时候口花花样，但心地还是好的，知道为师不易。他美眸中水光潋滟，竟是情动之下缓缓盘起头发。方平一看这架势，就知道师尊想差了，哭笑不得，连忙摆手：师尊，我不是那个意思，我真不需要。不要停，不要停。时间飞速流逝，又是2天过去。方平在丹峰的日子过得无比充实，有穆婉容这位师尊倾囊相授，各种丹药资源和特殊指导管够，他的修为简直1日千里。只不过除了和师尊修炼外，师姐柳如烟的举动却让方平感到很疑惑。这位温婉似水的丹峰首席大师姐也不知吃错了什么药，这些天总是变着法地出现在他周围，美其名曰关心师弟修行，实则是在想尽办法世间他。方平不知道柳如烟心中所想，几次询问无果后也就懒得搭理。柳如烟很郁闷，他暗中观察方平好些天了，愣是没找到半点破绽。这家伙白天要么窝在自己的洞府里，不知道在鼓捣什么，要么就被师尊叫去单独指导，一指导就是大半天，出来时师尊还容光焕发。晚上更离谱，这家伙居然没有一天是在分配给他的弟子洞府里过夜的，每次他想去夜袭都扑个空。后来才发现，方平每晚都在师尊的别院聆听教诲，直到深夜，甚至留宿。柳如烟想到这里，脸颊发烫，又惊又怒。这小白脸简直岂有此理，把师尊的别院当自己家了。这要是传出去，师尊的清誉还要不要了？他愈发笃定，方平根本就是个毫无真才实学，全靠花言巧语和下作手段哄骗师尊的骗子。那些所谓他炼制的丹药，定然是师尊心疼他，私下炼好了给他的。他必须揭露方平。很快，机会终于来了。这1日傍晚，方平罕见的没有在穆婉容的别院留宿，原因无他，白天他和穆婉容一起研究那残缺的七情六欲丹丹方，试图将其补完后炼制一些七情六欲丹，看看是否能借此喂养陨落星炎，增强这朵先天灵火的能力。想法很美好，过程很刺激，结果很腰疼。炼丹过程中，陨落星炎与那些祸星草药力结合，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剧烈反应，诱人的粉色丹雾失控弥漫。虽然最后成功凝丹，但穆婉容不慎吸入过多，当场就失去了理智。方平费了9牛2虎之力，才勉强帮助穆婉容解决了那狂暴的药力。此刻他双腿发软，眼眶发青，觉得自己的腰子都在隐隐作痛。今晚说啥也得回自己洞府好好静养一下，师尊那边暂时是顶不住了。他揣着那瓶新鲜出炉的加强版七情六欲丹，正准备溜回自己好久没灵性的洞府。刚走到半路，一道窈窕身影就拦在了面前，正是柳如烟。方师弟，真是巧啊。柳如烟脸上挂着温婉的笑容，但眼神却锐利如刀，上下扫视着方平。师弟这是从哪里来？看起来很是疲惫啊。可是修行遇到了难题。方平强打精神，挤出笑容。原来是柳师姐。没什么，就是刚刚自己尝试炼了炉丹药，有些耗神罢了。哦，师弟如此勤奋，真是我丹峰之福。柳如烟笑容不变，目光却落在了方平下意识捂着的储物袋上。不知师弟炼的是何种丹药，可否让师姐观摩学习一下？就是普通的凝气丹，不值一提，不值一提。方平哪敢给他看那玩意儿，连忙摆手。他越是这样，柳如烟越是怀疑。他眼中金光一闪，忽然出手如电，一把抢过了方平握在手中的那个小巧丹瓶。师姐，不可！方平大惊，想要抢回。柳如烟得手后退一步，冷笑道：普通凝气丹而已，方师弟何必藏拙？莫非是有鬼？他笃定这里面就是师尊炼制的丹药，被方平拿来充门面的。不是，师姐你听我解释，这丹药它……方平急了，这玩意儿真不能乱拿，主要是他现在状态不好，已经没办法帮助柳如烟疏通药力了。解释。柳如烟嗤笑一声，根本不给方平机会，直接拔开了瓶塞。我倒要看看是什么。瓶塞打开的瞬间，一股极其淡雅却勾魂夺魄的奇异甜香飘散而出。柳如烟下意识地低头看向瓶中，
里面是几颗粉红色、散发着诱人光泽的丹药，那形态那药香绝非寻常丹药。但下一刻，他的脸色瞬间变得通红，如同染上了最美的胭脂。他虽然还是处子之身，但身为炼丹师，对一些特殊药材和丹药的效果也有所耳闻。这丹药的气息，分明就是极强的催情之物。无耻，下流！柳如烟如同被烫到一般，猛地将丹瓶砸回给方平，声音都带着颤抖：“你竟然让师尊帮你炼制这种污秽丹药！方平，你简直是我丹峰之耻！”他彻底认定了，这就是方平蛊惑师尊炼制的龌龊之物，用于他那些不可告人的目的。然而，就在他斥骂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吸入了几口那一散出的粉色丹雾。这加强版的七情六欲丹药效何其霸道，残缺版本的七情六欲丹就连金丹境的陆执事都抵挡不住，何况他一个淬气境。几乎只是瞬间，柳如烟就感觉一股难以言喻的燥热从小腹猛地窜起，瞬间流遍全身。她的皮肤泛起诱人的粉红色，白皙的额头上渗出细密的香汗，呼吸骤然变得急促起来，眼神也开始迷离。原本温婉的气质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惊心动魄的魅意。他下意识地发出一声令人酥麻的鼻音，娇躯微微摇晃，几乎站立不稳。方平手忙脚乱地接住丹瓶色好，看到柳如烟这副模样，暗道坏了。柳师姐，你没事吧？方平赶忙上前想要搀扶。你别过来！柳如烟强撑着最后一丝清明，想要推开方平，但手碰到方平的身体时，那坚实的触感和浓郁的男性气息反而让他更加腿软，整个人几乎要瘫倒下去。方平不得已，只能伸手扶住他。入手处，衣衫已经被香汗浸湿，勾勒出惊人的曲线，体温高得吓人。师姐，你吸入丹雾了，这药效很强，要不要我帮你疏导药力？方平看着他那娇艳欲滴、红唇微张的诱人模样，喉咙有些发干，试探着问道。作为同门，他确实有义务帮忙。滚开！柳如烟听到疏导药力4个字，更是羞愤欲绝，用尽最后力气一把推开方平。他眼神挣扎，理智和欲望疯狂交战。忽然他看到不远处有一片用于灌溉药田的灵湖，一咬舌尖，利用剧痛换来片刻清醒，竟猛地转身，踉踉跄跄地冲向湖边，在方平惊愕的目光中，扑通一声跳进了冰冷的湖水里。现在是初春，湖水冰冷刺骨，柳如烟被冻得浑身一颤，但那股可怕的燥热感确实被压制下去少许。他银牙紧咬，凭借惊人的毅力，硬是忍受着冰火两重天的极致煎熬，一步一步艰难地从湖中心走了回来。当他浑身湿透，哆哆嗦嗦地爬上岸时，几乎已经虚脱。冰冷的湖水完全浸透了他淡绿色的衣裙，紧紧贴在身上，将每一处起伏有致的诱人曲线都勾勒得淋漓尽致，若隐若现，比完全不穿还要致命得多。湿漉漉的黑发粘在潮红的俏脸和雪白的脖颈上，更添几分凄美与诱惑。他看都不敢看方平一眼，用尽最后力气，裹紧几乎透明的衣衫，踉跄着脚步朝自己的洞府跑去，留下目瞪口呆的方平。方平看着柳如烟狼狈却又坚毅无比的背影，心中的渐渐升起一抹敬意。这加强版七情六欲丹的药效有多猛，他亲身体验过。柳如烟竟能凭意志力硬抗下来，甚至不惜跳入冰湖保持清醒，这份心性和毅力绝非寻常女子能有。啧，如烟师姐果然是有大毅力之人啊。方平摸了摸下巴，眼中非但没有挫败，反而燃起了更浓烈的兴趣和征服欲，让这样的女子心甘情愿地臣服于他才更有意思。翌日，方平意识海中青木钓竿的垂钓次数再次刷新，他怀着期待再次来到那处灵泉边，运转功法抛出鱼线，虚空震颤，光芒一闪，方平手中多了一物，这是一双薄如蝉翼、触感冰凉丝滑的白色长袜，长度及至大腿，顶端还缀着精致的云纹，散发着与之前那件亵衣同源的勾人心魄的幽香。方平，怎么又是那位仙子的东西？还他妈是连裤啊！他跟这位素未谋面的仙子是杠上了吗？这钓竿什么毛病？怎么专扒人家贴身衣物？他哭笑不得，拿起这双质感非凡的长袜看了看，入手冰凉，似乎还带着一丝微弱的灵力波动，显然也不是凡品。但他这回可不穿了，亵衣什么的还能用外套挡一挡，但要是穿上这玩意，画面太美不敢想。他赶紧调动强大的神识，小心翼翼地将这双长袜上残留的原主气息彻底抹除，免得那位不知在何处的仙子大佬顺着味儿追杀过来。下次可千万别再来内衣了。方平一边吐槽，一边将这双足已让无数腿控疯狂的长袜胡乱塞进了储物袋角落，跟那件亵衣作伴。又过了3天，方平怀着虔诚、忐忑的心情再次进行垂钓。诸天大佬保佑，这次来个正经东西吧，功法、法宝、天才地宝啥都行。
别再是内衣了。鱼线抛出，虚空再次震颤，光芒闪过，方平手中多了一条，布料极少，款式极其大胆，同样是淡紫色，绣着神秘云纹的三角内裤。方平如同被烫到一般，差点直接把手里这趟手山芋给扔出去。我的个亲娘哎！这钓竿是真的要搞死我啊！卸衣长袜也就算了，这特么直接是最后防线了。确实是没钓上来内衣，特么钓上来内裤是吧？这要是被正主知道，仿佛是印证了他的想法。原本晴朗的天空骤然阴沉下来，一股难以言喻的恐怖威压如同潮水般席卷而过。虽然一闪即逝，但方平清晰地感觉到那威压之中蕴含的滔天怒意。他吓得冷汗直流，手忙脚乱地将这条无比私密的小布条塞进储物袋最深处，用好几件衣服死死压住。完了完了，那位大佬肯定发现了，这乐子大了。与此同时，玄天圣地核心区域，圣女闭关之所，一位身姿绝美容颜轻视的女子猛地睁开眼，美眸中寒光四射，化神境威压瞬间笼罩整个玄天圣地内门。她惊怒交加，又来了，第3次了。6天前的亵衣，3天前的长袜，到这回的，她又羞又恼，低头看了一眼，果然是空穴来风没错。她的贴身亵裤竟然又被窃走了，依旧是凭空消失，连她化神境的神识都察觉不到丝毫。啊，究竟是谁？姬耀月气得浑身发抖，磅礴的神念如同风暴般炸开，引得无数弟子长老心惊胆战，不知是何人引得圣女如此发怒。最终这番动静甚至惊动了圣主。面对圣主的询问，姬耀月张了张嘴，但那等羞人之事如何说得出口？难道说有人专门偷他贴身衣物，而且还是在穿在身上时偷的，还一次比一次过分？他只能咬牙咽下这口气，憋屈地表示自己在修炼上遇到了瓶颈，心情烦躁。方平对此一无所知，但那股恐怖的威压让他心有余悸。他不敢在原地多待，一溜烟跑回了丹峰。但他转念一想，似乎有些日子没去玉竹峰了，楚清哥的气也该消了吧。眼下还是去找楚清哥压压惊比较好。玉竹峰，楚清哥闺房内，他并未像往常一样打坐修炼，而是坐在窗边看着窗外摇曳的玉竹，眼神有些飘忽。已经6天了，那个家伙自那日砸一大笔后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整整6天没有露面。方平选择丹峰，他其实并不真的生气。修仙之路，个人缘法，丹峰确实能提供更好的资源，他理解。他气的是这家伙居然就真的不来了，连个解释都没有，一句交代都没有。那日擂台下的维护，那几次的亲密接触，难道在他眼里就如此不值一提？想到那天穆婉容那副胜利者姿态，楚清哥心里就莫名烦躁。这个惹事精招蜂引蝶的本事倒是不小。他越想越气，贝齿轻咬下唇，清冷绝艳的脸上附着一层寒霜，周身的气息都冷冽了几分，吓得窗外经过的灵雀都不敢鸣叫。哼，最好永远别来。他低声自语，带着一丝自己都未察觉的情绪。恐惧方平再也不来找他了。就在这时，竹屋的门被轻轻敲响了。师姐，清哥师姐，你在吗？门外传来一个他此刻最期待的声音。楚清哥心中一颤，面上却瞬间恢复平日的清冷，甚至刻意让语气变得更淡。门未锁，方平推门而入，脸上带着一丝后怕和谄媚的笑容。师姐，我差点就见不到你了。楚清哥坐在窗边，侧影清冷孤绝，仿佛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子。你还知道来？楚清哥没有回头，声音平淡无波，但放在膝上的手却不自觉地微微握紧。这家伙总算知道来了吗？天地良心。师姐，我这几日真是忙得脱不开身，现在不是一有空就立刻来看你了吗？方平叫屈，师姐你是不知道，我刚才差点被一道恐怖的神念给碾死。楚清哥轻巧地避开他试图搂过来的手臂，终于转过头，清冷的目光落在他身上。哦，是吗？我看你在丹峰过得乐不思蜀，还以为你早忘了玉竹峰的门往哪开了。这话里的酸味和凉意，连方平这根粗神经都察觉到了。他立刻反应过来，师姐这是怪他好多天没来呢。哪能啊师姐？方平立刻道，丹峰哪有玉竹峰好，哪有在师姐身边好？我那是被师尊不是被穆长老强行扣下学习炼丹基础，日夜苦修，不敢懈怠，就想着早点出来见师姐呢。说着，方平又从口袋里取出一瓶完美凝气丹，不过楚清哥却没收。如今我已是淬气大圆满，凝气丹对我无用，你自己留着吧。楚清哥明知他大概率是在鬼扯，但听他这么说，心里的那点怨气莫名就消散了大半。尤其是听到日夜苦修几个字，眼神稍稍缓和了些。毕竟是才入外门，而且又是丹峰，方平这些天恐怕真的忙得脱不开身。他轻哼一声，语气却不再那么冰冷，又惹什么祸了？
能让那位圣女的话神境神念扫到你。圣女，方平心中一惊，没想到自己之前吊起来的那些贴身衣物，居然是玄天圣地圣女的。好家伙，这要是被发现，那不得被剁成肉臊子。方平咽了口唾沫，开始半真半假的描述刚才的惊险遭遇。当然，隐去了钓竿和圣女内衣之事，只说自己无辜被波及。两人一个绘声绘色的讲，一个安静的听。渐渐的，二人距离越来越近。楚清歌身上那股清冷的体香钻入方平鼻中，看着他近在咫尺的绝美容颜，以及因为坐姿而勾勒出的动人曲线，方平心思开始活络起来，眼神也变得不太老实。楚清歌感受到他逐渐变得炽热的目光和靠近的气息，心跳不由自主地加快了几分，脸颊微微发热，却强作镇定。就在气氛逐渐升温，方平准备进一步行动时，窗外一道娇小的身影正鬼鬼祟祟地蹲着，竖着耳朵偷听，正是苏妙可。他早在山下时就瞧见方平来了玉竹峰，立刻就跟了过来，本想跳出来捣乱，却听到里面似乎有情况，于是按捺不住好奇心，开始了听墙根大业。听着里面逐渐传来那些令人面红耳赤的动静，苏妙可俏脸通红，心跳加速，却又舍不得离开，硬是听了整整3天3夜。3天后，方平怀着更加虔诚、更加忐忑的心情再次来到灵泉边。干爷，钓竿大哥，祖宗，给点力吧！这次来个正常的，只要不是内衣内裤，啥都行，就算钓个癞蛤蟆我也认了。他几乎是祈祷着抛出了鱼线，虚空剧烈震颤，甚至比之前几次动静都大。方平心中一紧，别又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内衣吧？光芒散去，预想中的衣物没有出现，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巴掌大小、蜷缩成一团的小兽。这小兽形似小雕，却又有些不同，耳朵尖尖，尾巴蓬松，即便蜷缩着，也能看出其体型流畅优美，散发着一种古老而尊贵的气息。最奇特的是，它周身散发着浓郁的灵气，甚至在其呼吸间，大量天地灵气被其吸入鼻中，那效果简直比穆婉容给他的聚灵阵还夸张。这是活物？方平又惊又喜。按照《太虚钓天经》记载，这玩意儿似乎是太古灵兽幼崽。他小心翼翼地将这小家伙捧在手心，似乎是感受到方平的气息，那小兽微微动了动，睁开了一双宛如璀璨星辰般的眸子，迷茫地看了方平一眼，然后亲昵地用脑袋蹭了蹭他的手指，发出细微的嘤咛声。与此同时，一股微弱的神念联系建立在方平与这小兽之间。通过这股联系，方平瞬间明悟了这小兽的来历和需求。此兽名为星耀，乃是一种极其罕见的太古遗种，以纯净的灵石和灵晶为食，成长潜力极大，成年后拥有穿梭空间、寻觅宝物的天赋神通，并且能反哺主人，提升主人吸收灵气的速度和对天地灵气的亲和度。但这玩意也是个名副其实的吞金兽，专挑高品质的灵石吃，低级的看都不看。方平看着手中这只蒙太可掬的小家伙，又感受了一下他传递来的恶泛泛的意念，再想想自己那干瘪的储物袋，他脸上的笑容逐渐消失。好家伙，跟穆婉容相比，你特么才是真正吞金兽啊！但看着小家伙那纯净无辜的眼神，以及那未来可期的强大能力，方平一咬牙，将自己的好不容易攒下的10枚中品灵石递到星耀兽嘴边。小家伙鼻子嗅了嗅，似乎有些嫌弃，但还是张口一吸，唰，5枚中品灵石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暗淡下去，眨眼间就化作了5撮毫无灵气的粉末。而星耀兽吧唧了一下嘴，再次传递来清晰的意念。还要？方平眼睛都直了，10枚中品灵石啊，外门弟子1个月的俸禄了，这就没了。塞牙缝都不够，看着小家伙又开始用脑袋蹭他手指，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方平心都在滴血。他猛地一跺脚，豁出去了。他又掏出2个玉瓶，里面是他这几天炼制的完美品质凝气丹，足足20颗，要是拿出去卖的话，价值相当于200枚中品灵石。诺，这个你看合不合口味？方平将丹药倒了出来，星耀兽的小鼻子立刻疯狂耸动，眸子爆发出耀眼光芒，显然对这精纯的药力极为满意。他小嘴一张，一股吸力传出，20颗完美凝气丹如同受到牵引，鱼贯而入，被他吞入腹中。吃完之后，小家伙终于满足地打了个饱嗝，身上银色毛发闪烁起柔和的光泽，显得愈发神异。他亲昵地舔了舔方平的手指，然后蜷缩起来，似乎要消化这股能量。方平看着空荡荡的玉瓶，欲哭无泪，这一下真是倾家荡产了。然而就在下一刻，一股精纯无比、温和浩瀚的能量猛地从他与星耀兽的神念联系中反馈回来，瞬间涌入他的4肢百骸。这股能量远超他自身修炼汲取的灵气，精纯程度甚至堪比直接吸收上品灵石。
而且极其温和，无需炼化，直接融入他的丹田气海。轰！方平只觉体内那淬气8层巅峰的壁垒如同纸糊一般被瞬间冲垮，他的气息节节攀升，周身灵气奔涌，竟是直接突破到了淬气境9层，而且修为还在稳步提升，直到接近9层中期才缓缓停滞下来。方平感受着体内澎湃的力量，又看了看手心因为吃饱陷入沉睡的小家伙，脸上的肉疼瞬间被狂喜取代。值了，太值了！这反馈也太猛了，直接省了他至少半月苦修。他抓起钓竿亲了一口，老伙计，这次你总算干了件人事。这吞金兽养得值。他将这只名为星耀的太古灵兽幼崽小心收起，打算明天去灵兽峰找苏妙可拿个许可，要不然的话，在圣地内随意养来路不明的灵兽，可是会被执法堂找上门的。感受着周围因为星耀而活跃的天地灵气，方平心中充满了期待和紧迫感，得赶紧赚钱了。第二天，方平神清气爽地出了门，怀里揣着还在呼呼大睡的星耀兽，直奔外门灵兽峰。玄天圣地的灵兽峰与其他各峰截然不同，这里与其说是一峰，不如说是一个超大型的灵兽培育基地。峰内弟子主修御兽，御兽之法，战力大半系于所御灵兽之上。而灵兽峰之所以能有如此规模和地位，几乎全靠东荒域顶级修真世家苏家的倾力赞助。据说峰内超过70%的珍稀灵兽，其所有权都归属苏家，只是寄养于此，供苏家子弟和灵兽峰优秀弟子契约学习。因此，苏妙可作为苏家这一代最受宠爱的小公主，在灵兽峰的地位可见一斑，不是楚清歌那种凭天赋和努力挣来的首席弟子能比的。她在这里基本等同于土皇帝方平刚踏上灵兽峰的地界，就感受到一股浓郁的野性灵气。沿途能看到各种奇珍异兽，有的温顺乖巧，有的狰狞威猛。只是还没走多远，一位穿着苏家服饰、面容精悍的中年执事便拦在了他面前，眼神带着审视和不加掩饰的轻蔑。你就是那个新晋外门弟子方平？执事语气冷淡，我是苏家的外室执事苏莽，有些话我觉得有必要提醒你一下。方平停下脚步，眉头微挑。哦，苏执事请讲。苏莽上下打量着他，哼了一声。我不管你是用什么手段哄得小姐开心，甚至让她为你说话，但我警告你，认清自己的身份。小姐心地善良，性子活泼，或许觉得你有些特殊，但你若以为凭此就能攀上苏家高枝，甚至癞蛤蟆想吃天鹅肉，那我劝你趁早死了这条心。他的声音不大，却带着金丹修士的威压，试图让方平知难而退。苏家的门槛不是你一个武灵根的外门弟子能窥探的，离小姐远点，对大家都好，否则……话未说完，一个娇蛮清脆的声音带着怒意从不远处传来。苏莽，谁给你的胆子在这里大放厥词？只见苏妙可穿着一身鹅黄色的娇俏衣裙，俏脸寒霜的快步走来，她身后还跟着几只毛茸茸、看起来人畜无害的小型灵兽。苏莽脸色一变，连忙躬身行礼。小姐，闭嘴！苏妙可毫不客气地打断他，双手叉腰，瞪着他。方平是我苏妙可的朋友，他来灵兽峰找我，难道还需要经过你的批准吗？他年纪虽小，但发起火来，那股气势却丝毫不弱。苏莽额头见汗，连忙道：属下不敢，属下只是什么？只是狗眼看人低。苏妙可冷哼一声，滚去戒律堂自领10鞭，再让我听到你对方平出言不逊，你就给我滚出苏家。苏莽脸色一白，不敢再多言，只能恨恨地瞪了方平一眼，灰溜溜地退下了。赶走了讨厌的苍蝇，苏妙可这才转过身看向方平，下巴微抬，哼了一声：喂，你没事吧？那家伙没吓着你吧？虽然语气还是有点冲，但那双眸子里却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关切。方平看着他这副明明关心却非要装出凶巴巴的样子，觉得有些好笑，拱手道：多谢苏师姐解围，我没事。谁特意给你解围了？我是刚好路过。苏妙可脸一红，扭过头去：你来找我干嘛？方平说明来意，想为自己的一只灵兽幼崽办理饲养许可凭证。说着，他便想将星耀从怀中掏出来，只是还没等伸手，就被苏妙可给制止了。就这事啊？苏妙可撇撇嘴，显得很不以为意。他随手招来一位灵兽峰的长老，吩咐道：李长老，去给他办一个最高等级的灵谕令，权限开到最大，记我账上。那李长老闻言，脸上露出一丝为难。小姐，这灵谕令的发放需查验灵兽血脉、来历，评估潜在风险，还需至少3位长老共同签字方可。灵兽暴动可不是小事，玄天圣地历史上曾有过惨痛教训，因此手续极为严格。苏妙可却眼睛一瞪：
怎么？我的话不管用了？我说他那只灵兽没问题就没问题，出了事我负责。快去！可是你都没见过那只灵兽啊！李长老心中腹诽，却不敢再多言，连忙躬身应是，快步离去。这位小祖宗在灵兽峰的话，比峰主还管用。苏妙可这才得意地冲方平扬了扬下巴，然后背着手一蹦一跳地带着方平往他自己的寝宫走去。跟我来吧，等着拿牌子就行。进入苏妙可的寝宫，方平再次感叹土豪的世界他不懂。这里随处可见珍贵的灵兽皮毛地毯，摆放着各种灵兽造型的玉雕装饰，甚至连空气中都弥漫着一种昂贵的凝神香的味道。侍女奉上灵茶后便被挥退，房间里只剩下他们两人，气氛忽然变得有些微妙和安静。苏妙可坐在柔软的兽皮毯上，抱着一个毛茸茸的抱枕，一双玉足不安分地互相蹭着。她似乎想起了什么，俏脸不知不觉又爬上了红晕，眼神飘忽，不敢看方平。方平看着她这副罕见的娇羞模样，嘴角上扬，故意凑近了些，低声道：苏师姐，脸怎么这么红？可是想起了什么有趣的事情？苏妙可像被踩了尾巴的猫，差点跳起来，梗着脖子道：谁脸红了？你少胡说八道。哦。方平拖长了声音，笑容越发玩味，我还以为师姐是在想我们之间的那个赌约呢。师姐打算什么时候履行呢？毕竟某人可是输给我，说要给我当暖床丫鬟来着。你……苏妙可顿时羞恼交加，混蛋，谁要给你暖床？那不算数，是你耍诈。方平邪魅一笑，如果师姐想耍赖的话，我不介意先收点利息回来。方平回到丹峰后，将星药扔到了床上，自己则是在蒲团上盘坐而下。那颗完美筑基丹确实是他目前能拿出的最拿得出手的东西了。这是他前几天尝试冲击2品炼丹师时随手炼出的，原本是打算留给楚清哥的，但今日苏妙可确实帮了大忙，而且那副娇羞可人的模样，让他一冲动就送了出去。唉，美色误人啊！方平轻叹一声，不过送出去了倒也无所谓，反正材料还能再找，丹药还能再炼。凭借陨落星岩跟堪比筑基境的神识，对别人来说无比艰难的筑基丹，对他而言不比擦屁股难多少。到时候给楚清哥也备一颗，还有柳如烟。想到柳如烟那日冰湖失身倔强离去的背影，方平心头又是一阵火热。这师姐外表温婉知性，但性子却有股子韧劲儿，别有一番风味。只是奇怪的是，自从那日后，柳如烟似乎就刻意避着他了，连日常的偶遇都没了。莫非是害羞了？方平摸着下巴，觉得很有意思。接下来的2天，方平的生活规律而充实。白天大部分时间窝在丹房里进行2品丹药的炼制，这种产出效率吓得穆婉容都不敢透露分毫，连卖丹药都是走的黑市渠道。星耀兽依旧在沉睡，气息平稳，身上的银辉愈发璀璨。晚上则基本都在穆婉容的别院里探讨丹道和深入修炼。阴阳大道经的双修之效依旧给力，让他的修为稳步向着淬气9层巅峰迈进。他也抽空去了几趟玉竹峰。楚清哥虽然依旧清冷，但对方平的到来却很是欢迎，偶尔还会指点一下他的清风剑诀。两人之间的关系在这种相处模式中反而升温得更快了。紫霞峰那边出乎意料的安静，仿佛彻底偃旗息鼓。但方平知道，这绝对是暴风雨前的宁静，萧云郎绝不会善罢甘休，恐怕正在酝酿给他憋个大的。宗门内的气氛也明显紧张起来，各处都在讨论着即将在10天后开启的外门大比。这次大比不仅关乎排名和奖励，更关系到进入云灵秘境的名额分配，几乎所有外门弟子都在摩拳擦掌。这一日，方平意识海中的青木钓竿再次刷新了垂钓次数，他决定换个地方试试运气，老在一个地方钓，竟出些奇葩东西。他凭着冥冥中的一丝直觉，在外门区域漫无目的地闲逛，不知不觉走到了一处较为偏僻的山谷。谷内水气氤氲，温度明显比外面高一些，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硫磺味。咦，这里居然有处温泉！方平有些惊讶，拨开茂密的藤蔓，眼前豁然开朗。一汪不大但清澈见底的温泉映入眼帘，热气腾腾，白雾缭绕，周围的岩石被冲刷得光滑如玉，景色颇为幽静雅致。这地方不错，灵气也足，就在这儿试试。方平心情愉悦，正准备找个好位置抛一竿，忽然他强大的神识敏锐地捕捉到远处正有人靠近，而且听脚步声和气息，似乎只有一人正朝着温泉走来。方平挑眉，这要是被人发现他在这里鬼鬼祟祟，怕是说不清。他下意识地收敛气息，身形一闪，悄无声息地躲进了旁边一处茂密的灌木丛后，借着岩石和雾气隐藏起来。他刚藏好，一道窈窕的身影便分开花藤，走入了这片小天地。来人是一名女子，身着一袭水蓝色长裙，身段高挑玲珑，凹凸有致。她的容貌极美，
但与方平曾见过的美人都不同。这是一种带着几分书卷气的绝美，眉眼柔和，气质娴静，仿佛是从水墨画中走出的古典佳人。但细看之下，那双清澈的眼眸深处却又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忧郁和疏离。此女正是外门4大天之娇女中最为低调神秘的那一位，江寒月居然是她。方平屏住呼吸，认出了此女。江寒月在外门名声不显，很少与人交往，只知道她精通阵法与符箓之道，实力深不可测。江寒月走到温泉边，并未察觉到此地还有他人。他轻轻呼出一口气，眉宇间带着一丝疲惫，然后竟然开始伸手解开了腰间的束带。方平眼睛瞬间瞪圆了，不是吧，这么刺激？水蓝色长裙顺着光滑的肌肤滑落，露出一片雪白细腻的玉背和修长笔直的双腿。紧接着贴身的亵衣肚兜也被轻轻褪下，一具完美的如同羊脂白玉雕琢而成的胴体，毫无保留地呈现在氤氲的雾气之中。山峰饱满挺翘，腰肢纤细盈盈一握，臀线圆润诱人，双腿修长并拢，在温泉热气衬托下若隐若现，充满了极致的诱惑。方平只觉得气血翻涌，鼻腔一热，差点没喷出鼻血来。他赶紧强行压下躁动的气血，但眼睛却舍不得眨一下，这真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啊。然而就在他大饱眼福之时，他意识海中的青木钓竿竟然微微震颤起来，传递出一股渴望的情绪。目标直指温泉中的江寒月，不，更准确的说是指向他褪下的衣物中某一件贴身小衣上缀着的一颗深蓝色宝石。此物竟是钓竿晋升所需的材料。方平心中巨震，狂喜瞬间冲散了一念，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他苦苦寻觅无果的钓竿晋升材料，竟然以这种方式出现在他面前。但紧接着他就苦笑起来，这怎么交涉？难道现在跳出去说，师姐，你肚兜上那颗宝石卖我吗？怕不是对方当场就要跟他拼命。就在方平纠结万分之时，温泉中的江寒月有了新的动作。他似乎并非单纯来沐浴的，在浸泡了片刻，舒缓了疲劳之后，他便起身走出温泉，用灵力蒸干身体上的水珠。那完美的躯体再次让方平血脉奔张。但他并未立刻穿上衣服，而是走到温泉入口处，取出几面小巧的阵旗，手法娴熟地布置下了一个简易的隔绝阵法——逆影阵。此阵能隔绝声音和光影波动，但防御力不强，主要是起到警示和遮蔽作用。布置好阵法后，江寒月竟然从储物袋中取出了纸笔，就那样赤着身子坐在温泉边的青石上开始书写起来。方平看得目瞪口呆，这又是什么操作？裸身书写，这是什么特殊癖好吗？他凝聚目力，勉强能看到纸上写的似乎是一些宗门近期的人员调动、物资储备情况，甚至还有关于外门大比和云林秘境的一些情报。方平的心猛地一沉，这绝不是普通弟子会关心和记录的东西。只见江寒月书写完毕，将纸条小心卷好，然后走到温泉边，发出一种奇特的口哨声。片刻后，一条通体透明、几乎与泉水融为一体的灵鱼跃出水面，江寒月将卷好的纸卷塞入灵鱼口中，摸了摸鱼头，那灵鱼便摆尾潜入水底，瞬间消失不见。做完这一切，江寒月才松了口气般开始慢条斯理地穿戴衣物。而躲在暗处的方平面色却极为复杂，奸细。江寒月竟然是其他宗门安插在玄天圣地的奸细，他无意之间竟然撞破了如此惊天秘密，这要是传出去，整个外门都要震动。方平迅速冷静下来，脑中飞速运转，威胁、合作、举报，几乎瞬间他就有了决断。举报对他没任何好处，反而会惹来一身骚。合作，对方身份不明，风险太大，最好的方式就是抓住这个把柄，进行一场公平的交易。他悄无声息地取出了一枚流影石，将江寒月穿戴整齐，正准备撤离阵法的最后画面记录了下来。虽然没记录到最劲爆的传送情报画面，但一个核心弟子鬼鬼祟祟在此地布置隔绝阵法，本身就极为可疑，足够作为筹码了。就在江寒月撤去逆影阵，准备离开的刹那，方平从灌木丛后缓缓走了出来，脸上带着一丝人畜无害的笑容，鼓着掌。精彩，真是精彩！江寒月浑身猛地一僵，豁然转身。当看到方平时，他那张娴静美丽的脸上瞬间血色尽退，眼中闪过一丝无法掩饰的惊慌。他刚才竟然完全没有察觉到附近有人。你是？才进入外门的方平师弟。江寒月强作镇定，但声音带着一丝微不可察的颤抖。你怎么会在这里？这话应该我问师姐才对。方平笑眯眯地走近，目光看似随意地扫过他已经穿戴整齐的衣衫，尤其是在胸口某处停留了一瞬。师姐方才在那逆影阵中，又是沐浴，又是书写，还喂了鱼，真是好雅兴啊！
江寒月的脸色彻底变得苍白如纸。他什么都看到了，他手下意识地向储物袋摸去，眼中杀机一闪而逝。师姐最好别动。方平的声音依旧轻松，但带着一丝冷意。你觉得我是毫无准备就敢现身的吗？你猜，如果我刚才看到的事情不小心被执法堂的长老们知道了，会怎么样？江寒月的手僵在了半空，身体微微发抖，不是害怕，而是极度的愤怒和屈辱。他死死地盯着方平，那双原本充满书卷气的眸子，此刻冰冷的吓人。你想怎么样？他从牙缝里挤出这句话。方平笑容越发灿烂，目光再次落在他胸口那颗深蓝色的宝石上，慢悠悠地说道：江师姐，你也不想刚才的事情被圣地知道吧？方平的笑容带着几分玩世不恭，目光灼灼地盯着江寒月，缓缓开口道：师姐天姿国色，师弟我倾慕已久，今日得见仙颜，更是难以自持。不如你我二人效仿那阴阳大道，双修一番，如何？此事你知我知，天知地知，之后你我便两不相欠，刘颖石我自会销毁。他刻意表现出一副色迷迷的表情，仿佛真是一个被美色冲昏头脑的登徒子。江寒月闻言，原本苍白的脸颊瞬间涨得通红，怒到了极点。登徒子，你找死！江寒月先手一翻，一柄薄如蝉翼的长剑瞬间出现在手中，剑身震颤，发出清越嗡鸣。剑尖直指方平，淬气9层的强大灵力毫无保留地爆发出来，引得周围雾气剧烈翻腾。他身姿一动，宛若惊鸿，使用的竟是一种极为玄妙灵动的步伐，似缓时快，脚下仿佛踏着水波，瞬间拉近距离。同时手中长剑挽起朵朵剑花，剑气森寒，如绵绵细雨，却又暗藏凌厉杀机，直刺方平周身要害。这正是他赖以成名的流波剑法，已修炼至大成境界，配合其特殊步伐，威力惊人。他自信，即便同是淬气9层，也少有人能轻易接下他寒怒的全力一击。他打算以最快速度击杀方平，夺回刘颖石，将此地的痕迹彻底抹除。然而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凌厉攻势，方平脸上却不见丝毫慌乱，反而露出一丝果然如此的神情。他轻笑一声：师姐何必动怒呢？话音未落，他身形不退反进，体内灵力奔涌，同样属于淬气9层的气息澎湃而出，虽然不如江寒月那般轻柔绵长，却多了一股勃勃生机与炽热之意。清风拂山岗，方平低喝一声，并指如剑，竟以手带剑施展出清风剑诀。然而这本该是轻灵飘逸的剑诀，在他手中却显得格外不同。指尖萦绕的并非柔和清风，而是带着一股雄浑炽烈的意蕴。叮叮当当，一阵密集的脆响，方平的手指或点或拨或弹，精准无比地击打在江寒月的剑脊之上，力道巧妙至极，竟将他那如流水般无孔不入的剑气尽数荡开，自身却毫发无伤。江寒月美眸中瞬间被难以置信的震惊所充斥。淬气9层，他竟然也是淬气9层，这怎么可能？他才进入外门多久？更让他心惊的是，对方施展的明明只是最基础的大陆或清风剑诀，但在其手中却仿佛化腐朽为神奇，达到了某种化境。那是一种对剑道本质的深刻理解，远超剑招本身的局限。这绝非一个普通杂役弟子所能达到的境界。这小子隐藏得太深了。师姐，你的剑法虽妙，但火候还差了点。方平一边轻松写意地格挡着攻击，一边还有余霞点评，语气带着几分戏谑。江寒月咬紧银牙，心中骇然之余，杀意更盛。此子绝不能留。他剑势在变，愈发凌厉，剑气如潮，一浪高过一浪，将方平彻底笼罩。方平看似轻松，实则内心也颇为惊讶。这江寒月的实力绝对能排进外门前10，甚至更高。其剑法之精妙，灵力之凝练，远超同阶。若非他修炼阴阳大道经，灵力雄浑，恐怕还真难以如此轻松的应对。两人在这温泉山谷中激烈交锋，剑气纵横，灵力四溢，将周围的雾气搅动得翻滚不休，地面和岩石上留下道道深浅不一的剑痕。缠斗数十招后，江寒月发现自己竟完全奈何不了对方，甚至隐隐被对方那大道至简的剑指所压制。他心一沉，知道常规手段已无法取胜。他虚晃一剑，借势后跃，与方平拉开距离，胸口微微起伏，眼神冰冷地看着方平，寒声道：你究竟想怎样？方平散去指尖剑气，拍了拍手，笑道：我刚才不是说了吗？要么双修，皆大欢喜；要么……他话锋一转，目光再次精准地落在江寒月胸前衣襟之下。师姐把你贴身小衣上坠着的那颗蓝色宝石给我，我就把刘颖石给你，从此两清，如何？他终于图穷匕现，说出了真正的目标。直接要宝石，风险太大，对方很可能意识到宝石的特殊，而反过来要挟他。
但以双修这种过分的要求作为铺垫和烟雾弹，再提出要保持这个退而求其次的条件，就显得合理许多。果然，江寒月闻言一愣，下意识地低头看了一眼自己胸口。那颗宝石是他家传之物，据说有宁心静气的微弱效果，但实际价值并不高，更多是纪念意义。他完全没想到方平会提出这个要求，用一颗无关紧要的宝石换回能置自己于死地的刘颖石。这笔交易似乎可以做，只要拿回刘颖石，方平空口无凭，就算日后想反悔揭发，没有证据，执法堂也不会信他。而宝石给了他，自己也没什么实质损失。心中飞快盘算利弊，杀意暂时压下，生存和任务优先。他深吸一口气，强行让自己冷静下来，冷声道：你说的是真的？只要宝石，你就把刘颖石给我。当然，我方平向来一言九鼎。方平拍着胸脯保证，虽然他的话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听起来毫无可信度。江寒月沉默片刻，似乎在进行激烈的思想斗争，最终咬了咬下唇，艰难道好：我答应你，但你需先将刘颖石拿出来，并发誓交易后绝不外传今日之事。方平摇头笑道：师姐，现在好像是我占优势吧？你先给我宝石，我确认无误后自然会把刘颖石给你。至于发誓，修行之人逆天而行，发誓若有用的话，这世上哪还有那么多背信弃义之徒？江寒月气结，但也知对方说的在理。他再次权衡，那颗宝石确实不重要，相比之下，刘颖石才是关键。好，我给你，但你转过身去。江寒月脸颊微红，羞愤地说道：让他在一个男子面前解衣取物，实在是奇耻大辱。方平却嘿嘿一笑，目光更加大胆地在他身上流转。师姐，刚才你沐浴书写的样子我都看了个遍，这会儿还害羞什么？不必麻烦了，就这样吧，反正也不差这一会儿了。你无耻！江寒月气得浑身发抖，脸颊红得几乎滴出血来，眼中满是屈辱和杀意。但他最终还是屈服了。为了任务，为了活下去，这点屈辱他忍了。他死死瞪着方平，纤手颤抖着，缓缓伸向自己的衣襟，似乎真的要解开衣服，取出那颗缝在贴身小衣上的宝石。温泉的热气氤氲，映衬着她绝美而屈辱的容颜，场面一时间变得有些暧昧和紧张。方平看似目光贪婪地欣赏着这一幕，实则体内灵力悄然运转，神识高度集中，警惕性提升到了极致。他可从来没相信过这位间谍师姐会真的乖乖就范。果然，就在江寒月的手指即将触碰到衣襟扣带的刹那，他的眼神骤然变得锐利如刀。死！他心中冷喝，动作猛地一变，并非解衣，而是手腕一翻，早已藏在袖中的一把粉末劈头盖脸地朝着方平撒去。同时，他脚下步伐再变，不再是之前的流波踏水，而是变得诡异飘忽，如同鬼魅，身影一分为三，从三个不同的刁钻角度同时刺向方平。剑尖之上凝聚着一点极寒的幽光，空气仿佛都要被冻结。这一击才是他真正的杀招。那粉末是他精心炼制的紫云散，能迅速麻痹修士神识和灵力运转。步法是压箱底的保命绝技，幻影步能短时间内制造出难以分辨的残影。剑招更是蕴含一丝极寒剑意，力求一击必杀。他之前一直隐忍不发，甚至不惜故作羞愤麻痹对方，就是为了这猝不及防的绝杀一击。如此近的距离，如此突兀的袭击，就算方平实力远超预期，也绝无可能完全避开。然而，面对这几乎是必杀的局面，方平脸上非但没有惊恐，反而露出一丝嘲讽的冷笑。早就防着你这手呢。他体内丹田处那团无形无色的陨落星炎猛地跳动，一股无形的星火瞬间席卷而出。那能麻痹神识灵力的紫云散刚一靠近，就被陨落星炎瞬间炼化，化为虚无，未能影响到方平分毫。同时，超强神识带来的极致感知，让方平在第一时间就精准地捕捉到了江寒月的真身。他的幻影步确实玄妙，但在方平这个挂逼面前，还是露出了破绽。破！方平低喝一声，不再保留，一指点出，后发先至，精准无比地点在了江寒月刺来的剑尖之上。枪！一声刺耳的金铁交鸣之声响起。江寒月只觉得一股灼热的怪异巨力顺着剑身汹涌传来，手腕剧痛，长剑险些脱手。他灌注于剑尖的那一丝极寒剑意，更是如同遇到了克星，瞬间被那灼热之力消融殆尽。不仅如此，那股子诡异的燥热还顺着宝剑透体而入，让他浑身都燥热了起来。怎么可能？江寒月心神俱震，眼中满是骇然。他的幻影步为何被瞬间看穿？那灼热的力量又是什么？他最大的依仗，他苦心营造的绝杀之局，竟被对方如此轻描淡写的彻底破解。就在他就力刚去，心力未生，心神失守的瞬间，方平身影如鬼魅般贴近，另一只手闪电般探出，顺势一揽，
直接揽住了他那纤细却充满弹性的腰肢，将其猛地带入自己怀中。江寒月猝不及防，娇躯彻底撞入方平坚实的怀抱中，一股浓烈的男子气息混合着淡淡的药香扑面而来，让他瞬间头晕目眩。他下意识的挣扎，却发现对方的手臂如同铁箍般牢固，两人身体紧密相贴，他甚至能感受到对方胸膛传来的强健心跳和灼热体温。方平低头看着怀中这具温香软玉，近距离观看，江寒月的容颜更是美得惊心动魄，那是一种带着书卷气的古典美。此刻因惊慌愤怒染上了红霞，睫毛微颤，眼眸中水光潋滟，却依旧带着冰冷的杀意，别有一番诱人风情。他本来只是想制服她进行交易，但此刻美人在怀，馨香扑鼻，再加上先前看到的香艳场景在脑海中回荡，他竟有些把持不住，心想这女人三番两次想要他的命，收点利息不过分吧。念头一动，他猛地低下头，精准地俘获了那两半因惊讶而微微张开的娇嫩红唇。江寒月美眸瞬间瞪得滚圆，大脑一片空白。就在这时，毒！方平心中猛地一凛，瞬间反应过来，这女人简直是个浑身是刺的毒玫瑰，竟然连口中都藏了毒。一股轻微的晕眩感立刻袭来。操！方平心中暗骂一声，急忙调动陨落星炎包裹住口腔和侵入的毒素，迅速将其炼化。但就这么一瞬间的迟滞，已被江寒月察觉。他趁机猛地推开方平，踉跄后退几步，唇边带着一丝得逞的冰冷笑容，虽然脸颊依旧潮红，气息不稳，但眼神却充满了快意。登徒子，滋味如何？我的石灵吻，滋味不错吧？现在跪下求饶，我或许可以考虑给你解药。他以为自己终于扳回一城。这石灵吻是他用多种毒物秘制，能迅速腐蚀灵力，麻痹神魂，筑基以下几乎无解。方平晃了晃脑袋，那股晕眩感在陨落星炎的灼烧下迅速消退。他咂咂嘴，脸上非但没有痛苦，反而露出一抹更加危险的笑容。味道不错，就是劲头小了点。在江寒月瞬间变得惊愕的目光中，他闪电般从储物袋中取出一枚色彩斑斓的丹药，看也不看就扔进了嘴里，一口吞下。正是他与穆婉容一同改良强化版后的七情六欲丹。此丹药力霸道无比，他都只敢用来滋养陨落星炎，不敢给人吃。但此刻用来以毒攻毒，冲击那石灵吻的毒性，正好合适。丹药入腹，宛如在滚油中滴入冷水。轰！一股狂暴无匹的洪流瞬间在方平体内炸开，他的皮肤瞬间变得通红，气血奔腾如大河滔滔，阴阳大道经的灵力自主疯狂运转，陨落星炎也被点燃，轰然暴涨。那所谓的石灵吻毒素，在这股霸道无比的能量冲击下，如同阳光下的冰雪，瞬间被冲刷得干干净净，彻底化解。噗！方平甚至张口吐出一小口带着腥气的黑血，那是被逼出体外的残毒。他抬起头，双眼已经变得一片赤红，里面充满了最原始野性的欲望，死死锁定在目瞪口呆的江寒月身上。师姐，看来我们需要好好深入交流一下了。方平的声音变得沙哑。江寒月彻底慌了，他最大的底牌竟然被对方用这种匪夷所思的方式破解了。看着方平那仿佛要将他生吞活剥的眼神，他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惧。他转身就想逃跑，但方平的速度更快，身影一闪，如同瞬移般再次出现在他面前。强大的灵力威压混合着那狂暴的药力，彻底将他笼罩压制。不，你不要过来，此处省略10000字。次日清晨，细微的晨光透过山谷的藤蔓缝隙斑驳地洒落下来，温泉山谷内一片狼藉，无声地诉说着昨夜战争的激烈。原本光滑如玉的岩石有多处崩裂，地面上布满了剑痕掌印，以及一些被强大气浸震出的坑洼。周围的花草灌木更是遭了殃，大片大片的倒伏折断，仿佛被狂风暴雨肆虐过一般。空气中原本氤氲的硫磺气息似乎都淡了不少，反而弥漫着一股奇异的馨香与某种暧昧气息的味道。方平四仰八叉地躺在温泉边一片较为柔软的草地上，陷入了深沉的睡眠。他脸色极为疲惫，但呼吸平稳，嘴角甚至还带着一丝心满意足的弧度。他的右手紧紧攥着，指缝中透出丝丝深蓝色的光芒，正是那颗从江寒月贴身小衣上取下的蓝宝石。即便在沉睡中，他也握得极紧，仿佛那是无比重要的东西。不远处，江寒月已经穿戴整齐水蓝色的长裙依旧，却掩盖不住她眉宇间那抹难以消散的疲惫、屈辱以及一丝难以言喻的复杂风情。她的步伐蹒跚，每走一步，秀眉都会微微蹙起，身体正承受着难言的不适。昨天的方平简直不是人，关键是也没把他当人。他眼神冷冽地看着沉睡中的方平，尤其是他紧握的右手。他尝试着轻轻扳了一下他的手指，想要趁机拿回那颗他认为无关紧要的宝石，但方平即使睡着也攥得死紧，他怕用力过猛会将其惊醒。
想到昨夜这个男人的狂暴，还有那双修带来的修为精进，江寒月的心湖就如同被投入了巨石，波澜起伏。恨吗？当然是恨的，恨他轻薄无礼，恨他夺走清白，恨他掌握着自己的把柄。怕吗？也是怕的。对方实力深不可测，手段层出不穷，自己最引以为傲的暗杀和下毒技巧在对方面前仿佛儿戏。但除此之外，似乎还有一丝连他自己都不愿承认的异样情绪，是那霸道侵略带来的异样刺激，还是双修时灵力交融带来的微妙契合感，亦或是修为精进带来的些许感激。他赶紧摇摇头，将这些荒唐的念头甩出脑海。他是宗门的案子，身负重任，绝不能有丝毫动摇。昨夜是迫不得已的失策，今后必须更加小心。再次看了一眼方平紧握的右手和熟睡的脸庞，江寒月咬了咬唇，最终选择了放弃。一颗无关紧要的宝石而已罢了。他悄无声息地走到方平身边，小心翼翼地从他另一只手的附近取回了那枚记录着他罪证的留影石。仔细检查一番，确认无误后，他长长松了口气。有了这个，至少最大的威胁解除了。至于方平，来日方长，今日之辱他记下了。他最后眼神复杂地瞥了方平一眼，有冰冷，有杀意，有一丝茫然，还有一丝莫名的涟漪。随即转身，忍着身体的不适，迅速地离开了这片山谷。山谷中只剩下方平均匀的呼吸声。那枚蓝色宝石逐渐变得透明，最终彻底融入方平体内，被青木钓竿所吸收。嗡嗡，青木钓竿在意识海中微微震颤，传递出满足的情绪。方平是被意识海中一阵奇异的嗡鸣吵醒的，他猛地睁开眼，发现自己依旧躺在温泉边的草地上，阳光已经颇为刺眼。我睡了多久？他揉着有些发胀的太阳，学坐起身，只觉浑身骨骼噼啪作响，一股前所未有的充沛力量感在四肢百骸间流淌。稍微内视，他顿时一惊，淬气境大圆满，而且并非普通的圆满，气海充盈无比，灵力精纯凝练，周身经脉畅通无阻，无瑕无垢的完美状态。距离那筑基之境真的只差临门一脚。脑海中闪过几日前那疯狂而香艳的画面，方平不由得咂咂嘴，心有余悸。那改良版的七情六欲丹后劲也太猛了，加上阴阳大道经和陨落心炎的催化，效果简直毁天灭的。他记得自己最后几乎失去理智，完全被本能和药力驱使。江寒月那女人怕是差点真散架了。不过这般狂猛的双修带来的好处也是实实在在的，不仅修为暴涨至大圆满，连肉身都被反复淬炼了一遍，变得更加强韧。更重要的是，他摊开右手，那颗深蓝色的宝石已经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那根焕然一新的青木钓竿。此时的钓竿依旧是古朴的青木色泽，但表面多了一些玄奥的银色纹路，如同星辰轨迹，竿身也更加凝实，散发出一种内敛的气息。晋升成功了。关于钓竿的新信息涌入脑海，垂钓间隔延长至7日一次，但每次垂钓有极大概率钓取到更高品级蕴含规则碎片的宝物，并且因为之前沉睡累积了垂钓次数，他现在拥有连续垂钓2次的机会，7天一次，但能钓到更好的东西，不错不小。方平兴奋地搓了搓手，迫不及待地想要试试这升级后的钓竿威力如何。他再次来到温泉边，平心静气，运转太虚钓天经，将那闪烁着星纹的青木钓竿虚影投入无尽虚空。第一次来个给力的，虚空震颤，钓线那头的波动隐晦，却带着一种穿透一切的锐利感。光芒一闪，一柄长剑落入方平手中。此剑长约3尺3寸，剑身狭直，通体呈现一种暗沉的黑金色，并无华丽的光泽，却给人一种沉重如山、锋锐内敛的感觉。剑柄处铭刻着2个古篆小字：陨星。一柄剑。方平握住剑柄，顿时感到手臂一沉。此剑重量惊人，一股信息流入脑海：陨星剑，成长型飞剑，初始品阶为黄阶上品，对应筑基期，可通过吞噬稀有金属、矿石或强者气血不断进阶，潜力无穷。其特性是无比沉重尖锐，自带一丝破法效果，对灵力护盾、阵法有奇效。成长型飞剑，好东西！方平大喜过望，这可比外门那种制式长剑得劲多了。他尝试挥舞了几下，虽略显笨重，但势大力沉，威力绝对不俗。小心翼翼地将陨星剑收起，方平马不停蹄地开始了第2次垂钓。第2次再来个惊喜，钓竿再次探入虚空，这次传来的波动却与上次截然不同，充满了古老、苍凉、磅礴的生命气息。轰！光芒大放，一团无法形容的金色气血之力猛地从虚空中被拽出，竟直接无视方平的阻挡，瞬间没入了他的丹田气海。卧槽！方平只觉得丹田仿佛要炸开一般，一股浩瀚无边、纯粹到极致的肉身力量如同火山爆发，
瞬间席卷了他全身每一个角落。他的骨骼发出炒豆般的爆响，肌肉疯狂撕裂又重组，血液如拱浆般奔腾呼啸，皮肤表面渗出无数黑色的杂质，又被那炽热的气血瞬间蒸发。痛苦，极致的痛苦。但在这痛苦之中，是生命层次的疯狂跃迁。关于这股蛮荒之力的信息浮现脑海，这竟是一缕荒古圣体本源。这是源自太古时期某位以肉身成圣的至高存在遗留下的一丝本源气血，融合后，肉身力量、强度、恢复力将得到难以想象的巨幅提升。气血如龙，对邪祟、心魔有极强抗性，且那方面能力会得到史诗级加强。不知过了多久，那改造的痛苦才缓缓退去。方平瘫倒在地，大口喘息，浑身被一层厚厚的、散发着腥臭的黑色污垢覆盖，但他眼中却充满了狂喜。他猛地握拳，只觉得一拳仿佛能打爆山岳，随意一动，体内气血便轰鸣作响，充满了无穷的力量。视觉、听觉、嗅觉五感变得前所未有的敏锐。最关键的是，他低头看了看自己变大、变长、变粗的某处，以及脑海中那段关于那方面能力的增强。方平的表情变得极其古怪。果然不愧是荒古圣体，这体质简直是为阴阳大道经和开后宫，不是，是为艰苦修行量身定做的啊！他跳进温泉，彻底清洗了一番，换上一身干净衣袍，感受着体内澎湃的肉身之力和更加精进的灵力，只觉得前所未有的好。当方平回到丹峰时，立刻感受到了不同寻常的气氛。穆婉容第一时间找到他，美眸中带着担忧和一丝幽怨：“你这臭小子，这几天跑哪去了？眼看外门大比就要开始了，我还以为你背。”方平看着师尊真情流露的关切，心中微暖，笑着安抚道：“师尊放心，弟子只是偶有所得，找了个僻静地方闭关了几日，修为略有精进。”穆婉容仔细感应了一下，发现方平气息内敛，深不可测，竟然连他都看不透具体修为了，这才松了口气，随即又嗔怪地掐了他一下：“下次再玩消失，看为师怎么收拾你。”另一边，柳如烟远远看到方平安然归来，一直微微蹙着的秀眉不自觉地舒展了些许，心中那丝莫名的担忧悄然散去，但面上依旧是一副温婉疏离的模样，只是对着方平微微颔首，便转身离去。只是转身时，唇角似乎勾起了一抹极淡的弧度。方平挑了挑眉，感觉这位师姐好像没那么排斥自己了。时间紧迫，外门大比就在3天后开启，但方平倒是没什么压力，只是想着消失那么多天，得想办法轰轰楚清哥。他的修为大进，神识也因为钓竿晋升而水涨船高，炼制2品丹药的成功率几乎到了100%。没多久，他又成功炼制出了2颗完美筑基丹，他留下1颗拿给穆婉容售卖，另1颗则带着去了玉竹峰。你还知道来找我？楚清哥撅着小嘴不满道。方平嘿嘿一笑，简单敷衍了几句，旋即将筑基丹取出。看到他送来筑基丹，楚清哥清冷的眸子中闪过一丝波动，轻轻点了点头：“多谢。师姐跟我还客气什么？”方平笑嘻嘻的凑近：“要不师弟再助师姐一臂之力，双修巩固一下修为，以备大比。你来找我，就是为了那事儿？”“当然不是。”“哼，老规矩，我要在上面。”“这回师姐怕是压不住我了。”“呵，就凭你，之前哪次不是本师姐笑到最后？”楚清哥白了他一眼，懒得反驳，转身走向了寝宫深处，而后习惯性的将他推倒在柔软的云床上，裙摆轻旋，便要占据主导。然而这一次，他却感觉自己仿佛撞上了一座如气血烘炉般的山岳。方平只是随意的躺着，那经过荒古圣体本源改造过的身躯，便自然而然地散发出一股磅礴的压迫感，肌肉线条流畅而充满爆炸性的力量，气血运转间甚至带起隐隐的风雷之声。楚清哥用尽力气，那张清冷绝艳的俏脸都憋得微微泛红，却发现身下的方平纹丝不动，反而用一种戏谑的眼神看着他：“师姐，我说了，今时不同往日了。”方平的声音带着笑意，旋即猛地发力，直接便将楚清哥压制在身下。玉竹峰巅，云收雨歇，空气中还弥漫着某种不可言说的旖旎气息。楚清哥瘫软在云床上，脸颊绯红，眼神迷离中透着一丝恍惚，甚至还有点淡淡的恐惧。整整3天啊！他引以为傲的冰肌玉骨差点宣告报废，体内灵力被冲击得七零八落，又在那诡异的阴阳大道经运转下重组，变得异常凝实。不过好处是实实在在的，修为彻底稳固在淬气大圆满，甚至只要他愿意，随时可以尝试筑基。方平则神清气爽，感觉气血奔腾如龙，状态好的能一拳打穿玉竹峰。荒古圣体 YYDS， 他嘿嘿一笑，凑过去吧唧亲了一口：“多谢师姐助我稳固修为，大比之时，师弟定不给师姐丢脸。”
楚清歌有气无力地白了他一眼，挥挥手示意他快滚蛋。外门大比要紧，他也得赶紧调息，不然等会儿被人看出腿软就社死了。方平志得意满，脚下生风地赶往大比广场。玄天圣地外门广场，人山人海，数千外门弟子聚集于此，空气中弥漫着紧张、兴奋，还有浓浓的八卦气息。高台上坐着几位气息深沉的内门长老和执事，个个表情严肃，决定着台下菜鸟们的命运。方平低调潜入丹峰弟子区域，立刻被一道和蔼可亲的目光锁定。臭小子，还知道回来？穆婉容表面生气，实则松了口气。他今天穿了庄重的长老服，但那傲人身材根本藏不住，周围目光嗖嗖地往这边瞟。师尊放心，弟子准备好了。方平传音道，自信满满。穆婉容感知到他内敛却磅礴的气息，美眸闪过一丝惊异，随即欣慰点头，量力而行，打不过就认输，不丢人。另一边，柳如烟也瞥了方平一眼，眼神复杂。几天不见，这位师弟气息更深邃了，让他不禁想起那日湖边的尴尬，耳根微微发热，赶紧移开视线。哼，靠着女人和丹药堆上来的修为，也敢来大比，丢人现眼。一个刺耳的声音响起，充满了酸味。方平掏掏耳朵看去，哦，是气风首席弟子李杰飞，柳如烟的著名舔狗。因女神多看了方平2眼，而长期酸成了柠檬精，淬气境大圆满，怕是磕了不下10颗极品凝气丹吧。丹峰长老的私藏弟子就是不一样啊。另一个阴恻恻的声音传来，说话的是灵兽峰的侯森，尖嘴猴腮，以驾驭毒藤猴著称。他和方平无冤无仇，但谁让方平和灵兽峰小仙女苏妙可关系好？整个灵兽峰的男弟子都快酸成腌菜了。武灵根的废物，根基虚浮，就算堆到大圆满，也是同阶最弱。遇上我，一招就让你原形毕露。李杰飞抱着膀子大声嚷嚷，成功吸引了一波吃瓜群众的目光。方平内心毫无波澜，甚至有点想笑。嗑药，他这根鸡药是虚浮，这帮人的灵力怕是豆腐渣工程。荒古圣体加持下的武灵根大圆满，灵力总量和精纯度堪比筑基初期好吗？抽签结果公布，方平第1轮轮空。靠，这小白脸走了什么狗屎运？李杰飞当场破防，感觉憋了半天的大招打空了。侯森也酸溜溜道，便宜他了，让他多蹦跶一会儿。台下议论纷纷，都觉得方平运气逆天。方平自己也乐了，也好，省点力气，正好观察对手。他目光扫过擂台，看到柳如烟正在对战一个扶风弟子。他打得并不轻松，但身法灵动，碧水剑法运用纯熟，最终单火偷袭了一波取胜。下台时他气息微乱，对着方平的方向微微颔首。师姐厉害。方平笑着拱手。柳如烟轻轻摇头，走到一旁调息，只是心跳有点快，绝对不是因为他。第2轮，方平再次轮空。妈的，没天理了！这废物难道买通了执事长老？李杰飞眼红的要滴血，连续轮空等于保送前列，这运气也太离谱了。哼，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可惜是孱弱的实力。侯森也是酸溜溜道。高台上，执事长老检查了一下签筒，确认没问题，只能归咎于方平运气实在逆天。此时江寒月也来到了广场，他因身体抱恙没参加大比，纯粹是来看热闹，和丁某为冤家。他一袭青裙，身姿曼妙，眼波流转间风情万种，吸引无数男弟子目光。他的视线在方平身上停顿片刻，那几天的散架回忆涌上心头，让他腿根发软，下意识夹紧双腿。听到李杰飞等人的嘲讽，他红唇微瞥，闪过一丝不屑。亲身体验过方平根基的他表示，那根鸡渣实的能当地基打好吗？江寒月身边围着几个殷勤的外门弟子，其中剑锋的赵晴最为显眼，他修为淬气大圆满，老爹是内门长老，标准修2代。见女神似乎多看了方平2眼，顿时醋意大发，眼神冷了下来。江寒月也察觉到了这一点，似无一般轻叹，那位丹峰的方师弟运气可真不错呢，只是不知实力是否配得上这份运气。这话简直是火上浇油，瞬间点燃了赵晴的嫉妒之火。方平感受到莫名敌意，一看江寒月那挑事的眼神就懂了，这女人绝对是故意的。祸水东引玩的挺溜啊。终于第3轮，方平的好运到头，迎来了第一个对手，灵兽峰天才张通。张通修为淬气9层巅峰，但真实战力大半在他的灵兽闪电豹身上。那豹子体型矫健，额生独角，速度奇快，堪比淬气大圆满体修。方平是吧？遇上我，你的好运到头了。张通自信满满的拍拍闪电豹，认输吧，免得我的宝贝儿不小心撕碎你。你这吃药上来的身子经不起折腾。闪电豹配合的低吼龇牙，兽瞳锁定方平。台下李杰飞、侯森等人顿时高潮了，哈哈，看他还怎么躲。张师兄，给他点颜色看看。
闪电豹的速度可不是他那肾亏身子能跟上的。方平瞥了眼闪电豹，灵兽封弟子加灵兽确实难搞，相当于1打2。好的，请看新增的桥段，已融入原文相应位置。裁判长老一声令下，比试开始。张通手掐法诀，命令闪电豹进攻，同时他自己也祭出一柄飞剑，从旁侧应。嗖！闪电豹化作一道银色电光，速度快的只在众人眼中留下一抹残影，带着凌厉的劲风急扑向方平面门。这一扑若是落实，足以开碑裂石。台下响起一阵惊呼，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李杰飞、侯森等人脸上已露出胜利在望的讥笑。然而面对这凶悍无匹的一击，方平的反应却让所有人大跌眼镜。他竟不闪不避，不，他动了，但并非众人预想中的狼狈躲闪或硬碰硬对攻，只是脚下极其微妙的一错，身体以一个毫厘之差的角度，堪堪让那利爪贴着胸前的衣襟划过。劲风割面，方平甚至能闻到闪电豹口中的腥气。速度还行，就是准度差了点。方平甚至还有空点评一句：哗！台下瞬间一片哗然。躲开了，懵的吧？肯定是运气，这怎么可能？那可是闪电豹的全力扑击。张通瞳孔一缩，脸上得意的笑容僵住，厉声喝道：宝贝儿，别玩了，用雷闪！那闪电豹低吼一声，额间独角微光闪烁，速度竟再次暴涨，化作一道真正的闪电，围绕着方平疯狂攻击，爪影、尾鞭、撕咬，攻势如同疾风骤雨，瞬间将方平的身影淹没。台下众人只能看到一团银光裹住一道轻影。场面上看去，方平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地步，只能不断依靠那种看似惊险万分的身法进行闪避，毫无还手之力。哈哈哈！我就说他是运气，原形毕露了吧？李杰飞大笑，哼，躲得了一次，还能躲100次，落败是迟早的事。侯森也冷笑。高台上几位长老也微微颔首，显然也认为方平落败只是时间问题。就连一直淡定的穆婉容，袖中的手也不自觉地握紧了。然而无人注意到，在那令人眼花缭乱的攻防中，方平的眼神始终平静如水，甚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戏谑。每一次闪避都妙到毫巅，看似狼狈，实则那闪电豹的每一次攻击都差之毫厘，看似惊险，却完全掌控着节奏。速度测试完毕，抗打击能力吗？算了，这身杂役服就这一件，挠坏了没得换。方平心中嘀咕，已然对对手的实力有了清晰判断。就在所有人都以为他下一刻就要被撕碎时，方平动了，闪转腾挪间，手腕一翻，一枚不起眼的丹药出现在指尖。方平屈指一弹，那七情六欲丹射向一人一豹。嘿，溜了你这么久，也该换我了吧？方平嘴角勾起一抹弧度，笑容灿烂。现在换我1打2了。正欲再次扑击的闪电豹猛地一僵，兽瞳瞬间变得赤红。他发出一声怪异而狂躁的嘶吼，原本锁定的目标方平似乎失去了吸引力。他猛地转头，看向了离他更近、气息更熟悉的主人张通。张通正操控飞剑，见状大惊：小黑，你怎么了？目标是他。他试图通过契约强行控制灵兽，但那股狂躁的本能欲望早就冲垮了闪电豹的理智。吼！闪电豹狂吼一声，竟然猛地扑向了张通。卧槽！张通魂飞魄散，再也顾不得攻击方平，狼狈不堪地抵挡着自己灵兽的疯狂攻击。一时间，擂台上鸡飞狗跳，张通被自己的灵兽追得抱头鼠窜，衣衫被撕裂，身上多了好几道血痕。可他丝毫不敢停下。作为灵兽封弟子，他怎么不明白闪电豹此时想对他做什么？那武器都快戳到他的头了，要是躲闪不及的话，一世英名都得毁了。全场目瞪口呆，发生了什么？灵兽反噬，这也太离谱了。高台上的长老们也都面露惊容，他们自然看出了那淡淡的粉色雾气，但却不明白为何效果如此诡异霸道，竟能瞬间让以忠诚著称的契约灵兽反噬其主。是毒丹吗？不对，那种波动，七情六欲丹。一位丹峰长老眼前一亮，这小子太聪明了，以七情六欲丹强行催动灵兽情欲，使其反噬主人。看来以后灵兽峰的灵兽都得挨一刀了。闻言，灵兽峰长老脸色不太好看。方平这一手太狠了，要是以后不做出应对的话，他灵兽峰弟子全得栽在那一枚七情六欲丹上。最终，张通为了自保，不得不强行激活契约，将发狂的闪电豹收回灵兽袋，自己也灵力大耗，身上挂彩，面色惨白的认输，看向方平的眼神充满了惊恐。裁判长老愣了片刻，才宣布胜者丹峰方平。台下寂静片刻，顿时炸开了锅。这就赢了？他到底做了什么？投机取巧，
卑鄙无耻！李杰飞跳脚大骂，竟然用这种下三滥手段暗算灵兽。侯森也附和，就是毫无真本事，下一轮他必败无疑。方平拍了拍手，走下擂台，对周围的议论和骂声充耳不闻，心里暗爽。七情六欲单配陨落星年，对付灵兽果然有奇效。江寒月美眸中异彩连连，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笑容，还真是总能给人惊喜呢。闻言，他身边的赵晴脸色更黑了，认为方平只是走了狗屎运，手段龌龊，更加配不上江寒月的关注。接下来的比试，柳如烟再次凭借大成碧水剑法战胜了一名强敌，但也受了些轻伤。楚清歌也轻松晋级，他淬气大圆满的修为在外门中堪称碾压。第4轮，方平的对手正是那位被江寒月引动了嫉妒之心的剑锋弟子赵晴。方平，你的好运到此为止了。赵晴跳上擂台，长剑直指方平，淬气大圆满的气势毫无保留地释放开来，带着凌厉的剑意，我会让你知道，靠歪门邪道和女人是走不长远的。磕要磕上来的大圆满，在我面前不堪一击。台下支持者众多，纷纷为赵晴叫好。赵师兄教训他，让他现出原形。李虎、侯森等人更是兴奋，等着看方平被暴打。高台上几位长老也微微摇头，认为方平也就到此为止了。单锋对剑锋本就是毫无胜算，何况赵晴家学渊源，剑法不俗。江寒月则一副看好戏的样子，似乎很期待方平吃瘪。方平叹了口气，他又不是什么坏人，怎么所有人都想看他挨打？他慢悠悠地走上擂台，手中光芒一闪，出现那柄暗沉黑金色的陨星剑。剑，赵晴嗤笑，你以为拿了把剑就是剑修了？废物就是废物。方平没说话，只是轻轻抚过陨星剑的剑身。此剑极重，但它融合荒古圣体本源后，肉身力量暴涨，挥舞起来正好合适。裁判宣布开始，赵晴率先发动攻击，剑光如虹，带着锐利的精细凌厉，直刺方平面门。这一剑速度极快，威力十足，显然是想一招秒杀，狠狠羞辱方平。台下众人仿佛已经看到方平剑断人伤的场面。然而面对这凌厉一击，方平只是简单的一个侧步，手腕翻转，陨星剑以一个看似笨拙却恰到好处的角度向上撩去。吭一声刺耳的金铁交鸣，赵晴只觉得一股难以想象的巨大力量从对方剑上传来，震得他虎口发麻，长剑几乎脱手。他灌注其中的灵力，竟被那黑沉沉的剑身直接震散大半什么。赵晴大惊失色，连连后退，才化解掉那股巨力。他看向方平手中的陨星剑，眼神惊疑不定。那是什么剑？怎会如此沉重坚硬？方平得势不饶人，一步踏出，地面微微一震。他双手握紧陨星剑，施展的却并非任何高深剑法，而是最基础、最烂大街的清风剑术。但就是这些基础剑式，在他手中却化腐朽为神奇。每一剑都是大力沉，如同狂风暴雨，没有丝毫花哨，主打的就是一个一力破万法。关键每一剑还都带着陨星剑自带的破法特性，轻易便将赵晴的凌厉防御撕裂。叮叮当当，擂台上火星四溅，赵晴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只能拼命格挡。每一次碰撞都让他手臂酸麻，气血翻腾，节节败退。他华丽的剑招在方平那化繁为简、大巧不工的剑术面前显得破绽百出，苍白无力。化境级的清风剑术。高台上一位剑锋长老猛地站起身，脸上满是震惊，将这基础剑术练至圆满融通，返璞归真。这需要何等恐怖的练习量和剑道天赋？他真的是武灵根，真的是药罐子。台下鸦雀无声，所有人都被一幕惊呆了。李虎张大了嘴巴，侯森瞪大了眼睛，仿佛见了鬼一样。江寒月红唇微张，眼神复杂。楚清歌嘴角微不可察地扬起一抹弧度。柳如烟美眸闪烁，看着擂台上那挥舞重剑、气势磅礴的身影，心中泛起波澜。不可能，你不过是丹峰弟子，力量怎么可能比我还强？灵力怎么可能如此凝练？赵晴心态崩了，发出怒吼。他无法接受自己被一个药罐子用清风剑术压着打的事实。方平终于开口，声音平静：谁告诉你淬气境就不能灵力凝练了？谁告诉你武灵根就一定弱了？话音未落，他体内气血轰然爆发，如同蛮龙苏醒，淬气境大圆满的灵力波动毫无保留地释放而出。那灵力的精纯度和总量，以及那磅礴气血带来的压迫感，竟让赵晴生出了面对筑基境的错觉。这灵力好生精纯浑厚，完全不像是嗑药上来的。还有那气血，他是体修吗？台下惊呼声此起彼伏。先前嘲讽方平根基虚浮的人，此刻只觉得脸上火辣辣的疼。这要是虚浮，那他们的根基算什么？豆腐渣吗？赵晴被方平的气势所摄，
心神失守。方平抓住破绽，允心剑一个简单的直刺，却快如闪电，重若山崩。砰！赵晴的护体灵光瞬间破碎，剑身拍在他的胸口，将他直接砸飞出去，重重落在擂台之下，喷出一口鲜血，昏死过去。全场寂静，裁判长老深吸一口气，高声宣布：胜者丹峰方平。这一次再无人敢轻易出声嘲讽。众人看向方平的目光充满了震惊以及深深的忌惮，这家伙不仅运气好，手段诡异，居然还有如此扎实的根基和恐怖的剑术基础。武林根什么时候这么猛了？他一个丹峰弟子，剑术造诣竟比剑锋首席弟子还高。方平收剑而立，还极为骚包的挽了个剑花。李虎、侯森等人脸色铁青，像是吃了苍蝇一样难受，却再也说不出嘲讽的话，只能暗自咬牙，祈祷决赛柳如烟或者楚清歌能狠狠教训他。决赛如期而至，或许是命运安排，最终站在决赛擂台上的正是方平和柳如烟。柳如烟险胜楚清歌，但伤势未愈，灵力消耗巨大，气息有些不稳，而方平则连战连胜，气势正盛。但方平想的不是如何赢，而是如何输得漂亮，输得合理。根据圣地规矩，新晋外门弟子即便夺得大比第一，也不可能在1年内直接晋升内门，这是为了打磨根基，防止好高骛远。既然如此，这个第一对他而言无非是多些奖励，不如做个顺水人情，送给柳师姐。他的目标是今年进入内门，更需要这个荣誉和后续的资源。比赛开始，柳如烟明知不敌，却依旧眼神坚定，施展出碧水剑法，主动进攻，剑光如绵绵细雨，试图将方平包裹在内。方平手持陨星剑，并未全力进攻，只是看似笨拙的格挡、闪避，偶尔反击也控制在柳如烟能承受的范围内，像是在喂招，又像是在试探。台下众人看得有些疑惑，方平在干嘛？怎么不全力出手？难道怜香惜玉，还是灵力耗尽了？柳如烟冰雪聪明，很快察觉到了方平的意图，他是在故意相让，想让他赢。一股难以言喻的情绪涌上心头，有感激，有温暖，但更多的是一种被轻视的刺痛和倔强。他柳如烟不需要别人让，尤其是他曾经被他看作骗子的方平。他咬紧银牙，攻势骤然加紧，甚至不惜燃烧气海，强行提升灵力，剑势变得凶猛凌厉起来。方平微微皱眉，看出了这位师姐的倔强，心中无奈，他只好稍稍加力，陨星剑势大力沉，几次碰撞便震得柳如烟手臂发麻，长剑几乎脱手，但他依旧死死握住，眼神执拗，一次次重新攻上。这一幕赢得了台下不少人的敬佩。柳师姐好样的，就是这样，干死方平。方平心中叹息，要是再打下去，柳如烟非得根基受损不可。他不再犹豫，准备找个机会卖个破绽，假装被击落擂台。然而就在他故意露出一个微小破绽的瞬间，柳如烟却突然收剑后退。他看着方平，美眸中情绪复杂，深吸一口气，朗声道：我认输。全场愕然，方平也愣住了。柳如烟对着裁判长老和方平微行了一礼，转身径直走下擂台。他感受到了方平的好意，但他有自己的骄傲。他可以接受失败，但不能接受施舍来的胜利。方平的实力远胜于他，这个第一本该是他的，而他会靠自己继续向前。裁判长老怔了怔，随即宣布决赛胜者丹峰方平，本届外门大比第一名方平。结果宣布，台下反应各异，丹峰弟子欢呼雀跃，穆婉容笑得花枝乱颤，倍感有面子。楚清歌冷哼一声，嘴角却有一丝笑意。江寒月目光闪烁，不知在想什么。李杰飞、侯森、赵晴等人则是满脸不甘和怨恨，咬牙切齿，不过是仗着兵器之力和师姐相让，哼，侥幸罢了。根基虚浮，到了云灵秘境，有他好看。没错，云灵秘境可不是擂台比武，那里危机四伏，看他还能不能这么嚣张。高台上，长老开始颁发奖励。作为大比第一，方平获得了一枚珍贵的云灵秘境通行令牌，一瓶有助筑基的紫心破障丹，以及一次进入藏经阁挑选玄阶功法的机会。方平，你虽为武林根，但根基之扎实，远超同柴，更将清风剑术炼至化境，实属难得。主持长老勉励道：望你戒骄戒躁，勤修不坠。云灵秘境10日后开启，期内机缘与危险并存，好生准备。多谢长老教诲，弟子谨记。方平接过奖励，特别是那枚秘境令牌，心中火热。台下目光各异，有羡慕，有嫉妒，有敬畏，也有如李杰飞、侯森之流毫不掩饰的怨毒。哼，走了狗屎运的家伙。李杰飞啐了一口，云灵秘境里可不是擂台，看他怎么死。没错，秘境之内，生死各安天命。
我们走着瞧。侯森眼神阴狠的附和。赵琴也被人搀扶着，脸色苍白，却依旧死死盯着方平，眼中满是屈辱和不甘。外门大比钱时都可获取云灵秘境入场资格，到时再将这笔账一起收回来。方平对他们的狠话充耳不闻，跳下擂台，径直走向正准备离开的柳如烟。柳师姐，方平叫住她。柳如烟脚步一顿，没有回头，声音轻了：恭喜方师弟夺得第一。还有事。看着他略显清瘦却挺得笔直的背影，方平知道这位师姐心气极高，今日认输对他而言绝非易事。师姐刚才似乎灵力反噬，伤势不轻，我略通医道，或许可以帮师姐看看。方平语气诚恳。柳如烟微微侧头看了他一眼，眼神复杂。不必了，一点小伤，我自己能处理。说完便要离开，方平却一步上前，挡在他面前，目光直视着他。师姐是怕欠我人情，还是不信我的医术？他的目光清澈而坚定，带着一种不容拒绝的意味。柳如烟与他对视片刻，看到他眼中的坚持，又感受到体内确实翻腾不休的灵力暗伤，最终微微偏过头，低声道：随你吧。方平脸上露出笑容，做了个请的手势。师姐，请移步单房。两人一前一后离开广场，引得众人又炸开了锅。不是，她不是楚师姐的道侣吗？怎么又跟柳师姐搞到一块儿去了？该死的方平，外门四大天之娇女，你难道还想一个人霸占不成？还好，如今江寒月师姐并未与其产生瓜葛。哼，江师姐何等清高，怎会看上她那个泥腿子？闻言，台下正准备离去的江寒月娇躯一颤，狠狠剜了方平一眼。丹峰，方平的专属洞府内，柳如烟盘膝坐在蒲团上，微微闭目。方平站在他身后，手指轻轻点在他背心几处大穴，精纯的灵力缓缓渡入，探查着他的伤势。越是探查，方平眉头皱得越紧。柳如烟体内的伤势比看起来要重得多，不仅是因为强行燃烧气海导致经脉受损，更严重的是他气海深处沉积着不少未能完全炼化的丹毒。这些丹毒平日潜伏，一旦灵力剧烈消耗或受伤，便会加剧伤势，阻碍恢复。长此以往，甚至会损伤根基，影响未来道途。师姐，你……方平声音带着一丝凝重，你平日修炼是否过于依赖丹药？而且服用的大多是品质不佳的丹药。柳如烟娇躯微微一颤，沉默了片刻，才低声道：我天赋寻常，若无丹药辅助，如何能追上他人步伐？又如何完成心中所愿？他的语气中带着一丝苦涩和无奈。方平瞬间明了，柳如烟出身似乎并不显赫，一切资源全靠自己争取，为了快速提升实力进入内门，定然是服用了大量廉价丹药，才积累了如此多的丹毒。唉，都是苦命人啊。师姐，信我吗？方平沉声道：我有办法替你驱除这些丹毒，修复经脉暗伤，但过程可能会有些特别。柳如烟睁开美眸，眼中闪过一丝犹豫，但看着方平那认真的眼神，最终还是轻轻点了点头。有劳师弟了。方平不再多言，深吸一口气，丹田内的陨落星炎分出一缕极其细微的火苗，顺着他的指尖缓缓渡入柳如烟体内。他浑身香汗淋漓，衣裙很快被浸湿，紧紧贴在身上，勾勒出惊心动魄的曲线。皮肤泛起诱人的粉红色，呼吸变得急促，贝齿死死咬着下唇，努力不让自己发出更羞人的声音。不知过了多久，柳如烟身体猛地一颤，张口吐出一小口黑色淤血。随着这口淤血吐出，他只觉得浑身一轻，仿佛卸下了千斤重担，原本滞涩的灵力变得畅通无阻，甚至更加精纯活泼。陨落星炎不仅炼化了丹毒，更将他经脉淬炼了一遍。柳如烟缓缓睁开眼，美眸中充满了震惊。他卡在淬气9层巅峰许久的瓶颈竟然松动了，而且根基似乎比受伤前更加稳固。方师弟，多谢。他声音有些沙哑，带着一丝动人的慵懒，看向方平的眼神彻底变了，再无丝毫怀疑和疏离，只剩下浓浓的感激和一丝异样的情愫。这位师弟并不像他之前想的那般不堪。方平笑了笑，递过一瓶丹药。师姐根基暗伤已除，用这瓶完美玉髓丹温养几日，修为当可更上一层楼。柳如烟接过丹药，指尖与方平触碰，两人都是微微一颤，丹房内的气氛瞬间变得暧昧起来。柳如烟看着方平近在咫尺的俊脸，看着他额角的汗珠和略显苍白的脸色，想到他为自己耗费如此心力，自己此前却那样误会他，柳如烟心中最柔软的地方被触动。他修炼至今，拒绝过无数诱惑，凭借道心一路坚守，但此刻心中却是波澜起伏。方平看着他眼中浮现挣扎，忽然俯身在他绯红的侧脸上轻轻吻了一下。柳如烟娇躯剧颤，如同触电般猛地向后缩去，俏脸瞬间红透，眼神慌乱。你，这是诊费。
方平嘴角上扬，不等柳如烟发作，便起身道：“师姐好好休息，师弟我先告退了。”说完，溜得比兔子还快。柳如烟捂着发烫的脸，看着方平消失的背影，心跳如鼓。那被亲吻的地方仿佛燃起了一小簇火苗，烧得他心慌意乱。他竟然被偷亲了。可是为什么心里除了羞恼，还有一丝淡淡的甜意？他用力甩甩头，将那些乱七八糟的念头压下，但嘴角却不受控制的微微扬起。接下来的几日，方平的生活规律而充实。白天在玉竹峰指导楚清歌修行，输给柳如烟后，这妮子状态有些低迷。晚上则进行着赚钱大计，熬夜炼丹。后半夜便去探望师尊穆婉容，修为和实战经验都在稳步提升。他与柳如烟的关系也变得微妙起来。柳如烟不再刻意回避他，但每次见面眼神都有些闪躲，脸颊微红，倒是比以前那副温婉疏离的样子生动了许多。方平也不急于一时，偶尔言语上调戏几句，看他羞恼的样子，觉得甚是有趣。这位师姐的心房似乎正在一点点被攻破。这日，方平正在丹房研究丹方，忽然心中一动，察觉到有人靠近。来人身法诡异，气息隐秘，若非他神识强大，几乎无法发现。谁？方平淡淡开口。一道窈窕身影如同鬼魅般无声无息地出现在丹房内，正是江寒月。他依旧那副带着书卷气、不食人间烟火的模样，但看向方平的眼神却比之前复杂了许多。方师弟，别来无恙。江寒月咬着银牙道。江师姐大驾光临，有何指教？方平放下手中东西，好整以暇地看着他。这女人主动找上门，肯定不是来切磋实战的。江寒月轻轻挥手，布下了一个隔音结界，这才道：方师弟快人快语，那我便直说了。云林秘境危机四伏，单打独斗，纵然实力强横，也难免遭遇不测。我想与师弟合作。合作？方平挑眉，师姐为何找我？我们似乎不太熟吧？江寒月闻言，牙都快咬碎了。不太熟？身子被你看光了，清白也被你夺走了，现在来一句不太熟？果然，男人没一个好东西。江寒月强忍怒气道：师弟何必明知故问？你知道我的秘密，我自然要找最能信任的人合作，不是吗？更何况师弟实力深不可测，正是最佳的合作伙伴。他顿了顿，压低声音：我知道秘境中一处可能存在地脉灵乳的隐秘之地，但那里有强大禁制守护，我一人难以破除。若师弟愿联手，所得灵乳，我们平分如何？地脉灵乳。方平心中一动，这正是他天道筑基所需的关键之物。穆婉容也只是知道秘境中有，却不知具体位置。这江寒月来历神秘，果然知道不少秘密。听起来不错。方平不动声色，但我怎么知道师姐你不是想借刀杀人，或者卸磨杀驴呢？江寒月似乎早料到他会这么问，取出一张古朴的兽皮卷轴，此乃心魔契约，你我可在其上留下神魂烙印，约定秘境中互不为敌，精诚合作，共取灵乳。若有违背，心魔反噬，道途尽毁。心魔誓言，这在修真界是极重的誓言。方平仔细检查了契约卷轴，确认无误后沉吟片刻。风险与机遇并存，江寒月此女心机深沉，手段狠辣，与其合作无异于与虎谋皮。但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入虎穴？呸！地脉灵乳的诱惑实在太大，而且他有诸多底牌在手，未必就怕了他。好，我答应你。方平最终点头。两人各自逼出一滴精血，融入契约卷轴，并留下神魂烙印。卷轴无火自燃，化作两道灰芒，分别没入两人眉心，契约成立。江寒月脸上露出笑容：合作愉快，方师弟。说完，他身影再次如同鬼魅般消失，来无影去无踪。方平看着他消失的地方，目光深邃，真是越来越有意思了。除了已知的敌人，现在又多了一个心思难测的合作伙伴。方平夺得大比第一后，并未像旁人想象的那般志得意满，或是急于巩固修为。相反，他变得更加深居简出，几乎整日泡在自己的丹房里，连楚清歌和穆婉容那里都去得少了。外界纷纷猜测，这位新晋榜首是在为危机四伏的云林秘境做最后的准备。毕竟秘境之中可不再有大比规则的保护，实力稍逊或是准备不足，很可能便是生死道消的下场。李虎、侯森等人更是恶意揣度，临时抱佛脚罢了，区区7天还能翻天不成？哼，最好他闭关走火入魔。闭关的第7日，方平并未苦苦修炼，而是悄然来到了后山那处熟悉的灵泉边异世海中，青木钓竿的垂钓次数已然刷新。干兄，这次给点靠谱的，秘境就要开了，来张保命的底牌吧。方平心中默念，郑重地将钓竿投入无尽虚空。这一次，
虚空的震颤感尤为奇特，没有剧烈的能量波动，反而是一种极其内敛的沉寂。光芒一闪，一张看起来颇为破旧，甚至边角都有些残损的黄色符箓轻飘飘地落入方平手中。符箓材质非纸非薄，触手冰凉，上面勾勒着一种极其复杂的文字。整张符箓暗淡无光，没有丝毫灵力波动外泄，就像民间道士画废了的普通黄符。就这，方平愣了一下，反复查看，甚至输入一丝灵力试探，符箓依旧毫无反应。老伙计，你这咋越来越抠搜了？就给张破符？方平忍不住吐槽，但很快太虚吊天经反馈来的信息却让他心头一震。湮灭剑符激发后可释放出一缕湮灭剑意，有湮灭万物之威。信息极其简短，却带着一种令人心悸的霸道。湮灭万物。方平看着手里这张卖相极差的符箓，小心翼翼地将它收入储物袋最深处，与那几件原味收藏品分开存放。希望用不上你吧，他嘀咕一句，心里却踏实了不少。收起符箓，方平并未立刻返回丹房，而是转身朝着柳如烟的住处走去。这7日，他并非完全在闭关修炼，而是花了不小的心思和珍贵的药材，成功炼制出了一炉2品丹药——冰心运脉丹。此丹不用于提升修为，而是专门温养经脉、澄澈心神、驱除杂念的极品辅助灵丹，尤其适合柳如烟这种根基略有瑕疵的修士，品质毫无意外达到了完美级别。对他自己而言，淬气境已真至真正大圆满无瑕之境，境无可境，除非找到地脉灵乳完成天道筑基，否则修炼意义不大。这7日闭关，几乎全部时间都用来炼制这冰心运脉丹了。来到柳如烟清雅的小院外，几日不见，柳如烟气色已然大好，修为似乎更显精进，显然方平之前的疗伤效果显著。他看到方平，脸上先是闪过一丝欣喜，随即又恢复平静，只是眼底的笑意藏不住。方师弟，你闭关结束了？柳如烟看向方平，语气带着一丝关切。方平笑了笑，也没多解释，直接从储物袋中取出一个寒气缭绕的玉瓶，递了过去。师姐，给你的。柳如烟疑惑地接过玉瓶，拔开瓶塞一丝缝隙，顿时一股沁人心脾的冰凉药香溢出，让他精神一振，体内灵力都仿佛变得更加活泼顺畅。他倒出丹药，看到那枚通体冰蓝、散发着纯净光晕的丹药时，美眸瞬间瞪大，失声道：“这是完美品质的冰心运脉丹，2品丹药。”他精通丹道，岂会不知此丹的珍贵？尤其是完美品质，其价值远超普通2品丹药，对稳固根基、净化灵力有奇效，正是他目前最需要的东西。师弟，这太珍贵了，你拿回去吧。柳如烟第一反应便是拒绝，如此灵丹，方平必然耗费了巨大心血和珍贵药材。方平却摆摆手，语气轻松的像送出一颗糖豆，闲着没事练着玩的，正好适合师姐你用，跟我还客气什么？闲着没事练着玩，练着玩就能练出完美2品丹。柳如烟握着那冰凉如玉的丹药，看着方平那复魂不在意的样子，再想到这7日外界关于他紧张备战的传言，心中最柔软的地方被狠狠击中了。他竟然在秘境开启前如此宝贵的最后关头，没有为自己谋划，反而耗费心神，专门为他炼制了如此贴合的珍贵丹药。一股难以言喻的感动瞬间充斥了柳如烟的胸腔，鼻子竟有些发酸。他修炼至今一路坎坷，凡事皆靠自身争取，何曾被人如此细致的放在心上，如此不计回报的对待过？尤其是方平这般轻描淡写的态度，更显得这份心意弥足珍贵。师弟，柳如烟抬起头，美眸中泛起水光，充满了复杂的情绪，有感激，有感动，更有一种悄然滋生的情愫。谢谢你，真的。声音竟有些哽咽。方平看着他这副模样，倒是愣了一下，他没想到一颗丹药能让这位一向自持的师姐反应这么大。他下意识地抬手想擦擦他似乎有些湿润的眼角，柳如烟却微微偏头避开了他的手，俏脸泛起红晕，低声道：“我没事，丹药我收下了，这份情我记下了。”他紧紧握着玉瓶，仿佛握着世间最珍贵的宝物。师姐喜欢就好。方平笑了笑，也收回手。秘境明日开启，师姐好生调整状态，我们秘境中也好有个照应。柳如烟轻轻点头，声音细若文瑞。方平又叮嘱了几句，便转身离开。看着方平离去的背影，柳如烟站在原地许久许久。晚风吹起她的裙摆和发丝，她却浑然不觉。原来被人放在心上是这种感觉，原来她并非表面看上去那般玩世不恭。一个前所未有的念头在她心中悄然生根发芽。事业月华如水，方平正在盘膝打坐，将自身状态调整至巅峰，以备明日秘境之行。忽然房门被轻轻叩响，方平神识一扫，微微一愣，
门外站着的竟是去而复返的柳如烟。她似乎沐浴过，发丝还带着湿润的水汽，换了一身更显柔美的浅紫色衣裙，身上散发着淡淡的馨香。月光下，她俏脸微红，眼神中带着一丝紧张、羞涩，却又有着一种异常的坚定。师弟，她声音微颤，似乎鼓足了勇气。我能进来吗？当然。片刻后，方平喘着粗气。师姐，我能进来吗？次日清晨，方平意气风发地出现在集合地点，柳如烟跟在他身后半步。虽然努力保持着平静，但那眉眼间的春色、微微红肿的樱唇，以及看向方平那带着羞恼的眼神，足以说明许多问题。该死，怎么就稀里糊涂的与方师弟做了那种事情？柳如烟心情复杂至极，他是知道方平与师尊的关系的，而且方平跟楚清歌还是明面上的道侣，他这都不算第三者，得排到小四了。柳如烟啊，柳如烟，你这是怎么了？此前即便内门师兄抛来橄榄枝，自己都不假颜色，可方平身上似乎有种魔力，让他不知不觉中便沦陷了。方平感受到身后柳如烟那复杂纠结的目光，心里跟明镜似的。他当然知道这位师姐在纠结什么，但他方平是那种会被世俗眼光束缚的人吗？显然不是。他故意放慢脚步，等柳如烟跟上，然后凑近他耳边，用只有2人能听到的声音低笑道：师姐，昨晚可是你主动敲的门，现在后悔可晚了。温热的气息喷在耳垂上，柳如烟顿时从脖梗红到了耳根，又羞又气，狠狠瞪了他一眼，脚下加快步伐，走到前面去了，只留给方平一个带着怒气的背影。方平嘿嘿一笑，也不在意，目光扫向秘境入口处那些老熟人，李杰飞、侯森、赵琴这几个货果然凑在一起，眼神跟淬了毒似的盯着他，嘴里还不干不净的嘀咕着什么，不用猜都知道是在放狠话。方平直接选择性无视，几个跳梁小丑罢了，秘境里别来惹他，不然他不介意帮他们提前体验一下轮回的滋味。高台上那位紫霞峰陆执事眼神冷冽，看他就像看一个死人。方平撇撇嘴，心里盘算着这老阴笔肯定在秘境里安排了惊喜等着他。另一边，江寒月倒是给了他一个意味深长的眼神。方平微微颔首，算是打了个招呼。地脉凌辱，他志在必得，至于合作嘛，各凭手段咯。众人后方，楚清歌依旧是那副清冷样子，但方平敏锐地察觉到他目光在自己和柳如烟之间扫了一下，虽然很快移开，但那瞬间的温度好像又降了几度。后院有点起火的前兆。苏妙可最是活泼，东张西望，看到方平后立刻兴奋地挥手，要不是被他身边一位面色严肃的老者拉着，估计能直接跑过来。各方人马到齐，一位主持秘境事宜的内门长老上前，声音洪亮，压过所有嘈杂。肃静，云林秘境即将开启，此乃我玄天圣地之重要资源地，亦是尔等之莫大机缘。然机缘往往与危险并存，秘境之内地形复杂，妖兽横行，更不乏天然形成的绝地、毒障、迷阵，往年折损在其中的弟子不在少数。长老目光扫过众人，带着告诫。尔等手中的秘境令牌不仅是通行凭证，亦可在危急时刻激发，将尔等传送回秘境入口附近。但激发需要时间，且一旦激发，便视为放弃此次秘境之行，再无第二次进入机会，慎用之。台下弟子闻言，神色都凝重了许多，纷纷握紧了令牌。这可是保命的东西。此外，长老语气加重，秘境之中虽不禁止弟子间争夺资源，但严禁同门相残，若有发现，严惩不贷。说这话时，长老的目光若有若无地扫过李杰飞、方平等人所在的方向，显然也知道些内部矛盾。李杰飞等人连忙低头，一副弟子明白的乖顺样子，但眼底的狠辣却丝毫未减。不准明着杀，那意外总可以吧？方平则摸了摸下巴，琢磨着这规则有意思，操作空间很大啊。秘境开启时间为1个月，1个月后无论等在何处，都会被秘境之力自动排斥送出。现在持有令牌者上前10步，准备入境。方平深吸一口气，压下略微兴奋的心情，迈步上前。其余外门大比前9位也纷纷上前，10人站定，手中令牌似乎受到感应，同时散发出朦胧光晕。轰隆隆，前方的空间开始剧烈扭曲，形成一个巨大的光门。秘境已开，尔等好自为之。长老话音落下，10道身影便被令牌上的光晕包裹，化作一道道流光，投入那光门之中，消失不见。天旋地转的感觉传来，仿佛穿过了一条漫长的隧道。方平只觉得周身空间之力剧烈波动，足足过了10几息时间，脚才踏实地。一股远比外界浓郁精纯数倍的天地灵气扑面而来，其中还夹杂着各种草木清香和一丝若有若无的血腥味。云林秘境内10道身影显现，众人刚一落地，便立即警惕地摆开架势，灵力暗涌，
气氛瞬间剑拔弩张，自然而然地分成了两个阵营。一方是以方平为首，身边站着柳如烟、楚清歌、江寒月以及蹦蹦跳跳凑过来的苏妙可，四位风格各异却同样角色的女子，隐隐将方平护在中间，这阵容堪称豪华。另一方则是以李杰飞、侯森、赵晴三人为核心，再加上2名气息阴冷的淬气大圆满弟子，也是5人。他们眼神不善，杀意几乎不加掩饰。方平，你的死期到了。李杰飞狞笑一声，毫不犹豫地从储物袋中掏出一枚龙散发着磅礴药力的丹药筑基丹。不仅是他，侯森、赵晴以及另外2人也同时拿出了筑基丹。不好，他们要在秘境里直接突破。柳如烟脸色微变，秘境只限制入场修为，进入后突破并不受限，这是众所周知的规则，也是许多弟子争夺秘境名额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地灵气浓郁，是突破的绝佳场所。现在才知道，晚了。李杰飞狂笑，5人同时将筑基丹吞下。轰轰轰轰轰，5道强大的气息瞬间爆发开来，周围的灵气疯狂向着5人汇聚而去。他们的修为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攀升，气海中的灵力迅速液化，丹田子府开辟，强大的筑基期灵压弥漫开来。虽然只是最普通的下乘筑基，但5人同时突破带来的气势也足以令人心惊。片刻之后，灵气漩涡散去，李杰飞5人傲然而立，周身散发着属于筑基修士的强大灵压，脸上带着倨傲和残忍的笑容。筑基之力果然强大。李杰飞感受着体内奔腾的力量，信心爆棚，他轻蔑地看向方平。方平，你现在跪下来求饶，自废修为，我们或许可以考虑给你留个全尸。侯森也阴笑道，几位师姐，我劝你们还是离这个废物远点，免得等会儿动起手来溅你们一身血。躲在女人身后算什么本事，出来一战。柳如烟、楚清歌面色凝重，下意识地向前一步，将方平护得更紧。江寒月眼神闪烁，不知在想什么。苏妙可则气鼓鼓地叉腰，呸！几个靠丹药堆上来的下乘筑基，嚣张什么？方平被4位美女保护在中间，非但不紧张，反而露出一副魂不吝的笑容，对着李杰飞等人点头。啊，对，你们说的都对，我就喜欢躲在师姐后面，怎么了？有本事你们也找4个这么漂亮的师姐保护你们啊！哦，不好意思，我忘了，你们长得丑，想得到挺美。你，李杰飞5人被这话噎得差点一口气没上来，脸色涨得通红。这混蛋脸皮也太厚了，牙尖嘴利。赵晴怒极，等会儿我看你怎么死。就在双方火药味浓到极点，即将动手之际，哼，几个臭鱼烂虾，吵死了。苏妙可娇斥一声，忽然也从储物袋里掏出一个灵光闪闪的玉盒。玉盒打开，里面并非丹药，而是一滴如同红宝石般璀璨的妖兽精血，以及一株如同凤凰展翅般的奇异灵草。这是3阶妖兽赤焰鸾鸟的精血和半生凤燕草。柳如烟惊呼道，这可是地道筑基的极品辅材。苏妙可得意地扬起小下巴，毫不犹豫地将精血和灵草吞下，同时运转加传功法。轰！一股远比李杰飞5人浩大、精纯、霸道数倍的气息冲天而起，引动的灵气范围更是他们的10数倍。隐约间，仿佛有一声清越的鸾鸟啼鸣响起。苏妙可的修为节节攀升，突破筑基毫无滞色，根基雄厚无比，周身灵力澎湃如潮，带着一股淡淡的妖兽王者威压。地道筑基成，他散发出的灵压瞬间将李杰飞5人的联合气势压了下去。李杰飞5人脸色瞬间变得极其难看，如同吃了死苍蝇一般。地道筑基，不愧是苏家的小公主，真就是财大气粗啊！有苏妙可这个地道筑基在，他们5人就算联手也绝对讨不了好。方平，你就只会躲在女人身后吗？李杰飞气得浑身发抖，只能无能狂怒。方平从柳如烟和楚清歌中间探出脑袋，笑嘻嘻道，就是，那副我就喜欢你看不惯我又干不掉我的样子，气得李杰飞等人差点道心不稳，当场吐血。好，很好，方平，你给我等着，秘境还长着呢，我们走。李杰飞知道势不可为，撂下狠话，带着4人灰溜溜的转身离去，很快消失在密林之中。危机暂时解除，柳如烟和楚清歌都松了口气，看向方平的眼神都有些无奈又好笑。这家伙气人的本事真是天下第一。苏妙可则像只骄傲的小孔雀，跑到方平面前邀功。怎么样，我厉害吧？厉害，苏师姐最棒了。方平毫不吝啬夸奖，顺手揉了揉她的脑袋。苏妙可享受的眯起眼，像只被顺毛的小猫。秘境外，各峰首座旗帜，通过一面巨大的水镜树观察着秘境内的动静。他们无法窥视秘境内部全貌，
但能感知到弟子突破时引动的灵气波动和大致方位。当感受到5道下乘筑基和1道地道筑基的气息先后出现时，各位首座反应各异。灵寿峰首座苏震乐府虚大笑，是我家妙可，地道筑基，好啊。剑锋首座吴破一面色冷淡，看不出喜怒。阵风、扶风首座则微微摇头，似乎对门下弟子选择下乘筑基有些失望。这时，容貌美艳、气质却有些慵懒的丹峰首座云韵真人忽然轻笑开口：“诸位，干看着多无趣，不如我们来打个赌如何？就赌此番秘境试炼，最终谁能夺得魁首，收获最丰。”哦，云韵师妹想怎么赌？灵寿峰首座来了兴趣。简单。云韵真人玉手一翻，取出一个丹瓶，我压我方，凭师直营，赌注是3枚4品凝阴丹。凝阴丹有助于金丹巅峰修士凝聚元婴的珍贵丹药，价值连城。众首座微微动容，这赌注可不小。云韵师妹对那武灵根小子倒是信心十足。剑锋首座开口，语气平淡，莫非他也能地道筑基不成？在他看来，方平能活着出来就不错了。在淬气境大杀四方又如何？并不代表在筑基境也能横着走。云韵真人嫣然一笑，目光却瞥向一旁脸色不太好看的陆执事。怎么，陆执事不来吗？我听说你在那几个弟子身上可是下了血本呢。陆执事被当众挤兑，脸色一沉，哼道：“我压李劫飞，赌注是一本玄阶极品剑诀流光分水剑诀。他虽然肉痛，但绝不信方平能赢。”好，云韵真人笑得像只狐狸，又看向其他人：“诸位师兄师姐呢？有热闹看，还有彩头。”其他首座也纷纷下注，大多压注李劫飞或苏妙可，也有少数压注柳如烟或江寒月。压方平的只有云韵真人一个。见状，云韵笑容愈发浓郁。他之所以如此有信心，自然是早就从穆婉容那里得知，方平身怀先天灵火，目标直指传说中的天道筑基。一旦成功，同阶之内谁与争锋？光看灵气波动多没意思。剑锋首座淡淡道，挥手打出一道法诀。只见那水镜树一阵波动，上面开始显现出一些秘境内部影像，不过也只能勉强看到一些光影移动和大概的地形，连谁是谁都分不清。天幕投影，剑师兄好手段。阵风首座赞道，虽看不真切，但也能窥得一二了。众人顿时来了兴趣，目光聚焦在水镜上。只见模糊的天幕中很快出现了2个光点团队，两方几乎是同时遭遇了妖兽。其中一方面对的是一头狰狞的巨狼妖兽，2阶初期堪比筑基一层。就在这时，其中一道光影竟然不退反进，直接冲了上去，与那巨狼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拳拳到肉，打得那巨狼哀嚎连连，最终被硬生生锤爆。这是谁？好强的肉身，是体修吗？不对啊，方平那边就只有苏妙可是筑基境，但他是御兽师啊。那楚清歌用剑，柳如烟也是单道辅修剑道，这肉搏的是谁？难道是方平？不可能，他一个武灵根杂役出身，又是主修单道，怎么可能有如此肉身？首座们看得一头雾水，议论纷纷。而另一边的李劫飞5人同样遭遇一头2阶初期妖兽，但5人却显得手忙脚乱，只敢远远释放法术，剑光攻击，根本不敢靠近，缠斗了许久，才勉强将妖兽击杀，自身似乎还受了点轻伤。两相对比，高下立判。云韵真人嘴角笑意更浓，悠哉地品了口灵茶。陆执事的脸则黑得像锅底一样。秘境内，看着被方平用拳头硬生生锤成一滩烂泥的2阶巨狼妖兽，柳如烟、楚清歌、江寒月3女都陷入了短暂的沉默。苏妙可倒是没心没肺，拍着手欢呼：哇，方平你好厉害，拳头比我的小灰狼的爪子还硬。柳如烟看着方平的背影，以及他此刻气血奔腾，散发着灼热阳刚气息的身体，脑海中不由自主地闪过昨晚丹房内的一些片段，那强有力的手臂，那仿佛不知疲倦地冲击他的俏脸，唰的一下变得通红，连忙低下头，心跳加速，暗催自己一声不知羞耻。楚清歌清冷的眸子中也掠过一丝极淡的波澜，他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依旧有些发酸的小腹，又看了看那惨不忍睹的狼尸，忽然觉得这家伙之前对自己好像还算温柔。这个念头一起，他耳根也微微发热，赶紧移开目光。方平甩了甩手上的狼血，感受着荒古圣体带来的澎湃力量感，心中无比畅快。他走到狼尸旁，熟练地剥取材料，嘴里还嘀咕着：2阶妖兽也就那样吧，希望后面能来点耐打的。这话听得4女一阵无语。2阶初期妖兽相当于筑基一层修士，放在外门已经是需要多位筑基修士谨慎应对的存在了，到他这居然成了不耐打。方师弟，你这肉身怎么回事？
柳如烟终究还是没忍住好奇，红着脸问道：“哦，你说这个啊？”方平咧嘴一笑，露出2排白牙：“我天生神力，天生神力，你哥这胡弄鬼呢？”四女再次无语。方平嘿嘿一笑，也不多解释，将狼身上最值钱的爪牙和腰丹收起，然后看向众人：“走吧，这秘境大着呢，别在这浪费时间。”有了方平这尊人形凶兽开路，小队行进的速度快了不少。途中，苏妙可放出了他那只精心培育的寻宝鼠嘟嘟，小家伙不负众望，东嗅嗅西闻闻，很快就在一处不起眼的石缝里找到了一小片散发着朦胧光晕的月光台，这是一种炼制2阶丹药的稀有辅材。又指引着众人避开了一处散发着腐烂气息的沼泽毒障。哈哈，嘟嘟真棒！苏妙可开心地奖励了寻宝鼠一颗灵果，得意地看向方平，一副快夸我的表情。方平从善如流，竖起大拇指。苏师姐不愧是灵兽峰天才，这寻宝鼠培养得真好。苏妙可顿时眉开眼笑，愈发卖力地指挥嘟嘟寻找灵物。随着不断深入，周围的灵气越发浓郁，但也更加危险。期间，他们又遭遇了几波妖兽袭击，甚至遇到了一群难缠的毒蜂，但大多被方平强势解决。偶尔需要柳如烟的丹火或者楚清歌出手辅助，也是有惊无险。收获的灵草材料也渐渐多了起来。很快，他们来到了一处奇异的山谷，谷内一半炽热如熔炉，生长着赤红色的火焰草，另一半却寒气逼人，凝结着冰蓝色的双金花。两者交界处，灵气异常活跃且平衡，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修炼环境。此地应该就是冰火裂谷了。柳如烟美眸发亮，火属性与冰属性灵气竟能如此共存，当真是鬼斧神工。楚清歌也感应了一下那冰冷的寒气，清冷的眸子微动。此处寒气精纯，与我筑基亦有好处。两女对视一眼，都明白了对方所想。他俩目的相同，都是想借助冰火裂谷完成地道筑基。跟苏妙可这种地主老财不同，寻常修士想要地道筑基，也就只有借助这种奇异宝地了。如今有了秘境机缘和方平给的丹药，正是寻求突破的最佳时机。方平看出他们的想法，笑道：“既然如此，两位师姐便在此闭关吧，我们约定一个会合时间地点便可。”柳如烟和楚清歌闻言，皆是感激地看了方平一眼。他们确实需要时间闭关，但又怕耽误队伍行程，方平主动提出，正合他们心意。多谢师弟，小心。两女也不是矫情之人，略作商议，便选择在山谷中相对安全的区域开辟临时洞府，准备闭关。方平又留给他们一些丹药，以防万一，这才带着苏妙可和江寒月继续上路。队伍只剩3人，但方平和苏妙可一个能打一个能寻宝，江寒月则深藏不露，速度反而更快了。然而没过多久，麻烦便找上门了。一声震耳欲聋的咆哮从前方的密林中响起，带着令人心悸的威压。一头体型远比之前那巨狼大上1圈，通体覆盖鳞甲，头生独角的巨熊撞断无数树木冲了出来。2阶中期妖兽石甲豹熊，其实力堪比人族筑基后期的修士，防御力更是极其变态。哇，大家伙！苏妙可惊呼一声，下意识地躲到方平身后。江寒月眼神也凝重起来，玉手悄然扣住了几张符箓。方平脸色一肃，感受到了压力，这玩意儿可就不是他能单独击败的了。苏师姐，让你的灵兽骚扰他。江师姐，远程策应。我主攻。方平迅速道，同时握紧了陨星剑。光靠拳头，恐怕破不开这玩意的防御。好。苏妙可连忙指挥一只飞行灵兽去吸引豹熊注意力，江寒月也瞬间打出几张冰锥符、缠绕符，试图限制豹熊行动。然而石甲豹熊怒吼一声，身上石甲光芒一闪，竟直接将那些低阶符箓强行震散，一巴掌拍飞了骚扰他的灵兽，然后四肢着地，如同坦克般朝着方平猛冲过来，地面都在震颤。方平眼神一厉，正准备全力催动陨星剑硬汉，就在这时，他胸口衣襟内那个一直呼呼大睡的小鼓包突然动了一下，嘤咛一声带着不满被打扰睡意的叫声响起，紧接着一道银光从他怀里闪电般窜出，速度快到极致。众人只觉眼前一花，那道银光已经出现在石甲豹熊的额头前。噗嗤一声轻响，仿佛热刀切黄油一般，那道银光竟然轻易地穿透了石甲豹熊那堪比玄铁的坚硬头骨，直接从其后脑穿出。石甲豹熊前冲的庞大身躯猛地一僵，惯性让他又向前冲了几步，然后轰然倒地，溅起一片尘土。他的眉心处只有一个细小的血洞，鲜血汩汩流出。秒杀！但那道银光并未停下，他悬浮在豹熊尸体上方，露出一只巴掌大小的小兽，其通体覆盖银色绒毛，耳朵尖尖，尾巴蓬松，正是沉睡多日的星耀。小家伙似乎还没完全睡醒，迷迷糊糊地晃了晃脑袋，
然后小鼻子耸动，看向豹熊头颅的位置。他小爪子一挥，一股吸力传出，一枚土黄色的鸽蛋大小的妖丹便从豹熊头颅破洞处飞出，被他一口吞了下去。吃完妖丹，星耀似乎满意的打了个饱嗝，身上银光流转，气息似乎又强了一丝。他这才转过头看向方平，发出轻昵的嘤嘤声，化作一道银光，重新钻回方平怀里，找了个舒服的位置，继续睡觉。整个过程发生在电光火石之间，从星耀出现到秒杀豹熊、吞噬妖丹，再回去睡觉，总共不到一息时间。苏妙可张大了小嘴，眼睛瞪得圆溜溜的，看看那巨大的雄狮，又看看方平怀里再次鼓起的小包，猛地发出一声尖叫，哇啊！那是什么灵兽？好可爱，好厉害！方平，给我摸摸，给我抱抱。他两眼冒着星星，围着方平又跳又叫，恨不得直接把星耀从方平怀里掏出来。江寒月也是瞳孔骤缩，心中掀起惊涛骇浪。那是什么？速度如此恐怖，攻击如此犀利，竟然能秒杀2阶中期妖兽。这方平身上到底还有多少秘密？这只神秘小兽绝非普通灵兽，其潜力简直可怕。他看向方平的眼神充满了前所未有的忌惮。方平自己也愣了一下，随即大喜，好家伙，你这个小东西起床气还挺大。没想到星耀这家活醒了，还这么给力，不愧是太古一种。他一边敷衍着苏妙可，一边熟练地开始处理石甲豹熊的尸体。这身石甲和熊胆熊掌可是好东西，方平，把它卖给我好不好？多少灵石我都出，或者我用我的所有灵兽跟你换。苏妙可抱着方平的胳膊摇晃着，胸前柔软都陷了进去。嗨，苏师姐，这不是灵兽，是我的伙伴，不卖的。方平无奈道。哦，苏妙可顿时蔫了，但马上又振作起来。那让他跟我玩一会儿总可以吧？就一会儿。方平被缠得没办法，只好答应等星耀下次睡醒再说。经过这个小插曲，苏妙可看方平的眼神简直在发光，一路上叽叽喳喳问个不停，对星耀的兴趣远远超过了云灵秘境。又前行了一段距离，前方出现了一片被浓郁瘴气笼罩的沼泽地，嘟嘟对着沼泽地叫个不停，显然里面有好东西，但同时也传递出危险的情绪。苏妙可看着那浓郁的毒瘴，有些犹豫。嘟嘟说里面有一株很特别的灵花，但也很危险。方平，我们要进去吗？方平看向沼泽，感受到其中潜伏着不少阴冷气息。他正要开口，忽然他神色一动，猛地看向侧后方。几乎同时，江寒月也察觉到了什么，眼神一冷。5道身影正悄无声息地从那个方向包抄过来，为首的正是脸色阴沉的李杰飞。他们竟然一直暗中尾随，直到此地才选择发难。方平，这次看还有谁能护着你？李杰飞狞笑，5道筑基期的灵压同时爆发，锁定了方平3人。苏妙可脸色一白，但立刻挡在方平身前，地道筑基的气息毫不示弱地顶了回去。李杰飞，你们想违反门规吗？门规？侯森阴笑，苏师姐，这沼泽毒瘴弥漫，发生点意外再正常不过了，谁知道是我们干的？赵琴更是直接拔剑指向方平。废物，滚过来受死！方平眼睛微眯，正思考着是战是逃，还是干脆把星耀再摇醒。就在这时，异变再生，众人脚下的地面毫无征兆的猛地塌陷下去，一个深不见底的坑洞出现，坑洞下方传来令人头皮发麻的密集嘶嘶声。不好，是陷阱，这里是万渡蛇窟！江寒月惊呼，所有人包括李杰飞5人全都猝不及防地向下坠落。啊！苏妙可吓得尖叫。方平反应极快，瞬间伸手想抓住旁边的苏妙可和江寒月，但下坠之势太猛，而且坑洞内仿佛有一股吸力。混乱中，他只来得及抓住苏妙可的手腕，另一边的江寒月则被一股暗流卷向深处，而李杰飞5人更是惨叫着直接掉向了蛇窟最深处，瞬间被无数涌上来的毒蛇淹没，发出凄厉的惨叫和怒骂。方平，我操你大爷，你赢我们！李杰飞的咒骂声从下方传来，很快便被蛇嘶和打斗声淹没。方平，关我屁事！他来不及多想，全力运转灵力，陨星剑猛地插入坑壁，减缓下坠之势，另一只手死死拉着苏妙可。同时他目光锐利地扫过坑壁，发现侧面似乎有一个隐蔽的洞口。他毫不犹豫，带着苏妙可猛地荡了过去，跌入那洞口之中，两人滚作一团，摔在地上。方平迅速起身，警惕地打量这个洞穴。洞穴不大，似乎通向深处，暂时安全。苏妙可惊魂未定，紧紧抓着方平的衣袖，小脸煞白。吓死我了，下面好多蛇。方平安抚地拍拍他的背，走到洞口边缘向下望去。
只见下方是一个巨大的天然溶洞，密密麻麻遍布着各种毒蛇，其中甚至有几条气息达到了2阶后期。李劫飞5人正在蛇群中苦苦挣扎，狼狈不堪，身上已经挂了彩，看样子支撑不了多久就得激发令牌逃命。方平看着他们的惨状，摸了摸下巴，忽然露出一个坏笑。他从储物袋里摸出一个小玉瓶，正是那加强版7情6欲丹。嘿嘿，李师兄、侯师兄，送你们点好东西助助兴。说着，他拔开瓶塞，用巧劲将整瓶丹药粉末朝着下方李劫飞等人所在的位置猛地洒了下去。粉色丹粉飘飘洒落下，正忙于应付毒蛇的李劫飞5人猝不及防，或多或少都吸入了一些。起初他们还没在意，但很快，怎么回事？我怎么觉得这蛇看起来眉清目秀的？一个弟子眼神开始迷离。热，好热！另一个弟子面色潮红，开始撕扯自己的衣服。侯森猛地甩头，惊骇道：不对，是毒，我们中毒了，是幻毒。李劫飞也感觉体内邪火乱窜，看着周围扭动的蛇群，竟然产生了一种荒谬的冲动感。他气得差点吐血，一边拼命抵抗蛇群和药力，一边仰天怒吼：方平，我认你仙人，你他妈不得好死！而方平早在撒完药粉后，就拉着目瞪口呆、脸颊通红的苏妙可，头也不回地钻进了洞穴深处。方平，你刚刚扔的什么呀？苏妙可好奇又羞涩地问。哦，一点特制的驱蛇粉。方平面不改色心不跳。苏妙可，你当我傻吗？哪家驱蛇粉是粉红色的？还能让人那样？两人沿着洞穴走了一段，前方隐约传来光亮和水声。走出洞穴，眼前景象豁然开朗。这是一处隐藏在山腹中的小型洞天，中央有一潭乳白色的泉水，散发着精纯至极的能量和浓郁的生机。泉水上方凝结着一滴如同白玉般散发着淡淡光晕的液体，地脉灵乳。方平眼睛瞬间亮了，终于找到了。而在一旁，江寒月正站在潭边，似乎也是刚刚找到这里。他看着那几滴地脉灵乳，美眸中闪烁着激动的光芒。听到脚步声，他猛地回头，看到是方平和苏妙可，眼神瞬间变得警惕起来，玉手下意识地按在了储物袋上。三人目光在空中交汇，气氛瞬间变得微妙而紧张。他与方平都需要地脉灵乳，可现在地脉灵乳只有1滴。嘿嘿，方师弟，这回看来是我赢了呢。江寒月动作快得像一道闪电，他猛地伸手一捞，那滴珍贵无比的地脉灵乳就落入了他掌心，被收入一个玉瓶中。他看都没看方平和苏妙可，转身就朝着洞穴另一个出口疾驰而去。卧槽，不讲武德！方平一愣，随即大骂：这女人下手也太快了！他二话不说，拔腿就追。地脉灵乳对他至关重要，关系到天道筑基，怎么可能轻易放弃？苏妙可也反应过来，急忙跟上。唉，等等我呀！然而就在江寒月取走灵乳的瞬间，吼！一声震耳欲聋的咆哮从洞穴深处传来，整个洞窟都在颤抖，一股恐怖至极的威压轰然降临，让三人同时脸色发白。2阶巅峰，相当于筑基大圆满的妖兽，而且听这声势，绝不是普通妖兽。快跑！方平头皮发麻，大吼一声。只见一头体型庞大、形似穿山甲，但浑身覆盖着锋利骨刺的妖兽从潭底猛地钻出，发出愤怒的嘶吼。他守护多年的宝贝被偷了。骨刺穿山甲锁定了拿着灵乳的江寒月，四肢刨地，轰隆隆地追了上来，速度极快。江寒月首当其冲，感受着身后那令人窒息的压力，俏脸煞白，把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了，拼命狂奔。方平紧随其后，一边跑一边骂骂咧咧：妈的，就知道没这么简单。苏妙可跑在最后，吓得小脸惨白。他快追上来了。三人一兽前后脚冲出了洞穴，回到了之前的沼泽区域。好巧不巧，李劫飞5人刚刚拼着老命的从万毒蛇窟里爬出来，一个个气喘如牛，灵力耗尽，模样凄惨无比。他们不是没想过捏碎玉简退出，但不行啊，任务没完成，回去怎么跟陆执事交代，跟萧云郎交代？紫霞峰的手段，他们这些没背景的外门弟子根本承受不起，回去可能比被蛇咬还惨。众人喘着粗气，互相看着对方的狼狈样，心里把方平祖宗18代都问候了一遍。就在这时，却看见江寒月像一阵风似的从面前掠过，紧接着是方平，然后是哇哇大叫的苏妙可，最后是一头眼睛血红、散发着恐怖气息妖兽，轰隆隆地碾压了过来。李劫飞5人，侯森脑子一时没转过来，甚至下意识地喊了一句：方平，你给老子站住！赵琴更是一边提裤子一边怒喝：方平，纳命来！他们觉得是个机会，
5个人虽然状态极差，但拼着最后一点灵力，说不定能趁机拿下方平。于是诡异的一幕出现了，江寒月在前面玩命跑，方平在后面追江寒月，苏妙可跟在方平后面跑，古刺穿山甲追着所有人，李劫飞5人也强提灵力，嗷嗷叫着加入了追赶方平的队伍。他逃他追，他逃他追，他插翅难飞。方平小贼，哪里跑？今天必杀你！方平回头一看，差点气笑，这帮傻缺，没看见后面那大家伙吗？还想着杀我呢。他眼珠一转，计上心头，伸手往储物袋里一掏，嘿，最后几颗加强版七情六欲丹还在。虽然对这皮糙肉厚的大家伙效果可能不大，但聊胜于无嘛。主要让李劫飞他们拖延时间，自己好腾出手搞定江寒月。方平一边跑一边看准时机，将最后几颗粉色丹药精准地扔到了穿山甲的大鼻子前面。丹药碰到他坚硬的鳞甲，纷纷破碎，粉色的药粉弥漫开来。古刺穿山甲猛地嗅了几下，动作似乎迟疑了一瞬，赤红的眼睛里闪过一丝迷茫，随即变得更加暴躁。他甩了甩巨大的脑袋，似乎觉得有点热。而紧跟在妖兽屁股后面的李劫飞5人可就倒了大霉，浓郁的粉色药粉劈头盖脸的照了他们一身。嗨嗨，什么玩意儿？妈的，又是这粉！不好，是那鬼丹药！5人脸色巨变，想要屏住呼吸已经晚了。刚才在蛇窟里就吸了不少，好不容易靠灵力压下去一点，现在又来一波猛的，而且这次是直接糊脸。药效瞬间爆发。哼！一个弟子眼神立刻变得迷离，看着旁边同伴粗壮的胳膊，下意识地咽了口水。另一个弟子面色潮红，开始无意识地扭动身体。侯森猛地咬了一下舌头，试图保持清醒，但呼吸却越来越急促。赵琴更是不堪，眼神直勾勾地盯着前方骨刺穿山甲那布满骨刺的不断摇摆的巨大尾巴。李杰飞气得快要爆炸了，体内血火乱窜，理智在崩溃的边缘。方平，我干你大爷啊！他发出绝望而愤怒的咆哮，这比杀了他们还难受。偏偏这时，那骨刺穿山甲似乎因为药粉的刺激变得更加狂躁，猛地一个加速甩尾，那布满骨刺的巨大尾巴带着恐怖的风压，朝着身后5个小虫子横扫而来。快躲！李杰飞魂飞魄散，嘶声大吼，5人拼命向旁边闪避，但本来状态就极差，又被药力影响，动作慢了何止一拍。扑哧扑哧，2名弟子躲闪不及，直接被骨刺扫中，鲜血狂喷，肋骨都不知道断了几根，惨叫着倒飞出去。侯森和赵晴虽然勉强躲开要害，但也被边缘扫到，气血翻腾，差点吐血。李杰飞最为狼狈，一个懒驴打滚躲开，却滚进了一滩沼泽烂泥里，弄得浑身恶臭。那骨刺穿山甲似乎认准了是这几个小虫子在用奇怪的东西挑衅自己，竟暂时放弃了前面的江寒月，转身对着李杰飞5人发出了威胁的低吼。那巨大的泛着腥气的嘴巴张开，滴着黏糊糊的唾液，赤红的眼睛死死盯着他们。2阶巅峰妖兽的恐怖威压毫无保留地释放，李杰飞5人瞬间如坠冰窟，浑身僵硬。这已经不是任务不能完成的问题了，这是要命了。这体型，这骨刺，要是被捅一下，不对，是踩一下或者咬一口，绝对当场去世。什么紫霞峰的清算，什么萧云狼的威胁，都见鬼去吧！先活着最重要。捏玉简，快捏玉简！李杰飞彻底崩溃了，嘶声力竭的大喊，几乎是哭着掏出了自己的保命玉简，毫不犹豫的一把捏碎。其他4人见状，哪里还敢有半分犹豫？保命要紧，纷纷以最快的速度掏出玉简，疯狂捏碎。刷刷刷刷刷，5道白光接连冲天起，包裹住李杰飞5人。他们的身影迅速变得虚幻，带着惊恐、不甘、愤怒和一丝解脱，消失在了秘境之中。云灵秘境外，各峰长老、执事以及不少看热闹的内外门弟子都聚集在广场上，空中悬浮着一面巨大的水镜，上面显示着秘境内的场景。各峰首座正闲聊着，呵呵，我看李杰飞那小子不错，虽是下城筑基，但稳扎稳打，此次或许能夺魁。扶风首座吕须笑道。气风首座闻言，脸上露出一丝得意，嘴上却谦逊道：刘真人过誉了，杰飞那小子还需磨练，此番秘境试炼，恐怕还得看灵兽的苏妙可啊。丹峰首座云韵却微微摇头，他身着淡青单袍，气质温婉雍容，轻声道：如烟那孩子心性坚韧，为了那先天灵物准备已久，或许能给我们惊喜。他嘴上虽是夸赞柳如烟，但心里想着的却是方平。剑锋长老却哼了一声，我看苏家那小丫头古灵精怪，运气一向不错，且已经地道筑基，
前途无量啊！就在这时，嗡嗡嗡嗡嗡，广场中央的传送阵毫无征兆地连续亮起刺眼的白光，紧接着5个狼狈不堪、脸带潮红的身影像是被扔垃圾一样从白光里抛了出来，重重摔在地上。正是李杰飞、侯森、赵晴等5人。全场瞬间死寂，所有人都愣住了，目瞪口呆地看着地上摊成一团、不断呻吟惨叫的5人。啥情况？怎么一下子淘汰了5个？还是以这种极其不雅观的方式？陆执事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住，眼睛瞪得滚圆，难以置信地看着地上如同死狗般的李杰飞。废物！5个筑基期这么快就被淘汰了，还是用玉简逃出来的？那方平呢？云云眼中也闪过一丝讶异，旋即轻笑出声：啧啧，紫霞峰的选中的弟子果然不同凡响啊！这话像是狠狠一巴掌扇在陆执事脸上。陆执事脸色铁青，快步上前，一把抓起还在哼哼唧唧的李杰飞，压低声音厉喝道：怎么回事？方平呢？李杰飞看到陆执事，吓得一哆嗦，哭丧着脸，带着哭腔道：只是我们被方平阴了啊！他添油加醋，把方平如何用阴毒丹药坑他们，如何引来恐怖妖兽围攻他们的事情说了一遍，说得声泪俱下，闻者伤心，听者落泪。那丹药邪门得很，让我们李杰飞难以启齿。那妖兽更恐怖，2阶巅峰，骨刺那么粗，那么长。侯森在一旁比划着，心有余悸。我们拼死抵抗，实在不敌，为了不给宗门丢脸，只好先行退出。赵晴补充道，试图挽回一点面子。周围众人听得神色古怪，想笑又不敢笑，几位首座面面相觑，眼神复杂。陆执事气得浑身发抖，恨不得一巴掌拍死这几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废物。5个筑基期被一个淬气境的杂役弟子玩弄得捏碎玉简逃命，他的脸都被丢尽了，而且方平居然还没死，反而把这5个提前送出来了，奇耻大辱！云云微微蹙眉，捕捉到了关键词。你们说方平引走了妖兽，那江寒月呢？苏妙可呢？李杰飞连忙道。江师姐和苏师姐好像也在被那妖兽追赶，方平那混蛋也在追江师姐。众人更懵了，这关系有点乱啊。陆执事眼中却闪过一丝期待，被2阶巅峰妖兽追杀，好，太好了！方平，这次你死定了，看你怎么逃命境内。方平当然在逃，而且逃得飞快，前面的江寒月都快跑断气了。他感觉自己的灵力即将耗尽，速度慢了下来，而身后那恐怖的妖兽越来越近，腥风都快吹到他后脑勺了。他猛地一咬牙，回头对着紧追不舍的方平喝道：方平，你别追了，我们有心魔誓约，你不能对我出手。方平一脸无语，指了指他身后那庞然大物。江师姐，讲点道理，是我要追你吗？是后面那大家伙在追我们所有人，我停下来就得变肉饼。说着，他猛地一个加速，竟然嗖的一下从江寒月身边超了过去。在超过他的瞬间，方平手疾眼快，一把将他腰间的保命玉简给顺走了。江寒月，他猛地摸向腰间，发现玉简没了，顿时花容失色。方平，你混蛋，把玉简还我！江寒月急得大叫，声音都带上了哭腔。没有玉简，在这2阶巅峰妖兽面前，他连最后保命的手段都没了。灵力耗尽，跑又跑不掉，打又打不过，一想到可能被那妖兽撕碎或者更惨，他简直不敢想象，那绝对是比被方平这个禽兽糟蹋更恐怖的结果。方平回头嘿嘿一笑，晃了晃手中的玉简。江师姐，现在能好好谈谈地脉灵乳了吗？你说你拿着跑啥？我们又不能动手，对吧？江寒月气的胸口剧烈起伏，看着越来越近的妖兽，感受着那令人窒息的压力，终于崩溃了。给你，混蛋，快把玉简还我！他带着哭腔，将装有地脉灵乳的玉瓶扔向方平。方平精准接住，打开一看，果然是那滴精纯无比的地脉灵乳。他心中大喜，顺手将江寒月的玉简扔还给他。谢了师姐，你先顶住，我去搬救兵。方平拿到想要的东西，转身就想溜。江寒月接过玉简，刚松了一口气，听到这句话，差点又气晕过去。搬救兵，这秘境里哪来的救兵？但下一刻，他惊讶地发现方平并没有真的逃走，而是朝着另一个方向跑去，并且故意制造出更大的动静，吸引着那头骨刺穿山甲的注意。嘿，大家伙，看这边，你的宝贝在我这儿呢！方平挥舞着玉瓶，大声喊道。那骨刺穿山甲果然被吸引，赤红的眼睛立刻锁定方平，发出一声愤怒的咆哮，抛下了近在咫尺的江寒月，轰隆隆地追向方平。江寒月愣在原地，
看着方平引走妖兽的背影，心情复杂。这个混蛋居然真的信守承诺。苏妙可这时才气喘吁吁地跑过来，盯着江寒月：“方平呢？怎么就你自己在这？”江寒月指了指另一边，看着远处方平惊险地躲避着妖兽的攻击，手心不禁捏了一把汗。他有点担心那妖兽杀不死方平。方平现在很忙，一边风骚走位，躲避着身后不断砸下的巨爪和横扫的骨尾，一边拼命摇晃怀里的小鼓包。星耀，醒醒开饭了，有大餐，2阶巅峰妖丹，嘎嘣脆。小祖宗，醒醒啊！再睡你主人，我就要变成88被拉出去了。然而无论他怎么摇晃，怎么呼喊，怀里的小家伙只是不满地扭动了一下，发出细微的鼾声，睡得无比香甜。方平，完犊子，关键时刻掉链子。这吃货上次吃完就睡，看来是进入深度沉眠消化能量了，一时半会儿根本叫不醒。远处的江寒月和苏妙可也看出了方平的窘境。苏妙可急得直跳脚，哎呀，他的小兽好像叫不醒了。江寒月的心却活络起来，没有那只神秘小兽，方平怎么可能对付得了2阶巅峰妖兽？只要他一死，就没人知道他是奸细这回事了。秘境外，通过水镜看到这一幕的众人反应各异，普通弟子们都为方平捏了一把汗，陆执事则眼中露出快意和期待。死了好，死了干净。云韵手作微微蹙眉，似乎有些不忍。就在所有人都以为方平必死无疑之时，方平叹了口气，脸上露出一丝肉痛的表情。妈的，本来想省着点用的，非要逼我。他停止了逃跑，猛地转身，面对那轰隆隆冲来的骨刺穿山甲。在所有人惊愕的目光中，他手中出现了一枚古朴剑符，湮灭剑符，垂钓诸天得来的保命底牌。让你追，让你吼，给你来个狠的。方平一咬牙，毫不犹豫地捏碎了剑符。嗡，一股无法形容的恐怖剑意瞬间爆发开来，整个云灵秘境的空间都开始剧烈颤抖，仿佛无法承受这股力量。一道细微却仿佛能斩灭万物的灰色剑芒自碎裂的剑符中射出，悄无声息地斩向那骨刺穿山甲。那骨刺穿山甲感受到了致命的威胁，发出了惊恐无比的嘶吼，想要逃跑，但根本来不及。灰色剑芒轻轻掠过他的身体，没有惊天动地的爆炸，没有绚烂的光效，那庞大的2阶巅峰妖兽就像是被橡皮擦从世界上抹去了一样，无声无息地消失了，连一点渣都没剩下，仿佛从未存在过。寂静，死一般的寂静。秘境内所有人都被这恐怖的一幕惊呆了。秒杀，2阶巅峰妖兽被秒杀了，那是什么级别的剑符？然而这还没完，那灰色剑芒在抹杀了骨刺穿山甲后，竟然去势不减，直接斩向了秘境虚空。咔嚓，仿佛玻璃破碎的声音响起，云灵秘境的空间被这一剑斩裂了，巨大的空间裂缝出现，疯狂吞噬着周围的一切。秘境开始剧烈崩塌，山崩地裂。不好，秘境要崩溃了。云韵感知力最强，率先感知到这一切，脸色大变，猛地站起身。其他长老首座也纷纷色变，谁也没想到这个节骨眼上秘境居然毫无征兆地碎了。陆执事也傻眼了，这他妈是什么情况？云灵秘境存世上万年，从未出现过丝毫问题，怎么今天突然就炸了？方平自己也懵了，我擦，这件符劲儿这么大的吗？他原本还以为只能对付金丹境修士，但看这情况，这他妈元婴期来了也得跪吧？亏大了，亏大了！杀鸡用牛刀啊！但现在不是心疼的时候。秘境崩溃，空间风暴席卷一切，他必须赶紧想办法逃回玄天圣地，要不然很可能被卷入无尽虚空。但就在这混乱崩塌之际，方平强大的神识忽然感知到，在秘境核心崩溃的地方露出一朵虚幻不定，仿佛由无数云雾构成的火焰。幻灭云火，构建着云灵秘境的核心竟是一朵先天灵火。此刻秘境架构崩坏，这朵先天灵火失去了依托，正变得不稳定，即将飘入无尽虚空。方平眼睛猛地一亮，先天灵火，这可是比地脉灵乳还珍贵无数倍的宝贝。他的陨落心炎似乎也感应到了同类的气息，变得活跃起来。拼了！方平一咬牙，强行催动神识，朝着那朵幻灭云火抓去。他的神识经过太虚调天经和多次强化，强大非常，竟然真的勉强包裹住了那朵挣扎的灵火。给我过来！方平低吼一声，全力拉扯，同时运转体内的陨落心炎，散发出吸引同类的气息。那朵幻灭云火挣扎了一下，似乎被陨落心炎吸引，终于被方平强行拉扯过来。嗖！幻灭云火化作一道流光，瞬间没入方平体内。轰！一股狂暴无比的能量在方平体内炸开，差点把他撑爆。
方平赶紧全力运转陨落星岩，将其死死包裹、压制，勉强隐藏住其气息。做完这一切，他感觉自己快要虚脱了，不敢再有丝毫耽搁。他迅速找到已经被吓傻的苏妙可和一脸震惊的江寒月，大吼一声：“走！”与此同时，远处的柳如烟和楚清歌也从修行中惊醒过来，五人同时捏碎了保命玉简，刷刷刷，3道白光冲天而起，在秘境彻底崩塌的前一瞬消失不见，只留下一个彻底毁灭、逐渐消失的云灵秘境，以及外界广场上一群目瞪口呆、鸦雀无声的围观群众。秘境出口广场上，死一般的寂静持续了足足10息，所有人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巨变惊呆了，目光呆滞地看着那缓缓消散的空间波动，以及空无一物的秘境入口方向。云灵秘境没了，万年传承外门最重要的试炼秘境就这么炸了。各封首座长老脸上的表情精彩纷呈，从错愕到震惊，再到难以置信。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扶风首座刘真人猛地站起身，白须颤抖。气风首座脸色铁青，死死盯着那消散的入口，仿佛想用眼神把它重新拼起来。丹风首座云韵秀眉紧蹙，美眸中满是凝重。就在这时，最后5道白光闪过，方平、江寒月、苏妙可、柳如烟、楚清歌5人的身影踉跄着出现在广场中央。5人皆是脸色苍白，气息不稳，显然受了不小的惊吓。尤其是方平，一副脸色煞白、快要虚脱的模样，还没等众人反应过来，一声尖利的怒吼就打破了寂静。方平，是你，一定是你，这小畜生搞的鬼！陆执事面目狰狞，一个箭步冲上前，手指几乎要戳到方平脸上，唾沫横飞。云灵秘境存世万载，从未出过差错，怎么偏偏你进去就炸了？说，你到底在里面做了什么？他根本不在乎真相，只想趁机把罪名扣死在方平头上，最好能当场格杀。这突如其来的指责让所有人都是一愣，目光齐刷刷聚焦在方平身上。方平心里咯噔一下，暗骂这老狗鼻子真灵，但脸上却露出恰到好处的错愕、委屈和一点点被吓到的惊慌。陆执事，屎可以乱吃，但话可不能乱说。没等方平开口，一个清脆的声音响起。苏妙可像只被惹恼的小猫，猛地挡在方平身前，叉着腰，毫不畏惧地瞪着陆执事。秘境崩塌，官方凭什么事？我们被那头可怕的穿山甲追杀的都快没命了，秘境自己突然就裂开了，我们也是侥幸才逃出来的，你凭什么冤枉人？他气鼓鼓的样子配上微微泛红的脸颊，显得无比娇憨。哼，这老混蛋太可恶了，居然想陷害方平。方平刚才不顾危险引开妖兽，还用了那么厉害的保命剑符。那剑符威力好像是大的有点离谱，秘境不会就是这么炸掉的吧？不管了，先护住他再说。陆执事被噎了一下，没想到苏家这小丫头会如此强硬的回护方平，他脸色更加难看，阴冷道：苏师侄，你年纪小，莫要被某些人骗了，此事蹊跷，必须严查。陆执事说的对，是该严查。又一个清冷的声音响起，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众人看去，竟是临阵风的江寒月缓缓走了出来，他脸色依旧有些发白，眼神复杂的瞥了方平一眼，随即看向各位首座，轻声道：弟子可以作证，苏师妹所言句句属实，我们遭遇2阶巅峰妖兽追杀，险死还生，秘境是突然自行崩塌的，与方师弟并无干系。他说到并无干系时，眼皮有些颤抖。疯了，他那个剑符到底是什么东西？竟然能秒杀2阶巅峰妖兽，甚至把秘境都打穿了。他到底还有多少秘密？他知道我的身份，我可必须稳住他，绝不能让他把事情说出去。先是好，必须是好。闻言，陆执事简直要气疯了。一个苏妙可就算了，怎么连江寒月也跳出来帮方平说话？这小子给他们灌了什么迷魂汤？他刚想再说什么，又是2道倩影同时上前一步。弟子亦可作证。楚清歌声音清冷，身上筑基期的气息毫不掩饰，而且是扎实的地道筑基。秘境崩塌却与方师弟无关。柳如烟语气平静，同样释放出地道筑基的灵压。轰！全场再次哗然，又是2个地道筑基，而且都站出来为方平说话。一众首座都快疯了，也顾不得秘境怎么炸的了，目光灼灼地看着楚清歌和柳如烟。这个方平魅力居然如此之大，外门4大天之娇女居然一同为他说话。算了，这事儿先别管，先把陆执事这条野狗搞定再说。陆执事这帽子要是真扣下来，到时候死的可不止方平一个，但凡进入秘境的弟子都得遭殃，他们可不能看着门下弟子遭重。嗨，玉竹峰首座率先开口道：清歌所言自然属实，
丹峰首座云韵也微微颔首，看向柳如烟的目光充满欣慰。林寿峰的首座也捋着胡子，嘿嘿笑道：“我家庙可虽然调皮，但从不说谎。”林振峰首座木耀光，一位气质娴静、身着新闻道袍的女修，也淡淡开口：“韩月既已作证，陆执事若无确凿证据，还是慎言为好。”陆执事脸都绿了，胸口剧烈起伏，差点一口老血喷出来。凭什么？凭什么这么多人都护着这个翠气境的废物杂役？云韵适时的轻笑一声，声音温婉，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力度：“陆执事，既然事已至此，追究秘境之因可稍后再议。不如先说说我们之前的赌约。你看，李杰飞等人最先淘汰，而我封弟子方平一人拖住2阶巅峰妖兽，可算试炼第一了吧？”这流光分水见绝，陆执事气的差点咬碎后槽牙。赌约？啥时候了？这女人居然还惦记着赌约！他强压怒火，硬着头皮狡辩道：“秘境突然崩塌，试炼自然作废，岂能算成绩？再说了，就算要排秘境试炼的名次，也该按照收获来定。”他目光扫过刚刚出来的5人，因为秘境规则，弟子们带出的重要物品会自然散发出淡淡的宝光，环绕周身，一眼便能看出大概价值。苏妙可周身宝光最盛，各种灵草、矿石，甚至还有一枚闪闪发光的妖兽卵，显然收获最大。江寒月次之也有几株不错的灵植和材料。柳如烟和楚清歌周身宝光稍弱，但也很不错。而方平周身只有寥寥2-3件东西散发着微光，看起来寒酸无比。陆执是指着方平大声道：“你看，他收获最少，甚至连筑基都未成功，如何能算第一？第一当是苏妙可失职。”几位首座看了看，也微微点头。确实，从明面上的收获看，方平是最差的。云韵首座却丝毫不慌，依旧那副温婉笑容，看向方平：“方平，将你所得之物尽数取出，请诸位师长一观。”方平心里暗骂一声老狐狸，这是逼自己亮底牌啊！但他也知道，地脉灵乳这东西藏不住，迟早得见光。他先是磨磨蹭蹭地拿出几株普通的灵草，一块不起眼的矿石。陆执事脸上露出讥讽的笑容。就在他准备再次发难时，方平手心一翻，一个玉瓶出现。瓶塞打开的瞬间，一股难以言喻的精纯气息弥漫开来，让所有人心神一荡。一滴乳白色、散发着朦胧光晕和磅礴生机的液体，正静静悬浮在瓶口。地脉灵乳，竟是此物！100年凝聚一缕，3缕方成一滴，真的是地脉灵乳！全场瞬间炸锅，几位首座唰的一下全都站了起来，眼睛瞪得比铜铃还大，呼吸都变得急促起来。就连一直淡然的云韵，美眸中也闪过一丝灼热。这可是天道筑基的必须之物，有价无市的绝世珍宝。没想到竟然真的被方平找到了。陆执事的笑容彻底僵在脸上，像是被人狠狠抽了一巴掌，脸色由绿转紫，再由紫转黑，精彩极了。地脉灵乳，地脉灵乳！林振峰首座木瑶光喃喃自语，目光猛地看向自己的徒弟江寒月，眼神急切。寒月身怀那件东西，现在就差这地脉灵乳，便可尝试天道筑基，必须得到，无论如何也要得到。他深吸一口气，声音急切：“方师侄，此物与你淬气境并无大用，我愿以1件玄阶上品灵器，外加5万中品灵石交换，如何？”牧师妹好大的手笔！剑锋长老立刻打断：“方小子，别听他的，灵器哪有功法实在？我剑锋藏经阁玄阶功法任你挑选3部，再加8万中品灵石，我符封出10万中品灵石，外加3张4阶攻击符箓，我气疯出！”各位首座瞬间化身菜市场讨价还价的大妈，争得面红耳赤，开出的价码一个比一个惊人，听得周围的弟子们目瞪口呆，口水直流。10万中品灵石啊，那是什么概念？普通外门弟子一辈子都攒不到。可面对如此惊人的诱惑，方平却只是挠了挠头，一脸憨厚地说道：“多谢各位首座厚爱，不过弟子想自己留着试试。”试试？是什么？所有人都愣了一下，随即反应过来，他是想自己将来天道筑基用。几位首座顿时急了。扶风首座吹胡子瞪眼：“胡闹！你可知天道筑基需要先天灵物为引？那等东西岂是你能得到的？简直是暴殄天物！”气风首座也痛心疾首：“小子，别好高骛远，地道筑基已是万中无一，此物与你无异于明珠蒙尘。”穆瑶光更是忍不住上前一步，甚至故意上演了一波老奸巨猾，纱裙半退，露出精致锁骨。“方师侄，只要你愿意交换，条件可以再谈，甚至我林振峰秘传也可破例让你观武1、2。”他说着挺了挺胸，展现出雄厚资本，丝毫不弱于穆婉容。纱裙勾勒出丰腴动人的曲线，
眼神还带着一丝难以言喻的期待。为了韩月的天道筑基，我这师尊牺牲点色相也不是不能考虑。方平被木手做那雪白晃的眼晕，赶紧移开视线，干咳两声：“这个真不换。”各位手作见状，又是惋惜又是气愤，骂骂咧咧地坐了回去。看方平的眼神，就像看一个抱着金条招摇过市的傻子。穆瑶光眼神一暗，悠悠叹了口气，也无奈退回。这臭小子简直不知好歹，难道不知道匹夫无罪怀璧其罪的道理吗？真以为自己能保住这地脉灵乳不成？对此方平却不甚在意，因为他压根没打算把地脉灵乳留到明天，回去就直接开始天道筑基。然而就在方平以为这场闹剧终于结束，可以溜之大吉的时候，突然一股无法形容的恐怖威压瞬间降临，仿佛整个天空都压了下来，百里虚空骤然凝固，所有声音戛然而止。修为稍低的弟子直接脸色惨白，呼吸困难，几乎要跪伏下去。就连各峰首座也是身形一僵，脸上露出敬畏之色。一道璀璨的七彩霞光自天边亮起，瞬息而至。霞光散去，一位女子凭空而立。她身着素白宫装，裙摆摇曳间仿佛有日月星辰流转，青丝如瀑，仅用一根简单的玉簪挽住。她的容貌无法用言语形容，仿佛集天地之灵秀于一身，完美的不似凡人，却又带着一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清冷与威严。最让人心悸的是她那双眼眸深邃如星空，仿佛能看透世间一切虚妄。周身散发出的气息如渊如玉，赫然是化神期大能。参见圣女。以各峰首座为首，所有长老弟子齐齐躬身行礼，声音带着无比的恭敬。就连那一直嚣张跋扈的陆执事，此刻也五体投地，不敢造次。来人正是玄天圣地当代圣女洛倾城。方平的心脏猛地一跳，差点从嗓子眼里蹦出来。卧槽，这位怎么来了？他赶紧低下头，恨不得把自己缩进地缝里。看不见我洛倾城圣女微微颔首，示意众人起身。他的目光扫过那片已然消失的秘境入口，秀眉微蹙，清冷的声音响起，如同仙乐，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云灵秘境乃宗门重地，突然崩塌，事关重大，本宫需探查缘由。说罢，他纤纤玉手对着虚空轻轻一划，刺了一声裂锦般的巨响，广场上方的空间竟然被他徒手撕裂开一道巨大的口子，里面是混乱的空间乱流和破碎的秘境碎片。化神之威，恐怖如斯。所有弟子都看得心神摇曳，震撼无比。洛倾城神识如潮水般涌入空间裂缝，仔细搜寻着。片刻后，他眸光一凝，似乎有所发现。玉手轻招，几块焦黑的残留着一丝微弱气息的碎片被他捞了出来。幻灭云火的气息果然消散了吗？圣女轻声自语，绝美的脸庞上露出一丝疑惑。奇怪，并非自然逸散，倒像是被人强行收取了。他的目光骤然变得锐利起来，如同两道实质的冷电缓缓扫过全场每一个人。方平感觉自己的后背瞬间被冷汗打湿了，强忍着运转功法压制体内两朵异火的冲动，拼命降低自己的存在感。洛倾城的神识细细掠过每一个人，当扫过方平时，他的目光微微停顿了一下。方平的心跳骤停了一拍，完了，被发现了。在所有人紧张的目光注视下，圣女洛倾城莲步轻移，竟缓缓走向了方平。他每走一步，方平就感觉自己的心脏被重锤敲击一下。恐怖的化神威压虽然没刻意针对他，但也让他几乎喘不过气。终于，洛倾城在方平面前站定，居高临下，那双仿佛能洞彻人心的星空之眸静静地注视着他。方平头皮发麻，连大气都不敢喘，只能僵硬地低着头。然后在所有人惊愕的注视下，这位尊贵无比的玄天圣女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瞠目结舌的举动。她微微俯下身，绝美的脸庞靠近方平，挺翘的琼鼻轻轻抽动了一下，似乎在嗅着什么。一股清冷如雪，却又带着一丝难以言喻的幽兰体香钻入方平的鼻腔。方平，他全身的血液都快凝固了，要死要死要死！他不会是闻到自己储物袋里那原味3件套了吧？洛倾城抬起眼眸，目光再次落在方平那张因为极度紧张而有些发白的脸上，完美的唇角勾起了一抹极其细微、意味深长的弧度。啪！洛倾城一指点在方平眉心，嗡嗡！顿时，云落星颜自动离体而出。怪不得你不愿交换地脉灵乳，原来是身怀一朵先天灵火。嗡嗡！炽烈的高温席卷全场。先天灵火，竟然是先天灵火！这小子居然身怀此等奇物！各峰首座再次震惊失声，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他们终于明白方平为什么死活不肯交换地脉灵乳了。原来他早就集齐了天道筑基的2大先决条件，
先天灵物和地脉灵乳。这狗屎运也太逆天了吧！慕瑶光首座更是呼吸一滞，看向方平的眼神无比复杂，有震惊，有恍然，更有一丝难以抑制的贪婪。他猛地再次开口，声音尖锐：“方平，你只是9品武灵根，就算拥有此等神物，筑基成功的几率也不高，为何不能成全韩月？”他的语气中已然带上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威胁意味。可恶，这小子何德何能啊！必须逼他交出来，哪怕用强人儿。他的话还没说完，就被一个洛倾城强势打断。木首座，圣女洛倾城缓缓直起身，目光淡然地扫向慕瑶光，声音带着一股无形的压力，让慕瑶光瞬间脸色发白。身为首座，当众觊觎门下弟子机缘，甚至出言胁迫，这与魔道行径有何区别？洛倾城的声音不高，却清晰地传入每个人耳中，如同惊雷炸响。我玄天圣地立宗之本，乃煌煌正道，兼容并蓄，机缘天定，强求乃是大忌。今日你若强夺他地脉灵乳，他日是否也要强夺他人法宝功法？此风若长，圣地与魔窟何异？字字珠玑，掷地有声。一番话说得慕瑶光面红耳赤，冷汗涔涔，羞愧地低下头，再不敢多言半句。圣女教训的是瑶光之错，其他原本也有些心思的首座，此刻也彻底息了念头，心中凛然。圣女亲自发话定调，谁还敢动歪心思？陆直是在一旁看着，嫉妒的尖儿发紫，后槽牙都快咬碎了。凭什么？这废物杂役凭什么能得到先天灵火和地脉灵乳，还能得到圣女的庇护？他恨不得立刻冲上去把方平撕碎。洛倾城训斥完慕瑶光，目光重新落回方平身上，以及那簇跳动的陨落星岩。他伸出纤纤玉指，似乎想要触碰感知一下这朵奇异的火焰。然而就在他的指尖即将触碰到陨落星岩的瞬间，嘶！洛倾城的娇躯微不可察的轻轻一颤，他的脸颊飞起一抹极淡的红晕，眼神中闪过一丝难以言喻的慌乱和水润。这火焰怎么回事？为何靠近他会让自己心神荡漾，甚至身体产生一丝奇怪的燥热感？他猛地收回手，狠狠瞪了方平一眼。方平被瞪得莫名其妙，一头雾水。又咋了？这圣女眼神怎么怪怪的，好像我干了什么坏事一样。洛倾城压下心头那丝异样，双腿并得更拢了些，也懒得再仔细探查这朵不正经的火焰。屈指一弹，将陨落星岩重新打回方平体内。你既已急其所需，便好生准备，争取早日筑基成功。洛倾城恢复清冷模样，淡淡吩咐了一句：“是，多谢圣女。”方平连忙应声，心里长长松了口气。还好，没发现幻灭云火。洛倾城不再多言，身形一晃，化作七彩霞光，消失在天际。那恐怖的化神威压也随之散去。广场上所有人都感觉肩头一轻，大口喘起气来。一场风波暂时平息，各峰首座神色复杂地看了方平一眼，也纷纷离去。慕瑶光临走前，眼神复杂地看了一眼方平和自己徒弟，叹了口气，终究没再说什么。陆直是怨毒地瞪了方平一眼，灰溜溜地跑了。他得赶紧去向萧云郎汇报这个糟糕透顶的消息。很快，方平拥有地脉灵乳和先天灵火，即将尝试天道筑基的消息却像长了翅膀一样，瞬间传遍了整个玄天圣地，引起的震动远超之前的秘境崩塌。紫霞峰，萧云郎洞府，废物，一群废物！砰！名贵的灵玉茶具被狠狠摔在地上，碎片四溅。萧云郎面目扭曲，再无平日里的温润如玉，眼中满是暴力。5个筑基期，杀不了一个淬气境的杂役，还被他弄得提前退出秘境。现在更是让他得到了地脉灵乳和先天灵火。他死死盯着跪在地上瑟瑟发抖的陆直视，恨不得一掌劈了他。公子息怒，息怒啊！陆直视磕头如捣蒜，那小子邪门得很，而且有苏家和丹峰。够了！萧云郎厉声打断，胸口剧烈起伏，他无论如何也想不通，那个被他视作蝼蚁，随手就能捏死的杂役，怎么会一次次逃脱杀局，甚至还得到了如此天大的机缘？天道筑基，那可是天道筑基啊！就连他萧云郎身为紫霞峰亲传，也只是以地道筑基之法晋升的。那个杂役，他凭什么？强烈的嫉妒和羞辱感几乎要将他吞噬。啊！萧云郎猛地一掌拍出，咔嚓！陆直是一声凄厉惨叫，整条右臂以一个诡异的角度扭曲起来，骨头显然已经碎了。滚！给我钉死他！他若筑基失败也就罢了，若是成功，萧云郎眼中杀机爆闪，不惜一切代价给我彻底除掉。是。陆直是忍着剧痛，连滚爬爬地退了出去。天书峰一处精致洞府内，苏黎烟一袭白衣，临窗而立，
原本高傲绝美的脸庞上，此刻却写满了震惊和一丝茫然。方平居然要天道筑基了，那个在凡间时灵根资质低劣，被他认为注定无法跟上他脚步，最终被他决绝抛弃的方平，竟然得到了连他都羡慕不已的大机缘。他虽也是天道筑基，但过程无比艰难，并不算圆满。自己难道真的看走眼了吗？一丝难以言喻的复杂情绪悄然在他心中蔓延。丹峰，方平暂住的小院，方平并没有立刻开始筑基，而是静静等待着。很快，一脸颓色的江寒月出现在门口。地脉灵乳如今已经无法得到，他注定只能地道筑基，因此情绪极为低落。叫我来做什么？见证你方大天才的天道筑基吗？江寒月酸溜溜道。方平看着他，慢悠悠地道：我说，如果我有办法让你也能天道筑基呢？什么？江寒月美眸骤然睁大，难以置信地看着方平。你说什么？这怎么可能？地脉灵乳只有一滴，他怎么可能让给自己？用什么方法你别管。方平放下茶杯，目光灼灼地看着他。我就问你，若能让你天道筑基，你能付出什么代价？江寒月的心脏砰砰狂跳。天道筑基，这是他梦寐以求的境界，是他潜入玄天圣地背负巨大风险的目标之一。他死死盯着方平，试图从他脸上看出开玩笑的痕迹，但没有，他是认真的。你想要什么？江寒月的声音有些干涩，带着警惕。灵石、功法，还是那些东西，等我筑基成功，自然不会缺。方平打断他，身体微微前倾，带来一股压迫感。我要你这个人。江寒月脸色猛地一变，下意识后退半步，护住胸口，眼中闪过羞怒。你无耻，休想！虽然曾经被方平糟蹋过一夜，但江寒月却只当是被狗日了，不希望长期保持那种关系。更何况方平周围全是绝色女子，他再倒贴上去，不过是成为对方的玩物罢了。方平翻了个白眼，想啥呢？我是说，我要你为我做事10年，10年之内听我号令，当然不会让你去做必死或者违背你底线的事情。江寒月愣住了，为他做事10年，这个条件听起来似乎并非不能接受。相比于天道筑基的机缘，10年自由又算得了什么？而且他说不会违背底线，内心剧烈挣扎了片刻。江寒月猛地一咬银牙，好，我答应你，若你真能助我天道筑基，我江寒月立下心魔大事，为你驱策10年。爽快！方平夫长一笑，那就立誓吧。江寒月也不含糊，当即立下契约，以心魔起誓，定下了10年之约。誓言成立，一道无形的约束之力降下，萦绕在两人心头。江寒月松了口气，同时又有些期待和忐忑地看着方平。现在可以给我地脉灵乳了吗？他伸出手，然而方平却没有拿出玉瓶，反而是一把抓住了他伸出的手腕，用力一拉。啊！江寒月惊呼一声，猝不及防之下，整个人被拉得向前扑去。还没等他反应过来，一张带着坏笑的脸庞就在他眼前急速放大。下一刻，他的唇瓣就被一股霸道而灼热的气息封住了。江寒月的大脑瞬间一片空白，眼睛瞪得滚圆。他竟然又此处省略1万字，混沌，无耻，骗子！江寒月猛地推开方平，踉跄后退，衣衫凌乱，发髻散落，几缕青丝粘在泛着潮红的颊边。那双原本清冷的眼眸此刻水光潋滟，含着薄怒与委屈，宛如雨打梨花，我见犹怜。混沌，无耻，骗子！他声音发颤，带着哭腔，明明说好不会做违背我底线之事，这又算什么？虽然这次似乎比上次那狂野的一夜温柔了许多，甚至带来一些愉悦的感觉，但这更让他心慌意乱，难以接受。方平咂咂嘴，似乎在回味什么，脸上挂着欠揍的笑容。急什么？你再仔细感受一下丹田气海。江寒月一愣，下意识内视自身，刚才情绪激动未曾察觉，此刻静心感应，顿时发现一股精纯无比、蕴含着磅礴生机的暖流正从小腹处缓缓扩散开来，浸润着四肢百骸。那气息，那感觉，竟是地脉灵乳的神效。可这怎么可能？他猛地抬头，震惊地看向方平。方平耸耸肩，一脸我可没骗你的表情。效果可能比原版稍弱一点点，但助你天道筑基绰绰有余了。这是阴阳大道经的另一种运用方式，可以将天才地宝的神意与双修对象共享，算是另类的复制粘贴。江寒月彻底呆住了，原来他刚才那般竟是为了用这种匪夷所思的方式将地脉灵乳的神效渡给自己。自己刚才还骂他骗子无耻，
一股强烈的羞愧和莫名的情绪涌上心头，让他脸颊滚烫。对不起，我误会你了。他声如文瑞，之前的委屈愤怒荡然无存，只剩下一丝难以言喻的悸动。他居然用这种方式干，这也太羞人了。但他确实做到了，7成地脉灵乳的功效，天道筑基足够了。方平摆摆手，大度道：没事，反正我也不亏。目光在他微长的衣襟处扫过，嘿嘿一笑。江寒月顿时羞得无地自容，手忙脚乱地整理衣物。就在这时，轰！一股难以形容的浩瀚气息猛地从方平体内爆发开来，丹田内那簇陨落星炎欢快地跳跃着，与地脉灵乳的精纯能量迅速交融。与此同时，方平毫不犹豫地将那朵幻灭云火也彻底释放出来。第二朵先天灵火，两朵属性各异却同样强大的先天灵火，在地脉灵乳的居中调和下，非但没有互相排斥，反而开始一种奇妙的共鸣与融合。一股远超寻常天道筑基的恐怖波动，以方平为中心，轰然扩散。天空中风卷云涌，道道霞光穿透云层，无穷彩链当空舞动，仙音渺渺，仿佛自9天之外传来。地面之上，金莲虚影凭空涌现，缓缓旋转，散发出沁人心脾的异香。方圆100里内的灵气疯狂地向小院汇聚，形成一个巨大的灵气漩涡。天降异象，金莲的涌，这是天道筑基，有人天道筑基成功了。是谁？是哪位内门天骄？整个玄天圣地再一次震动，无数道目光投向天穹，充满了难以置信和狂热。各峰首座刚回到自家山头，屁股还没坐热，就又猛地跳了起来，骇然地看向那天地异象。肯定是那个方平，他竟然这么快就开始了，而且还成功了。扶风刘真人胡子都快揪掉了，天道筑基竟然真的成了。气风首座眼神复杂，喃喃自语。紫霞峰上，陆执事正在接胳膊，感受到这股气息和异象，脸色大变，咔嚓一声，刚接好的骨头又被受惊的衣袖捏得裂开。陆执事，我他妈招谁惹谁了？天道筑基，他居然真的成功了！凭什么？凭什么那个杂役能有如此运气？我不服！萧云狼状若疯魔，双眼赤红。他费尽心机想要除掉的人，反而步步高升，如今更是获得了连他都渴望不到的机缘。这种强烈的挫败感让他几乎失去理智。陆文昌，他厉声嘶吼：给我去查那个方平所有的底细，他接触过的所有人，我就不信他没有弱点。还有，给我联系影沙阁，出最高价，我要他死，立刻，马上！萧云狼的声音充满了歇斯底里的疯狂。陆执事吓得浑身一颤。公子，影沙阁是东荒域第一杀手组织，要价极高，而且万一被圣地查出，我不管，我必须让他死！萧云狼猛地掐住陆执事的脖子，眼神狰狞，要么他死，要么你死！天书峰，苏丽烟推开窗户，望着那漫天霞光，玉手紧紧攥住窗棂，眼神复杂到了极点。他竟然真的做到了！天道筑基，自己当初的选择真的错了吗？一丝悔意悄然缠绕上他的心房。打发走江寒月，方平关上院门，迫不及待地开始仔细体会天道筑基后的变化。这一内视差点把他自己吓一跳。卧槽，这差距也太大了吧！他之前虽然是淬气境，但对筑基期的划分还是了解的。普通筑基就是将体内灵气转化为更精纯的液态灵液，开辟丹田灵海，容量和质量都比淬气境强上数倍。地道筑基则是在此基础上，借助宝物引动一丝大地脉动之力融入灵海，使得灵液更加厚重绵长，恢复速度更快，根基也更稳固。灵海容量是普通筑基的10倍以上。而天道筑基方凭看着自己丹田内那简直望不到边的浩瀚灵海，感觉头皮都有些发麻。这哪里是海，这特么快赶上小宇宙了。粗略估计，灵力的总量至少是普通筑基的100倍，地道筑基的10倍。而且这灵液的质量精纯凝练到了极致，闪烁着淡淡的七彩霞光，随便抽取一丝都重若千钧，威力远超普通筑基修士的全力一击。这都不是灵气化液，而是灵气化坛了。方平兴奋无比，以后跟人打架，光靠灵力雄厚都能耗死一堆同级。这还只是灵力的变化，他的神识经过天道筑基的洗礼和太虚调天经的加持，更是发生了质的飞跃。以前他的神识最多能覆盖方圆几10丈，现在心念一动，轻松笼罩整个丹峰，甚至连丹峰上弟子们的窃窃私语、炼丹房里的动静、灵草园里娇喘的师妹都感知得一清二楚。牛逼，这神识强度怕是比一般金丹初期都强了吧？方平咂舌，这还只是初入筑基，肉身也被天道筑基时涌入的磅礴灵气和道运反复淬炼，强度飙升，皮肤下隐有宝光流动，
寻常法器恐怕都难伤分毫。怪不得人人都想天道筑基，这完全是全方位无死角的超级加强啊！然而，这还不是最大的惊喜。最大的惊喜来自于丹田灵海之上，那2朵相互缠绕、缓缓旋转的火焰。一朵是原本的陨落星岩，透明无形，却能灼烧心神，引动心魔；另一朵是新加入的幻灭云火，虚幻缥缈，能制造幻境，虚实相生。此刻，在2朵火焰的交汇处，竟然诞生出了一缕极其细微，却散发着令人心悸气息的新生火焰。这缕新火焰呈现出一种奇异的灰白色，仿佛星火与云火的完美融合。它既有陨落星灼烧心神的特性，又带着幻灭云火虚实变幻的诡异。方平小心翼翼地将一缕神识探入其中，瞬间他感觉自己的意识仿佛被拉入了一个亦真亦幻的世界，无数幻象丛生，心魔低语，真实与虚假的界限变得模糊。更可怕的是，这火焰似乎能直接攻击对手的神魂本源，并将人拖入由施术者编织的噩梦之中，从心神和感知2个层面进行双重打击。这是融合变异了。方平又惊又喜，他给这新生的火焰命名星云幻灭炎，这绝对是意外之喜。就连方平自己都没想到，同时拥有2种先天灵火，在天道筑基后居然能融合蜕变。虽然现在这缕星云幻灭炎还非常微弱，但潜力无穷。想象一下，对敌时悄无声息地放出此火，敌人可能还没反应过来，就已经陷入真幻难辨、心魔丛生的绝境。这简直就是阴人啊，不，克敌制胜的绝佳利器啊！果然，风险与收益并存。方平美滋滋地想，虽然差点被圣女发现，秘境也搞炸了，但这波血赚。天道筑基的雄厚根基，加上这潜力无限的星云幻灭炎，方平对未来充满了期待。等巩固好境界，就能修炼更强大的筑基法术了。他现在修行的清风剑诀明显有些不够看了，下次垂钓，希望能钓点攻击性强的好东西。还有那个萧云郎，估计不会善罢甘休，得尽快提升实力。他仿佛已经看到自己脚踩萧云郎，拳打各路天骄，与各位师姐师妹共同探讨大道的未来。稳住，别浪，先苟一波，把等级练上去。方平压下激动的心情，开始专心巩固筑基初期的境界，熟悉暴涨的力量，同时温养那缕新生的星云幻灭炎。这朵由2种先天灵火孕育出的星火，将会成为他未来最大的底牌之一。砰！院门被粗暴地撞开，穆瑶光去而复返，脸色阴沉的能滴出水来。他死死盯着方平，金丹大圆满的威压毫无保留地释放，如同山岳般压向方平。方平，你好大的本事！他声音森寒，带着强烈的贪婪，说：“你到底用了什么手段，竟然能搞出第2份地脉灵乳？地脉灵乳啊，那可是能助人天道筑基的绝世神物。若是能得到制造方法，那他穆瑶光岂不是发财了？一滴地脉灵乳，价值最少15万中品灵石啊！这诱惑太大了，大到足以让他铤而走险，无视圣女的警告和丹峰首座云韵的威胁。”方平被这突如其来的威压震得气血翻腾，但天道筑基的根基毕竟雄厚，他强行站稳，皱眉道：“穆真人，你这是何意？地脉灵乳只有1滴，我已用于自身筑基，何来第2份？”放屁！穆瑶光根本不信，眼中满是讥讽。那江寒月是如何天道筑基的？难道他自己也有1滴？休要骗我！快说！他步步紧逼，威压更盛。说出来，本座可许你无尽资源，临阵丰富首座之位，甚至本座亦可与你结为道侣，共参大道。说到最后，他竟然微微挺胸，眼中流露出一丝媚意，试图用美色诱惑方平。好家伙，威逼利诱加色诱，全套服务啊！可惜他对这种心眼小、极度心强的老阿姨实在没啥兴趣。穆首座，你想多了。方平无奈摊手，我真没骗你。江师姐能筑基，是因为我用双修秘法将地脉灵乳的部分神效渡给了她。此法消耗巨大，且无法复制。我现在已经被榨干了，1滴都没有了。他说的全是实话，但穆瑶光怎么可能相信这种离奇的说法？冥顽不灵。穆瑶光彻底失去耐心，眼中寒光一闪，看来不给你点苦头吃，你是不会说实话了。他猛地一抬手，速度之快远超方平反应，一道灵光闪过，数道灵力锁链瞬间射出，将方平捆了个结结实实。金丹大圆满的实力根本不是刚筑基的方平能抗衡的啊！方平瞬间被捆倒在地，动弹不得。穆瑶光脸上露出得意的笑容，走上前，鞋尖轻轻踩在方平的胸口，微微用力。现在能好好说话了吗？他手中光芒一闪，出现一条闪烁着电弧的黑色皮鞭，在空中甩出一个响亮的鞭花，发出噼啪的爆鸣声。本座的金魂鞭滋味可不好受，抽在身上痛彻神魂。
最后问你一次，说还是不说？方平被踩得有些喘不过气，心里把这老娘们骂了800遍。他心念一动，丹田内那缕微弱的星云幻灭炎悄无声息地顺着经脉流转，透过被踩的胸口，一丝极其隐晦的灰白火苗沾上了穆瑶光的鞋底。穆瑶光正得意洋洋准备严刑逼供，忽然感觉脚踝处微微一热，紧接着他眼前的景象猛地一晃，他发现自己不知何时竟被方平反压在了身下。方平的眼神变得邪魅狂狷，一只手粗暴地捏着他的下巴，另一只手竟然在他身上游走，而他竟然浑身酥软，使不出半分力气，甚至还隐隐有些期待。你放肆，快放开本座！穆瑶光又惊又怒，想要挣扎，却发现自己发出的声音竟然带着一丝娇喘。穆首座刚才不是还想与我结为道侣吗？幻境中的方平邪笑着，手指划过他的脸颊，怎么现在又害羞了？大胆！本座岂是你能亵渎的？穆瑶光心神俱震，羞愤欲绝，偏偏身体却传来一阵阵陌生的快感，让他几乎崩溃。这当然是星云幻灭炎制造的幻境。他直接攻击穆瑶光的心神，将他内心深处对方平的欲望无限放大，编织成了这个让他既恐惧又沉沦的噩梦。现实中，穆瑶光身体猛地一颤，俏脸瞬间变得通红，眼神迷离，呼吸急促，发出一声令人浮想联翩的呻吟，踩着方平的脚也下意识地松开了。方平趁机猛地挣脱灵力锁链，一个翻滚拉开距离，警惕地看着陷入幻境、表情变幻不定的穆瑶光。效果不错啊！方平看着穆瑶光那副春光灿烂的样子，暗自咂舌，这星云幻灭炎果然强悍，这才只是一缕火苗，就能让金丹大圆满的修士陷入如此逼真的幻境。虽然持续时间肯定不长，但也足够可怕了。果然，不过2、3息功夫，穆瑶光猛地一个机灵，从幻境中挣脱出来。他先是茫然了一瞬，随即意识到刚才发生了什么，整张脸瞬间由红转白，再由白转青。方平，他发出一声羞愤到极点的尖叫，眼神如同要吃人。他竟然被一个筑基小子用如此羞辱的方式戏弄了，奇耻大辱！我要杀了你！他状若疯狂，周身灵力暴动，就要不顾一切的动手。穆瑶光，方平立刻大喝一声，同时再次催动星云幻灭炎。你确定要在这里动手？刚才的幻境滋味不错吧？你想让全宗门的人都看看临阵风首座发春的样子吗？穆瑶光动作猛地一僵，想起刚才那令人羞耻的幻境，顿时投鼠忌器，气得浑身发抖，却真的不敢再动手了。他死死盯着方平，眼神怨毒无比。好，很好，方平，本座记住你了，我们走着瞧。放完狠话，他一刻也不敢多待，生怕方平再弄出什么诡异手段，化作一道流光狼狈遁走，连头都不敢回。呼，方平长舒一口气，擦了把冷汗，吓死爹了，差点就贞洁不保。金丹大圆满果然不好惹，看来必须尽快提升实力了。经过这番折腾，方平彻底沉下心，开始巩固修为并钻研炼丹术。他尝试改良七情六欲丹，凭借强大的神识和对药性的精准把握，竟然真的成功将其推入了2品灵丹的层次，药效更强，更难以察觉。期间，宗门传来消息，柳如烟和楚清歌因为在地道筑基和秘境中的出色表现，被内门2位长老看中，直接提拔为内门弟子。内门才是玄天圣地真正的核心所在，竞争更加激烈，资源也更丰富。据说内门弟子每月领取的灵石就堪比外门弟子1年所得，各种功法、秘境、指导都不是外门能比的，但也意味着更多的明争暗斗和派系倾轧。方平替他们高兴的同时，也感到了压力，必须尽快进入内门。而将寒月天道筑基的消息却被穆瑶光死死压了下来，没有外传。他显然还没死心，想独占这个秘密。几天后，江寒月悄悄来找方平，主人，寒月有一事相告，此事关乎我的性命。他深吸一口气，压低声音，您知道的，我并非玄天圣地本土修士，我乃是被6道魔宗安插进来的案子。说完，他紧张地看着方平，等待着他的反应。方平挑了挑眉，倒是没太意外。6道魔宗，就是那个被正道天天喊打喊杀，据说无恶不作的魔门。江寒月点点头，苦笑道，对外是称魔宗，他们自己则自称6道圣宗。我奉命潜入玄天圣地，收集情报，地位越高，能获得的情报价值越大，宗门给予的奖励也越丰厚。他坦白这一切，既是表忠心，也是某种程度上的求助。毕竟间谍这个身份就是在走钢丝，随时都有万劫不复的可能。方平摸着下巴，无所谓的摆摆手，就这啊，我还以为多大点事呢。啊！江寒月愣住了，魔门奸细，这罪名要是坐实，可是要抽魂炼魄的。他居然这么淡定。方平嗤笑一声，什么正道魔道，在我看来，
无非是正道手段冠冕堂皇些，魔道形式不加掩饰罢了，都是为了资源和利益，谁又比谁高贵？你放心，我对这玄天圣地没啥归属感，你该干嘛干嘛，别暴露就行，说不定以后还能里应外合，捞点好处呢。江寒月闻言彻底惊呆了，心中涌起惊涛骇浪。他没想到方平的思想竟然如此离经叛道，但又莫名的让他感到一丝安心和认同。这个主人好像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打发走世界观受到冲击的江寒月，方平沉浸在修炼中。太虚吊天经随着他天道筑基也顺利突破，并参悟出了一门新的神通太虚直干。此神通并非攻击法门，而是能极大增强他对调来之物的掌控力。无论调上来的是什么，品级多高，只要成功上钩，便极难挣脱他的掌控，相当于给青木钓竿加了一个强制绑定的超级 buff。 牛逼，这下也不怕钓到大家伙跑掉了。方平喜出望外，终于7天时间到，可以进行下一次诸天垂钓了。方平兴奋地搓了搓青木钓竿，连续几次垂钓都收获惊人，让他对垂钓诸天充满了无限期待。老伙计，这次给点力啊，最好来点能直接提升战斗力的，比如什么先天圣体道胎、绝世女帝之类的。他一边嘀咕，一边琢磨着这次的垂钓地点。以前的垂钓位置虽然隐蔽，但总觉得差点意思。听说宗门有些特殊地方，空间波动比较活跃，说不定能连通到更好的鱼塘。他想起丹峰后山有一处废弃的观星崖，那里地势高，据说以前是宗门前辈观察星象、感悟虚空的地方，后来荒废了，但偶尔会有异常的空间波动，就去那儿试试。说干就干，方平趁着夜色悄悄溜到了观星崖。这里果然荒凉，杂草丛生，只剩下一座破旧的石台，但站在崖边确实能感觉到周围的空间似乎比别处更薄一些。就这儿了。他深吸一口气，感受着微凉的山风，全力运转太虚吊天经，将灵力注入钓竿。嗡，钓竿手柄处的银色纹路亮起，鱼线甩入身前看似空无一物的水潭。这一次有了太虚直竿神通，加上此地特殊的空间环境，方平感觉鱼线穿梭的速度更快，感知的范围也更广了，果然来对地方了。他心中暗喜，集中精神，努力将鱼钩抛向更深远的地方。攻击法宝，神功秘籍，来个能打的打手也行啊。鱼线在虚无中穿梭，仿佛过了很久，又仿佛只是一瞬。突然鱼线猛地绷紧，一股诡异灵动的力量顺着鱼线传来。来了，大家伙！方平眼睛一亮，全力催动太虚直竿。给我起！他低喝一声，双臂用力猛地向后一拉，哗啦，身前的空间仿佛水面般荡漾开来，被扯开一道细微的口子。一道闪烁着七彩琉璃光芒的影子被硬生生从虚无中拖了出来，啪嗒一声掉在方平面前的石台上，还弹了两下。方平定睛一看，愣住了。这是啥？掉在他面前的竟然是一条鱼。老是钓上来稀奇古怪的东西，导致方平对于上鱼这件事有点愣住。这是一条约莫手臂长短，通体覆盖着七彩鳞片的鱼。这鱼长得极其漂亮妖异，鱼尾如同轻纱，但它此刻受惊不小，落在地上后猛地弹跳起来，鱼嘴张开，竟发出一种如同少女哭泣般的呜咽声。呜嘤！然后他身上七彩光芒一闪，竟然凭空消失了。卧槽！隐身鱼！方平乐了，这诸天万界还真是什么奇葩都有啊。他丝毫不慌，嘿嘿一笑，全力运转太虚直竿。小样儿，还挺能藏，给我现形！鱼线上光芒流转，无形束缚力收紧。呜嘤！空气中传来一声吃痛的呜咽，七彩琉璃鱼被迫显形，拼命扑腾，鱼眼里流露出惊恐和愤怒，还挺有灵性。方平打量着这条漂亮鱼，感觉它体内有股精纯奇特的生命能量，但攻击性不强，所以我费了半天劲就钓上来一条好看的鱼。方平有点哭笑不得，这玩意儿能干吗？似乎感受到了恶意，鱼挣扎得更厉害了。就在方平考虑是放生还是养起来时，他体内的星云幻灭炎忽然微微跳动，传递出一丝渴望。方平心中一动，分出一缕星云幻灭炎，顺着鱼线蔓延过去，轻轻触碰了一下那条鱼。呜嘤！七彩琉璃鱼猛地一颤，发出的声音带上了一丝难以言喻的颤音，像是极度舒服的呻吟。他身上七彩鳞片光芒大放，变得更加璀璨梦幻。同时方平感觉到一股精纯无比，能滋养神魂的奇异能量反馈回自身，神识传来一阵舒泰之感，甚至隐隐有了一丝增长。这鱼竟然能滋养神魂，还能与星云幻灭炎互补。方平惊呆了，又钓到宝了啊！天道筑基后灵力暴涨，但神魂修炼需要水磨功夫，这鱼简直是神魂修炼的外挂。嘿嘿，小鱼儿，
别怕别怕，以后跟着我，吃香的喝辣的。他试图表达善意，于挣扎减弱，但眼里还是充满警惕。方平不着急，小心翼翼地将他提起，准备回去找个浴盆养起来。给你取个名字吧，这么漂亮，还会隐身，叫声跟嘤嘤怪似的，就叫你小樱吧。七彩琉璃鱼。小樱似乎并不喜欢，甩了他一脸水花。英宁，一个鱼跃，小樱直接钻入了方平眉心，在他的神魂之中畅游。一瞬间，方平只觉神魂在不断增强，神识感知距离瞬间突破100里。这也太爽了！方平大呼过瘾。一个小樱，一个星耀。方平现在就算躺着不动，修为和神魂进步的速度都远超同级。就在方平美滋滋地收获新宠物时，玄天圣地高层却被一则突如其来的消息震动。10万大山深处有上古秘境鲲鹏巢现世。鲲鹏乃是上古神兽，其巢穴秘境中蕴含无尽机缘，甚至可能留有鲲鹏宝术或血脉传承。消息一出，整个东荒域都为之沸腾，无数势力摩拳擦掌，准备派遣弟子前往争夺机缘。然而经过大能探查，发现那鲲鹏巢外围有极强的上古禁制，对修为有严格限制，只有金丹期以下的修士才能进入。一旦有金丹及以上修士强行闯入，立刻会引动禁制，遭到无情抹杀。这意味着这将是各方势力年轻一代天骄的舞台，一场龙争虎斗在所难免。玄天圣地自然也不例外，立刻开始紧急遴选最优秀的筑基期弟子，准备前往这危机与机遇并存的鲲鹏巢。丹峰大殿，穆婉容将方平召至殿内，云韵端坐主位，穆婉容侍立在一旁，气质温婉，看向方平的眼神带着几分幽怨。柳如烟则站在另一侧，身着一袭内门弟子的流云袍，身段愈发玲珑有致，气质比以往更显落落大方。但看到方平时，脸上却闪过一丝红晕。他已入了内门丹灵峰，但是却放心不下方平，所以才特意来看一眼。师尊，方平到了。穆婉容轻声禀报。云韵手作抬眸，目光落在方平身上，神色是前所未有的凝重。方平，你来得正好。云韵先指轻点，一幅由灵力勾勒出的浩瀚图案浮现于空中，其中一处标记着巨大的鲲鹏图，散发出危险的气息。10万大山深处，上古秘境鲲鹏巢现世，此事你可知晓？方平心头一跳，面上保持镇定。弟子不知。鲲鹏巢乃上古神兽遗泽，内含无尽机缘，甚至可能留有鲲鹏宝术或血脉传承。云韵声音沉凝，然伏羲或之所伏，其中凶险远超你之想象。他指尖划过光幕，那鲲鹏图案周围顿时显现出无数细小红点。秘境自身遍布天然沙阵，空间裂缝，更有上古遗留的凶兽残魂游荡，嗜血暴戾。然而最需警惕的永远是人心。东荒各大宗门乃至一些隐士家族、魔道巨擘都会派遣精锐弟子前往，每一次这等秘境开启，都是天骄喋血，白骨铺路之时。他的目光扫过方平、穆婉容，最后在柳如烟身上略有停顿。你虽以天道筑基，潜力无穷，但修行日短，斗法经验恐有不足。鲲鹏巢之中危机四伏，筑基大圆满之下，皆是如履薄冰。云韵轻叹一声，语气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关切。本座其实并不希望你过早涉足如此险地。殿内气氛一时有些沉重。柳如烟微微抿唇，她之所以特意从内门回来，就是因为得知了鲲鹏巢的消息，并且知道圣地此次允许所有天道筑基以及地道筑基中期以上的弟子前往。她几乎可以肯定，以方平的性格，绝不会错过这等机缘。她有些担心。穆婉容也面露忧色。就在这时，云韵话锋一转，带着一丝决然。大道争锋，如逆水行舟，此等万载难逢之机缘，若是错过，道心恐生瑕疵，将来必然后悔莫及。圣地决议，所有天道筑基弟子皆可前往，争那一线造化。他美眸灼灼地看向方平。方平，最终去与不去，由你自己决断。方平一听鲲鹏、上古秘境、宝术传承，眼睛早就亮得大灯似的，心跳都加速了几分。危险？怕啥？修仙不就是逆天而行？富贵险中求。更何况，他下意识地感应了一下怀里还在熟睡的小樱，这小家伙似乎对鲲鹏2个字有那么一丝极其微弱的反应。这波必须去，弟子愿往。方平毫不犹豫，定不负手作期望，必为丹峰争光。鲲鹏巢，神兽传承，还有可能跟我的新宠物有关。这要是不去，简直天理难容。至于危险，嘿嘿，谁危险还不一定呢。云韵似乎早料到他的选择，眼中闪过一丝赞赏，微微颔首。好，有胆魄。既然如此，你便回去好生准备。1月后，宗门广场集合出发。说罢，他似想起什么，
抬手间一道流光飞向方平，方平接过是一枚温润玉简，神识微微一探，流水分光见绝，玄阶极品。这方平一怔，旁边的穆婉容轻声解释道：“徒儿，这是云韵师尊此前与那陆执事对赌赢来的。”云韵语气淡然，却自有一番气势。我丹峰弟子，岂能让人轻侮？即便是内门出手，也要付出代价。此剑诀攻守兼备，变幻莫测，正合你如今修为，好生修习，鲲鹏朝内或可多一分保障。多谢首座。方平心中有些感动，郑重行礼。这位美女首座虽然看着柔软，但是真护短啊。云韵淡淡摆手，转身便走，身姿摇曳间，那成熟丰腴的曲线在道袍下若隐若现，风情万种。方平抬眼望去，心中不由暗赞这身材，这气质真是绝了。老 A8 也是 A8 啊，这要是能，嘿嘿，既然都当了冲师逆徒了，要不然再胆大包天点，试试冲师乃逆徒。这个念头一闪而过，吓得他赶紧眼观鼻鼻关心。罪过罪过，这可是半步元婴的大佬，暂时惹不起惹不起。柳如烟将方平那一瞬间的表情变化尽收眼底，又瞥了一眼师尊和首座，心中莫名的泛起一丝难以言喻的酸意。他赶忙甩了甩脑袋，上前一步：“方师弟，鲲鹏巢非同小可，务必万事小心。若有需要，可来灵丹峰寻我。如今我虽只是筑基初期，但是凭借丹灵峰资源，3月后筑基后期并不难。”方平闻言一愣，柳如烟这话的意思就是他也要去鲲鹏巢拼一把。方平对柳如烟笑道：“多谢柳师姐关心，我会的。说不定到时候在鲲鹏巢里还得靠师姐罩着我呢。”柳如烟轻轻嗯了一声，白皙的脸颊又红了一下，不再多言。穆婉容也柔声道：“徒儿，为师看好你，这3月时间，你需要什么炼丹材料，为师都替你找来。”“嗨嗨，师尊师姐，药材跟丹药我倒是暂时不缺，就是缺。”方平嘿嘿一笑，一切尽在不言中。柳如烟和穆婉容哪里不明白他的意思，可是之前二人还没把与方平的那种关系挑破，所以还能当作不知道。可现在方平这个混蛋居然如此大胆，难不成是想3修？穆婉容面色红润，胸前伟岸抖了抖，暗自思索，貌似也不是不行。哎，为徒儿修为进步，为师就牺牲一些吧。只是如烟恐怕不会同意。到时候提前为他吃一枚7情6欲丹吧。方平怀着激动的心情返回小院，一路上都在琢磨鲲鹏巢的事。刚走到院门口，他脚步猛地一顿，不对，有极其细微的杀意。若非他神识敏锐远超常人，根本察觉不到。他立刻全身戒备，暗中沟通星云幻灭言，表面上却装作毫无察觉，继续推门。就在他推开院门的瞬间，异变陡生，他身后的影子竟然如同活物般扭动起来，一道漆黑如墨、毫无气息波动的匕首，如同毒蛇出洞，悄无声息地刺向他的后心。快、准、狠，角度刁钻至极，封死了所有退路。这绝非普通修士的手段，是专业的杀手。方平头皮发麻，根本来不及多想，几乎是本能的以一个极其别扭的姿势强行扭转身体。哧啦，匕首擦着他的肋下划过，带起一溜血花，险之又险。咦？阴影中传来一声轻微的讶异，似乎没想到方平能躲开这必杀一击。一击不中，那黑影立刻融入黑暗，再次消失不见，仿佛从未出现过。方平冷汗瞬间就下来了，肋下火辣辣的疼。好诡异的刺杀，好高明的隐秘手。若非他神识敏锐，外加上荒谷身体强悍，刚才那一下绝对透心凉水。方平低喝，全力催动神识扫描四周，同时将小鹰护在身前。周围寂静无声，只有风吹过树叶的沙沙声。那杀手仿佛彻底消失了，但方平能感觉到那股冰冷的杀意还在，如同毒蛇般潜伏在暗处，等待下一次机会。妈的，这种级别的杀手肯定是萧云郎那个伪君子派来的，真是阴魂不散。就在他全神贯注感知杀手方位时，方平，一个清冷的声音从不远处响起，一道白衣倩影飘然而至，正是楚清歌。他也刚从内门回来，一到丹峰便感受到此地有细微的灵力波动和血腥味。你怎么了？受伤了？楚清歌看到方平肋下的血迹，柳眉微蹙，立刻上前一步，警惕地看向四周，有敌人。就在楚清歌出现的瞬间，方平清晰地感觉到那道隐藏在暗处的杀意波动了一下，有帮手。内门弟子还是地道筑基？杀手盯着楚清歌，短暂思索后摇了摇头，麻烦撤。就在那杀手气息彻底消失的瞬间，想走？楚清歌清冷的眸子骤然锐利如剑，锁定了远处一片看似毫无异常的阴影。他玉手一翻，一道冰蓝色剑气瞬间凝聚，
带着刺骨寒意斩向那片阴影。唰，霎时间，阴影化作人形，竟是轻松避开了这一剑。影沙阁的如影随形，你是影沙阁的人？楚清歌的声音带着前所未有的凝重。影沙阁，东荒域第一暗杀组织，神秘莫测，睚眦必报，其杀手精通隐匿暗杀，同皆修视闻之色变。他没想到方平竟然惹上了这等麻烦。嗤！那片人形阴影一阵扭曲，发出一声沙哑的嗤笑，带着浓浓的不屑。小丫头有点眼力，可惜修为差了点。奉劝你别多管闲事，影沙阁的目标不是你能碰的。他虽然忌惮楚清歌内门弟子的身份，但对自己的隐匿手段和身法极有信心，并不认为这两人能留下他。说罢，黑影再次变得模糊，就要彻底遁入黑暗远遁。楚清歌脸色一白，确实，以他现在的修为，想要留下一个影沙阁筑基后期杀手，几乎不可能。他只能眼睁睁看着对方即将消失。就在这时，喂，那个黑不溜秋的！方平突然开口。杀手身形一顿，隐藏在阴影下的眉头皱起，这小子想耍什么花招？只见方平慢悠悠地从储物袋里摸出一枚东西，在月光下折射出璀璨诱人的光芒，赫然是一枚灵气浓郁的上品灵石。大晚上辛苦你跑一趟，怪不容易的。方平咧嘴一笑，露出2排白牙，这点小意思，拿去喝茶。说着，他竟然真的手臂一甩，将那枚价值不菲的上品灵石扔向了杀手。这一幕不仅让杀手愣住了，连楚清歌都看傻了。他疯了吗？给要杀自己的杀手送灵石？那杀手下意识地伸手接住灵石，触手温润磅礴的灵气让他都微微一怔，随即发出更加嘲弄的嗤笑：“蠢货，以为这样就能……”他的话还没说完，异变突生，应方平怀里一直在睡觉的星耀，小鼻子猛地耸动了一下，闻到了上品灵石的香味。下一秒，一道银光瞬移般从方平怀中爆射而出，速度快到超出了所有人的捕捉能力。那杀手只觉得眼前一花，一股致命危机感瞬间笼罩全身。他汗毛倒竖，几乎是本能地挥动手中的匕首向前格挡，同时身形暴退。他的反应不可谓不快，身为影沙阁杀手的战斗素养极高，但他面对的是星耀。叮，咔嚓，匕首与荧光碰撞的瞬间，那柄品阶不低的匕首如同纸糊的一般瞬间断裂，荧光没有丝毫停滞，直接洞穿了杀手仓促间凝聚的护体灵光，然后噗嗤一声轻微的令人牙酸的闷响，荧光从他的眉心一穿而过，带出一溜红白相间的液体。杀手脸上的嘲讽和不屑瞬间凝固，瞳孔放大，充满了难以置信的惊骇。他甚至没明白发生了什么，意识就彻底陷入了永恒的黑暗。砰！他的尸体直挺挺地向后倒去，手里还紧紧攥着那枚上品灵石。那道银光在空中一个优雅的回转，露出星耀毛茸茸的小身体。他小爪子精准地捞走杀手手中的上品灵石，抱在怀里，然后满意地打了个饱嗝，身上银光流转，似乎很是满意这顿夜宵。最后他看都没看地上的尸体和目瞪口呆的两人，化作银光重新钻回方平怀里，找了个舒服的位置继续睡觉。整个过程发生在电光火石之间，从星耀出击到杀手毙命，再到他回来睡觉，总共不到半息时间。楚清歌张大了小嘴，眼睛瞪得圆溜溜的，看看地上死的不能再死的杀手，又看看方平怀里再次鼓起的小包，他的大脑一片空白。刚才发生了什么？那个让他都感到无可奈何的影沙阁筑基后期杀手就这么没了，被那只看起来人畜无害的小兽秒杀了。此前秘境中他只当是星耀克制妖兽，可没想到连影沙阁的杀手也会被秒杀。方平也愣了一下，随即没好气地隔着衣服轻轻弹了弹怀里的小鼓包。呸！你个吃货，请动你一次真不容易，非得是上品灵石才肯动一下是吧？败家玩意儿！他的语气看似嫌弃，但眼神里却满是得意。爽！妈的，让你装逼，让你偷袭，还不是被我加星耀一招秒？星耀牛逼！破音！楚清歌从震惊中回过神来，看向方平的眼神充满了复杂。这只小兽的实力也太恐怖了吧，怕不是某种上古异种。方平走到杀手尸体旁，蹲下身开始摸尸。啧，影沙阁的杀手应该挺富的吧？他熟练地扒下对方的储物戒指，抹去神石烙印，神石探入其中，哟呵，果然有钱。里面光是中品灵石就有数百枚，各种疗伤、解毒、恢复灵力的丹药若干，还有几件散发着阴冷气息的飞镖、匕首类法器，一看就是专门用于暗杀的。除此之外，还有一面黑色的令牌，上面刻着一个影字，背面则是一个数字79，这是他的身份牌。方平把玩着令牌，最后他的目光被一块非金非木、边缘有些不规则的黑色碎片吸引。这碎片看起来平平无奇，
上面却刻画着一些极其古老、模糊的图案，似乎是一片汹涌的海浪，海浪中隐约有一个庞大的阴影。方平尝试注入灵力，碎片却毫无反应。这是什么玩意儿？方平有些好奇，将这碎片单独收好，看起来不像普通东西，先收着，说不定以后有用。楚清歌也走了过来，看着那面令牌，神色凝重。影字令，编号79，你杀了影沙阁的人，他们绝不会善罢甘休。方平无所谓的耸耸肩，债多不愁，虱子多了不痒，反正大把的人恨我入骨，再多一个影沙阁也无所谓。他弹出一缕星云幻灭炎，将杀手的尸体烧成灰烬，毁尸灭迹。做完这一切，他拍拍手，对楚清歌笑道：师姐，今晚多谢了，要不是你把他逼出来，我想阴他还得费点功夫。楚清歌摇摇头，眼神复杂的看着他，即便没有我，你也有办法应对，不是吗？他现在算是明白了，这家伙根本就是个扮猪吃老虎的主，底牌多得吓人。方平嘿嘿一笑，不置可否。师姐，鲲鹏巢之行说不定比我们想的还要热闹。方平看向远方，眼中闪过一丝期待，影沙阁说不定也会去凑热闹呢。楚清歌心中一凛，明白了他的意思。鲲鹏巢秘境限制金丹以下进入，无疑是影沙阁杀手们最佳的狩猎场。这一次的鲲鹏巢之行恐怕会是一场腥风血雨。但他看着方平那不仅不害怕，反而有些跃跃欲试的表情，忽然觉得或许该担心的不是他们，而是那些招惹上这个家伙的倒霉蛋。你自己小心。楚清歌最后叮嘱了一句，化作白光离去。方平收拾好战利品，也返回了小院。他抚摸着怀里沉睡的星耀，又看了看那枚神秘的黑色碎片。鲲鹏巢，影沙阁，呵呵，越来越有意思了。而此刻，在遥远的中州大陆，一座终年笼罩在死寂中的古老殿堂内，一盏代表着编号79的魂灯悄然熄灭了。看守魂殿的老者猛地睁开双眼，浑浊的眼中闪过一丝惊异，79居然失手了，还陨落了。目标是玄天圣地，外门弟子方平。有趣。返回小院，关上禁制，方平才彻底松了口气，肋下的伤口还隐隐作痛。影沙阁的狗东西下手真黑。他龇牙咧嘴的给自己上了药，又吞了颗疗伤丹药，伤势不重，主要是吓的。任谁被一个专业的筑基后期的杀手摸到身后捅腰子，都得出一身冷汗。还得是新药靠谱。方平爱不释手的摸了摸怀里的小鼓包，虽然代价是一枚上品灵石，但这波血赚不亏。毕竟新药这家伙就是一枚永远也吸不完的极品灵石。他开始清点战利品，首先是灵石，中品300多枚，下品若干也算小补。丹药大多是些疗伤、解毒、快速恢复灵力的常规丹药，品质不错，但不算稀奇。倒是那些暗器让方平眼前一亮。无影针，一套36根，细如牛毛，最有某种能麻痹修士灵力的剧毒，因人于无形的好东西，正好补充了他远程攻击手段的不足。最让他感兴趣的是那本兽皮册子，影遁术心得。这并非完整的功法，而是杀手对一门玄阶上品影遁术的修炼笔记和心得体会，里面还夹杂着几页残招。好东西啊！方平翻阅着，眼睛发亮。这影遁术炼制大成，可化身阴影，极难被察觉，无论是偷袭、逃命还是潜入，都堪称神技。虽然只有心得和残篇，但对他启发极大，配合他强大的神识和天道筑基的悟性，说不定能摸索出点门道。最后是那块神秘的黑色碎片，方平拿在手里反复观察，又尝试用神识、灵力甚至滴血认主，碎片都毫无反应，就像一块普通的旧铁片。但小鹰似乎对他很感兴趣，从浴盆里探出脑袋，对着碎片的方向轻轻摆动尾巴，发出细微的嘤嘤声。你喜欢这个？方平将碎片靠近小鹰，小鹰用脑袋蹭了蹭碎片，然后一口将其吞入腹中。卧槽！小鹰，你别乱吃东西啊，拉肚子怎么办？方平吓了一跳，赶紧想去扒拉他的嘴，但已经晚了。那碎片入口即化，仿佛从未存在过。小鹰吞下碎片后，打了个小小的嗝，身上七彩流光微微一闪，似乎更亮了一点，然后就蜷缩起来，一副满足的样子，仿佛只是吃了一块小点心。方平紧张地用神识仔细检查小鹰的状态，发现他并无不适，反而气息似乎更加灵动悠长了点，这才稍稍放心。你这小家伙真是啥都敢吃。方平无奈地戳了戳他。然而就在下一刻，异变陡生，从小鹰体内猛地反馈出一股难以形容的清凉能量。这股能量不是灵力，而是直接作用于方平的神魂本源。嗡！方平只觉得脑海一震，仿佛某种枷锁被打破，他的神识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疯狂暴涨。如果说他之前天道筑基后的神识像是一个池塘，
那么此刻这个池塘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扩张成湖泊，并且还在不断加深，变得更加清澈，更加凝练。一种前所未有的清晰感涌上心头，周围的一切变得无比透彻。墙壁的纹理，空气中灵气的流动，甚至地下灵脉细微的波动，一切都清晰地反映在他的心中。神识覆盖范围直接从原本的笼罩丹峰暴涨到足以覆盖小半个外门。更重要的是质的变化，他的神识变得更加灵动，更具穿透力，也更加隐秘。原本需要刻意运转太虚调天经才能达到的感知效果，现在心念一动即可完成。他甚至感觉自己现在若是施展星云幻灭炎，其制造的幻境将更加真实难辨，威力倍增。这是神魂本源上的升华。方平又惊又喜，没想到那看似不起眼的黑色碎片竟然蕴含着如此恐怖的神魂力量，还被小樱完美转化反馈给了自己，这简直是天降横福。然而惊喜还远未结束，随着他神魂之力的骤然暴涨和质变，一直与他神魂紧密相连的青木钓竿也产生了剧烈的反应。嗡隆隆，钓竿自主地从他体内浮现而出，悬浮在半空中，通体闪烁着耀眼的银色光芒。那些原本古朴的银色纹路此刻仿佛活了过来，如同呼吸般明灭不定，变得更加深邃。钓竿本身也在发出轻微的嗡鸣，材质似乎变得更加莹润，仿佛经历了某种淬炼和升华。方平能清晰地感觉到钓竿与他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了，仿佛成了他肢体的延伸。同时一股明悟涌上心头，青木钓竿又晋升了，垂钓间隔再次延长至30日一次，但每次垂钓可以连续抛出3竿，并且垂钓所得的上限再次提高，这回说不定真能钓出个仙女。感受着脑海中浮现的信息，方平呼吸急促。牛逼，小樱，你真是我的福星。方平激动地把小樱从神魂里捧出来，狠狠亲了2口。小樱嫌弃地扭了扭身子，甩了他一脸凄惨星光，然后又钻回去睡觉了。消化那碎片也需要消耗他不少体力。方平毫不在意，美滋滋地抚摸着焕然一新的太虚钓竿。30天就30天，好东西值得等待，一次钓3件。鲲鹏朝之行前还能再增强一波底蕴。他仿佛已经看到无数神功秘籍、先天灵宝、仙子魔女在向他招手。嘿嘿嘿，小院里回荡起方平猥琐、滑调、爽朗的笑声。接下来几天，方平足不出户，潜心修炼，主要精力放在云韵给的流水分光剑诀上。这剑诀不愧是玄阶极品，修炼难度不小，讲究以神御剑分化剑光，虚实相生，练到高深处，一剑出可分光化影数10道，让人防不胜防。方平仗着天道筑基的雄厚根基和被小樱以及太虚调天经滋养的异常强大的神识，进展神速。不过3-5日已然小成，能分化出10道凝实的剑光。小院里，方平并指如剑，凌空舞动，清风剑悬浮身前，随着他剑诀引动，嗡鸣一声，瞬间一分为10。10道青色剑光如同游鱼，在小院内灵活穿梭，带起道道凌厉剑气，切割空气，发出嗖嗖破空之声。心念再动，10道剑光骤然合而为一，化作一道更加璀璨粗壮的剑芒，狠狠斩向院内测试用的铁木桩。赤剑芒闪过，一人合抱粗的铁木桩被齐整的削去一截，断面光滑如镜。这威力，这卖相。方平收剑，满意地点点头。修炼之余，方平的桃花运也莫名旺盛起来。楚清歌似乎是担心尹沙阁后续报复，时常前来丹峰拜访，偶尔也会进来与他切磋剑法。他的剑道境界却极为扎实，往往能一针见血地指出方平剑诀中的疏漏，让他受益匪浅。方平也能来一针让楚清歌修为突飞猛进。柳如烟也从内门灵丹峰回来了几次，美其名曰探望师尊，但每次都会顺道来看看方平。他带来了一些内门才能兑换的珍贵丹药，其中甚至有一瓶2品完美的归元丹，能快速恢复筑基期修士大量灵力，价值不菲。方师弟，鲲鹏巢危机重重，这些丹药你拿着，以备不时之需。柳如烟声音清冷，但眼底的爱意却掩饰不住。方平也没客气，笑嘻嘻地收下。多谢柳师姐，还是师姐疼我。柳如烟被他看得脸颊微热，轻轻嗯了一声，而后主动宽衣解带。与之前的被动不同，既然已经有了那种关系，柳如烟也就索性放开了，并且与方平双修，还能迅速提升修为。这灵液可比什么灵丹妙药都好使，要不然凭他的资质，想要在3月后步入筑基后期，简直是痴人说梦。一时间，方平的日子突然忙碌了起来。早上穆婉容，中午楚清歌，下午柳如烟。而到了晚上，江寒月又来了，他带来了更多关于穆瑶光的动向。主人，师尊他似乎还没死心，动用了一些内门的人脉，恐怕会对你不利。江寒月低声道，语气有些愧疚。要不是为了他天道筑基，
方平也不会被慕瑶光撞见秘密，导致被惦记。方平闻言冷笑一声：“跳梁小丑，不用管他，你自己在林振峰也小心，别暴露了。”是。江寒月点点头，犹豫了一下，又道：“另外，奴家近日修炼，感觉瓶颈似有松动，或许再与主人双修一次，便能突破。”说着，他俏脸绯红，声音细若文瑞：“这一天天的，你们就不能一起来吗？我都没点私人空间了喂。”方平叹了口气，但看着他那副任君采撷的娇羞模样，心头一热，刚想答应，院外却传来了苏妙可叽叽喳喳的声音：“方平，方平，快开门！我听说你被坏人打伤了，严不严重啊？”江寒月像受惊的小鹿，瞬间隐身遁入阴影，消失不见。方平无奈，只好去开门。苏妙可像一阵风似的冲了进来，抓着他的胳膊上下打量，小脸上满是焦急。确认他没事后，才松了口气，然后就开始叽叽喳喳说个不停，分享各种宗门八卦，以及他也要去鲲鹏巢的宏伟计划，并表示要跟方平组队，保护他。方平哭笑不得的听着，揉揉他的脑袋，这丫头虽然咋咋呼呼，但心思单纯，关心也是真心实意。苏妙可眯着眼，心里想着，方平这么好，还有那么可爱厉害的小兽，绝对不能让别人欺负了。本小姐定要罩着他。时间飞快流逝，这一日，云云首座召见了方平，并非在严肃的大殿，而是在他洞府后的私人药园里。云云一袭便装，勾勒出惊心动魄的成熟曲线，弯腰打理灵药时，那丰腴挺翘的弧度让方平差点没忍住拍一巴掌。他看似随意地问了问方平的修炼进度，对流水分光剑诀的理解，以及对鲲鹏巢的看法，言语间既有首座的威严点拨，又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关切和试探。修行之道，张弛有度，有时退一步并非怯懦，而是为了更好的前行。云云意有所指，美眸流转，瞥了方平一眼。近日丹峰资源被卡，方氏多处产业也都被人连连针对，而这些恶意似乎都源自林振峰。云云不解，询问之下才知道，对方对丹峰施压，竟是在针对方平，而且还想让他这个首座放弃方平。云云当然没同意，并直接表示方平是他丹峰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想动方平，除非从他尸体上踩过去。云云悠悠一叹，这小子能力确实强，可惹事的能力也更强。方平一副受教的模样，首座教会的事弟子明白，心里却在想，退一步，不存在的。我方平的人生信条就是莽穿一切，管你什么林振峰紫霞峰，到时候全给你削平了。云云翻了个好看的白眼，这小子一看就没听进去。罢了，雏鸟尽管展翅，别的都由他这个首座来接下便可。从药园出来时，方平恰好遇到前来给师尊请安的穆婉容。穆婉容温婉一笑，徒儿修为精进神速，真是可喜可贺。他犹豫了一下，轻声传音道：“你若近期得空，可来我住处一趟。我近日研读丹方，得一古法，或可再将那七情六欲丹改良为2品丹药，助你在进入鲲鹏巢前再得一底牌。”说完，他耳根微红，快步离去。方平愣在原地，旋即面露狂喜：“师尊这么给力的吗？要知道，这七情六欲丹可帮了他太多。可随着境界提升，这玩意儿对筑基后期以上的存在效果逐渐减弱。方平正考虑是否换一种丹药呢，没想到师尊就送来一份大礼。宗门内关于鲲鹏巢的讨论愈发火热，酒楼茶馆、修炼广场，甚至茅厕隔壁，都能听到弟子们唾沫横飞地分析着各路天骄的实力。听说了吗？内门九峰这次可是精锐尽出。废话，鲲鹏巢啊，上古神兽的老巢，指甲缝里漏点东西都够咱们受用终身了。快说说都有哪些猛人？一个消息灵通的弟子掰着手指头如数家珍。首先是天书峰内门九峰之首，首席弟子苏黎烟肯定带队。天道筑基圆满，据说已将玄天心经修炼到第7层，一手天书剑诀更是出神入化，实力深不可测，公认的年轻一代领军人之一。众人闻言皆是一脸向往。苏黎烟不仅实力强，容貌更是绝世，是无数弟子的梦中女神。嘿嘿，然后是最挑的紫霞峰，那弟子压低声音，亲传大师兄萧云朗肯定去。地道筑基圆满，但据说底蕴极其深厚，真实战力不输普通天道筑基。而且他挤眉弄眼，都知道他对苏圣女有意思吧？这次鲲鹏巢怕是既要争机缘，也要博美人青睐呢。他手下那批人像王龙那种都是狠角色，估计会抱团搞事。不少弟子露出心照不宣的笑容，也有人对紫霞峰跋扈的风格表示不屑。丹灵峰这次听说除了新晋的柳如烟师妹，他们那位首席大师兄古河也会去。地道筑基巅峰，一手炼丹术出神入化，斗法时丹药当糖豆吃，回血回蓝块的一笔，耗都能耗死你。
人称移动丹库。卧槽，那岂不是打不死？贪狼风和破军风那俩战斗狂就不用多说了吧。贪狼风的战穷，破军风的烈海，都是地道筑基巅峰，专修杀伐之术，战斗力爆表，见谁对谁。他俩碰面估计都得先打一架。镇灵风这次带队的是沐风，筑基后期，阵法天才，据说能挥手成阵，困杀同阶如探囊取物。有传言说首座真人把压箱底的几套阵盘都给他带上了。福临风的那对双胞胎姐妹花轻符，灵符必须有名啊。筑基后期心意相通，合击符阵威力堪比金丹一击，而且长得一模一样，漂亮的黄眼，打起来你都不知道该看哪个。气灵风的火舞师姐也厉害啊，地道筑基后期炼气大师，浑身都是灵气，自爆流打法听说过没？玉兽风的蛮山更是个怪物。听着这些内门天骄的名号和事迹，外门弟子们只觉得高山仰止，瑟瑟发抖。这阵容也太豪华了，简直就是神仙打架。跟这些猛人一比，外门的什么方平虽然是天道筑基，但感觉好像有点不够看啊。外门弟子进去不就是当背景板的吗？能捡点漏就不错了吧。当然这种话没人敢明说。而此刻紫霞峰萧云郎的洞府内，他并未像外界传言那般志得意满，反而面色阴沉地看着手中一份情报。情报上详细记录了方平近期的动向，以及疑似挫败了尹沙阁第一次刺杀的消息。废物，尹沙阁也是徒有虚名。萧云郎一把将情报捏得粉碎，眼中寒光闪烁。他没想到方平的命这么硬，成长速度还如此之快，更是和周遭几个优秀的女弟子关系暧昧，这让他感到极大的威胁和嫉妒。一个曾经卑贱的杂役，凭什么？站在下手的一位壮硕青年躬身道：师兄息怒，鲲鹏朝内环境复杂，正是解决他的最好时机。此次我紫霞峰由您带队，还有3位筑基后期的师弟辅佐，顺手除掉他，轻而易举。他是紫霞峰精英弟子，名叫王龙，是萧云郎的心腹。萧云郎冷声道：方平这个跳梁小丑还用不着我如此惦记，主要是苏黎烟那边。师尊的意思是，这次鲲鹏朝最好能让他成我一份情，或者发生些意外，让他不得不依靠我。王龙眼中闪过一丝了然。师弟明白，已经安排好了，六道魔宗那边也会有人配合的。提到六道魔宗，萧云郎眼中闪过一抹深深的厌恶，但又夹杂着一丝利用的冷酷。哼，那群魔崽子，若非为了大业，岂能与他们虚与委蛇？玄天圣地与六道魔宗乃是世仇，积怨已久。数百年前，魔宗大肆屠戮圣地附属宗门，抢夺资源，甚至曾围攻过圣地外围据点，双方死伤惨重，结下了血海深仇。近年来虽然大规模冲突减少，但暗地里的摩擦、相互下绊子从未停止。每一次机缘争夺，双方弟子相遇，必然爆发死战。这次鲲鹏朝，所有人都心知肚明，与魔宗修士的冲突恐怕将是最大的危险来源之一。就在玄天圣地上下紧锣密鼓之际，方平却悄然离开住所，向着师尊穆婉容的住所摸去。还没进门，就闻到一股奇异的药香，其中还夹杂着一丝令人心跳加速的燥热感。师尊这古方果然有点带劲啊！方平嘀咕着，轻轻叩响了门。门吱呀一声打开，开门的却是柳如烟。她一袭青衣，气质温婉，但看到方平时，眼底闪过了一丝尴尬。方师弟来了，师尊正在调整丹火。他侧身让方平进来，耳根泛红。师尊也真是，为何非要叫上我一起？和师尊与方师弟共处一室，总觉得很难为情啊。丹房内，穆婉容正全神贯注地控制着丹炉下的火焰。她今日穿着一身便于行动的劲装，却难掩胸前伟岸，额角渗出细密的汗珠，脸颊也因为炉火烘烤而带着红晕，显得格外动人。看到方平进来，她松了口气，语气带着一丝兴奋和疲惫：徒儿你来得正好，快用你那先天灵火助为师一臂之力。这6域轮回丹对火候要求极高，尤其是最后凝丹一步，需要至阳之玉之火瞬间淬炼，我的木灵之火差了些火候。方平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只见丹炉内氤氲着粉红雾气，一枚龙眼大小的丹药雏形正在其中沉浮。方平不敢怠慢，立刻上前，指尖催动一缕透明的陨落星岩，小心翼翼地融入丹炉火焰之中。嗡！陨落星岩加入的瞬间，丹炉内的粉红色雾气骤然沸腾起来，仿佛滚油中滴入了冷水，各种欲望、情绪的虚影在雾气中翻腾闪烁。喜、怒、忧、悲、恐、惊，以及更原始的爱欲、贪婪、占有，整个丹房的温度陡然升高，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暧昧而躁动的气息。稳住火候！穆婉容娇斥一声，双手掐诀，打出道道灵光，压制着躁动的药力。柳如烟也在一旁辅助，催动自身丹火。
就在丹药即将成型的那一刻，异变突生。或许是药力太过猛烈，或许是陨落心炎太过霸道，又或许是古方本就有些偏差。丹炉猛地一震，炉盖被一股粉红色的气浪冲开，浓郁到极致的粉色丹雾瞬间席卷了整个丹房。不好！穆婉容惊呼一声，想要屏住呼吸，却已来不及，吸入了不少丹雾。柳如烟也是同样，清冷的眸子里瞬间蒙上了一层水雾。方平有陨落心炎护体，倒是没吸入多少，但也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弄得一愣。紧接着他就看到眼前的师徒二人状态明显不对劲了。二女原本只是微红的脸颊瞬间变得酡红一片，眼神迷离，呼吸急促，原本端庄温婉的气质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惊人的媚态。方平，卧槽，这2品6欲轮回丹的威力也太猛了吧！这已经不是激发欲望了，这简直是直接剥夺理智了。这2位平日里或温柔或清冷的师姐师尊，此刻都化作绕指柔，一副任君采撷的模样。不是求君采撷。方平只觉得一股热血直冲头顶，这谁顶得住啊？罢了罢了，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我辈修士岂能见死不救？今日就算拼着精尽人亡，也要帮师尊和师姐度过此劫。整整15个日夜过去，方平睁开眼，只觉得神清气爽，体内灵力奔腾如江河，比此前雄浑了何止1倍。内视之下，丹田内的灵海范围扩张了近半，灵力更加凝练精纯，闪烁着淡淡的七彩光泽。筑基中期，而且境界稳固无比，没有半分虚浮之感，运转流水分光见绝。方平心念微动，身旁的清风剑嗡鸣一声，瞬间分化出足足50道凝实剑光，剑光如游鱼般灵活穿梭，威力远超之前。就连对隐遁术的理解也更深了一层，身影在原地若隐若现，几乎要完全融入阴影。这波谢传。就在他暗自窃喜时，身旁传来2声轻微的嘤咛。穆婉容和柳如烟同时醒来，俏脸上绯红一片，羞窘难当。可体内那暴涨的灵力做不得假，柳如烟也同样突破了瓶颈，迈入筑基中期。丹房内的气氛尴尬的能抠出3室一厅，最终还是方平脸皮厚，干咳2声，试图打破僵局。那个师尊，柳师姐，看来这6欲轮回丹的药效确实非凡哈。他不说话还好，一开口，2女的目光顿时像刀子一样剜在他身上。穆婉容强作镇定，努力摆出师尊的威严，此事绝不可对外人提起，否则为师定不轻饶。柳如烟也低下头，声如文瑞，昨夜之事乃权宜之计，迫不得已，还请师弟忘了吧。忘了？方平心里嘀咕，这么刺激的场面谁忘得掉啊？够回味好几年了。但他面上还是从善如流。师尊师姐放心，弟子明白，昨夜只是助2位疏导药力，共同修炼而已，别无他事。听他这么说，穆婉容和柳如烟的脸色才稍稍好看一些，只是3人之间那若有若无的暧昧气流却是怎么也挥之不去了。为了转移话题，方平将注意力放回了那枚惹祸的丹药上。此刻一枚6欲轮回丹正静静躺在丹炉底部，通体呈现出一种奇异的粉金色，表面有6道细微的纹路缠绕，散发着令人心悸的欲望之力。师尊，这丹……穆婉容深吸一口气，压下心头杂念，仔细端详片刻，眼中浮现惊叹。成了，而且是完美品质的2品6欲轮回丹。此丹不仅能极大激发生灵情欲，更能引动心火，淬炼灵力神魂。只是药性太过霸道猛烈，非心智极坚或拥有特殊功法者绝不可轻易服用，否则必被欲火反噬，迷失神智。他心有余悸地看了方平一眼，昨晚若非方平关键时刻吸收了大部分狂暴的药力，他们师徒2人恐怕就不仅仅是失态那么简单了，很可能修为大损，甚至心神受创。方平拿起丹药，体内的星云幻灭炎立刻传来渴望的情绪，他心念一动，尝试着将一丝星云幻灭炎包裹住丹药。是，粉金色的丹药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融化，被星云幻灭炎迅速吸收。吸收了丹药的幻灭星炎，颜色变得更加深邃，火焰中心甚至隐隐泛起一丝粉金色的光芒，散发出的热量陡然提升了一个档次。方平能感觉到，现在星云幻灭炎制造的幻境将更加真实难辨，直击人心最深处的欲望，威力不可同日而语。甚至这蜕变后的异火对炼丹炼气也有极大的加成。方平从穆婉容的丹房溜出来后，脸上还带着意犹未尽的回味。不得不说，这6欲轮回丹的药效确实顶，就是有点费腰。他看了眼天色，距离鲲鹏巢开启只剩15天，时间紧迫。下一个战斗地点玉竹峰，那位清冷师姐卡在筑基初期也有一段时间了，得赶紧帮她突破到中期，不然可进不了鲲鹏巢。至于怎么帮，嘿嘿，当然是老办法，双修或者3修。
方平脑子里闪过苏妙可那丫头咋咋呼呼的身影，摸了摸下巴，觉得这个想法虽然大胆，但并非没有操作空间。他干咳2声，整理了一下衣袍，这才朝着玉竹峰的方向溜达过去。刚靠近楚清歌的清雅小院，就听到里面传来2个女孩的抱怨声：“清歌姐姐，你说方平那个大骗子是不是把我们忘了？”苏妙可气鼓鼓道：“说好的把他的小兽给我玩几天，人影都不见一个，这都多少天了？”楚清歌清冷中带着一丝幽怨，他或许在闭关修炼吧，毕竟鲲鹏巢之行在即，时间紧迫，修炼也不能10几天不见人啊。我看他就是被丹峰那个柳如烟或者别的什么师姐师妹缠住了。男人都是大猪蹄子。苏妙可愤愤不平，而且清歌姐姐，你就一点都不着急吗？咱们这修为进度，恐怕都进不了鲲鹏巢。楚清歌沉默了一下，声音更低了些。着急又有何用？地道筑基不比天道，突破需水磨功夫，丹药助力也有限，强求不得。至于你，灵兽师一道，本就更加艰难。苏妙可顿时蔫了。是啊，嘟嘟最近也到了瓶颈，光吃零食都不长个了。哎，要是能有什么办法刷一下提升修为就好了。门外的方平听得清清楚楚，心里顿时有了底。他整了整表情，推门而入，脸上带着恰到好处的惊讶。咦，妙可师妹也在？刚才好像听到有人说我是大猪蹄子。院中2女吓了一跳。苏妙可见是他，先是一喜，随即叉腰哼道：“就是说你，大骗子，说话不算话。”楚清歌则微微侧过脸，掩饰住眼底的欣喜，语气依旧清淡：“方师弟，你出关了。”方平嘿嘿一笑，先是对苏妙可道：“哎呀，我的错，星耀那小家伙最近睡死了，叫不醒，下次一定给你玩。”说完又看向楚清歌，正色道：“师姐，我正是为此事而来。听说师姐为修为之事困扰。”楚清歌轻轻点头。筑基之后静静缓慢，让师弟见笑了。苏妙可也凑过来唉声叹气：“是啊，我们都快愁死了。方平，你是不是有什么好办法？你修炼那么快？”方平故意沉吟了一下，面露难色：“办法吗？倒不是没有，只是什么？”苏妙可急切地追问。楚清歌瞬间意识到了什么，脸颊泛红。方平看了看楚清歌，又看了看苏妙可，压低声音道：“我近日偶得一番机缘，掌握了一种能快速提升修为的秘法，只是此法需要身心交融，灵肉合一，且人数越多效果越好。”他话说的含蓄，但楚清歌瞬间就明白了，心跳骤然加速。这个登徒子与他双修竟还不满足，居然想拉着妙可师妹一起。苏妙可一开始还没反应过来，眨着大眼睛追问：“身心交融，灵肉合一，那是什么功法？很厉害吗？”但当楚清歌凑到他身边语了一句后，瞬间也明白了。呀！他惊呼一声，整个人像被煮熟的虾子，从头红到脚，头顶甚至夸张地冒起了丝丝白气。你，方平，你无耻，下流，混蛋！他又羞又气，语无伦次，抓起旁边的扫帚就想打人。方平赶紧躲到楚清歌身后，大叫冤枉：“我怎么了？我说的可是正经的双修之法。”楚清歌被他挡在身前，感受着他身上传来的温热气息，更是羞得浑身发软，连剑都快握不稳了。苏妙可举着扫帚，打也不是，不打也不是，气得直跺脚。反正就是不行，羞死人了。方平见状，叹了口气：“哎，既然妙可师妹不愿意，那就算了。本想助你一臂之力，罢了，就当我没说过。今后我就只助清歌一人修炼罢。”说完，他拉着楚清歌的手，作势欲走。等等！就在这时，苏妙可突然喊住了他。方平回头，只见小丫头脸蛋红的滴血，眼神躲闪，双手紧张地绞着衣角，像是下了天大的决心，声若文瑞，却又异常坚定地道：“如果真的能快速提升修为，我可以试试。为了变强，为了能进入鲲鹏巢，为了能跟上这个家伙的脚步，拼了！”楚清歌惊讶地看向苏妙可，没想到这丫头胆子这么大。方平也愣了一下，他本来只是尝试一下，没想到苏妙可居然真答应了。他看着眼前一个清冷羞涩，一个娇憨勇敢的绝色姐妹花，心头一阵火热。这谁顶得住啊？楚清歌看着苏妙可坚定的眼神，又感受了一下自己停滞不前的修为，最终咬了咬银牙，也微不可察地点了点头。此处省略不可描述的3万字艰苦卓绝、深入浅出的修炼过程。14日后，楚清歌的小院内灵气缓缓平息，楚清歌和苏妙可相对而坐，周身气息澎湃涌动，赫然都成功突破到了筑基中期，而且根基扎实无比，灵力凝练，丝毫没有靠丹药强行提升的虚浮感。楚清歌感受着体内强大的力量，清冷的眼眸中难掩欣喜。
困扰多时的瓶颈就此突破，他对剑道的感悟似乎也更上一层楼。苏妙可更是兴奋地跳了起来，抱着自己的本命灵兽嘟嘟又笑又叫：嘟嘟，我突破了，我也筑基中期了，进了鲲鹏巢，我就能帮你找更多好吃的宝贝了。嘟嘟也兴奋地滋滋叫着。兴奋过后，苏妙可忽然眨巴着大眼睛，看向一旁正在喝茶恢复元气的方平，语出惊人：方平，你那秘法能不能也给嘟嘟用用？他也好久没突破了。噗！方平一口茶全喷了出来，差点被呛死。给灵兽用？这丫头脑子是怎么长的？楚清歌先是一愣，随即忍俊不禁，扑哧一声笑了出来，宛如冰雪融化，春花绽放，美得不可方物。方平看着苏妙可那副我很认真的可爱模样，也是哭笑不得。我的小祖宗，这双修之法可不是这么用的。苏妙可歪着头，一脸天真无邪。为什么不行？嘟嘟也很努力的。方平，他实在没法跟这个脑回路清奇的小丫头解释这种问题。别说其他的，就是尺寸也对不上好吧。欢乐的笑声冲淡了连日修炼的疲惫和之前的尴尬。又调息巩固了片刻，方平起身告辞。距离出发只剩最后一天，他需要回去调整状态，并进行一次至关重要的垂钓，为鲲鹏巢之行增添最后一道保险。来到一处隐秘的灵泉旁，布下静止。方平深吸一口气，祭出了青木钓竿。老伙计，这次能不能在鲲鹏巢里横着走，就看你的了。他凝聚心神，将神魂之力注入钓竿，猛地一甩，一竿三响，给老子出货！咻咻咻，3道无形的鱼线没入虚空，朝着未知的维度探索而去。方平的心也提到了嗓子眼，这一次会钓到什么？灵泉畔，方平屏息凝神，全部心神都灌注在青木钓竿之上，神魂之力如同潮水般涌入，钓竿上的银色纹路亮得耀眼，仿佛要活过来一般。这一次垂钓的感觉与以往截然不同，鱼线瞬间穿透了无数层空间壁垒，触及到了一些更加遥远、更加古老也更加危险的维度。他甚至能模糊地感受到一些极其恐怖的存在的气息，吓得他赶紧收敛心神，小心操控。突然，第一根鱼线猛地绷紧，一股熟悉无比却又更加凌厉恐怖的毁灭剑意顺着鱼线反馈回来。这感觉是他。方平又惊又喜，全力运转太虚直竿神通，猛地一拉，哗啦，一枚古朴的灰色剑符被硬生生从虚无中拖了出来。剑符出现的瞬间，周围的空气都仿佛凝固了，散发着令人神魂战栗的湮灭气息。正是曾经一剑干暴云灵秘境的超级大杀器湮灭剑符。虽然这一枚看起来裂痕更多，但其蕴含的恐怖力量丝毫未少。好东西，保命底牌+1。方平心脏砰砰跳，小心翼翼地将这枚大杀器收起，这玩意儿关键时刻能逆转乾坤。紧接着第二根鱼线也传来了回应。这一次的感觉有些奇怪，沉甸甸的，却没有什么强大的能量波动，反而带着一种极其古老沧桑的气息。方平再次发力拉扯，一个约莫巴掌大小，由某种不知名青铜铸造的残破罗盘掉在了地上。罗盘上刻满了深奥莫测的图案，但大部分都模糊不清，中央的指针也断裂了，看起来毫无用处。这啥？废铜烂铁。方平捡起来翻来覆去看了半天，输入灵力没反应，用神识扫描也没发现特殊之处。算了，先收着吧，说不定以后能当板砖砸人。他撇撇嘴，将这破罗盘扔进了储物袋角落，暂时没放在心上。最后第三根鱼线传来了回应，这一次的感觉极其诡异，阴冷、死寂、不祥，仿佛触碰到了某个禁忌存在的领域。方平头皮发麻，但强烈的好奇心让他咬牙再次拉扯。一本通体漆黑，仿佛用人皮制成的古书被拖了出来，散发着渗人的气息。庞大的信息瞬间涌入方平脑海，让他明白了这本邪门术法的可怕之处和作用代价。这竟是钉头七剑书残篇，品阶乃是不折不扣的仙品，疑似某只高咒杀大术的残缺魔本，蕴含一丝咒杀本源之力。此术发动起来也极为简单，只需于结义草人或任何可作为承载物的媒介，输敌人姓名于其上，头上一盏灯，足下一盏灯，1日3次拜礼，至21日5时即可无视空间距离，阵法阻隔，咒杀其神魂。理论上完整版甚至可以做到以凡人之躯咒杀仙神，不过这本残篇威力就要大打折扣，且限制极大。卧槽，仙品咒杀术能越2级杀人。方平又惊又骇，但这代价，什么寿元、运势还有因果业力，也太狠了吧。这简直就是一把双刃剑，杀敌1000，自损1800，不到山穷水尽，绝对不能动用。他小心翼翼地将这本不祥之书收起，心情久久不能平静。3次垂钓，
一次比一次刺激。湮灭剑符是保命底牌，破罗盘暂时没用，钉头七剑书则是一种同归于尽的手段。要是被哪个大佬惦记上，大不了拼着半条命不要，也得给他咒杀了。还行，总算有点底气了。方平安慰自己。就在这时，他脑海中忽然闪过一个念头，这咒杀术需要媒介才能锁定目标，那如果不用于咒杀，只是利用这种媒介联系进行一些其他的操作呢？比如隔空建立一种特殊的连接。这个念头一起，就如同野草般疯长。他想到了那件一直没舍得扔，甚至偶尔还会拿出来欣赏一下的圣女原味血衣，那可是沾染了化神期大能的贴身物品，作为媒介，品质绝对是顶级的。如果利用钉头七剑书里记载的某种法门，不咒杀，只是轻微激活这种联系的话，会发生什么？说干就干。方平立刻从储物袋最底层郑重地取出了那个用精致木盒装着的血衣，淡淡的清冷如雪，又带着一丝幽兰的体香再次弥漫开来。方平老脸一红，然后他按照钉头七剑书残篇中记载的一种法门，小心翼翼地将一丝神石附着在血衣之上，同时运转那诡异的咒力。过程极其艰难晦涩，好几次都差点失败，毕竟这是仙品法术的边角料，哪怕只是最基础的运用，也远超他现在的境界。但方平的神魂经过小樱的强化，早已远超同阶，韧性十足。终于在他不惜耗损神魂之力的坚持下，那一丝诡异的咒力成功通过血衣这个媒介建立了一道微弱的联系，并开始运转阴阳大道经。嗡！就在联系建立的刹那，远在玄天圣地核心区域圣女洛倾城闭关的静室内，正在静坐感悟天地法则的他，娇躯猛地一颤，一股异常熟悉又带着一丝陌生邪意的气息跨越了层层空间，突兀地触及了他最深层的生命印记。那感觉就像是有人用羽毛在他最隐秘的心湖深处轻轻撩拨了一下。洛倾城绝美的脸庞上瞬间浮现一抹惊人的红晕，鼻息间发出一声带着颤音的轻吟。他猛地睁开双眼，星空般的眸子里充满了震惊和一丝难以言喻的酥麻感。怎么回事？是谁竟能隔着他的重重禁制触动他的本源？而且这种方式如此诡异，又隐隐有一丝熟悉的讨厌气息。他立刻运转神通，神识横扫9天10地，试图追踪那丝感应的来源，但那联系一闪即逝，如同错觉，再也捕捉不到任何痕迹。丹峰小院内，方平在联系建立的瞬间，也感受到了一股庞大如渊的神念顺着那丝联系反冲而来，吓得他立马斩断了联系，心脏砰砰狂跳。卧槽！化神期大能的感知这么恐怖吗？差点就被发现了。虽然过程惊险，但就在那短暂的联系建立的一瞬间，一股蕴含着难以想象道运的奇异能量，仿佛偷渡客一般，顺着那丝联系从遥远的彼岸反馈了一丝回来，融入了方平的体内。轰！方平浑身巨震，这股能量等级极高，虽只有一丝，却比他之前吸收的任何灵气药力都要精纯磅礴。天道筑基的灵海如同久旱逢甘霖，疯狂地吸收着这股能量，修为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暴涨。筑基中期巅峰，筑基中期圆满，距离筑基后期也只有一步之遥。不仅如此，他的神魂也得到了一丝滋养，变得更加凝练，对太虚调天经和钉头七剑书又多了一丝理解。更重要的是，他感觉自己的身体似乎发生了一种微妙的变化，多了一丝与天地更加亲近的道运。方平又惊又喜，看着手中暗淡了一分的血衣，眼神变得无比火热。这算啥？隔空双修，虽然风险极大，但这效果也太顶了吧，简直就是作弊器啊！嗨嗨，圣女大人，对不住了，我也是为了提升实力，好在鲲鹏巢为圣地争光啊。方平毫无心理负担地给自己找到了理由。他美滋滋地感受着体内澎湃的力量，又将那血衣小心翼翼收好。这可是修炼加速器，得省着点用。玄天圣地主峰广场，巨大的灵舟破云梭悬浮于空，周身灵光流转，气势磅礴。下方数十名气息雄浑的筑基弟子肃立，皆是宗门此次挑选出的精英，准备前往那万年难得一现的上古秘境鲲鹏巢。带队的是内门传功大长老，一位面容古板锐利的灰袍老者，元婴大圆满的威压若有若无地散发开来，让一众弟子大气都不敢喘。他的目光扫过人群，在最前方的2人身上停留，脸上难得露出一丝缓和。黎烟、云郎，大长老开口，声音沉稳：你2人乃我圣地筑基一代之翘楚，此次鲲鹏巢之行危机重重，一机缘遍地，须得同心协力，带领同门寻获造化，扬我圣地之威。苏黎烟一袭白衣，清冷如雪，微微颔首。黎烟明白。萧云郎则上前一步，拱手施礼，笑容温润谦和。大长老放心，云郎定与苏师妹携手，护佑同门，必不辜负宗门厚望。
他说话时，目光毫不掩饰地盯着苏黎烟，带着浓浓的占有欲。大长老吕须眼中闪过一丝满意。苏黎烟乃天书峰核心弟子，身负太上忘情道，若他二人能结为道侣，珠联璧合，下一任圣主之位必将归于紫霞峰这一脉。看那个丹灵峰的老匹夫还如何争？大长老这态度已是明晃晃的撮合，不少弟子都听出了弦外之音，看向那对璧人，眼中满是羡慕。苏黎面无表情，仿佛未闻。萧云郎笑容依旧，眼底深处掠过一丝志在必得。大长老的目光又扫向队伍后方，落在了方平和江寒月身上，眉头微不可察的一皱。你二人虽只是外门弟子，但既侥幸天道筑基，也算有了参与资格。他的语气淡了几分，带着一丝训诫意味。秘境之争靠的是实打实的修为和底蕴，而非一味依赖丹药透支潜力，贪图速成，终是空中楼阁，自毁前程。望儿等好自为之。这话几乎是点名方平了。毕竟1个月从刚筑基蹦到中期圆满，这速度实在太吓人，除了嗑药嗑猛了，众人实在想不出别的理由。果然是个药罐子。天道筑基又怎样？根基不稳，进了鲲鹏巢也是送死。萧云郎闻言不屑一笑，废物就是废物，只会用这种方式哗众取宠。方平摸了摸鼻子，一脸您说的对的表情，心里却在疯狂吐槽：老梆子，你懂个蛋啊！隔空双修的快乐你想象不到啊！一旁的江寒月则低着头默不作声，有些心事重重。登州，大长老不再多言，袖袍一挥，破云梭化作一道流光，撕裂云层，朝着大陆极西方向的10万大山疾驰而去。10万大山凶名赫赫，乃是妖族的乐土，人族禁区，其中古木参天，瘴气弥漫，潜伏着无数强大妖物，更有许多上古遗迹藏于深山之中，危险与机遇并存。鲲鹏巢便是在其中。数日后，破云梭抵达10万大山边缘，周围的灵气变得狂野，下方是望不到尽头的原始灵海，偶尔传来令人心悸的兽吼。远处，数座如同利剑般刺破天穹的巨山之间，一道巨大的空间裂缝缓缓旋转，散发出令人心悸的古老威压。裂缝之后，隐约可见一片破碎而宏大的远古遗迹——鲲鹏巢入口。而此时，裂缝前的空中已有数方势力提前到来。魔气森森的骷髅非洲上，6道魔宗的魅姬圣女，红唇如火，身材惹火，媚眼如丝地扫过玄天圣地众人，尤其在苏黎烟和萧云郎身上停留片刻，目光带着挑衅。一柄剑气凌霄的巨大石剑上，天剑门的剑子怀抱古剑，闭目养神，人如剑，冷峻孤高。还有其他宗门世家的飞行法宝，强者气息隐现，彼此警惕，群雄环伺，气氛瞬间紧绷。大长老将破云梭悬停，并未上前，只是沉声道：入口即将稳定，进入后各自小心。话音刚落，那空间裂缝的旋转速度渐缓，进，各方天骄瞬间动了，化作道道流光，冲向那危险入口。玄天圣地众人也在苏黎烟和萧云郎的带领下冲出，方平混在人群中，不紧不慢。一穿过裂缝，强烈的空间撕扯感和暴力嗜血的古老妖气扑面而来。吼！力！果然，入口处早已被无数想冲出去的强大妖兽和古兽残魂堵得水泄不通。冲在最前面的苏黎烟、萧云郎、魅姬、剑子4人瞬间被兽潮吞没，剑光、魔气、法宝光芒爆闪，4人各显神通，却都被逼得手忙脚乱，衣衫破损，甚至挂了彩。之前那高高在上的气场荡然无存。与他们的惨烈不同，方平早就凭借神识感应到后面不对劲，提前做出了应对。一缕灰白色火焰自其手心飞出，悄然扩散，形成一个3丈大小的领域。领域内扑进来的妖兽眼神瞬间迷茫混乱，开始原地转圈，甚至互殴。方平仿佛回家一样轻松，甚至还顺手把尖叫着的苏妙可拉了进来。柳如烟、楚清歌以及江寒月见状，也赶忙躲入方平身边。哇！方平没想到你还有这一手。苏妙可瞬间安心，横狗腿的跑到后面给他捶肩膀，小拳头软乎乎的。柳如烟惊魂未定，看着方平那淡定的侧脸，想了想后拿出茶具，素手烹茶，香气袅袅，递到他嘴边。师弟，压压惊。他脸颊绯红，觉得自己已经彻底成了方平的形状。楚清歌和江寒月一左一右持剑而立，看似护卫，实则美眸中的震惊都快溢出来了。楚清歌还好，江寒月的心跳快得离谱，又是一朵从未见过的先天灵火，他到底还有多少底牌？看见这一幕，周围的人都快嫉妒疯了。萧云郎刚用紫玉盾扛住一记兽爪，气血翻腾，就看到楚清歌和江寒月像左右护法一样站在方平身边，还有个捶背的递茶的。妒火瞬间烧昏了他的头，他对身旁一个狗腿子使了个眼色。那弟子心领神会，一咬牙，引着一群狂暴的赤目妖猿，
假装不知地撞向方平的领域。方师兄，救救我！方平眼皮都没抬。就在那人即将撞上的瞬间，江寒月动了，他玉手一挥，极寒之气爆发，瞬间将那人连同妖猿全部冻住一瞬。就这一瞬，周围的兽潮瞬间将他们淹没。啊！惨叫声中，那名弟子直接被撕成粉碎。一直关注这边的媚姬美眸猛地一亮，紧紧盯着江寒月，露出一个极其玩味和得意的笑容。冰灵体的案子，果然没白费我圣宗心血，竟然天道筑基了，真是天助我也。他隐秘地递去一个眼神，江寒月身体一僵，极轻微的点头，迅速低头，不敢看方平，手心全是汗。方平仿佛什么都没察觉，惬意地喝了口柳如烟递到嘴边的灵茶。师姐，茶不错，就是火候稍欠，下次我用一火帮你温。柳如烟俏脸更红了。好的，都听师弟的。前方，苏黎烟似乎被持续不断的兽潮和这边的动静扰得不耐，他深吸一口气，周身气息变得极致冰冷漠然。太上忘情，震！一指点出，无形力场扩散，被笼罩的妖兽眼中暴力退去，茫然四散，瞬间清场。众人震惊地看着他，一言镇妖潮。太上忘情道，果然变态。苏黎烟脸色微白，清冷目光扫过方平那诡异的灵火领域和其乐融融的景象，眼神波动了一下，迅速恢复。走！见兽潮退去，天剑门剑子率先冲入鲲鹏巢深处，各方势力也纷纷紧随其后。玄天圣地这边，萧云朗脸色铁青地瞪了方平一眼，带着自己的人马愤然离去。苏黎烟稍作迟疑，看着被莺莺燕燕环绕的方平，语气清冷：方师弟，此地危险，可需同行。所有人都竖起耳朵。方平笑了笑，果断拒绝：多谢苏师姐，不过我习惯带着自家妹子闲逛，人多不方便，告辞。说完，左边楚清歌，右边江寒月，后面跟着苏妙可和柳如烟，大摇大摆地选了个方向走了。苏黎烟正在原地看着他离去的背影，冰山般的脸上第一次出现了一丝错愕。方平带着4位风格各异的美女扬长而去，留下原地一群目瞪口呆的玄天圣地弟子。短暂的寂静后，顿时炸开了锅。岂有此理，简直狂妄！苏师姐好心邀请，他竟敢拒绝，还说什么带自家妹子闲逛。他以为他是谁？一个靠丹药堆上来的废物，走了狗屎运天道筑基，就不知天高地厚了。带着4个拖油瓶，我看他怎么死在这鲲鹏巢里。弟子们义愤填膺，尤其是那些对苏黎烟或方平身边4女有想法的男弟子，更是妒火中烧，骂得最凶，仿佛骂得越响，就能越衬托出他们的正义和清醒。苏黎烟听着身后的嘈杂，清冷的眸光从方平消失的方向收回，心中那丝罕见的错愕很快被冰封。不识抬举，果然还是和以前一样，烂泥扶不上墙。他不再理会，神识扫过周围环境，迅速选定了一个方向，声音恢复一贯的淡漠。走！他带领着剩下的弟子化作道道流光，很快消失在破碎的古建筑群中。另一边，方平可没空理会那些柠檬精，他左边看看楚清歌清冷绝艳的侧脸，右边瞥瞥江寒月紧绷却依旧动人的曲线，后面还有苏妙可叽叽喳喳和柳如烟温柔似水的目光。这小日子简直不要太爽！嘿嘿，跟着哥混3天吃9顿，他得意地哼着不着调的小曲。楚清歌无奈地瞥了他一眼，这家伙有时候真是没个正形，但偏偏又强得离谱。刚才那诡异的火焰领域，连他都感到心悸。江寒月则心事重重，方才媚姬那个眼神让他很不舒服。他确实是6道魔宗培养的案子，自幼在魔宗长大，那里有他残酷的训练，却也有一丝冰冷的养育之恩。6岁时被送入玄天圣地后，他便一直活在双重身份的压力下。可现在，他偷偷看了一眼身旁哼着歌的方平，感受着体内因他而获得的天道筑基修为，以及那份10年契约。他的心态早已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变化。魔宗只是利用他，而方平虽然手段有点那啥，但却是实打实的给了他天大的机缘，还挺照顾他。至少这10年内，他是方平的人。一个违背祖宗的决定在他心中酝酿成熟。他悄然放缓半步，指尖极其隐晦地弹出一缕唯有6道魔宗特定功法才能感知的讯息，只不过方向略微偏转了那么一点点。正好是萧云郎队伍离开的方位。媚姬大人，对不住了，给您送份大礼，希望您和紫霞峰的那位玩得愉快。做完这一切，他感觉心里一块大石头落了地，甚至有点小小的报复性的快感。他轻轻吐了口气，快步跟上了方平。方平嘴角似乎微不可察地勾了一下，但什么都没说。就在这时，他神魂深处一直安静蕴养着的七彩琉璃鱼小鹰忽然躁动起来。鹰，这小家伙甚至直接从他眉心钻了出来，巴掌大的七彩鱼在空中欢快地游动了起来。他异常兴奋，
朝着某个方向不断点头摆尾，然后嗖的一下窜出去一小段距离，又回头焦急地等着方平。呀，好漂亮的鱼！苏妙可眼睛瞬间亮了，下意识就想掏出自己的捕兽网，小鹰被吓了一跳，尾巴甩得更急了，发出急促的嘤嘤声，也不管了，直接扭头便游走。方平心中一动，这是有好东西的意思，跟上他。方平毫不犹豫，立刻提速。四女见状也纷纷催动灵力紧跟上。小鹰见主人跟上，愈发兴奋，七彩光芒一闪，速度陡然加快，如同一条彩虹流光，在错综复杂的古老遗迹中灵活穿梭。方平带着四女紧随其后，身法施展到极致，掠过破碎的宫殿，穿过干涸的河床，深入鲲鹏巢腹地。越是深入，周围的天地灵气越发浓郁，但也更加狂暴，空气中弥漫的威压也越发沉重古老，甚至开始出现一些诡异的陷阱。若非小鹰总能提前感知并避开危险地带，就算以方平的神识，恐怕也要费一番手脚。他们速度极快，直接将其他还在外围的各方弟子远远甩在身后。与此同时，另一边，魅姬圣女收到了将韩月传来的那道隐晦冰晶讯息，她感知着讯息中标注的方位和一些模糊信息，娇艳的红唇勾起一抹得意的笑容。哼，不愧是我圣宗精心培养的案子，这么快就有收获了。她丝毫没有怀疑信息的真实性。走，去这个方向。魅姬玉手一挥，带着六道魔宗的一众弟子，朝着萧云郎队伍离开的方位疾驰而去。他已经能想象到夺取重宝、碾压玄天圣地那群伪君子的快感了。而此刻的萧云郎正带着紫霞峰的弟子们，在一片布满剑痕的巨大广场上探索。他们发现了一具庞大的上古妖兽骸骨，骸骨晶莹如玉，隐隐散发着一丝未散的宝术波动，似乎蕴含着某种传承。师兄，此地定有机缘。一个弟子兴奋道。萧云郎也面露喜色，正欲仔细探查，突然远处破空之声传来，魔气汹涌。咯咯咯，萧云郎，多谢你们玄天圣的替我们找到这处好地方了，这机缘我六道魔宗笑纳了。魅姬娇笑着带人从天而降，毫不客气地落在广场另一端，目光灼灼地盯着那具妖兽骸骨。萧云郎脸色瞬间阴沉如水。魅姬，你找死？是不是找死？打过才知道。魅姬媚笑一声，眼中却寒光闪烁，动手抢下那具骸骨。瞬间，双方人马没有任何废话，直接在这片古老广场上爆发了激战。魔气与道法灵光疯狂碰撞，剑气纵横。萧云郎气得几乎吐血，他好不容易发现的机缘，竟然被魔宗妖女黄雀在后。他恨不得立刻将魅姬碎尸万段。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方平，正悠哉悠哉地跟着自家带路鱼，深入一个无人打扰的、更加隐秘的区域。前方，小鹰在一片爬满了古老藤蔓的断崖前停了下来，兴奋地绕着崖壁某个点不断转圈。方平目光扫去，只见那看似普通的崖壁深处，竟隐藏着一个阵法遮蔽的洞口，一股阴阳交汇的奇异气息正从洞内丝丝缕缕地渗透出来。小鹰急得团团转，嘤嘤声带着前所未有的焦躁，七彩光芒忽明忽暗，不断用脑袋去蹭那面崖壁。方平眉头紧锁，小心翼翼地将神识渗透进去，但反馈回来的信息却让他心头一沉。崖壁内部隐隐传来古老尊贵的威压，必然是有天大的宝贝，但包裹着它的是一层厚实且复杂到令人头皮发麻的上古阵法。这阵法层层嵌套，环环相扣，牵一发而动全身，其复杂程度和蕴含的能量层级远远超出了筑基期修士所能理解和应对的范畴。方平尝试着用心云幻灭炎去炙烤，却发现如同水滴试图凿穿万年玄冰，进度缓慢到令人绝望。而若是强行攻击，引发的反噬绝对能把他们这群人瞬间轰成渣渣。不行，这阵法太变态了，根本不是我们现在能碰的。方平叹了口气，感到有些无力。楚清歌、柳如烟也上前仔细探查，脸色都变得凝重无比。他们已经进入内门，见识更广，更能体会到这上古阵法的恐怖之处。这阵纹蕴含天地至理，绝非人力可破，恐怕需要数位元婴长老联手，甚至需要特殊的破阵秘宝才有望开启。可惜了，如此重宝近在眼前，却只能眼睁睁看着。江寒月抿着唇，努力回忆着临阵风的典籍，最终也只能无奈摇头。这阵法也超出了他的认知范围。苏妙可急得跺脚，那怎么办嘛？小樱都快急哭了。小樱确实快哭了，她不停用自己那小巧玲珑的身躯去撞击崖壁，结果自然是皮肤撼树，把自己撞得晕头转向，发出委屈的呜咽声。就在众人一筹莫展之时，一个清冷又带着一丝居高临下意味的声音从不远处响起：机缘造化，有缘者得之，亦须有得者居之。强求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只会招致祸患。方平等人猛地回头，只见苏黎烟一袭白衣翩然而至，宛如月宫仙子临凡，
清冷的目光扫过方平一行人，最终落在那个被阵法保护的崖壁上，眼底深处闪过一丝难以抑制的灼热。他身后跟着几名气息不俗的天书峰核心弟子，一个个眼神倨傲，看向方平等人的目光带着毫不掩饰的轻蔑。苏黎烟嘴角上扬，果然有重宝。方平定是身负某种逆天寻宝秘术，否则以他那武林跟废物资质，怎么可能次次精准找到这等机缘？这秘术何该为我所用？这宝物更应属于我。他早就暗中留意方平了，从方平拒绝与他同行开始，他就觉得不对劲，一个靠丹药堆上来的废物，哪来的底气在这鲲鹏巢独行？于是他便远远掉在后面，果然发现了端倪。一名身材高瘦、面带着谄媚的天书峰弟子上前一步，指着方平呵斥道：“方平，见到苏师姐还不行礼？你们在此鬼鬼祟祟，意欲何为？莫非想窃取秘境重宝？”另一名女弟子也帮腔，语气尖酸：“苏师姐说的对，有些东西不是你们这些外门弟子该碰的，小心福薄命浅，无福消受。识相的赶紧滚开，此地由我们天书峰接管了。”苏黎烟微微抬手制止了身后弟子，他维持着那副清高孤傲的模样，目光落在方平身上，语气平淡却带着不容置疑的意味：“方师弟，此地上古阵法凶险异常，非你所能触碰，强行破阵恐引动杀机，殃及池鱼，甚至破坏这珍贵遗迹。为安全起见，你们退下吧，此地交由我来处理。”他说的冠冕堂皇，仿佛一切都是为了大局着想，为了方平好。方平被这极品双标言论气得差点笑出来。妈的，想要抢宝就直说，搁这又当又立，恶心谁呢？就在他准备开喷队回去的时候，小鹰突然朝着他的胸口撞来，把某个睡神给吵醒了。方平胸口衣襟鼓动了两下，一个毛茸茸、睡眼惺忪的小脑袋钻了出来，正是星耀。小家伙有很严重的起床气，不满地用小爪子揉着眼睛，对着吵醒他的小鹰发出哼哼的抱怨声。小鹰也急了，围着他飞快转圈，用鱼鳍不断指向那片崖壁，嘤嘤喳喳，仿佛在急切地诉说着什么。一鱼一兽竟然就这么旁若无人地交流了起来。苏黎烟和他身后的弟子都看愣了，这是搞哪一出？天书峰弟子不屑道：“哼，废物就是废物，养的宠物也这么奇葩。”这时星耀似乎听明白了，他打了个大大的哈欠，歪着脑袋，眼眸懒洋洋地瞥了一眼那让方平都束手无策的上古阵法，然后在所有人惊愕的目光中，他晃晃悠悠地飞了过去，悬浮在阵法前，张开了小嘴。他不是攻击，也没试着破解，而是吸。一股庞大到令人心悸的吸力骤然产生，那上古阵法瞬间光华大放，无数玄奥的符文自动浮现流转，试图抵抗。阵法蕴含的恐怖能量足以轻易绞杀元婴修士。然而星耀的吞噬无视了这一切，它就像是一个深不见底的黑洞，专门吞噬最精纯的能量本源。阵法光芒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急速暗淡下去，那些流转的符文像是被抽干了力气般变得迟缓暗淡，最终彻底熄灭。嗡一声轻微的哀鸣，那坚不可摧的上古阵法竟在短短2-3息内，因为被硬生生吸干了维持运转的灵气核心，彻底瘫痪了，露出了后面一个不大的洞穴，以及洞穴中央石台上的那块碎骨。此骨不断在鱼鸟形态间变换，散发着无尽到运河威压。鲲鹏碎骨，众人下意识脱口而出。静，死一般的寂静。然而震惊只持续了一瞬，贪婪瞬间压倒了理智。此物若是炼化，不仅能极大强化肉身，甚至有机会领悟鲲鹏极速或吞噬神通动手，抢下碎骨。苏黎烟咆哮着下令，他身后的弟子也如梦初醒，疯狂催动灵力扑向洞穴。方平也反应极快，大骂一声无耻，身形暴冲而出。双方几乎是同时动了，目标直指那块失去保护的鲲鹏碎骨。眼看一场混战就要爆发，速度最快的苏黎烟的指尖几乎已经要触碰到鲲鹏碎骨。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道七彩流光比所有人都快，仿佛突破了空间的限制。咻！一直焦急等待的小鹰竟然后发先至，化作一道七彩闪电，瞬间冲入洞内。啊呜！一口就将那块婴儿拳头大小的鲲鹏碎骨给吞了下去。吞了。时间在这一刻定格。苏黎烟的手指僵在半空，离小鹰只有寸许距离。方平则保持着前冲的姿势，愣在原地。所有扑过来的人都像是被施了定身术，脸上的表情还凝固着，眼神却充满了极致的懵逼。小鹰吞下碎骨，心满意足，打了个小小的饱嗝，身上七彩光芒流转，变得更加璀璨梦幻。他摇了摇尾巴，悠哉悠哉地飞回方平身边，亲昵地蹭了蹭他的脸。然后他身上光芒渐渐内敛，变得有些虚幻，最后化作一道七彩流光，重新没入方平眉心，陷入了沉睡消化之中。现场只剩下死一般的寂静和一群石化的人。
方平、苏黎烟、疯批魔女拉垫背，方平笑看狗咬狗，死一般的寂静持续了大约3息。然后苏黎烟那张清冷绝艳的脸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涨红，由红转青，最后变得一片铁青。他死死盯着方平，准确的说是盯着方平眉心小樱消失的地方，胸口剧烈起伏，哪还有半分平日里的淡漠出尘？那眼神恨不得把方平生吞活剥了。方平这2个字几乎是从他牙缝里挤出来的，带着压抑不住的暴怒，把你那畜生交出来，吐出鲲鹏碎骨，否则我让你死无葬身之地。他身后的天书峰弟子也反应过来，一个个气得七窍生烟，到嘴的鸭子居然被一只鱼给吃了，这简直是对他们天大的侮辱。混账东西，快把那鱼交出来！苏师姐，跟这废物废话什么？拿下他，搜魂炼魄，不信找不出那鱼，杀了他们，宝物定然还在。群情激愤，杀机四溢，恐怖的灵压瞬间锁定了方平5人。楚清歌、柳如烟、江寒月立刻护在方平身前，苏妙可也气鼓鼓地拿出法宝，虽然害怕，却不肯后退。方平却笑了，他甚至还悠闲地掏了掏耳朵，一脸惊奇地看着苏黎烟。哟，苏师姐，您这脸翻得比说还快啊！刚才不还说要为了安全起见，替我们处理这凶险异常的阵法吗？怎么现在又急着要我把畜生交出来了？他特意加重了凶险异常和畜生几个字，语气里的嘲讽都快溢出来了。还是说，苏师姐您所谓的处理，其实就是把宝贝处理到您自己兜里去？方平恍然大悟状，高啊，实在是高，这又当又立的功夫，师弟我真是拍马都赶不上，佩服佩服。你放肆！苏黎烟气得浑身发抖，指尖剑气吞吐，差点就没忍住，直接动手。该死，该死！这牙尖嘴利的废物，我一定要撕烂他的嘴，抽他的魂，炼了他的魄。就在这剑拔弩张，眼看就要那斗火并的关头，哥哥了，精彩，真是精彩！一个带着戏谑的女声突然从另一侧传来。只见魔宗圣女魅姬带着几个身上挂彩、气息萎靡的魔修从一片乱石后转了出来。她原本妖娆妩媚的脸上带着一丝苍白，紫黑纱裙也有几处破损，显然经历过一场恶战。但她此刻却笑得花枝乱颤，仿佛看到了天底下最好笑的事情。都说玄天圣地是名门正派，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啊！魅姬轻抚红唇，眼波流转，扫过脸色难看的苏黎烟和一脸无所谓的方平。这内斗襁褓、仗势欺人的戏码，演得可比我们魔宗熟练多了。他的目光不经意间扫过江寒月，还隐晦地递了一个干得漂亮的赞许眼神。江寒月，啥意思？我不是给了假情报坑了他吗？难道说魔宗还是在我身上留有手段，所以魅姬这才能找过来？苏黎烟看到魅姬出现，眉头一皱，暂时压下了对方平的怒火，冷声道：魔女，这是我玄天圣地内部之事，难道你还想插手不成？插手？算了，我倒是想插别的地方。魅姬话音未落，另一个方向又传来一声饱含怒意的厉喝：魅姬，我看你这次往哪逃！剑光破空，萧云郎带着一群杀气腾腾的紫霞峰弟子追了过来，瞬间将魅姬等人反包围在中间。萧云郎衣衫略显凌乱，发冠歪了一些，显然也经历了一场剧烈战斗。他死死盯着魅姬，眼神怨毒：贱人，竟敢偷袭抢夺我的裂天雕遗骨，今日必将你碎尸万段！苏黎烟闻言顿时明白了魅姬为何会出现在这里，脸上瞬间露出讥讽的笑容。我当是什么算计，原来是被我萧师兄像丧家之犬一样撵过来的。魅姬，你这魔宗准圣女当的可真够狼狈的。魅姬脸色一沉，但随即又娇笑起来，只是笑容有些冷。是又怎么样？那裂天雕遗骨最终不还是没落到你们手里？他这话无异于承认了自己偷鸡不成蚀把米。苏黎烟和萧云郎交换了一个眼神，瞬间达成了默契。动手，先清理魔宗妖人。苏黎烟轻喝一声，剑光直取魅姬。萧云郎也几乎同时出手，紫玉印章法宝轰向魅姬身后的魔修。两人联手，攻势凌厉无比。魅姬本来就有伤在身，手下人也状态不佳，瞬间落入下风。短短几个照面，就有2名魔修被天书峰和紫霞峰弟子的合击之术当场格杀。魅姬气得娇躯乱颤，险象环生，漂亮的眸子里闪过一丝疯狂。好一个玄天圣地，既然你们不让我活，那就谁都别想好过。他猛地拼着硬抗了苏黎烟一道剑气，喷出一口鲜血，借力后退，同时手中光芒一闪，出现了一只仿佛用人骨雕琢而成的诡异笛子。万寿骨笛，此笛乃是6道魔宗一件极为阴邪的秘宝，以特殊秘法吹奏，能散发出一种吸引方圆100里内所有妖兽的诡异音波，在鲲鹏巢使用，无异于自杀。不好，是万寿骨笛，快阻止他！萧云郎见势广博，
脸色骤变，惊呼出声。但已经晚了。魅姬脸上带着疯狂的笑容，将骨笛凑到唇边，狠狠一吹。一种极其尖锐刺耳却蕴含着诡异魔音的笛声骤然响起，如同潮水般向四面八方扩散开来。笛声响起瞬间，整个天地仿佛都安静了一瞬。紧接着，吼、嗷呜、厉，四面八方无数狂暴的兽吼声由远及近，如同滚滚雷潮般汹涌而来。大地开始轻微震动，树木摧折，烟尘冲天而起。无数妖兽如同发了疯一般，红着眼睛从山林、从废墟、从地底疯狂涌出，朝着笛声源头这个小小的洞口冲来。其中甚至包括好几头散发着三阶巅峰恐怖气息的庞大妖王，一头浑身覆盖岩浆般纹路的巨虎，一只翅膀遮天蔽日的凶禽，还有一条水桶粗细、头生独角的狰狞巨蟒。所有人都脸色煞白，头皮发麻。疯子，你这个疯子！萧云郎气急败坏的大骂，再也顾不得杀魅姬，转身就想跑。苏黎烟也是花容失色，剑光一收就欲遁走。想走，晚了。魅姬咳着血，脸上却带着癫狂的笑容，死死缠住苏黎烟和萧云郎，一起死吧。他完全是同归于尽的打法，让二人一时脱身不得。快走，待在此地必死无疑。柳如烟焦急地拉着方平跑路，江寒月等人也迅速跟上。然而他们刚一动，苏黎烟却猛地一道剑气扫来，逼退他们。谁都别想走。他面色极度冰寒，要死一起死，凭什么我们被拖在这里，你们能跑？萧云郎也反应过来，一边抵挡魅姬和妖兽的先头部队，一边厉声道：拦住他们，让他们吸引妖兽注意。天书峰和紫霞峰的弟子立刻分出几人，死死堵住了方平他们的去路，眼神凶狠。几方人马在这突如其来的灭顶之灾前，竟然互相掣肘，谁都想让别人当垫背，谁都不想让对方先跑。就这么一耽搁的功夫，轰隆隆，兽潮的先头部队已经到了。无数狂暴的妖兽如同黑色的洪流，瞬间淹没了外围的几个倒霉弟子。惨叫声戛然而止，那头三阶巅峰的岩浆巨虎第一个冲进，他那如同灯笼般的赤红双目直接锁定了洞口这群气息最鲜美的人类。堪比金丹大圆满的凶威如同实质般压下，让所有人都呼吸困难。绝望的气氛瞬间蔓延开来。苏黎烟和萧云郎也停下了内斗，脸色惨白地看着那如同山岳般压过来的巨虎，以及他身后无边无际的兽潮。完了，这是所有人心中唯一的念头。鲲鹏巢果然不是善地，远非宗内秘境可比。然而就在这令人窒息绝望的时刻，吵死了！一个不合时宜带着点慵懒的声音响起。只见方平不知何时竟然悠哉悠哉地走到了那个被星耀吸干灵气的阵法洞口前，还顺手拍了拍那块曾经覆盖着阵法的崖壁。他回头看了一眼那汹涌而来的兽潮和那头恐怖的岩浆巨虎，又看了看脸色惨白互相使绊子的苏黎烟、萧云郎和疯狂大笑的魅姬。方平的脸上忽然露出一抹极其欠揍的笑容，他拉着四女躲入了洞口。各位玩得挺开心啊。说完，他在所有人难以置信的目光中抬手对着那崖壁洞口边缘输入了几缕灵力。翁崖壁轻微一震，那原本已经彻底暗淡的阵法符文竟然像是回光返照般闪烁了一下，形成一道透明的光膜。吼！光膜释放出的气息让熔岩巨虎感到烦躁。轰！众人还未反应过来，一只巨爪便拍在光膜之上。轰隆隆！紧跟着整个山崖都在跟着巨震，无数落石坠下。然而崖洞内的方平五人却毫发无损，甚至那层守护光膜都没出现一丝波动。好家伙，金丹期圆满的全力一击都不能撼动丝毫。光膜之内，方平拍了拍手，对着外面彻底石化的众人露齿一笑：不好意思啊，地方小，只够我们自己人蹲。各位英雄好汉，你们加油顶住，我们在精神上支持你们。苏黎烟、萧云郎、魅姬，所有人内心卧槽，你他妈倒是安全了，可我们呢？洞外是地狱秽土，兽吼震天，妖气滚滚，洞内却是另一番光景，安全感爆棚。方平老神在地盘西坐下，甚至还从储物袋里摸出把灵瓜子，分给身边4位尚且惊魂未定的美女。来来来，压压惊，别客气，外面那出大戏平时可没地方看。方平嗑了个瓜子，悠哉悠哉。楚清歌、柳如烟、江寒月、苏妙可4位美女看着外面那血肉横飞的场景，再看看手里香喷喷的灵瓜子，一时间心情复杂无比。方平这心是不是有点太大了？他就这么笃定这法阵能抵挡住那些妖兽？不过被他这么一打岔，那令人窒息的恐惧感倒是冲淡了不少。楚清歌深吸一口气，闭目调息。柳如烟跟江寒月一样，
目不转睛地盯着外边只有苏妙可没心没肺咔哧咔哧磕的飞快。方平，打开阵法，放我们进去！苏黎烟嘶吼着道。他一边狼狈地躲闪着熔岩巨虎拍下的爪风，一边朝着洞内狂喊：否则我天书峰与你不死不休！萧云郎更是目眦欲裂，他心疼无比地祭出了一张散发着元音波动的金色符箓，化作一个巨大的金钟虚影，暂时罩住了他和附近几名紫霞峰弟子，抵挡着兽潮冲击。但这金钟光芒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暗淡，显然支撑不了太久。方平，你这废物杂役，狗一样的东西，竟敢见死不救！等我出去，定要将你抽魂炼魄，让你永世不得超生！萧云郎破口大骂，风度尽失。他现在只想把方平揪出来生吞活剥。面对这两位的无能狂怒，方平只是掏了掏耳朵，懒洋洋地回道：二位加油，等你们活下来以后再说这些吧。苏黎烟、萧云郎简直气到内伤，方平却丝毫不在意。此刻他的心思大半都在神魂内。随着鲲鹏碎骨被小樱吸收炼化，无数陌生的信息充斥他的脑海，其中便包括了如何操控这道上古法阵。别说是金丹期圆满，就是元婴境圆满的妖兽来了也拿他没办法。噗！魅姬那边又吐了一口血，他的状态最差，手下魔修已经死伤殆尽，只剩他一人凭借几件保命魔器在兽潮中苦苦支撑。他听到方平的话，再看看玄天圣地那两位天之骄子的狼狈相，竟忍不住咯咯笑了起来，只是笑声混合着血液喷出，显得格外凄厉。好，说得好，玄天圣地的伪君子们，活该！他一边笑一边咳血，眼神却不由自主地瞥向了洞内的江寒月。这个案子是否到了该动用的时候？江寒月被他看得心头一紧，下意识地往方平身后缩了缩。方平将这一切尽收眼底，眉头微蹙。若是这魔女临死前把江寒月的身份暴露，那的确还是件麻烦事。但他现在没空理会外面的鸡飞狗跳，因为小樱消化鲲鹏碎骨后的反馈来了，那感觉就像是脑子里被塞进了一个炸弹。轰！无数玄奥莫测的信息在他识海中炸开，流转组合，最终化作一道完整而强大的传承。鲲鹏宝术，阴阳遁杀，这并非肉身攻伐之术，而是一种极其罕见且阴霸的神魂杀招，涉及阴阳转换之妙，可直接攻击对手神魂本源，霸道无比。鲲鹏天地极速，游弋阴阳两界，其对神魂的理解和操控远超寻常种族。方平立刻沉浸其中，全力感悟。他的神魂之力在这宝术传承的滋养下，开始疯狂暴涨质变。识海在扩张，神魂在凝练，一种前所未有的清明感和强大感充斥着他的意识。方平浑身轻轻一震，嗡！一股无形无质却带着一丝古老浩瀚的波动，以他为中心悄然扩散开来。神念，金丹期大圆满修士才有可能初步凝练出的神念，他竟然在筑基期就提前诞生了。而且因为这神念源自鲲鹏宝术的反馈，他天生带有一丝鲲鹏游弋虚空，无视阻碍的特性。方平心念一动，那还稍显稚嫩的神念如同一条无形的小鱼，轻松愉快的就穿过了那层屏障薄膜，来到了外面混乱的战场。这感觉，方平仿佛多了一双上帝视角的眼睛，外面的一切清晰无比，甚至能隐约感知到在场众人的情绪波动。苏黎烟的愤怒恐惧，萧云郎的怨毒心疼，魅姬的绝望疯狂，还有那些弟子们无边的绝望。这时萧云郎的金钟符箓终于耗尽了最后一丝能量，啪的一声碎裂开来。不好！萧云郎脸色惨白，手忙脚乱的又祭出一面古盾，同时对着洞口厉声威胁：方平，我乃萧家嫡系，我若死在这里，家族必有感应。你……他的话戛然而止，因为就在那一瞬间，正愁没地方试试新玩具威力的方平，下意识的就对着喋喋不休的萧云郎发动了阴阳遁杀术。一道触及阴法则的无形波动，顺着方平的神念瞬间穿透阵法屏障，直接没入了萧云郎的体内。萧云郎猛地一个哆嗦，感觉像是有一盆冰彻骨髓的水从头顶浇下，直接灌入了丹田气海，甚至深入了神魂本源。一种难以言喻的虚弱和空虚感瞬间席卷全身，尤其是下半身，凉飕飕的，那种属于男性的阳刚之气仿佛被一瞬间斩断。他体内的灵力运行都瞬间滞涩了许多，修为隐隐都有跌落的迹象。更可怕的是，他惊恐地发现自己某些作为男人的根本反应和特征正在飞速消退。我怎么了？萧云郎低头看着自己，声音变得尖细，脸上露出了极度惊恐的神色。他虽然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但那种身体本质被改变的巨大恐怖瞬间淹没了他。周围的弟子们没看清具体，只看到萧师兄好像突然打了个冷战，然后声音就变得有点怪，攻势也一下子弱了很多。洞内
方平通过神念看着萧云郎的变化，眨了眨眼，心里嘀咕：这阴阳遁杀这么立竿见影，看这效果是直接给他来了个去势打击。效果拔群，方平很满意。这下世界安静多了。而另一边，失去了最后手下掩护的魅姬终于到了极限。吃啦！那独角巨蟒的尾巴如同钢鞭般扫过，尽管魅姬竭力躲闪，护体魔光依旧被瞬间抽碎。他惨哼一声，如同断线的风筝般撞在山壁上，滚落在地，气息萎靡到了极点，再也无力挣扎。他看着那步步逼近的熔岩巨虎和张牙舞爪的独角蟒蛇，美艳的脸上终于彻底被绝望覆盖。他下意识的最后看了一眼洞内那个悠闲看戏的身影，以及他身后那个6道魔宗埋下的棋子。就在魅姬刚要开口的瞬间，喂，那个魔女！方平的声音透过阵法清晰地传入他耳中，带着一丝玩味，给你个机会，想活命吗？魅姬猛地抬头看向洞内，方平嗑着瓜子，慢悠悠地道：发下天魔大誓，奉我为主，交出真灵印记，我就放你进来避避难，怎么样？这交易划算吧？苏黎烟和萧云郎闻言都是又惊又怒。方平，你竟敢与魔宗妖女勾结！苏黎烟尖叫。方平，你找死！萧云郎用尖细的声音怒吼，却不敢再上前，他现在虚得厉害。方平压根不理他们，只是看着魅姬，活命还是硬气的去死，这根本不需要选。魅姬几乎是毫不犹豫，用尽最后力气嘶喊：我魅姬以心魔起誓，愿奉方平为主，若有违逆，生死道消，永堕无间魔域。同时他眉心飞出一缕微弱的黑色光芒，那是代表他生命本源的真灵印记。方平神念一动，操控阵法开启一个极小缝隙，让那真灵印记飞入，瞬间将其掌控。从此魅姬生死只在他一念之间。进来吧！方平打了个响指，阵法瞬间开启，一道仅容一人通过的缝隙出现。魅姬爆发出最后的求生欲，连滚带爬地冲了进去。他刚进来，阵法光膜瞬间闭合，轰！熔岩巨虎的巨爪狠狠拍在光膜上，再次无功而返，只能在外面愤怒咆哮。劫后余生的魅姬瘫软在地，大口喘息，浑身浴血，狼狈不堪。他抬头看着嗑瓜子的方平，神情复杂到了极点。方平丢过去一瓶疗伤丹药，以后就是自己人了，先跟你的4位姐姐打个招呼吧。魅姬，他默默接过丹药，心情复杂，尤其是看见江寒月那副表情，瞬间就明白了一切。怕是刚才就算自己开口，江寒月也不会救他的吧？这女人早就忘本了，但他不敢说出来，毕竟真灵印记在人家手里握着呢。江寒月被他看得有些不好意思，妹妹，虽然你境界不俗，地位也高，但咱们可要讲究一个先来后到。闻言，其余3女也都挺起胸脯，示威般看了他一眼。见状，魅姬眼前一黑，差点又一口血喷出来。怎么突然就成了这家伙的第5房了？这还不如死了呢。洞外，苏黎烟和萧云郎看到魅姬竟然真的被方平放了进去，气得差点当场爆炸。方平，你公然庇护魔女，宗门绝不会放过你！苏黎烟尖叫。方平，你不得好死！萧云郎亦是尖声咒骂。方平丝毫不在意，对洞内众女道：好了，碍事的人解决了，噪音也差不多没了，你们抓紧时间恢复一下，我感悟点新东西。说完，他再次闭目，彻底沉浸在对阴阳遁杀宝术和自身心生神念的感悟中。外面那俩货的叫骂全当是野狗汪汪了。洞内，楚清歌、柳如烟抓紧时间调息。苏妙可好奇地打量着新来的漂亮魔女姐姐，江寒月则是心情愉悦地帮着魅姬处理伤口。魅姬一边疗伤，一边看着闭目修炼的方平，心中掀起惊涛骇浪。这个方平到底是什么怪物？筑基期就能诞生神念，还能掌控如此强大的阵法，甚至能瞬间废了萧云郎的那种功能。玄天圣地的人都眼瞎了吗？把这种怪物当敌人针对，他忽然觉得奉其为主或许不一定是坏事。洞内岁月静好，瓜子管饱；洞外鸡飞狗跳，血溅3尺。方平彻底沉浸在对阴阳遁杀和心生神念的感悟中，爽得飞起。那丝鲲鹏神念的特性让他对周围环境的感知达到了一个变态的程度，甚至连苏黎烟底裤颜色都清晰可见。反观洞外，那叫一个惨烈。苏黎烟和萧云郎带来的弟子已经死伤过半，残肢断臂混杂着妖兽的尸骸，将洞口染成一片修罗场。活着的也是个个带伤，灵力濒临枯竭，全靠一股不想死的意志和2位领头人偶尔甩出的符箓硬撑。方平，你见死不救，残害同门，与魔道合意，你道心难道就不会有愧吗？苏黎烟一边狼狈地挥剑格挡一头妖狼的扑击，一边声嘶力竭地朝着洞内喊话。
她头发散乱，原本洁净的白裙沾满了血污和尘土，哪还有半分仙子的仪态？萧云郎则更惨，他不仅身体虚，心里更虚，那种男性象征被剥夺的恐惧感几乎将他吞噬，声音尖利的咒骂：方平，你这小人的手段，卑鄙无耻！我与你不共戴天，带我出去，定要请出首座，将你挫骨扬灰。对于这些噪音，方平的神念自动过滤，只当是败犬的哀嚎。他甚至有空用神念悄悄给楚清歌传了道音：楚师姐，你看萧师兄这声音像不像凡人国度里那些负责宣旨的公公？楚清歌正在调息，闻言差点伶俐走岔了气，没好气地瞪了方平一眼，但嘴角却忍不住微微上扬了一下。这家伙真是什么时候都没个正形。柳如烟和江寒月也是忍俊不禁，紧张气氛又缓和了不少。新来的媚姬看着这一幕，眼神更加复杂了。这方平对敌手段狠辣刁钻，对自己人却似乎还挺好。这种环境下还能开玩笑，不是疯子就是真有绝对自信。显然方平属于后者。眼看弟子越来越少，受潮却仿佛无穷无尽，苏黎烟终于肉痛的一咬牙，眼中闪过决绝。他不能再等了。只见他猛地一拍胸口，喷出一小口精血，落在手中一枚冰蓝色的玉佩上。玄冰绝玉，风！那玉佩瞬间爆发出璀璨蓝光，一股远超金丹期的恐怖寒气轰然爆发，如同涟漪般急速扩散。咔嚓咔嚓，以他为中心，方圆数十丈的地面、妖兽甚至空气瞬间被冻结。那些狰狞咆哮的妖兽保持着前扑的姿势，化作了栩栩如生的冰雕，连那3头金丹圆满的妖王动作都变得极其迟缓，体表覆盖上厚厚冰层。元婴期修士炼制的保命符宝，威力巨大，但也珍贵无比，用在这里让他心都在滴血。场中瞬间一清，幸存的天书峰和紫霞峰弟子瘫倒在地，大口喘息，脸上满是劫后余生的庆幸。苏黎烟脸色苍白，显然催动这符宝对他消耗也极大，但他立刻将冰冷的目光投向洞内，厉声道：方平，魔女，你们看到了，这就是与我天书峰为敌的下场。现在打开阵法，交出鲲鹏碎骨和那魔女，我或可看在同门之义上向长老求情，饶你们不死，否则待我等恢复，必破此阵，将尔等碎尸万段。萧云郎也尖声附和：没错，方平，你勾结魔女，残害同门，罪证确凿，速速开门投降，否则便是与整个玄天圣地为敌。方平冷笑，明明是自己掀起贪念想抢夺宝物，现在倒成了他的罪过了。洞内柳如烟气的俏脸发白，无耻！楚清歌眼神冰冷，手已按在剑柄上。江寒月和媚姬则面露担忧，尤其是媚姬，她知道若是被抓回去，下场绝对比死还惨。方平叹了口气，我说二位，这妖兽刚清完，气都还没喘匀呢，这又是在演什么戏码？他顿了顿，语气更加欠揍，等下真动起手来，你们这状态，我怕别人说我欺负老弱病残啊。他还特意瞄了一眼萧云郎的某个部位。你！苏黎烟气的又是一阵气血翻涌，差点没忍住，又一口血喷出来。萧云郎更是脸都绿了，手指颤抖地指着方平，尖声道：牙尖嘴利，待我破了你这龟壳，看你还如何嚣张。就在洞内外对峙的同时，鲲鹏巢入口外的天空中，气氛同样紧张。玄天圣地的巨型飞梭悬浮于空，大长老正面无表情地看着对面骨传手的一位黑袍中年人。厉老魔，小辈们的机缘争夺，各凭本事，你6道魔宗的人折在里面，莫非还想让老夫给你个交代不成？大长老声音平淡，却自带一股威严。那被称为厉老魔的黑袍中年人，正是6道魔宗此次的带队长老。此时他正满脸不善，恶狠狠地盯着赵长老。原因无他，只因方才6道魔宗弟子的魂灯几乎全灭，仅剩的媚姬也是生命气息微弱。哼，赵老怪，你少装糊涂！若非你玄天圣地的人使诈，我宗有准圣女媚姬带队，岂会陷入绝境？他若有事，我必让你玄天圣地这些宝贝弟子偿命。哼，魔道妖人，死了便死了，还想攀咬我正道弟子？旁边一位背负长剑，气质凌厉如剑锋的白袍中年冷声开口。他是天剑门的大长老，天剑门与玄天圣地关系尚可，算是偏有善力老魔，眼神一寒。剑疯子，这里没你天剑门的事，少多管闲事。天剑门长老冷哼一声，鲲鹏巢乃无主之地，机缘各凭气运，你魔宗若要借此生事，我天剑门的剑也不是吃素的。几方势力唇枪舌战，互相牵制。赵长老赵心中其实也有一丝担忧，他能隐约感应到苏黎烟动用那保命符宝的波动，说明里面情况确实凶险，但他面上不能示弱，否则这些魔道妖人和隔岸观火的天剑门只会更得寸进尺。他暗暗祈祷，黎烟、云郎，
你们可要坚持住啊！如今东域风云变幻，疑似有改天换日的气象，你们一定要将那鲲鹏传承取出，如此才能使我玄天圣地屹立不倒。与此同时，崖洞外，就在苏黎烟和萧云朗准备研究如何破阵时，又是一道道剑光从天而降。来人皆身穿天剑门服饰，为首一人身姿挺拔，面容冷峻，背负一柄古朴长剑，周身剑气自然流转，仿佛他本人就是一柄出鞘的利剑。其气息赫然也是筑基大圆满，丝毫不弱于全盛时期的苏黎烟和萧云朗。天剑门，李天恒冷峻青年淡淡开口，目光扫过现场一片狼藉，最后落在那个散发着微光的阵法屏障上，眼中闪过一丝惊异。他是被刚才那古元阴气的寒气波动吸引过来的，没想到似乎还有意外收获。李师兄，苏黎烟见到来人，眼前微亮，立刻换上一副我见犹怜的表情。李师兄来得正好，请为我玄天圣地主持公道。他迅速地将事情经过说了一遍，自然是经过艺术加工的版本。例如他们如何发现此地，方平如何与魔女勾结，用诡计夺走鲲鹏碎骨，又如何凭借诡异阵法见死不救，残害同门，甚至用阴毒手段暗算了萧云朗。萧云朗也在一旁尖声补充，控诉方平的恶行。李天恒听完，眉头微蹙，他对玄天圣地内部的龌龊有所耳闻，自然不会全信，但他的目光看向那阵法以及洞内隐约可见的方平等人，特别是感受到那阵法的不凡后，心思活络起来。能抵挡如此受潮和元婴符宝余波的阵法，其核心能量源必定非同小可，说不定那鲲鹏碎骨真的在里面。李兄，萧云朗看出他的异动，忍着身体的别扭，低声道：此阵虽固，但经过先前冲击和离烟师妹的符宝震荡，必有损耗，合我众人之力慢慢消磨，未必不能破之。届时里面宝物我玄天圣地只取回那鲲鹏碎骨，其余皆归李兄和天剑门所有，如何？李天恒眼神闪烁了一下，风险不大，潜在收益却很高。他点了点头，冷然道：既然如此，我便助二位道友一臂之力，并非为宝物，实乃看不惯此等残害同门、勾结魔道之行径。说的那叫一个冠冕堂皇。于是两方人马合流，开始轮番攻击阵法光魔，各种飞剑、法宝、符箓的光芒轰击在光魔上，荡起阵阵涟漪。洞内刚刚放松的气氛瞬间又紧张起来。怎么办？他们联手了。苏妙可有些害怕地抓住方平的衣袖，楚清歌、柳如烟面色凝重，全力调息，准备迎战。江寒月和媚姬也如临大敌。方平眉头微皱，感觉有点麻烦，倒不是怕他们真能立刻打破阵法，而是这样一直被围着当乌龟壳敲也不是个事儿啊，严重影响他感悟的效率。方平蹙眉，尝试再次催动神念，施展阴阳遁杀，目标直指新加入进来的李天恒。然而这次苏黎烟早有防备，他一直分神注意着方平的动静，见他眼神微动，立刻将一枚散发着柔和清光的玉佩挡在李天恒身前。那玉佩乃是一件灵魂防御类的珍贵法宝。嗡，无形的神魂冲击撞在青光上，荡漾起波纹，虽然让那玉佩光芒暗淡了几分。李天恒面色大变，惨叫一声捂住脑袋，但终究没能像对付萧云朗那样直接建功。哼，雕虫小技。方平，你还有什么手段？苏黎烟冷笑，心中一定，这种诡异的灵魂攻击果然无法穿透强大的灵魂防御法宝。该死，果然是与魔道勾结的狗杂种，竟敢对本剑子出手。李天恒面容扭曲，挥剑的速度愈发加快，在持续不断的攻击下，特别是李天恒那蕴含怒意的几剑，让阵法光魔剧烈震颤。终于，咔嚓一声细微却清晰的脆响，让洞内外所有人都听到了。只见光魔之上，之前被熔岩巨虎疯狂拍击和元婴符宝寒气冲击过的地方，竟然真的出现了一道发丝般的细微裂缝。虽然裂缝瞬间就被流转的阵法能量弥补了大半，但它的出现无疑给苏黎烟等人注入了一针强心剂。哈哈，龟壳要碎了。方平，你的死期到了。萧云朗尖声狂笑，攻击得更加卖力。洛天恒眼中也闪过金光，剑势更加凌厉。苏黎烟脸上露出胜利在望的残忍笑容。方平，现在跪地求饶还来得及。洞内，楚清歌等人脸色煞白。完了，最大的依仗要没了。方平的心也猛地一抽，完脱了。这上古阵法难道年久失修了？不对啊，刚才感知明明还很稳固，难道是之前消耗太大，加上元婴符宝的冲击确实造成了隐患？他大脑飞速运转，思考着对策，是立刻带着妹子们从山洞深处挖地道跑路，还是准备把所有攻击手段都拿出来拼个鱼死网破？气氛紧张到了极点。方平的手缓缓没入储物袋，放在了那张湮灭剑符之上。然而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轰隆，整个鲲鹏巢穴猛地剧烈震动起来，
比之前任何一次都要强烈。一股无法用语言形容的古老尊贵气息从巢穴的最深处轰然爆发，席卷了每一个角落。紧接着，在遥远的天际，一道巨大的虚影腾空而起，那似乎是一条鱼，庞大到无边无际，却又在瞬间化作一只遮蔽苍穹的巨鸟。阴阳二气环绕其周身，演化着极其恐怖的景象。大道之音隆隆作响，阐述着天地之理。鲲鹏传承现世，真正的完整的鲲鹏传承。与之相比，方平得到的那块碎骨简直就是芝麻与大象的区别。所有攻击瞬间停止，李天恒猛地抬头看向那宏大异象，眼中爆发出前所未有的炽热和贪婪。什么阵法，什么碎骨，在这完整的鲲鹏传承面前都是渣渣。鲲鹏真意是真正的核心传承。他失声惊呼，再无半分冷静，几乎没有丝毫犹豫。李天恒剑光一收，对着天剑门弟子大喝一声：“走！”下一刻，他身化剑红，以比来时快了数倍的速度，毫不犹豫地朝着异象爆发之地疯狂冲去。天剑门弟子也立刻跟上，跑得比兔子还快。苏黎烟和萧云郎也彻底傻眼了，随即眼中也涌起疯狂的渴望。黎烟，萧云郎尖声叫道，虽然恨不得立刻声色方平，但孰轻孰重他分得清，那可能是咫尺仙道的无上传承啊。苏黎烟脸色变幻不定，极度不甘地看了一眼近在咫尺的洞口和方平那张可恶的脸，但他知道不能再耽搁了，去晚了别说吃肉，汤都喝不上了。方平，算你走运。苏黎烟咬牙切齿，最终贪婪战胜了怨恨，但他岂会轻易放过方平？在离开之前，他眼中狠厉之色一闪，和萧云郎同时催动最后灵力，对着支撑洞口的那片崖壁狠狠发出了最强一击。给我他！轰隆隆，本就因阵法震荡和连续攻击而不稳的山崖，在这最后一根稻草的压力下，终于大面积崩塌，巨石滚落，烟尘冲天，瞬间将那个洞口彻底掩埋，甚至连带那一小片山崖都坍塌了下去，坠入下方深不见底的云雾深渊之中。哼，就算摔不死你，也将你永远困死在这废墟之下。苏黎烟恶毒地咒骂了一句，这才转身与萧云郎带着残存弟子心急如焚地朝着传承之地赶去。转眼间，刚才还喊打喊杀热闹非凡的洞口变得一片死寂，只留下满地狼藉的妖兽冰雕和尸体，以及一个被乱石彻底封死甚至整体塌陷的绝地。深渊之下，云雾缭绕，死寂无声。不知过了多久，乱石堆深处，一丝微不可察的阵法光芒在黑暗中顽强地闪烁着。方平的神念扫过四周，感受着彻底的封闭和死寂，以及下方深不见底的虚空，嘴角却忽然勾起一抹弧度。跑得真快，差点就要动用湮灭剑符了。方平撇撇嘴，不到万不得已，他不是很想动用这张剑符，要是万一把这鲲鹏巢也给砍爆了咋整？不过这帮傻帽好像又帮了我一把。他缓缓转过头，目光落在了身后石壁上，那些因为山体崩塌震落了表面石皮显露出与整个鲲鹏巢地脉相连的阵法纹路。谁告诉你们这阵法只有一种功能的？这特么好像是个传送阵啊！黑暗中，方平的眼睛亮得吓人，他仔细用神念扫描着石壁上的阵纹，越看越是心惊，越看越是狂喜。这特么哪里是什么简单的防御阵，这根本就是一个超级复合大阵。防御只是它最微不足道的功能之一，它更核心的作用是一个超远距离的传送阵。而且看这阵纹的指向，目的地9成9就是刚才那宏大异象爆发的核心区域。发了，这回是真发财了。方平心里乐开了花，但随即又皱起了眉。问题来了，这阵法年头太久远了，虽然主体结构完好，但能量严重不足。刚才抵挡兽巢和元婴符宝冲击，又把原本积累的那点底库都快耗光了。现在这阵法就跟一台没了油的超跑似的，看着牛逼，跑不起来，得充电，而且得是大功率快充。考验咱们钱包厚度的时候到了。方平一拍大腿，站了起来，神情严肃，想不想直接传送去鲲鹏巢核心？想不想直接越过重重阻碍获取上古传承？众女刚从绝望中缓过神，这转折有点快。方平简单解释了一下，然后指着那复杂的阵纹中心的一个凹槽，都把灵石拿出来，越多越好，品质越高越好。四女闻言都毫不犹豫地开始掏家底，一时间中品灵石甚至少量上品灵石堆了一小堆，灵光闪闪，算是小有积蓄。但方平估摸了一下，摇了摇头，不够，差得远。这上古传送阵胃口大得很。众女面露难色，这已经是他们大部分身家了。这时方平把目光投向了媚姬，媚姬被看得有点发毛，下意识捂紧了自己的储物戒指，这可都是她辛辛苦苦坑蒙拐骗积累来的灵石啊。媚姬妹妹啊，现在到你表现的时候了。方平语重心长，放心，以后我保证不会亏待你的。
等我拿了核心传承，给你祭头功。魅姬嘴角抽搐，什么狗屁头功？我的真灵印记都在你手里握着，我能说不吗？他算是看明白了，这方平不仅手段黑，脸皮也更厚。他深吸一口气，努力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主人说的是，属下自当尽力。说着，他一脸肉痛的开始从储物戒指里往外掏东西。哗啦啦，不是中品上品灵石，而是一堆灵气几乎化为实质的极品灵石，足足有20多块。这东西一出来，整个洞穴内的灵气浓度瞬间飙升了几个档次。那堆楚清歌他们拿出的灵石顿时显得有点寒酸。楚清歌、柳如烟、江寒月，这就是魔宗准圣女的财力吗？苏妙可张大了小嘴。哇，富婆姐姐！方平眼睛都直了，一巴掌拍在熟睡的星耀头上，看看，什么叫格局，什么叫觉悟。星耀，你学着点，别整天就知道吃和睡。星耀，喵喵喵！魅姬心在滴血，这些可是他准备冲击金丹时用的储备啊！但现在保命和表忠心更重要，他只能强颜欢笑。主人，够了吗？够了。方平手脚麻利的将所有灵石一股脑塞进阵法凹槽里。嗡！巨大的阵法瞬间被激活，无数古老而复杂的纹路依次亮起，将整个黑暗的洞穴照得如同白昼。一个足够容纳数人的光阵在地面形成，强大的空间波动开始震荡。快，站上来！方平招呼一声，率先踏入光阵中心。众女连忙跟上，魅姬看着那燃烧的灵石，心还在抽抽。光芒越来越盛，空间扭曲，下一秒，几人身影瞬间消失在洞穴之中。就在方平启动传送阵的同时，苏黎烟、萧云郎和李天恒三人正带着各自残存的弟子一路疾驰，终于赶到了那宏大异象爆发的源头附近。这是一片无比开阔的古老广场，广场尽头是一座巍峨到难以想象的巨型宫殿，宫殿大门紧闭，上面雕刻着鲲鹏翱翔宇宙的图案，散发着令人心悸的威压。那宏大的异象正是从宫殿深处传出，虽然减弱了些，但那股道韵依然清晰可感。然而广场并非坦途，地面上残留着强大的静止光芒，空中偶尔有空间裂缝闪过，想要到达宫殿大门绝非易事。已经有一些其他宗门势力的弟子赶到，正在小心翼翼地尝试突破各种阻碍，不时有人触发禁制，惨叫声此起彼伏。终于到了，萧云郎喘着气，格外兴奋，但配合他尖细的嗓音总显得有点怪异。他殷勤地凑到苏黎烟身边，黎烟，你放心，有我和天恒兄在，定能护你周全，夺得传承。苏黎烟淡淡地嗯了一声，目光却快速扫视着广场上的情况，心中盘算着如何以最小代价通过。他对萧云郎那点心思门清，以前觉得他天赋家世尚可，能提供资源，便若即若离地吊着，但现在看他这半废的样子，心里早已嫌弃的不行，只是表面不动声色。他的注意力更多放在了身旁的李天恒身上。天剑门剑子实力强劲，名声也好，是个更好的利用对象和暂时的盟友。李师兄，苏黎烟声阴柔，糊了几分，带着些恰到好处的钦佩。此地禁制重重，黎烟见识浅薄，还需依仗师兄之力。若有所获，黎烟必不忘师兄恩情。李天恒心中受用，表面上却是一派正气。苏师妹言重了，除魔卫道探寻古之传承，本就是我辈分内之事，我等自当齐心协力。他目光扫过那些艰难前行的其他修士，眼底闪过一丝轻蔑。一群乌合之众也配与他争夺机缘。三人暂时达成合作，开始试探性的破解禁制前进。萧云郎心念一转，一边费力地劈开一道袭来的匹练，一边骂道：都怪方平那个废物杂役，若不是他拖延时间勾结魔女，我们早该到此地了，说不定传承都已到手。他特意将魔女二字说得特别清楚，目的就是为了给方平泼脏水。这样一来，就算他侥幸从悬崖下活着出来，等待他的也将是审判与制裁。苏黎烟闻言也立即会意，露出愤怒的表情。不错，此人自私自利，心术不正，更是用阴毒手段暗算了萧师兄，害得我等实力大损，否则何至于如此艰难。李天恒见状，哪里不明白这层意思，于是也冷哼一声。方才那司静还想用邪术暗算于我，幸好苏师妹反应及时，此等败类，若让我遇见，定一剑斩之，为修真界除害。三人你一言我一语，疯狂给方平泼脏水，仿佛方平就是个十恶不赦的大罪人。这一番话听得周围的弟子们义愤填膺，纷纷露出嫌恶的表情。竟与魔女勾结，这方平真不是个东西，就是居然敢算计黎烟仙子，他死个10000次都不够。苏黎烟、萧云郎和李天恒不愧是东荒域3大宗的风云人物，
仅凭几句话就让方平成了人人喊打的祸害。只是众人却不知，他们口中那个该死10000次的方平，此刻已经抵达了他们梦寐以求的地方。嗡！方平一行人的身影在一阵空间扭曲后，稳稳地出现在一个巨大的殿堂之内。这里的灵气浓郁的化不开，吸一口都感觉修为在蠢蠢欲动。殿堂空旷而古老，四周墙壁上刻满了难以理解的壁画，似是记载着鲲鹏的生平与大道。而在殿堂的最中央有一个巨大的池子，池子里悬着一团凝练到极致的阴阳二气。池子上空则有3样东西：一团跳跃不定、蕴含无尽变化的玉符，一枚散发着恐怖气息的妖丹，还有一滴金灿灿、蕴含着恐怖生命精气的血液。鲲鹏宝术、鲲鹏妖丹、鲲鹏真血。卧槽！方平哪怕有心理准备，也被眼前景象震撼了。这才是真正的核心传承，外面抢破头的估计都是些不入流的边角料。楚清歌4女也是目瞪口呆，呼吸急促，被这磅礴的道韵压得有些喘不过气。媚姬更是眼睛都直了，瞬间觉得刚才掏空的家底简直太值了，这泼天的富贵。然而就在他们出现的瞬间，嗡！那中央的阴阳二气池突然剧烈波动起来，一个没有任何感情的声音回荡在空旷的大殿中：外来者，此地乃无道允之所，留阴阳传承以待有缘。然大道至简，易至繁，非无纯血后裔，欲成无道，须经阴阳炼心之考。于一炷香内，于无之阴阳池中，引阴阳二气入体，淬炼神魂肉身。若能凝练一丝阴阳道种于丹田，便算通过，可得无之一赠。然阴阳二气乃天地本源之力，相生相克，玄奥莫测，非大毅力、大悟性、大机缘者不可驾驭。轻则经脉错乱，修为尽废；重则阴阳失衡，肉身崩解，神魂俱灭。试炼者可选择接受，或就此离去。声音消散，只留下那缓缓燃烧的一炷香，以及池中那团令人心悸的阴阳二气。压力，前所未有的压力笼罩在每个人心头。这试炼听起来就他妈不是人玩的，不是纯血后裔就需要试炼。他们这群人族修士跟鲲鹏的血缘关系，怕是比八竿子打不着还远。但这阴阳大道又岂是那么好参悟的？别说筑基了，换作是玄天圣地圣主那等大成期巨擘来了，怕是也不可能在一炷香之内参悟出什么。众人面色难看至极。这鲲鹏朝限定只有筑基期方可进入，这不是为难人吗？对方压根就没想把传承给出吧。除了纯血鲲鹏后代，任何人怕是都只能空手而回。众人能感受到那池水中蕴含的恐怖力量，那是一种足以轻易撕裂他们现有一切的阴阳法则。主人，这太危险了。媚姬忍不住开口，她虽然渴望传承，但更惜命。这试炼怎么看都是十死无生。方平没有说话，他的眼神死死盯着那团阴阳二气，眉头紧锁。虽然他修炼的是阴阳大道经，本就对阴阳一道极为了解，他的神魂还经过鲲鹏碎骨强化，并提前诞生了神念。他的悟性更是经过多次垂钓和太虚吊天经加持，已经堪称妖孽。但面对这鲲鹏留下的阴阳大道，他感觉自己就像一只试图撼动太古神山的蚂蚁，差距太大了。但他没有退缩，毕竟来都来了，富贵险中求。这走，我抛定了。方平一咬牙，眼神变得坚定无比。他示意舞女退后，自己则深吸一口气，一步步走向那阴阳池。越是靠近，那股压迫感就越强。当他一只脚踏入池水的瞬间，轰！仿佛天地倒转，日月颠覆。至阳至刚和至阴至柔两种截然相反却又同根同源的力量，如同决堤的洪流，瞬间冲入他的体内。啊！方平忍不住发出一声痛苦的闷哼，身体剧烈颤抖起来。他的经脉在这两股力量的冲刷下开始寸寸断裂，丹田气海翻江倒海，神魂仿佛被投入了磨盘，被阴阳二气疯狂碾磨。更诡异的是，他的身体开始出现可怕的变化。一会儿，他身体变得滚烫，皮肤赤红，肌肉奔张，喉结突出，阳刚之气爆表，几乎要化身肌肉猛男。一会儿，他又变得体温骤降，肌肤雪白滑腻，身体线条柔和，甚至隐约出现了女性特征，阴柔之气弥漫。这种变化并非幻想，而是真实的。基于阴阳法则对他肉身本源的扭曲，方平的气息也变得极其不稳定，时而狂暴如烈日，时而清冷如寒月，并且在两种极端状态间疯狂切换，气息微弱的仿佛风中残烛，随时可能彻底熄灭。方平，主人！舞女看得心惊肉跳，花容失色。方平苦苦支撑，意识几乎要在这种极致的痛苦和混乱中沉沦。他疯狂运转阴阳大道经，试图理解和引导这股力量，但收效甚微，就像一个小学生试图去理解高数，根本无从下手。难道真要栽在这里？就在他意识即将模糊，
肉身和神魂都濒临崩溃极限的刹那，一段被深埋的记忆碎片，如同黑暗中划过的闪电，猛地在他脑海炸开。那不是功法的口诀，也不是什么秘术的传承，而是他穿越后第一次垂吊起那本《阴阳大道经》时的场景。当时他也是各种尝试都无法入门，这功法要求同时调和阴阳，对修炼者要求极其变态，他几乎都要放弃了。直到后来在楚清歌的帮助下试了阴阳大道，孤阴不生，孤阳不长，阴即阳生，阳即阴生，它并非对立，而是恰到好处的转化与共生。他当初能入门阴阳大道经，靠的就不是苦苦参悟，而是找到了捷径，通过阴阳调和搭建桥梁。他一个人质量不够，无法自我完成这种极致的调和，尤其是他现在荒古肾体加深，阳气本源雄浑的离谱，更需要足够强大的阴气来中和引导。质量不够，那就数量来凑。方平猛地睁开双眼，眼神亮得吓人，猛地看向池边紧张万分的舞女。快进来，助我修行。他用尽最后力气喊道。众女一愣，但看到方平那决绝和急切的眼神，没有任何犹豫。即便是才相识不久的妹姬，也没有丝毫迟疑。毕竟他现在已经与方平性命相连，若是方平死了，他也活不了。扑通扑通，此处省略3万字修行内容。当方平再次睁开眼时，他体内的狂暴的阴阳二气已然平息，他的丹田最核心处赫然出现了一枚微小的黑白2色种子，阴阳道种。虽然微弱无比，却蕴含着无限可能。轰隆，他的修为瓶颈水到渠成般轰然冲破，直接迈入了筑基后期，而且根基稳固的吓人，灵力精纯凝练，带着一丝淡淡的阴阳本源气息。与此同时，与他气息相连的舞女也纷纷获得了巨大的好处。楚清歌、柳如烟、江寒月、苏妙可4女修为直接提升到了筑基后期，并且灵力中也带上了微弱的阴阳特性，潜力大增。而本就处于筑基大圆满的妹姬收获最大，她感觉那坚固的金丹壁垒竟然已经摇摇欲坠，只要稍加沉淀，立刻就能引来天劫，凝结金丹。她看向方平的眼神充满了复杂和难以置信，这区区一次修炼就让她快要突破金丹大关了，这效果也太离谱了。方平长出一口气，感受着体内那枚阴阳道种以及与整个鲲鹏巢产生的那一丝联系，心中豪情万丈。赌对了，现在这里的传承归我了。他心念一动，那悬浮在池子上空的3件宝物——鲲鹏宝术玉符、鲲鹏妖丹、鲲鹏真血，仿佛受到了召唤，缓缓向他飞来。就在这时，鹰，一直窝在方平神念中睡觉的小鹰，突然像是闻到了鱼腥味的猫，猛地从他眉心里钻了出来，小眼睛放光地盯着那颗散发着恐怖妖力波动的鲲鹏妖丹，口水都快流出来了。他化作一道流光，嗖的一下窜过去，啊呜一口，直接把那颗足鲲鹏妖丹给吞了。吞完之后，他身上瞬间爆发出强烈的黑白2色光芒，形成一个光茧将他包裹，散发出浓郁的生命气息，晃晃悠悠地飞回方平面前落下，再次陷入沉睡。方平，好家伙，你这小吃货怎么跟星耀一样，平时不出来抢东西倒是第1名。不过也好，这妖丹给他也用不了，最多拿来炼丹，还得是等他最少化神以后才能拿来炼丹。现在给小鹰这条神秘小鱼倒是正合适，反正这小家伙消化完后也会给他反馈。与此同时，星耀这个小馋货也闻到味道苏醒了过来，他对鲲鹏宝术和真血道是没兴趣，却对那池子阴阳二气流口水。从方平胸口跳出后，立即趴在池边疯狂扭饮起来，身上银白毛发都开始闪耀起来。方平摇摇头，不再管这2个小家伙，他伸手抓住了那枚记载着鲲鹏宝术的玉符和那滴沉重如山的鲲鹏真血。你们也试试参悟，能有多少收获看各自造化。方平对舞女说了一句，然后毫不犹豫地将鲲鹏真血拍入自己胸口。轰！磅礴如海的血气精元和远古意志冲入他的体内，疯狂改造着他的肉身。同时，他神念沉入那枚玉符之中，开始接受完整的鲲鹏宝术传承。楚清歌舞女见状，也纷纷盘膝坐下，尝试感悟此地的阴阳大道和鲲鹏真意。然而，那玉符上的宝术对他们来说太过深奥，神识刚探入就被震得头晕眼花。那滴鲲鹏真血更不是他们那小身板能承受的，别说完整一滴了，就是方平此时散发出的肉身波动，都让众女心惊胆战。最终，他们只能羡慕地看了一眼进入深度修炼状态的方平，然后学着星耀的样子，尽力吸收池水中散逸的阴阳二气来巩固提升修为，也算是获益匪浅。就在方平开始融合鲲鹏真血、参悟宝术的关键时刻，轰隆隆，整个核心区域再次剧烈震动了一下，一股难以言喻的恐怖气息一闪而逝。虽然很快收敛，但足以让门外所有人感应到，里面
里面肯定发生什么了。萧云郎尖声叫道，脸上满是急不可耐。有人动了核心传承。苏黎烟和李天恒脸色也无比难看，他们费尽千辛万苦，损失惨重，好不容易才突破重重禁制，眼看就要抵达宫殿大门了，居然有人抢先了，这如何能忍？不管是谁，敢抢我等的机缘，必让他付出代价。李天恒眼中闪过厉色，再也维持不住那伪装的正义面孔。加速，不惜一切代价。苏黎烟也冷声道，心中那股不祥的预感越来越强。三人再也顾不得保存实力，纷纷动用压箱底的保命之物。萧云郎心疼无比的又祭出一张元婴剑符，化作一道无匹剑光，强行踢开前方一片密集的禁制，但剑符也因此威能大减。李天恒咬破舌尖，喷出一口本命精血在手中宝剑上，剑身嗡鸣，爆发出惊人剑气，暂时逼退了周围涌来的符文禁制，但他脸色也苍白了几分。苏黎烟则取出了一盏古朴的青铜灯，灯焰摇曳，散发出柔和的光芒，竟然能一定程度上抚平狂暴的禁制能量，但灯油正在飞速消耗。他们带来的弟子更是凄惨，为了跟上三位领袖的步伐，不断有人被突然爆发的禁制吞噬，或被空间裂缝切成两半，惨叫声不绝于耳。等他们终于狼狈不堪，人数锐减地冲到那巨大的宫殿大门前时，原本浩浩荡荡的队伍几乎十不存一，每个人都衣衫褴褛，带伤在身，灵力消耗巨大，看起来凄惨无比。快！大门开启缝隙了，有人惊呼。只见那沉重的宫殿大门徐徐敞开了一条缝隙，浓郁到极致的灵气和浩瀚的道运从门内扑面而来。苏黎烟、萧云郎、李天恒三人眼中瞬间爆发出极致贪婪和兴奋，再也顾不上其他，争先恐后的化作流光，猛地冲进了那条缝隙。他们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看看，到底是哪个混蛋抢先了他们一步。他们必定要将对方碎尸万段，夺回属于他们的传承。然后他们就看到了令他们神魂震颤、怀疑人生、嫉妒到几乎发疯的一幕。方平正悬浮在阴阳二气池上空，周身气血如龙，金光万丈，一滴滴蕴含着恐怖能量的金色血液正在被他融入体内，皮肤表面浮现出淡淡的鲲鹏纹路。他头顶悬着一枚玉符，鲲鹏虚影在其中演化，显然正在接受鲲鹏宝术传承。池边5个绝色美女正在安心修炼，吸收着阴阳二气。一只银色小老鼠在池边打滚，大口鲸吞着阴阳二气，甚至方平肩膀上还有个光茧在进化，整个画面无比和谐。而他们这3个天之骄子却像是刚从垃圾堆里爬出来的乞丐，浑身破烂，气喘吁吁，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别人在自己梦寐以求的宝藏库里肆意妄为。强烈的对比，极致的反差，让苏黎烟、萧云郎、李天恒3人的大脑嗡的一声，彻底一片空白，心态瞬间爆炸。极致的寂静只持续了短短一瞬，随即如同烧红的铁块坠入冰水，刺耳的尖笑和暴怒的嘶吼瞬间炸开，几乎要掀翻这座古老殿堂的穹顶。方平，怎么可能是你？你怎么还没死？萧云郎的眼珠子几乎要从眼眶里蹦出来，声音扭曲尖利得不成样子。他无法理解，更不能接受，那个应该掉入万丈深渊永世不得超生的废物，凭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凭什么能沐浴鲲鹏真血？凭什么？凭什么不是他？苏黎烟姣好的面容彻底扭曲，嫉妒和怨恨在此刻达到了顶峰。他看到了什么？那个他曾经弃如敝履，认定永无出头之日的废人，此刻竟然占据了本该属于他的无上机缘。还有楚清歌、柳如烟、江寒月，甚至那个小贱人苏妙可，他们凭什么也能沾光？还有那个魔女媚姬，他们竟然都和方平站在一起。这种强烈的嫉恨让他几乎疯狂。孽障，交出鲲鹏传承，那不是你这种卑贱之物配拥有的。苏黎烟失态的尖叫早已忘了维持什么清冷仙子的形象。李天恒虽然同样震惊和嫉妒到发狂，但他好歹还保留了一丝伪君子的外壳。他强压着翻涌的气血，剑指方平，义正辞严的呵斥：方平，你果然与魔道勾结，窃取正道机缘，立刻束手就擒，交出赃物，随我出去受审，或可留你全尸。此刻3人心中只剩下一个念头：抢机缘，杀了方平。方平对他们的咆哮充耳不闻，他正处在吸收鲲鹏真血和感悟宝术的最关键时期，庞大的能量和信息洪流正在冲刷改造他的每一寸血肉，每一点神魂，根本无暇他顾。他甚至无法动弹，只能全力运转功法，引导着这磅礴的力量。小樱化成的光茧在他肩头沉浮，星耀还在池边打嗝，显然都指望不上。站住，无需交流。楚清歌、舞女瞬间起身，毫不犹豫地拦在了方平与萧云郎3人之间。他们气息相连，虽然修为略逊，但刚刚经过阴阳二气淬炼，灵力精纯，竟也形成了一道不容小觑的屏障。就凭你们这几个贱人，也想拦我们？萧云郎狞笑一声，虽然身体虚了，但家底还在。
他猛地祭出一柄紫光缭绕的小锤，那是一件一次性的金丹巅峰攻击符宝。虽然威力不如他之前用的金钟符，但对付几个筑基后期绰绰有余。紫电破煞，给我死！轰！紫色电光化作狰狞雷蛇，咆哮着轰向舞女。结阵！楚清歌轻喝一声，舞女灵力毫无保留地灌注到脚下阴阳悟道池的边缘阵纹中。这是他们刚才修炼时隐约感应到的，此池似乎本身就具备一定的防护能力。嗡！池水荡漾，升腾起一片薄薄的阴阳气罩，轰隆！雷蛇狠狠撞在气罩上，炸开漫天紫电，气罩剧烈摇晃，光芒瞬间暗淡下去。舞女气息闷哼一声，嘴角一血，显然受了内伤，但终究是勉强挡下了。哼，看你们能挡几下！萧云郎见一击未功，更是怒不可遏，心疼又肉痛的再次催动紫电小锤。这种符宝用一次少一次。苏黎烟也眼神冰寒，他不再废话，手中出现一柄寒气森森的玉尺，也是元婴修士炼制的符宝玄冰尺。虽然威力不如之前的玄冰绝玉玉佩，但胜在可以多次使用。冻结！一道冰冷的白光扫向舞女，所过之处空气都凝结出冰霜。烈焰符！柳如烟娇斥一声，甩出大把火系灵符，试图抵挡寒气，但奈何品阶差距太大，火符瞬间熄灭，寒气依旧弥漫而来。江寒月一咬牙，祭出一面灵盾挡在最前。咔嚓！灵盾仅仅支撑了一息，便布满裂痕，最终崩碎。江寒月喷血倒飞出去。寒月姐姐！苏妙可惊叫，连忙飞身接下。魅姬眼中闪过狠色，魔宗手段尽出，她喷出一口精血，化作一个狰狞的鬼手迎向玄冰赤光，同时身影如同鬼魅般绕向苏黎烟侧面，指甲变得漆黑锐利，直掏后心。魔女感耳！李天恒终于找到出手借口，剑光一闪，凌厉无比的天剑门绝学分光掠影剑使出，数道剑气瞬间封锁了魅姬所有进攻路线，逼得他狼狈后退，手臂被划开一道深可见骨的伤口，魔气溃散。伪君子！魅姬啐了一口血沫，眼神更加冰冷。战斗瞬间进入白热化，李天恒三人凭借着远超自身境界的符宝和底牌疯狂攻击，他们根本不在乎消耗，只想尽快撕开防御，打断方屏，抢夺传承。舞女拼死抵抗，他们没有那么多强大的外物，只能依靠刚刚提升的修为苦苦支撑。楚清歌剑法凌厉，每一次都精准地点在对方攻击最薄弱处，但虎口早已震裂，鲜血染红了剑柄。柳如烟丹药与符箓不要钱般洒出，形成各种阻碍，但品阶压制下效果有限，脸色越来越苍白。江寒月境界最低，受伤也最重，但服下丹药后依旧挣扎着起身，为其他人创造机会。苏妙可都快急哭了，周身灵兽也都伤痕累累。魅姬战斗经验最丰富，魔功诡异狠辣，往往以伤换伤，死死缠住威胁最大的李天恒，身上不断添着新伤，鲜血染红了破损的纱裙。惨烈，无比的惨烈。舞女完全处于下风，摇摇欲坠，仿佛下一秒就要崩溃。他们的衣裙被鲜血染红，气息越来越紊乱，但没有人后退一步，眼神中的坚决令人动容。一群冥顽不灵的贱婢，既然你们找死，我就成全你们。萧云郎彻底疯狂，不顾一切的再次催动紫电小锤，甚至又掏出了一张烈焰符宝，他要将这些挡路的女人统统轰成渣。苏黎烟也眼神冰冷，玄冰尺再次亮起，这次对准了受伤最重的江寒月，他要先除掉一个碍事的再说。李天恒见势更急，逼得魅姬险象环生，嘴角带着冷酷的笑意，仿佛已经看到这些女人香消玉殒，然后传承到手的场景。绝望的气息笼罩着舞女。楚清歌看了一眼身后依旧闭目，气息却在不断攀升的方平，眼中闪过一丝决绝，似乎下定了某种决心，就要燃烧精血。魅姬惨笑一声，魔气开始不稳定的沸腾，准备自爆魔丹拉李天恒垫背。就在这千钧一发，舞女即将殒命的刹那，轰！一股无法形容的恐怖气息猛地从方平体内爆发开来，仿佛沉睡了万古的巨神骤然苏醒。那滴鲲鹏真血终于被他彻底吸收融合，那枚记载着无上宝术的玉符也化作流光，彻底融入他的识海。方平猛地睁开了双眼，那是一双怎样的眼睛？左眼如同炽盛的大日，燃烧着焚尽万物的金色火焰，右眼如同深邃的寒月，流转着冻结时空的银白辉光。双眼之中更有鲲鹏虚影沉浮，演化宇宙生灭。他的气息疯狂暴涨，瞬间冲破了筑基后期的界限，一路攀升至筑基大圆满，而且其灵力的质和量远超同阶100倍，带着一丝纯正的鲲鹏威压。更可怕的是，他对这片天地的感知达到了一个全新的层次，仿佛他才是这里的主人。你们，方平开口，声音平静，却蕴含着令人灵魂战栗的威严和冰冷的杀意。吵到我了。他缓缓抬起手，
甚至没有动用任何法宝，只是对着前方轻轻一按。正在疯狂攻击的舞女和嚣张狰狞的3个反派，只觉得整个大殿的空气瞬间凝固了，时间仿佛变慢。萧云郎催动的紫电雷蛇和苏黎烟扫出的玄冰齿光，如同撞上了一堵绝对不可逾越的壁垒，在距离舞女不到1尺的地方轰然崩碎，化作漫天光点消散。李天恒那凌厉的剑势更是如同陷入了泥沼，寸进不得。而萧云郎、苏黎烟、李天恒3人则感觉一股如同整片天地压下来的恐怖力量狠狠作用在他们身上。噗！3人几乎同时狂喷鲜血，如同被洪荒巨兽正面撞上，身上的护体灵光、防御法宝瞬间暗淡破碎，骨骼发出令人牙酸的咯吱声。他们像是3只被苍蝇拍击中的苍蝇，以比来时更快数倍的速度，惨叫着倒飞出去，狠狠撞在远处坚硬的墙壁上。轰！轰！轰！墙壁都被砸出3个人形凹坑，裂纹如同蛛网般蔓延开来。3人如同破烂的玩偶般滑落在地，浑身是血，筋骨不知断了多少，瘫在那里，连一根手指都动弹不得，只有眼中充斥着无边的恐惧、骇然和难以置信。仅仅一招，不，甚至不能算是一招，只是一个意念，一个动作。3大宗门的天之骄子，底牌尽出的情况下，瞬间惨败，毫无反抗之力。这一刻，什么福宝，什么家世，什么阴谋算计，在绝对的力量面前都成了可笑的笑话。舞女劫后余生，看着那个悬浮在半空如同神奇般的背影，美眸中充满了震撼和欣喜。方平缓缓从空中落下，那双蕴含日月鲲鹏的异瞳扫过瘫软如泥的3人，最后落在他们因为极致恐惧而扭曲的脸上，嘴角勾起一抹冰冷的弧度。刚才好像有人说要让我死无全尸，还要抢我的东西。他的声音很轻，却像重锤般狠狠砸在3人的心脏上。萧云郎吓得浑身一哆嗦，裤裆瞬间湿了一片，腥骚味弥漫开来。他想求饶，却因为重伤和恐惧，只能发出呵呵的漏气声。苏黎烟面无血色，牙齿打颤，所有的骄傲和算计在这一刻粉碎得干干净净，只剩下最原始的恐惧。李天恒还想维持他伪君子的尊严，挣扎着想说什么，但对上方平那双眼眸，所有的话都卡在了喉咙里，只剩下无尽的寒意。方平一步步走向他们，脚步声在死寂的大殿中回荡，如同死亡的倒计时。你们不是想要传承吗？不是自诩天才，看不起我这个废物吗？现在我这废物就站在你们面前。他停在3人面前，居高临下地看着他们，眼神淡漠，如同在看3只蝼蚁。来，抢一个给我看看。方平那冰冷的目光让瘫在地上的萧云郎3人彻底被恐惧吞噬，尤其是萧云郎，裤裆那滩温热的湿迹和腥骚味更是将他最后的尊严践踏得粉碎。不要杀我！萧云郎颤抖着后退，我是紫霞峰真传，我爷爷是首座，杀了我，玄天圣地再无你容身之处。死到临头，他依旧试图用背景压人，这是他20多年来横行无忌的最大依仗。苏黎烟也是花容失色，强忍着剧痛和恐惧，颤声道：方平，念在昔日情分，你我毕竟曾是道侣一场，即便分开也该。他想打感情牌，但看到方平那双毫无波澜，唯有冰冷杀意的日月异瞳，后面的话怎么也说不出口了。哪还有什么情分？从他选择背叛上岸第一剑先斩意中人开始，就只剩仇怨了。李天恒相对硬气一点，或者说他更懂得伪君子的体面，他咬着牙艰难地道：方平，你赢了，传承归你，放我们离开，就当我天剑门承你一个人情。他试图进行利益交换，可惜他高估了天剑门在方平眼中的分量，也低估了方平杀他们的决心。人情？方平像是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嘴角那抹冰冷的弧度越发明显。你们的人情值几个钱，比得上你们刚才想杀我的人，抢我的东西。他缓缓抬起脚，带着千钧之力，朝着离他最近的萧云郎那条完好的小腿猛地踩了下去。不，你敢！啊！萧云郎的威胁和求饶瞬间化为撕心裂肺的惨叫。咔嚓，一声无比清脆、令人牙酸的骨裂声，清晰地回荡在死寂的大殿中。萧云郎的小腿以一个诡异的角度扭曲起来，白森森的骨头茬子刺破了皮肉，鲜血瞬间涌出。我的腿，我的腿！萧云郎痛得浑身抽搐，眼泪、鼻涕和冷汗混在一起，哪里还有半分首席师兄的风度，活像一条被打断了脊梁的赖皮狗。苏黎烟和李天恒看得头皮发麻，浑身发冷。他们没想到方平竟然真的敢下如此狠手，而且是用这种极具侮辱性的方式。方平踩着他的断腿，微微用力捻了捻。啊，痛！住手！方平，我爷爷不会放过你的！萧云郎杀猪般嚎叫，声音无比怨毒。方平却仿佛在听什么美妙的音乐，微微俯下身，看着萧云郎那因极度痛苦和恐惧而扭曲的脸，慢条斯理地问道：
萧师兄，这鲲鹏传承现在还算不算你紫霞峰的东西了？还要不要我交出来了？不要了，是你的，都是你的。萧云郎此刻只想结束这非人的痛苦，什么尊严骄傲都不要了。哦，方平挑眉，脚上力道又加了1分。那你说谁是废物？谁不配拥有这传承？我是废物，我是废物，我不配。您配，您天纵奇才，您配拥有。萧云郎哭着喊出来，心理防线彻底崩溃。方平满意的点点头，这才缓缓抬起脚，目光转向一旁吓得瑟瑟发抖的苏黎烟。苏黎烟被他看得一个机灵，下意识地往后缩。苏师姐，方平的声音很平淡，却让苏黎烟如坠冰窟。刚才你说我残害同门，勾结魔女，罪该万死。苏黎烟嘴唇哆嗦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方平一步步走到他面前，蹲下身，用那双冰冷的异瞳直视着他充满恐惧的眼睛。看着我，苏黎烟。他的声音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力量，告诉我，当年是谁像条流浪狗一样被我从路边捡回来？是谁省下自己的修炼资源供你踏入仙门？又是谁在强盗手里拼得半死把你救出来？苏黎烟脸色惨白如纸，身体抖得更厉害了。那些被他刻意遗忘、深埋心底的不堪过往，被方平一字一句的撕开，血淋淋地摊开在眼前。看着我如今的样子，再摸摸你自己的良心，如果你还有的话。方平的声音陡然转厉，上岸第一剑先斩意中人。这剑你挥得可还顺手？这故人你踩得可还痛快？每一个字都像一记重重的耳光，扇在苏黎烟的脸上和心上。他羞愧难当，无地自容，恨不得找条地缝钻进去。他嗫嚅着，根本无法反驳。废物。方平冷冷地吐出2个字，不再看他，仿佛多看一眼都嫌脏。最后他的目光落在了强作镇定的李天恒身上。李天恒心头一紧，色厉内荏地道：方平，我乃天剑门剑子，你若敢……啪！话未说完，一道无形的气劲狠狠抽在他脸上，直接将他抽得脑袋一歪，嘴角破裂，鲜血直流，甚至吐出了2颗带血的牙齿。天剑门剑子。方平嗤笑一声，很了不起吗？刚才像条狗一样被我打得吐血飞出去的时候，怎么不想想自己是剑子？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想要抢东西就直说，非要披着一层替天行道的遮羞布。你们天剑门的剑就是专门用来干这种又当又立的勾当的。李天恒被骂得面红耳赤，羞愤欲绝。他一生最重名声，此刻却被方平将他那层伪君子的皮扒得干干净净，比杀了他还难受。你竟敢辱我师门，我与你拼了！啪！又是一道气劲抽在他另一边脸上，对称了。辱你师门？方平眼神睥睨，我就辱了，你能奈我何？不服，站起来，我让你一只手。你能在我手下走过3招，我立刻自绝于此，如何？李天恒气得浑身发抖，却连屁都不敢放一个。自己全盛时期都未必是现在方平的对手，更何况现在重伤，站起来纯属找抽。方平看着这3个刚才还嚣张跋扈、不可一世的天之骄子，此刻一个像死狗一样抱着断腿哀嚎，一个像鹌鹑一样缩着不敢见人，一个被打成猪头却连狠话都不敢说，心中那股恶气总算出了一小半。但这还远远不够，他的目光再次锁定在萧云郎身上，杀意凝聚。萧云郎。方平面色变得平静，下辈子记得眼睛擦亮一点，有些人你惹不起。说完，他再次抬起了脚，这一次目标直指萧云郎的头颅。这一脚下去，必定是脑浆迸裂、神魂俱灭的下场。不！萧云郎绝望嘶吼，瞳孔中倒映着那不断放大的血底。苏黎烟和李天恒也吓得闭上了眼睛，不敢看那血腥的一幕。就在方平的脚底即将触及萧云郎天灵盖的刹那，嗡！一股无法形容的恐怖威压猛地从萧云郎眉心爆发出来，一道散发着睥睨天地意味，仿若主宰众生生死的身影骤然浮现。化神期大圆满的威压，虽然只是一缕神念化身，但其蕴含的法则力量和神魂压迫，瞬间充斥整个大殿，甚至引动了整个鲲鹏朝的法则震荡。蝼蚁安敢伤无孙？苍老威严，带着无上怒意和冰冷杀念的声音，如同9天惊雷轰然炸响。方平那必杀的一脚，在这股突如其来的恐怖威压下，硬生生被定格在了离萧云郎额头不到1寸的地方，难以寸进。恐怖的威压如同实质的海啸，碾压向方平。他感觉像是被万丈山岳狠狠砸中，周身骨骼咔咔作响，5脏6腑仿佛都要移位。那融合了鲲鹏真血的强悍肉身，竟然都有些承受不住。嘴角再次溢出鲜血，他周身运转的灵力和刚刚领悟的阴阳道种之力，在这绝对的境界差距面前，显得如此渺小和无力。楚清歌舞女更是被这股威压波及，当场脸色煞白如纸，闷哼一声，齐齐跌坐在地，
神魂激荡，几乎要昏厥过去，连挣扎的力气都没有。紫霞峰首座，萧云郎的爷爷萧千珏的一缕护体神念，在这最致命的关头被触发显现。爷爷，爷爷救我！萧云郎如同抓住了唯一的救命稻草，从极致的绝望中迸发出狂喜，涕泪横流的尖叫道：是他，是这个杂役方平，他抢了孙儿的鲲鹏传承，打断了孙儿的腿，还要杀孙儿！爷爷快杀了他，把他碎尸万段，夺回传承！那模糊的虚影目光转动，瞬间锁定了方平。当他感受到方平身上那鲲鹏真血气息和淡淡的宝术道韵后，即便是以他化神大圆满的心境，也不由得泛起一丝波澜，但更多的是冰冷的杀意和不容置疑的威严。交出鲲鹏传承，自废修为，跪地忏悔，留你全尸。萧千珏的神念虚影开口，声音淡漠，仿佛在陈述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情。在他眼中，方平即便有些奇遇，也依旧是蝼蚁，不配拥有这等机缘。最好的归宿就是交出来，然后去死。苏黎烟和李天恒从震惊中回过神来，心中瞬间被狂喜和希望填满。没想到萧云郎还有这一手，分割神念，这对于化神大能来说也是不小的损耗。没想到萧云郎竟如此受化神老祖器重。如今紫霞峰首座神念降临，方平死定了，传承终究还是他们的。刚才所受的屈辱，要用方平的鲜血来洗刷。苏黎烟立刻戏精附体，7碗哭诉：首座大人明鉴，此子心术不正，勾结魔女，残害同门，更是用卑鄙手段暗算云郎师兄，夺我圣地机缘，罪该万死啊！李天恒也强撑着道：前辈，此疗凶完，还请前辈主持公道。方平感受着那几乎要将他骨骼压碎的神念威压，听着那颠倒黑白、无耻之极的言论，心中的怒火几乎达到了极致。老狗，小狗打不过，老狗就出来废了吗？还说得如此冠冕堂皇，抢东西都能被他说成是物归原主，孩子废修为，跪地忏悔。我去你妈的！他强行运转阴阳大道经，丹田内那微小的阴阳道种疯狂旋转，一丝至尊至贵的鲲鹏气息从他融合的真血中被激发，硬生生抵住了部分化神威压。他缓缓地一寸寸地在那恐怖的压力下，试图将自己的脚从萧云郎头顶移开。虽然无比艰难，虽然浑身骨骼都在呻吟，但他绝不屈服。老东西，方平的声音因为抵抗威压而沙哑无比，却带着毫不掩饰的讥讽和倔强。抢东西就抢东西，何必说得这么清新脱俗？你孙子是废物，打不过我这杂役，你这当爷爷的也好不到哪里去，只会以大欺小，出来喷粪吗？此言一出，全场皆惊。疯了，绝对是疯了，竟敢如此对化神大圆满的神念说话。这位可是东荒域顶尖巨头之一啊！萧千珏的虚影明显波动了一下，显然也没料到这只蝼蚁竟如此猖狂。那淡漠的目光中终于涌现出实质般的杀意。冥顽不灵，那就灰飞烟灭吧。他缓缓抬起虚幻的手指，就要点向方平。这一指蕴含的法则之力，足以轻易抹杀任何元婴期以下的修士。楚清歌舞女目眦欲裂，想要冲上来，却被那威压死死按在原地，只能绝望地看着。然而就在萧千珏神念即将发动攻击的刹那，轰隆隆隆，整个鲲鹏巢穴前所未有的剧烈震动起来，比之前任何一次都要猛烈10倍、100倍，仿佛这片上古一流的小世界即将彻底崩溃。萧千珏那缕神念的出现，其化神期大圆满的气息似乎触动了鲲鹏巢最深层次的防御机制，或者说惊扰了此地沉眠的某一丝鲲鹏的残念。呜，一声仿佛来自远古洪荒，充满了愤怒、苍凉和不屈的鲲鹏长鸣猛地从地底深处，从虚空之中轰然响起。咔嚓咔嚓，大殿顶部开始崩塌，巨大的石块如同雨点般落下，地面裂开深不见底的缝隙，吞噬着一切，空间变得极度不稳定，乱流肆虐。不好，巢穴要崩塌了！李天恒惊恐大叫。萧千珏的神念虚影也是猛地一颤，变得更加虚幻。他这缕神念的力量本就不多，主要用于威慑和护短，此刻面对整个小世界崩塌的天地之威和那一声蕴含无上意志的鲲鹏长鸣，竟也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和压制。他那必杀的意志竟然被硬生生打断。哼，蝼蚁，算你命大！萧千珏的虚影冷哼一声，显然极不甘心。他看了一眼吓得魂飞魄散的萧云郎，虚幻袖袍一卷，裹住萧云郎、苏黎烟以及离得近的李天恒，化作一道流光，强行撕裂开始不稳的空间，瞬间消失在大殿之中，竟是直接动用最后力量将他们送走保命。至于其他残存的弟子，谁在乎？恐怖的崩塌在加剧，法则变得混乱无比。走！方平顾不上其他，强行压下伤势，鲲鹏真血的力量爆发，
裹住受伤的舞女和还在沉睡的光简小樱和吃撑的星耀。凭借着刚刚获得的那一丝与鲲鹏巢的微弱联系，朝着感应中空间相对稳定的出口方向急速冲去。一路上天崩地裂，险象环生。不知过了多久，当方平一行人狼狈地从一道空间裂缝中跌了出来，几人运气不错，无伤回到了10万大山之中。身后那庞大的鲲鹏巢入口正在缓缓消散，最终彻底隐没于虚空，仿佛从未出现过。劫后余生的众人瘫倒在地，大口喘息。然而还没等他们缓过气，数道强大的气息瞬间锁定了他们。玄天圣地、天剑门、6道魔宗的大佬们同时爆发出恐怖气息。赵长老看到方平以及他身边气息大尽的舞女，特别是感受到方平身上那难以完全掩饰的磅礴气血和道域，眼中闪过一丝惊疑不定。怎么可能？这个本该是去陪跑的外门弟子，居然将鲲鹏传承收入囊中了。而另一边，萧谦觉得那缕神念似乎将信息传递了出去。紫霞峰的一位元婴长老脸色铁青，眼神冰冷地看向方平。方平，那位紫霞峰元婴长老瞬间发难，汹涌气势压迫而来。你这个小畜生，竟敢在鲲鹏巢内残害同门，勾结魔女，抢夺云狼失职机缘，更是对首座神念不敬，简直罪大恶极！立刻交出你在巢穴内所得一切传承宝物，自封修为，随我回紫霞峰听候发落。又是这一套，颠倒黑白，倒打一耙。苏黎烟和狼狈不堪的李天恒也在一旁，虽然虚弱，但看着方平的眼神充满了快意，仿佛在说：你得了传承又如何，照样要吐出来。萧云朗已经被萧谦觉的神念带走疗伤去了，不然场面更精彩。赵长老眉头紧皱，沉声道：李长老，此事尚有疑点，是否太过武断？赵师兄，那李长老直接打断，语气强硬：此乃我紫霞峰首座亲自传讯，难道首座还会冤枉一个筑基弟子不成？此子身怀重宝，却心术不正，资质低劣，不过是走了狗屎运。鲲鹏传承此等神物，落在他手中简直是暴殄天物，明珠蒙尘。何该由离烟失职或云狼失职这等天骄继承，方能发扬光大，壮我圣地声威？此乃为了圣地大局着想，好一套冠冕堂皇的强盗逻辑。抢你的东西不是因为我想要，而是因为你不配，是为了集体好。苏黎烟立刻配合的露出委屈又识大体的表情。弟子虽资质愚钝，但若得此机缘，必鞠躬尽瘁，奉献圣地，绝不敢有半分私心。这番话说的那叫一个情真意切。李天恒见状也帮腔道：前辈明鉴，宝物却该有得者居之，方平这等鼠辈简直是玷污了鲲鹏传承。压力，巨大的压力如同山岳般压向方平，来自宗门高层的偏袒、打压和不公。周围的各派修士议论纷纷，大多抱着看热闹的心态，甚至不少人眼中也流露出贪婪。鲲鹏传承啊，谁不想要？楚清歌舞女气得浑身发抖，却无力反驳。在元婴长老和宗门大义面前，他们根本发不出一点声音。方平感受着那几乎要将他压垮的威压，以及周围那或嫉妒或幸灾乐祸的目光，心中的怒火和冰冷几乎达到了极致。这就是所谓的名门正派，这就是他妈的大局。去你妈的天骄，去你妈的有德者！他缓缓将手伸向胸口，一把捏住了湮灭剑符。就在方平几乎要忍不住爆发时，咯咯咯，一阵娇笑声突兀的响起，如同魔音贯耳，瞬间打破了现场剑拔弩张的凝重气氛。这笑声带着魔道特有的不羁放纵，丝毫未将现场诸多正道大佬放在眼里。众人循声望去，只见6道魔宗的阵营中，虚空如同水波般荡漾，一位身着紫色纱裙的女子缓步而出。她的出现让周遭的光线都变得暧昧朦胧起来，容颜绝美，媚骨天成，一颦一笑间自然流露出一股勾魂夺魄的魅力，眼波流转，似能引动人心最原始的欲望。其周身气息渊深似海，竟直接将玄天圣地的赵长老等人压得喘不过气来。赫然是一位化神期大修士，而他身上那股独特的气质和地位象征，表明他的身份绝不简单。6道魔宗圣女颜如梦，与玄天圣地圣女洛倾城齐名的魔道巨擘，好热闹呀！颜如梦轻眼红唇，眼波扫过全场，最后落在玄天圣地众人身上，带着毫不掩饰的嘲讽：这就是所谓的名门正派，几个元婴长老联合起来欺负一个筑基期的小家伙，逼人家交出拿命换来的机缘，真是让本圣女大开眼界呢。他的话语如同软刀子，直接撕开了那层遮羞布，让玄天圣地众人的脸色瞬间变得难看无比。颜如梦，这里轮不到你魔道妖女放肆！紫霞峰李长老厉声喝道，但眼神深处却有一丝忌惮。放肆！颜如梦像是听到了什么好笑的事情，笑得花枝乱颤。李老狗，你除了会吠叫和以大欺小，还会点什么？
本圣女只是看不惯某些人又当又立的丑态罢了。她目光转向方平身边脸色复杂的媚姬，招了招手：“小媚姬，还愣着干什么？被人欺负了也不知道回家告状，过来。”媚姬咬了咬唇，看了一眼方平。方平微不可察地点了点头，同时以极其隐蔽的手法将怀中那枚湮灭剑符悄然塞入了媚姬的手中，并用神念传去一道信息。媚姬心中一震，瞬间明白了方平的打算。她深吸一口气，压下心中的波澜，低头应道：“是，圣女大人。”说完，她便要迈步走向魔宗阵营。站住！李长老岂肯轻易放走这个方平勾结魔道的证据？此魔女乃是我圣地叛徒方平的同党，必须留下接受审问。颜如梦眼神瞬间冷了下来，周围的温度仿佛都下降了几分。李老狗，本圣女的人也是你能动的？轰！整片天地似乎都凝固了。李长老面色难看至极，只觉被某种大恐怖所包裹，只得眼睁睁看着媚姬师施然离去。媚姬走到颜如梦身边，而后在其耳边低语了几句。哦。颜如梦不再理会李长老，反而将饶有兴致的目光投向方平，那目光大胆而直接，带着毫不掩饰的欣赏。小弟弟，你很有趣。颜如梦的声音慵懒而充满诱惑，能在鲲鹏巢里闹出这么大动静，还能让萧千珏那老不死的神念吃瘪，更是把这群伪君子气得跳脚。姐姐我很中意你哦。玄天圣地这群老古董眼瞎心盲，容不下你这条真龙，不如跟姐姐回六道魔宗如何？圣女之下，你最大，资源、功法、美人应有尽有，保证没人敢贪摸你的机缘，更没人敢对你指手画脚。你想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岂不比在这里受窝囊气快活自在？魔宗圣女亲自招揽，条件更是开得无比诱人。这一幕让所有人再次震惊，除了年轻一辈还沉浸在正魔之分当中出声讨伐外，其余人皆是心脏狂跳。无数道目光聚焦在方平身上，充满了羡慕嫉妒。这世间哪有什么正道魔道，不过是成王败寇罢了。六道魔宗以前不也叫六道圣宗，只是逐渐落寞后才人人喊打。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方平要是真点头的话，恐怕前途无量。苏黎烟和李天恒的脸色更是难看至极。方平何德何能，竟能得魔宗圣女如此青睐？方平感受到颜如梦那渴求的目光，心中也是微微一动，但随即压下。还没把紫霞峰那些个老狗干翻，还没让苏黎烟这个贱人付出代价，他舍不得走。他正要开口拒绝，那李长老却再次尖声叫起来：“妖女休要蛊惑人心！方平，你若敢叛宗投魔，便是天下正道公敌，人人得而诛之。方平要是走了，那紫霞峰今后就会多出一个恐怖的大敌，一个隐藏在暗中拥有鲲鹏传承的大敌。妖女，有本事你再说一遍！”颜如梦的耐心被消耗殆尽了，她秀眉微蹙，脸上露出一丝不耐烦。聒噪的老狗，真是烦人。说罢，他竟直接伸出纤纤玉手，隔空朝着方平抓去。那只玉手看似柔弱无骨，却在探出的瞬间引动天地灵气，化作一只遮天蔽日的紫黑色魔爪，蕴含着化神大圆满的恐怖法力，就要强行将方平掳走。他心思流转极快，无论方平本人还是他身上的鲲鹏传承，都是绝世瑰宝。既然玄天圣地不放人，那就先抓回去再说。就在那魔爪即将触及方平的刹那，颜如梦，你的手伸得太长了。一道清冷如九天玄冰的声音骤然响起，与此同时，一道月白色光华从天而降，精准地斩在那紫黑色魔爪之上。哧啦！没有惊天动地的爆炸，那威势汹汹的魔爪如同冰雪遇阳春般，瞬间被那月白光华消融瓦解，化为缕缕青烟消散。一道倩影悄无声息地出现在方平身前，他身着月白云纹宫装，身姿窈窕，青丝如瀑，以一根简单的玉簪竖起，脸上蒙着一层薄薄的轻纱，看不清具体容貌，但仅凭那露出的光洁额头和一双清澈剔透洞悉世间万物的眼眸，便足以让人确信旗下必定是倾国倾城之姿。他周身气息内敛，却与颜如梦分庭抗礼，甚至隐隐更显纯净和高妙，正是玄天圣地当代圣女洛倾城。洛倾城，颜如梦眼神一凝，随即又化作风情万种的轻笑：“正主终于舍得出来了，怎么，你们玄天圣地自己不要的人才，还不许别人捡回去吗？”洛倾城并未看他，那双清冷的眸子先是扫过方平，眼底深处闪过一丝莫名的好感，然后他才看向颜如梦，声音平淡无波：“玄天圣地内部事务不劳魔宗费心，此人我圣地自会处置。”处置？颜如梦像是听到了什么笑话，怎么处置？像那边那条老狗说的一样，抢了人家的机缘，再废掉修为。这时，那紫霞峰李长老见圣女降临，仿佛又有了主心骨，立刻跳出来，指着方平厉声道：“圣女明鉴，此子方平罪证确凿。”他指着媚姬继续大骂：“
方平残害同门，勾结魔女，对首座神念不敬，更是身怀魔性，引得魔宗圣女亲自招揽，可见其早已心向魔道。依老夫之见，应立即拿下，搜魂炼魄，查明其与魔宗勾结的细节，然后废其修为，明正典刑，以儆效尤。这番话可谓恶毒至极，不仅直接盖棺定论坐实方平的罪名，还要搜魂废修为，彻底断送一切未来，更是不断把方平往魔道身上推。苏丽烟也适时地露出悲戚之色。圣女大人，方平他确实变得不一样了，在巢穴内对我们下手极其狠辣，或许真已被魔宫蛊惑了心神。他这话更是杀人诛心。就连李天恒也忍着伤势开口道：洛仙子，此事在下亦可作证，方平手段残忍，心性大变，恐已坠入魔道。三人成虎，众口铄金。颜如梦都被这无耻的言论气得笑了起来，魔气微微荡漾，但他并未再出声，因为玄天圣帝此时就是在将方平向着他六道魔宗推，说不定他就能白捡个天才，何乐而不为呢？洛倾城眉头微蹙，他自然不全信李长老等人的一面之词，但眼下局面确实对方平极为不利。就在他准备开口，想要先保下方平再行调查时，方平眼看时机成熟，暗中朝着已退至魔宗阵营边缘的魅姬微不可察地点了点头。魅姬心领神会，眼中闪过一丝疯狂，主人的任务必须完成。他猛地转身，举起手中那枚毫不起眼的湮灭剑符。老狗，竟敢辱我圣宗，去死吧！魅姬尖声厉喝。嗡嗡，那枚黑色小剑符瞬间爆发出无法用言语形容的恐怖剑意，仿佛有一尊无上剑神从沉睡中苏醒，要斩灭世间一切。一道细微却仿佛能切开混沌破灭万法的灰色剑丝自剑符中射出，无视了空间的距离，瞬间便出现在了李长老的眉心之前。快，无法形容的快，狠，极致毁灭的狠。这一突变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什么？李长老脸上的狞笑和得意瞬间凝固，转化为极致的恐惧和难以置信。他想要抵挡，想要闪避，但那道灰色剑丝蕴含的剑意完全碾压了他。他周身的元婴灵光如同纸糊一般被轻易洞穿。大胆！住手！赵长老和洛倾城同时惊呼出手，但已然来不及。就连一直隐藏在暗处的紫霞峰首座萧千珏也猛地显化出身形，惊怒交加的厉喝。而敢！同时恐怖法力汹涌而出，试图拦截那道剑丝。然而那湮灭剑符乃是方平垂钓诸天所得，蕴含的湮灭之力远超此界理解。萧千珏的拦截如同螳臂当车，那灰色剑丝只是微微一顿，便再次坚定地射向目标。噗嗤一声轻响，在李长老绝望和恐惧的目光中，那道灰色剑丝轻松地没入了他的眉心，从他后脑穿出。轰隆隆，湮灭剑意爆发，不仅瞬间抹杀李长老，还顺势将一座万丈高山化为齑粉。时间仿佛静止了一瞬，一位元婴中期的大修士，玄天圣地紫霞峰的长老，就此形神俱灭，死得干干净净。全场死寂，所有人都被这突如其来却石破天惊的一幕震撼得失去了思考能力。一个筑基期的魔女竟然用出了一件连2位化神期都阻拦不了的恐怖剑符，这到底是什么级别的宝物？难道是鲲鹏巢所得？颜如梦也愣住了，随即眼中爆发出惊人的光彩，猛地看向魅姬，又看向方平，心中瞬间闪过无数念头。他是看见方平之前的小动作，但没想到这家伙的手段竟如此恐怖。这小子底牌还真多，这趟浑水越来越有趣了。魔宗的小畜生！萧千珏眼睁睁看着自家峰内的长老被当众抹杀，气得浑身发抖。化神期的恐怖威压如同海啸般爆发开来，就要不顾身份对魅姬出手。萧千珏，颜如梦反应极快，瞬间挡在魅姬身前，周身魔气滔天，轻松抵住了萧千珏的威压，娇笑道：怎么，只许你紫霞峰的老狗满嘴喷粪，不许我魔宗弟子反击？此人嘴臭至极，自寻死路，可怪不了我家魅姬手段犀利哦。萧千珏脸色铁青，胸膛剧烈起伏，恨不得立刻将颜如梦和魅姬碎尸万段。但颜如梦的实力高强，他不是对手，更别说是魅姬否还有那种诡异的剑符，强行出手未必能讨得好，反而可能让圣地与魔宗彻底开战，这个责任他担不起。最终他只能死死压下杀意，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好，很好。颜如梦，此事我紫霞峰记下了。颜如梦毫不在意的撇撇嘴，暗中对魅姬传音：干得漂亮，没想到你跟了那小子几天，不但修为大进，还得了这等好东西，值了。回去好好闭关，冲击金丹，圣女之位，本座看好你。说完，他不再停留，魔气一卷，带着魅姬和6道魔宗之人瞬间撕裂虚空，消失不见。魔宗之人退走，
所有人的目光再次聚焦在方平身上。萧千珏那吃人般的目光死死盯着方平，化神器的威压如同实质般压向他。小杂种，就算李长老言语有失，也轮不到魔宗妖女下杀手。此事皆因你而起，你现在还有何话说？立刻交出所有传承，自废修为，否则老夫亲自出手，将你搜魂炼魄，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恐怖的威压让方平几乎窒息，骨骼咔咔作响，但他却强行挺直了脊梁，眼中没有丝毫畏惧，反而露出一抹讥讽的冷笑。小手座。方平的声音沙哑，却清晰传入每个人耳中，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你说我勾结魔宗，证据呢？就凭魔宗圣女一句话，还是凭你紫霞峰一张嘴？他目光扫过脸色难看的苏黎烟和李天恒。至于残害同门，你怎么不问问你的好孙子和那位苏仙子，是谁先动手强保，是谁想置我于死地？我不过是自卫反击罢了。至于传承，方平声音陡然提高，带着一股子硬气。鲲鹏传承乃我方平九死一生所得，已与我性命交修，谁想抢，那就来吧，看看我方平会不会皱一下眉头。大不了鱼死网破，我烂命一条，能拉着一位化神大圆满的首座和紫霞峰陪葬，值了。他这话说的光棍无比，硬气无比，直接将威胁摆在了台面上，意思很明白，逼急了我还有底牌，谁也别想好过。萧千绝气的脸色铁青，他还真有点投鼠忌器，主要是那诡异的剑符让他心存阴影，连那个魅姬都能从中获得此宝，那收获鲲鹏传承的方平呢？会不会也有这种杀伤力恐怖的宝物？这时李天恒忍不住开口：方平，你休要狡辩。你闭嘴！洛倾城突然打断了他，清冷的眸子扫过去，天剑门的手是否伸得太长了？我玄天圣地内部事务，何时轮到你一个外人指手画脚？李天恒被噎得面红耳赤，在洛倾城那冰冷的注视和隐隐散发的气息压迫下，竟不敢反驳，只能悻悻低头。洛倾城又看向眼神闪烁的苏黎烟，声音平淡却带着一丝警告：黎烟失职，你还未取得真传资格，当以修行为重，明辨是非，有些心思还是收起来为好，莫要好高骛远，本座还未退下，这圣女之位还无人可坐上。苏黎烟顿时脸色煞白，低下头不敢言语。洛倾城这才看向萧千珏，语气不容置疑：萧首座，此事疑点重重，仅凭一面之词便定罪，难以服众。方平所得机缘既已融合，强取却有不妥，不如依我之见，此事暂且搁置。萧千珏如何肯甘心圣女？此子心性狠辣，与魔道牵扯不清，岂能？那你待如何？洛倾城反问：当真要在此地当着各派之面对我圣地弟子行那搜魂夺宝之事，岂不让天下人耻，笑我玄天圣地无能无德？萧千珏一时语塞。方平见状，心知时机已到，主动上前一步，朗声道：圣女明鉴，首座既然认定弟子有罪，弟子也无话可说，但弟子不服，弟子愿与萧云郎定下3月之约，3个月后圣地擂台上一决生死，若弟子败了，自愿交出一切传承，废黜修为，逐出圣地。若弟子侥幸赢了，他顿了顿，目光锐利地看向萧千珏：我要萧云郎的命，彻底了结此番恩怨，敢否？此言一出，再次全场哗然。外门武林根的废物约战内门一封首席，还是生死战？这方平是疯了还是真有底气？萧千珏眼中金光一闪，他对自己孙子的实力还是有信心的，即便断腿重伤，3个月也足以恢复，甚至更进一步。这简直是送上门来的机会。好，老夫便应了你这狂妄之徒的约战。萧千珏生怕方平反悔，立刻答应：若你败了，需立刻交出完整传承，并自废修为。可以。方平毫不退缩，但若我赢了，萧云郎的命我必须拿走。在场诸位皆为见证。哼，等你赢了再说吧。萧千珏冷哼一声，拂袖而去，算是默认了这赌注。一场风波暂时以这种形式落幕。此事既了，各怀心思的众人纷纷散去。赵长老复杂地看了方平一眼，也带着其余弟子离开。方平正想着回丹峰沉淀沉淀，却突然感觉周身一紧。下一刻，一只冰凉柔软的玉手抓住了他的手腕。方平一惊，转头正对上洛倾城那双清澈却深邃的眼眸：你随我来。洛倾城的声音依旧清冷，不带丝毫情绪，却有着不容拒绝的力量。不等方平反应，周围空间变幻，斗转星移。下一刻，他已然出现在一处弥漫着淡淡幽香、陈设雅致的宫殿之中。此地灵气之浓郁，远超外界。这里赫然是圣女洛倾城的专属寝宫。方平，这又是干嘛？洛倾城此时已然松开了方平的手腕，
正背对着他，立于那方青玉案几前，身姿窈窕，月白宫妆衬的她宛如月宫仙子，清冷孤高，不染尘埃。但那无形中散发出的淡淡威压，却提醒着方平，眼前这位乃是跺跺脚，整个东荒都要震3震的化神大圆满巨头。气氛一时间有些微妙，方平大脑飞速运转，思考着这位圣女把她单独拎到寝宫来的目的。拉拢，有可能，还是她发现了什么？就在方平心思电转之际，洛倾城缓缓转过身来，面纱之上的那双眼眸，如同两汪深不见底的寒潭，静静地注视着他，仿佛要将他从里到外看个通透。方平，他开口，声音依旧清冷，听不出喜怒。你似乎很擅长给人惊喜。方平心中警铃大作，面上却保持镇定，微微躬身。弟子愚钝，不知圣女所指何事？若是指昆鹏朝之事，弟子只是侥幸。侥幸？洛倾城打断他，缓步走近，一股极具压迫感的气息笼罩而来。侥幸能夺得连萧云郎、苏黎烟、李天恒3人联手都得不到的传承，侥幸能硬抗化神念而不死，侥幸能让6道魔宗颜如梦那般人物亲自开口招揽，甚至侥幸能让一个魔宗准圣女甘愿为你动用那等恐怖的剑符，击杀一位元婴长老。他的每一问都像一记重锤敲在方平的心头。这位圣女殿下虽然方才出面保他，但绝非一语之辈，洞察力惊人。方平背后渗出细微的冷汗，知道含糊其辞是过不了关了。他深吸一口气，抬起头迎上洛倾城的目光。圣女明鉴，弟子确实有些许机缘和自保的手段，但弟子对圣地绝无二心，今日之事纯属被逼无奈。若非李长老和萧守作步步紧逼，欲夺我机缘，置我于死地，弟子绝不会行此险招。洛倾城静静地看了他几秒，那双眼眸微微闪烁了一下。是吗？他语气莫名，忽然话锋一转，问出了一个让方平头皮几乎炸开的问题。那本座数月前遗失的一件贴身衣物，以及近来修行时偶尔会感到一丝异样气机，这些也与你无关咯？轰！方平感觉自己的脑袋像是被卡车狠狠撞了一下，心脏狂跳。他知道了。他怎么会知道？那钉头七剑术的秘术配合阴阳大道经的隔空双修极其隐晦，他怎么可能察觉到？还有那件亵衣，他居然能联想到我。方平头皮发麻，这秘密要是暴露，整个玄天圣地乃至整个东荒都没有他的容身之地，下场绝对比被萧千珏搜魂炼魄还要惨10000倍，绝对不能承认，打死也不能承认。方平强行压下心中不适，脸上努力挤出一丝恰到好处的茫然和惊讶。圣女，您说的这些弟子完全听不懂。贴身衣物，异样契机，弟子区区筑基修为，如何能与圣女您产生这等联系？想必是圣女您修炼到了关键处产生的错觉吧。他的表情控制得极好，眼神清澈，带着一丝被冤枉的无辜和困惑，演技堪称影帝级别。洛倾城眸光微凝，仔细地审视着方平脸上的每一丝细微表情。他确实没有确凿证据，那只是一种冥冥中的直觉和感应，非常模糊。方才出言试探，也只是凭借那丝诡异的熟悉感和对方平身上那浓郁阴阳道运的敏感。此刻见方平反应自然，毫无破绽，他心中那点疑虑也不由得动摇了几分。难道真是自己多心了？毕竟那种事情太过匪夷所思，而且阴阳道运道也算不得什么，毕竟这小子才得了鲲鹏传承，寝宫内的气氛再次陷入一种诡异的沉默。方平表面镇定，实则后背早已被冷汗浸湿，思考着万一暴露该如何跑路。良久，洛倾城似乎暂时放下了追问。罢了。他移开目光，声音恢复平淡。无论你有何秘密，既入我玄天圣地，便须守圣的规矩。今日之事，我暂且替你压下，但萧千珏不会善罢甘休。3月之约，你需自行应对。方平心中暗暗松了口气，知道算是勉强糊弄过去了，连忙道：多谢圣女，弟子定当努力修行，不负圣女今日回护之恩。洛倾城轻轻摇头，语气带着一丝疲惫。我并非无私帮你，玄天圣地也并非你看到的那般光鲜亮丽。他走到窗边，望向远处云雾缭绕的群山峰峦，声音飘忽：圣主闭关多年，宗门内派系林立，以紫霞峰萧千珏为首的一脉，近年来势力急剧膨胀，野心勃勃，早已不满足于一峰之权，甚至意图干涉圣女废立，觊觎圣主大位。其余各峰或附庸，或观望，或自保，真正的擎天柱石已屈指可数。方平静静地听着，心中掀起波澜。原来如此，这位高高在上的圣女殿下处境似乎也并不美妙，甚至可以说是内忧外患。她保下自己，恐怕更多的是看中了自己的潜力和与萧千珏已然不可调和的矛盾，想要扶持一个能搅动局势的棋子，或者说一把刀。你需要一个立足之地和庇护，
而我……洛倾城转过身，目光再次落在方平身上，带着一种审视，需要一些不一样的变数，需要一把能打破僵局的钥匙。你可明白？方平心领神会，这是要谈交易了。他沉吟片刻，开口道：“弟子明白。圣女但有所命，只要不违背弟子原则，弟子愿效绵薄之力。只是弟子如今修为低微，恐难当大任。修为可以提升。”洛倾城打断他：“我会安排你进入内门丹灵峰。丹灵峰大长老云韵乃是我的人，近日正好从外门丹峰晋升内门，可为你师尊。他会为你提供所需资源和庇护。你需要做的便是在丹灵峰尽快成长起来，展现出你的价值。必要时，我需要你和你身边的人成为我的力量。”外门丹峰首座云韵，方平想起来了，这位不是穆婉容的师尊吗？没想到他竟然是圣女的人，而且还晋升内门了，这倒是个好消息。弟子遵命。方平点头应下。目前来看，这无疑是最好的选择。背靠圣女这棵大树，至少能暂时避开紫霞峰的明枪暗箭，获得宝贵的成长时间。很好，洛倾城很满意他的识趣。下去吧，会有人带你去丹灵峰见云韵。记住，今日寝宫之内的话，出我之口，入你之耳。说完，他轻轻一挥手，方平再次感受到空间变换，已然出现在了圣女峰的山道之上。一名面无表情的女士早已等候在此，对他做了一个请的手势。跟着女士，方平很快来到了内门丹灵峰。此峰与外门的丹峰气象截然不同，山势更加灵秀，药香弥漫方圆百里，随处可见规整的药田和忙碌的弟子。峰顶一座宏伟的大殿，匾额上书写丹心殿3个古朴大字。在殿内，方平再次见到了云韵。此时的云韵依旧是一身素雅青衣，气质清冷，但眉宇间似乎少了几分在外门时的沉郁，多了几分锐气与疲惫。显然晋升内门也并非全然轻松。你来了。云韵看到方平，眼中闪过一丝复杂，显然已经知晓了鲲鹏朝外发生的一切。圣女已传讯于我，从今日起，你便是我丹灵峰内门弟子，也是我云韵的亲传弟子。至于婉容，她天资不足，此生金丹无望，你若念几分旧情，可动用内门弟子权限，将她接入丹灵峰做个侍女。弟子方平拜见师尊。方平恭敬行礼，对这位曾经给予他帮助的首座，他还是抱有敬意的。而穆婉容吗？方平眼眸微动，他并非冷血之人，对方既然在他起步时提供了不少资助，他自然也不介意拉对方一把。不必多礼。云韵摆了摆手，打量着他，眼中难掩惊异，筑基大圆满。看来你在鲲鹏巢所得远超想象。罢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机缘。既然圣女将你托付于我，我自会尽力护你周全，传你衣钵。但你需谨记，丹灵峰也非绝对安全，紫霞峰的触手无处不在，一切还需小心。弟子明白，谢师尊教诲。云韵点点头，递给方平一枚玉简和一块令牌，这是内门弟子服饰、洞府令牌以及丹灵峰的基础丹道纲要和门规。你的洞府在东侧甲字区域第3号，灵气尚可。你先去安顿下来，熟悉环境，3日后来丹心殿偏殿，我开始传授你3阶灵丹的炼制之法。是，师尊。方平接过东西，在一位杂役弟子的引领下，来到了自己的新洞府。内门弟子的待遇果然非同凡响，洞府宽敞明亮，设施齐全，还附带一个小型的炼丹室和修炼境室，灵气浓度更是外门的10数倍不止。开启洞府禁制后，方平终于彻底放松下来，长长舒了一口气。今日真是跌宕起伏，险象环生，不过总算暂时安全，并且搭上了圣女这条线，有了一个不错的起点。他盘膝坐下，开始仔细清点此次鲲鹏巢之行的收获。首先是修为的提升，从筑基中期一跃而至筑基大圆满，距离金丹仅一步之遥，而且根基之雄厚，灵力之精纯，远超同阶。其次是肉身的蜕变，融合了鲲鹏真血，荒古圣体更一步升华。他的肉身强度堪比3阶巅峰妖兽，气血如龙，力量磅礴，自愈能力极强。第三是神魂的飞跃，提前诞生了神念，并且融合了一丝鲲鹏特性，感知、悟性以及对自身力量的掌控都达到了一个全新高度，更是得到了完整的鲲鹏宝术、阴阳遁杀这门恐怖的神魂杀招。第四是那枚丹田内的阴阳道种，虽然微弱，却是未来领悟阴阳大道、通往至高境界的钥匙。第五则是小樱和星耀。小樱吞了鲲鹏妖丹，再次进化，不知醒来后会变成什么样。星耀吸收了大量的阴阳二气，似乎也发生了某种良性变异。最后就是走炼丹一道的最大底气，先天灵火星云幻灭炎配合强大的神念，足以让在炼丹一道上走出一条通天坦途。是时候将炼丹术提上日程了。方平眼中金光闪烁，
炼丹不仅是快速积累资源的最好途径，更是能完美掩饰他修为提升过快的借口，还能借此结交人脉，组建势力。3日后，丹心殿偏殿，云韵开始系统的传授方平3阶灵丹的炼制之法。3阶灵丹对应金丹期修士，炼制难度远非1、2阶可比，需要对药性、火候、灵力掌控有极深的理解。然而，方平的表现再次让清冷如云的云韵师尊彻底失态了。拥有神念在身，方平对火焰的掌控堪称如臂使指，精细入微，更是能清晰地洞察丹炉内每一分药力的融合变化，任何细微的瑕疵都能瞬间察觉并调整。第一次尝试炼制3阶丹药凝金丹、一炉酒丹，全部成功，而且皆是完美品级，丹纹自生，药香内敛，灵气逼人。云韵拿着那9枚圆润无瑕、散发着淡淡金芒的凝金丹，手都在微微颤抖，清冷的眸子瞪得大大的，看着方平就像在看一个怪物。你以前当真只练过1、2阶丹药？云韵的声音都有些颤抖了。这天赋简直闻所未闻，就算是他炼制3阶完美丹药，也需要状态极佳时才可能偶尔出1、2颗。回师尊，弟子只是侥幸，对火焰感知比较敏锐。方平谦虚道。侥幸？云韵嘴角微抽，这要是侥幸，那天下丹师都可以找块豆腐撞死了。他强压下心中的震撼，美目中异彩连连。圣女送来的这个弟子简直是个绝世瑰宝，或许丹灵峰的崛起真的要靠他了。从这天起，方平开始了疯狂炼丹的模式。凝金丹、紫府丹、培元丹、亵渎丹，各种常见的3阶丹药在他手中如同流水线般被炼制出来，而且无一例外全是完美品级。云韵从最初的震惊到后来的麻木，再到最后的狂喜，他毫不犹豫地动用自己的权限，为方平提供了海量的3阶灵草，并亲自为他兜售丹药。完美品级的3阶丹药在市面上是有价无市的抢手货，很快方平的名字还没传开，丹灵峰某位神秘炼丹大师的名头却先响了起来，求丹者络绎不绝，灵石如同潮水般涌入方平的腰包。有了海量灵石，方平开始疯狂购买提升修为的丹药和天才地宝，同时也不忘分润大量资源给楚清歌、柳如烟、江寒月和苏妙可4女，帮助他们巩固修为，冲击更高境界。他们的实力提升也是自己势力的一部分。期间果然有不长眼的弟子疑似受到紫霞峰指使，前来丹灵峰挑衅找茬，或是质疑方平的炼丹术，或是想强买丹方，结果自然是被方平轻松打脸。论炼丹，没人比得过他开挂；论实力，他筑基大圆满的修为配合强悍肉身和神念，普通金丹初期来了都不够看。几次之后，丹灵峰方平不好惹的名声也渐渐传开。夜深人静时，方平则会一边消化丹药提升修为，一边尝试研究那钉头七剑书秘术。此术威力无穷，若能骤杀萧千珏，自然一了百了。但难点在于需要一件与被骤杀者血脉神魂紧密相连的媒介物，最好是贴身衣物、毛发、精血之类。萧千珏身为化神大圆满，警惕性极高，想要得到他的贴身物品难如登天。方平正在为此事发愁之际，这一夜，一道熟悉的气息再次悄然出现在他的洞府之外。影沙阁的杀手又来了，但这一次方平没有立刻动手，而是通过神念传音：进来吧。那道黑影明显一僵，犹豫了片刻，还是如同鬼魅般潜入了洞府，警惕地看着方平，似乎随时准备抱起杀人。方平抛给他一个玉瓶，里面是10枚完美品级的3阶隐元丹，能极大增强隐匿和遁术效果，对杀手来说是极品。帮我做件事。方平看着他，淡淡道：这瓶丹药是定金，事成之后还有重谢。什么？黑影一时间脑子有点没转过来。大哥，我不是来杀你的吗？你怎么还开始下订单了？面对杀手的疑惑，方平却一脸理所应当：萧云郎给你们多少，我方平可以给10倍。是与一个纨绔2代做一锤子买卖，还是与我这个3阶炼丹师长期交易，你们自己选。黑影闻言再次陷入了沉默。他取出一枚传音符，片刻后，黑影点点头，接过玉瓶，检查了一番后，眼中闪过震惊和贪婪，沙哑问道：何事？想办法给我弄一件紫霞峰手作萧千珏的贴身物品，衣服、玉佩，或者是掉落的头发，什么都行。方平的声音平静，却带着一丝令人不寒而栗的意味。黑影杀手身体猛地一颤，眼中露出骇然之色。盗取化神大圆满的贴身物品，这难度和危险性太高了。但他看着手中的完美隐元丹，又看到方平那平静的眼神，风险太大，得加钱。没问题。方平语气不变，甚至都没有讨价还价。黑影杀手沉默良久，最终将玉瓶收起，身影缓缓融入阴影，消失不见，只留下一句：我们尽量尝试，不保证成功。方平看着杀手消失的方向，眼中寒光闪烁。
萧千珏，老狗，你的好日子快要到头了。而他自己则再次取出洛倾城的衣物，旋即闭上眼睛，神识沉入丹田那枚阴阳道种，同时运转钉头七剑书与阴阳大道经，隔空双修。虽然冒险，但无疑是快速提升实力和拉近关系的捷径。遥远的圣女峰寝宫内，正在打坐的洛倾城娇躯忽然微微一颤，绝美的脸庞上悄然飞起2抹红晕。他猛地睁开眼，眸中闪过一丝羞恼和疑惑，又是这种奇怪的感觉，到底是怎么回事？一夜无话。翌日，洞府之内，灵气氤氲如雾。方平缓缓睁开双眼，眸中金光内敛，周身气息圆融澎湃，已然达到了筑基期的极致大圆满之境。只差那临门一脚，便可凝聚金丹，迈入真正的修真高手行列。然而，这临门一脚却卡得他异常难受。寻常修士至此，只需灵力积蓄足够，便可尝试引动天地灵气，凝聚金丹。金丹品级大多依天赋、功法、资源而定，分为1至9品。1品最次，丹呈灰白，潜力有限，终生成就大抵止步金丹。9品最高，金丹璀璨，自带道纹，乃天道认可之象征，不仅同阶战力无双，未来冲击更高境界的希望也更大。但相应的，凝聚高品金丹难度极大，所需积累远超低品金丹。而传说中的9品9纹金丹更是难如登天，非大毅力、大机缘、大悟性者不可得，并且未来的修行之路每一步都需要海量资源支撑，碎丹成阴的难度更是呈几何倍数增长。而方平的目标自然是那至高无上的9品9纹金丹。他身负调道传承，又有鲲鹏传承、阴阳道种，若只满足于7、8品金丹，他自己都觉得对不起这泼天的机缘。要做就做到最强，但问题是，想要凝聚9纹金丹，并非单纯灵力积累足够即可，需以自身为烘炉，引天地灵气为火，熔炼9种属性各异却又能相辅相成的天地奇珍作为丹液，如此方能最终丹成9纹，蕴含一丝天地法则。这9种天材地宝无一不是稀世罕见之物，寻常修士得其一已是侥天之幸。方平需要集其9种，其难度可想而知。9叶还魂草、万年地心乳、太阳金晶、太阴寒水、乙木清河、庚金菩提、虚空花、混沌石粉、大妖真血。方平看着阴阳大道经中反馈出的信息，嘴角微微抽搐。这里面任何一种流传出去，都足以引起元婴修士的疯狂争夺，甚至化神大佬都会心动。任重而道远啊！方平叹了口气，但眼神却愈发坚定。路虽难，但必须走，这不仅关乎战力，更关乎未来大道根基。唯一好消息是，大妖真血他无需再找，此前吸收炼化的鲲鹏真血已经足够。不过其余8种，目前连影子都没见到。丹灵峰的库藏和云韵师尊的积累中也并无这些物品，看来必须另想办法了。就在方平为9纹金丹的材料发愁时，玄天圣地另一处核心区域紫霞峰却是张灯结彩，热闹非凡。天书峰苏黎烟的洞府内，他看着手中那份来自紫霞峰的请柬，指甲几乎要掐入掌心。请柬内容很简单，紫霞峰真传弟子萧云郎将于3日后于紫霞峰演武场举行结丹大典，诚邀天书峰苏黎烟师妹莅临观礼。落款是萧云郎，但背后意味着什么，苏黎烟一清二楚。他深吸一口气，绝美的脸上满是无奈。曾几何时，他是游走于圣地主峰与紫霞峰之间的中间派，凭借出色的天赋和容貌左右逢源，无论是圣女主洛倾城还是紫霞峰萧云郎，都对他礼遇有加。他享受着这种超然的地位和两边给予的资源倾斜，但这一切都在鲲鹏巢之后彻底改变了。他联合萧云郎、李天恒针对方平，失败后又被方平当众羞辱，更是被洛倾城点名警告，这一切都彻底扼了圣女一脉。如今在天书峰内，原本支持他的师姐妹也开始疏远，峰内倾向于圣女的长老更是对他颇有微词。他已经被打上了紫霞峰的标签，再也无法回到从前那种超然地位。既然无法左右逢源，那就必须彻底站队。而眼下紫霞峰势大，萧千珏强势，萧云郎虽然被方平废了难根，但据说因祸得福，破而后立，竟要结丹了。这无疑是紫霞峰一脉极大的喜讯和实力的展示。他若想保住现有地位，甚至更进一步，投靠紫霞峰几乎是唯一的选择，哪怕需要付出一些他曾经不屑付出的代价。方平，都是因为你。苏黎烟眼中闪过一丝怨毒，将一切不如意都归咎于方平。最终他眼中挣扎褪去，化为一片冰冷的决绝。他起身精心打扮一番，换上了一身略显柔美的衣裙，主动前往紫霞峰拜访。紫霞峰，萧云郎得专属洞府内。此刻的萧云郎与之前在鲲鹏巢外的狼狈凄惨判若两人，他脸色依旧带着一丝不正常的苍白，声音也依旧尖细。
但周身气息却异常澎湃冰寒，远超出机器。他原本修炼的家传紫阳功属至阳至刚，但被方平的阴阳遁杀抽干阳气，近乎废掉后，竟被他爷爷萧千珏以莫大法力，辅以奇珍万年冰魄，强行扭转根基，改修了一门极其阴寒诡异的玄冥冰煞诀。阴阳逆转，破而后立，虽失阳刚，却得极寒，其灵力属性变得阴毒冰冷，威力甚至更胜从前。离烟师妹，你来了。萧云郎看到主动上门的苏黎烟，眼中闪过一抹难以掩饰的炙热和一丝扭曲的占有欲。若是以前，苏黎烟对他若即若离，他虽爱慕，却也不敢过分逼迫。但如今，他身体残缺，心里反而更加偏执和阴暗，对曾经渴望而不得的东西，更是生出一种强烈的掌控欲。更何况，如今苏黎烟有求于他。云郎师兄，苏黎烟脸上挤出带着一丝仰慕的笑容。听闻师兄因祸得福，即将凝结金丹，黎烟特来道贺。师兄真是天纵奇才，如此挫折下竟能破而后立，实在令人钦佩。这番恭维让萧云郎极为受用，他得意一笑，声音尖细：哼，那方平小杂种，以为耍点阴招就能让我一蹶不振，简直是笑话。待我结成金丹，定要将他加诸在我身上的耻辱百倍奉还。他伸出手想要去拉苏黎烟的手，苏黎烟身体微不可察地僵硬了一下，但最终还是强忍着没有躲开，任由那双冰冷的手握住自己。师兄定然马到成功。苏黎烟垂下眼睑，掩去眼底的厌恶，声音更加柔媚：日后还要多仰仗师兄照拂了。好说好说。萧云郎哈哈大笑：黎烟师妹放心，待我结丹，在这圣地之内，无人再敢给你脸色看。那圣女之位，将来也未必不能争上一争。他画着大饼，享受着苏黎烟此刻的温顺。两人各怀鬼胎，一拍即合。3日后，紫霞峰演武场，人声鼎沸，宾客云集，各大主峰都派了长老或真传弟子前来观礼，甚至连一些依附于紫霞峰的中小势力也派人前来捧场，场面极其盛大，给足了紫霞峰和萧千珏面子。高台之上，萧千珏面无表情地端坐主位，但其眼角眉梢的得意之色却难以完全掩饰。他身旁坐着几位气息渊深的老者，都是紫霞峰一脉的铁杆支持者，或是依附于紫霞峰的其他峰主、长老。天剑门的李天恒也来了，伤势似乎恢复了不少，坐在宾客席上，眼神复杂。他天剑门原本与玄天圣地关系平常，但历经鲲鹏朝一事后，与紫霞峰关系密切了不少，自然要来捧场。苏黎烟则坐在了萧千珏下手不远的位置，这个位置安排本身就极具象征意义，宣告着他正式投入了紫霞峰阵营。他脸上保持着得体的微笑，应对着各方投来的目光。吉时已到，请紫霞峰首席弟子萧云郎入阵结丹。随着司仪长老一声高喝，全场目光聚焦于演武场中央。萧云郎一步步走入阵中，他深吸一口气，盘膝坐下，开始运转玄冥冰煞诀。轰！刹那间，整个紫霞峰的寒气仿佛都被引动，疯狂涌入大阵。天空之中甚至飘起了黑色的雪花，阴风怒号，温度骤降。恐怖的极寒灵力以萧云郎为中心，形成一个巨大的漩涡。他的气息节节攀升，丹田处一点璀璨的冰蓝色光芒逐渐亮起，散发出越来越强的能量波动。结丹开始了。整个过程持续了约莫1个时辰，最终伴随着一声尖锐的长啸，一枚通体冰蓝、表面环绕着5道纹路的金丹自萧云郎天灵盖一跃而出，悬浮于空。5纹金丹虽然只是5纹，但萧云郎是破而后立，改换功法后短时间内能结成5纹金丹，已属难得，引动的意象也颇为惊人。恭喜萧师兄凝结金丹，恭喜首座，贺喜首座。云郎师侄因祸得福，未来不可限量。紫霞峰又天意金丹天骄，实乃圣地之幸。顿时马屁如潮，响彻全场。紫霞峰一脉的弟子和附庸势力个个与有容焉，满面红光。萧千珏抚须而笑，终于露出了满意的笑容。虽然只是5纹，但根基稳固，属性特殊，好好培养，未来原因可期，足以挽回不少颜面。李天恒也上前道贺，只是笑容有些勉强，心中难免对比自己的金丹品级生出几分优越感，但看到萧云郎那诡异的冰煞之气，又有些忌惮。苏黎烟更是适时地送上崇拜的目光和恭维的话语，让萧云郎虚荣心得到了极大满足。这场结丹大典俨然成了紫霞峰一脉展示肌肉的盛会，其张扬之态丝毫不加掩饰。高台角落，几位明显属于圣主或中立派系的长老面无表情地看着这一切，眼神深处却掠过一丝忧虑。紫霞峰越发是大了，消息很快也传到了丹灵峰。方平正在炼丹，听到楚清哥带来的消息，只是淡淡的哦了一声，连丹火都没抖一下。5纹金丹闹出这么大动静，方平嘴角勾起一抹弧度，不知道的还以为他结了9纹金丹呢。楚清哥有些担忧，师弟，
萧云郎结丹成功，恐怕很快就会来找我们麻烦，跳梁小丑罢了。方平语气平静，别说5文，他就是6文7文，该杀照样杀。我们的目标不是这种货色。他的目光早已超越了同辈争斗，投向了那更高的境界和更遥远的敌人。只是那9种天才地宝到底该去哪里寻觅呢？方平收起丹药，目光望向圣地深处圣女所在的万象阁，而在他不知道的暗处，一道黑影正悄然离开紫霞峰的范围，朝着丹灵峰的方向前行而来。正是那位影沙阁的杀手，他似乎有所收获。丹灵峰方平洞府内，那道黑影再次悄然出现，气息比上一次更加微弱，显然为了完成方平交代的任务付出了不小的代价。他没有说话，只是默默地将一个用特殊禁制封印的玉盒放在地上，然后退后几步，警惕地看着方平。方平神念一扫，玉盒内的东西瞬间清晰，那是一小撮灰白色的头发，虽然有些破损，但上面依旧残留着一丝极其微弱的化神气息。正是萧千珏的头发，这影沙阁的杀手竟然真的搞到了。方平心中狂喜，但面上不动声色。他抛过去一个早已准备好的储物袋，杀手接过，神识探入，身体猛地一震，里面不是灵石，而是整整10瓶丹药，全是3阶完美品质，而且种类齐全，疗伤的生生造化丹，恢复灵力的归元丹，增强神识的运神丹，甚至还有2瓶极其罕的破障丹。这些完美丹药的价值远超他之前得到的引元丹10倍，甚至100倍，足以让任何金丹修士疯狂，甚至对元婴修士都有不小的吸引力。杀手的手微微颤抖，呼吸都变得粗重了几分。他原本确实存了一丝贪念，甚至想过拿到报酬后是否要反咬一口，或者将消息卖给紫霞峰换取更大利益。但此刻面对这庞大到令人窒息的财富，他心中的贪念瞬间被更大的恐惧所取代。能随手拿出如此多完美3阶丹药的人，其背景、实力、手段绝对远超他的想象。与这样的人为敌，或者试图玩弄小心思，下场绝对会凄惨无比。眼前的方平早已不是之前那个无权无势的外门弟子。多谢。杀手的声音带着一丝颤抖，连忙将储物袋收起，姿态变得谦卑。大人若还有什么吩咐，影沙阁定当竭尽全力。方平将他的反应尽收眼底，心中冷笑，做得不错。方平淡淡开口，暂时没有其他任务，记住管好自己的嘴，否则……他没有说完，但那股冰冷的杀意让杀手如坠冰窟。小人明白，小人今日从未见过大人。杀手连忙表保证，然后迅速融入阴影，消失不见。打发走杀手，方平小心翼翼地将那玉盒拿起，强压下心中的激动。媒介终于到手了。萧千珏，老狗，你的好日子到头了。他立刻进入修炼境式，开启所有禁制，取出那撮头发，又拿出了早已准备好的一个草人，以及几张散发着诡异气息的暗红色符纸。这些都是他根据钉头七剑书残篇的描述，耗费不少钱财才凑齐的辅助材料。方平屏息凝神，以自身精血混合萧千珏的头发，小心翼翼地涂抹在草人之上，然后将其封入符纸之中。整个过程极其繁琐，不能有丝毫差错。最后一张符纸贴上后，草人之上隐隐浮现出萧千珏模糊的容貌。方平感觉自身的灵力瞬间被抽走了近50%，一股无形的因果线跨越了空间，遥遥连接到了远在紫霞峰洞府内的萧千珏身上。成功了！方平脸色苍白，却露出了一丝冰冷的笑容。钉头七剑书已然发动，接下来只需要连续21日，每日拜祭草人，引动咒力，便可层层削弱萧千珏的气运、根基乃至神魂。21日后便可尝试咒杀。虽然以他目前的修为，想要咒杀化神大圆满极其困难，但只要能重创他，让其无暇他顾，便足够了。接下来的几天，紫霞峰果然动作频频。萧千珏似乎因为孙子结丹成功，心情大好，也更加意气风发。他联合附庸势力，在各种宗门事务上对丹灵峰进行打压，克扣资源配额，抢走原本属于丹灵峰的丹药订单，甚至公然敲打丹灵峰首座，试图安插紫霞峰的人进入丹灵峰。丹灵峰首座疲于应付，气得脸色铁青，却碍于对方势大，只能忍气吞声。丹灵峰的弟子们也感到一股无形的压力，修炼氛围都沉闷了不少。萧云郎更是小人得志，时不时就带着一群狗腿子来丹灵峰附近巡逻，阴阳怪气，言语挑衅，无非是炫耀自己金丹期的修为，并威胁方平3个月后等死。方平对此一概不理，每日只是闭关修炼，或者去万象阁查阅古籍，寻找其余8种天才地宝的线索。然而对方的下作手段远不止于此。这一日，方平正在万象阁中翻阅一本关于太阳晶晶可能产出地的古籍，江寒月却急匆匆地寻来，俏脸上带着焦急和愤怒。方平，不好了！江寒月通过神念传音，语速极快，
我刚从安插在紫霞峰外围的眼线那里得到消息，他们派了一个内门弟子去了外门丹峰，目标是穆婉容长老。方平手中的古籍猛地一合，眼中瞬间爆发出骇人的厉芒。穆婉容，他在外门丹峰时，那位对他颇为照顾、性格温婉的师尊，紫霞峰这帮杂碎动不了他，竟然对他身边的人下手，想要通过这种方式逼他现身，或者就是为了泄愤。什么时候的事？方平的声音冰冷得如同万载寒冰。消息是半刻钟前传来的，那人应该刚出发不久，现在赶去或许还来得及。江寒月急道。方平没有任何犹豫，身影瞬间从万象阁中消失，化作一道流光，以最快的速度直奔外门丹峰。外门丹峰，穆婉容的炼丹房外，一名身穿紫霞峰内门服饰、面容阴鸷的青年弟子，正一脸倨傲地挡在穆婉容面前。他有着金丹初期的修为，气息并不算特别稳固，显然是刚突破不久，但对付只有筑基中期的穆婉容绰绰有余。穆长老，跟我走一趟吧。阴鸷青年皮笑肉不笑地说道。我们萧云郎师兄听说你炼丹术不错，想请你去紫霞峰交流一下。穆婉容脸色苍白，却强自镇定道：这位师兄，我与萧师兄素无往来，丹术浅薄，不敢高攀，还请回吧。哼，敬酒不吃罚酒。阴鸷青年脸色一沉，萧师兄看得起你，是你的福气，别给脸不要脸。今天你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说着，他竟直接伸出手抓向穆婉容的手腕，手上蕴含着金丹期的灵力，显然打算用强。周围有几个外门弟子，却都敢怒不敢言，瑟瑟发抖。穆婉容绝望地闭上眼睛，心中一片冰凉。他资质平平，能走到今天这个地位，还是沾了方平的光，如何能敌得过紫霞峰这个庞然大物？就在那阴鸷青年的手即将触碰到穆婉容的瞬间，咻！一道细微到几乎看不见的乌光，如同毒蛇出洞，无声无息地破空而来，精准无比地射向了阴鸷青年的后心要害。那阴鸷青年毕竟是金丹修士，灵觉敏锐，感到一股致命的危机袭来，骇然之下想要闪避格挡，但那乌光太快太刁钻。噗嗤一声轻微的闷响，阴鸷青年身体猛地一僵，动作停滞在原地。他低头难以置信地看着自己胸口渗出的一点黑血，一股阴冷歹毒的力量瞬间侵入他的五脏六腑，冻结了他的生机。谁？他艰难地转过头，只看到一个模糊的身影一闪而逝，随即眼前一黑，扑通一声栽倒在地，气息瞬间断绝。秒杀！直到这时，破空声才缓缓传来，显示出那乌光的速度有多么恐怖。穆婉容等了片刻，没有感受到预想中的粗暴，反而听到重物倒地的声音。他小心翼翼地睁开眼，正好看到方平的身影如同鬼魅般出现在他面前。方平！穆婉容又惊又喜，随即看到地上死去的紫霞峰弟子，脸色瞬间煞白。你杀了他？师尊，没事了。方平语气平静，迅速蹲下身，在那阴鸷青年身上摸索了几下，找到了一枚代表紫霞峰内门弟子身份的令牌和一些杂物，然后毫不犹豫地弹出一缕星云幻灭炎，将其尸体连同地上的血迹烧成灰烬，处理得干干净净。他刚才用的那根无影针，正是之前从影杀阁杀手那里得来的战利品，阴毒无比，难以追踪。就算被人发现痕迹，也会把锅甩到影杀阁去。快走，这里不能待了。方平拉起还在发愣的穆婉容，迅速离开现场。他们刚离开不到10息，数道强横的气息便从天而降，落在了方才的事发地点。为首之人正是脸色阴沉的萧云郎和苏离烟，他们身后还跟着几名紫霞峰的金丹弟子。人呢？萧云郎看着空无一人的地面，只有一丝极淡的血腥味和灵力残留，脸色难看至极。他们原本的计划是让那名弟子强行掳走穆婉容，若方平现身救援，便趁机拿下，甚至失手击杀。若方平不现身，也能杀了穆婉容泄愤，并打击方平的心境。无论哪种结果，他们都能找到借口向丹灵峰发难。但他们万万没想到，方平来得如此之快，下手如此狠辣果决，而且处理得如此干净利落，甚至连尸体都没留下。搜！给我搜！一定就在附近！萧云郎尖声怒吼，感觉又一次被方平戏耍了。苏离烟秀眉微蹙，仔细感应着周围的痕迹，忽然开口道：好狠辣的手段，一击毙命，用的像是某种魔道阴毒暗器。云郎师兄，你说会不会是方平勾结的魔道之人出手？他这话无疑是想再次将脏水泼到方平身上。萧云郎眼睛一亮，对，一定是这样。方平小杂种果然与魔道勾结甚深，竟敢指使魔道妖人残杀我紫霞峰内门弟子，罪加一等。我这就回去禀明爷爷，看这次还有谁能护得住他。方平将穆婉容暂时安置在了丹灵峰，交由云云庇护。经此一事，他心中的危机感更重。
紫霞峰的手段越来越没有底线，必须尽快提升实力。久闻金丹所需的9种天材地宝，如今只融合了鲲鹏真血，其余8种依旧渺茫，寻常渠道难以寻觅，或许该去问问那位富婆圣女了。想到此处，方平不再犹豫，径直前往位于圣女峰下的万象阁。万象阁并非简单的一座楼阁，而是一片被强大空间阵法笼罩的宫殿群，收藏着玄天圣地万年来积累的无数典籍、奇物、情报等，堪称玄天圣地的核心之一。此地由圣女洛倾城直接掌管，守备森严。方平亮出内门弟子的身份令牌，经过层层查验，才得以进入主阁之内。阁内空间远比外面看起来更加广阔，无数玉简、书册、宝物悬浮于空中，缓缓流转。不少弟子和长老在此安静地查阅资料。方平没有在1、2层停留，直接登上了最高层。那里是洛倾城的私人区域，寻常弟子根本无权进入。入口处，一名气息沉凝的白衣女士拦住了他。此地乃圣女清修重地，闲人免进。丹灵峰方平有要事求见圣女殿下，烦请通传。方平不卑不亢地说道。女士显然知道方平，打量了他几眼，语气稍缓。殿下正在阅览古籍，你在此稍后。说罢，转身入内。不多时，女士返回，殿下让你进去。方平道谢后，步入其中。这一层的布置更加清雅，书香与淡淡的冷香混合，令人心旷神怡。洛倾城正坐在一扇巨大的琉璃窗前，窗外云海翻腾，他手中捧着一卷古朴的玉简，阳光透过琉璃，在他身上镀上一层朦胧的光晕，美得不似凡人。何事？洛倾城没有抬头，清冷的声音如同玉珠落盘。方平深吸一口气，开门见山。弟子冒昧打扰圣女。弟子因修行所需，急需寻觅几种天材地宝，便寻宗门库藏与万象阁名录皆无所获，特来向圣女请教，不知圣女可知其下落。哦。洛倾城终于抬起眼眸，那双清澈的眸子落在方平身上，带着一丝探究。何种宝物，连万象阁都无记载。方平毫不犹豫地报出了名单：万年地心乳、太阴寒水、乙木清河、庚金菩提、虚空花、混沌石粉以及太阳晶晶。每报出一个名字，洛倾城的眼神就微微波动一下。当最后太阳晶晶4字出口时，他放下手中玉简，正是方平，眸光变得深邃起来。你倒是敢开口。洛倾城语气听不出喜怒，这几种奇物，任何一种都足以让元婴修士打破头，甚至对话神器都大有裨益。你要他们何用？莫非与你结丹有关？方平点点头，也没有隐瞒的意思，坦然道：圣女明鉴，弟子确有此意，唯有集其9种奇物为引，方有把握凝结至高金丹。你倒是真敢想。洛倾城面色复杂，久闻金丹，纵观东荒域，100年以来也就数人成就，而且先决条件便需天道筑基。这个条件你倒是满足。洛倾城沉默了片刻，纤长的手指轻轻敲击着桌面，发出清脆的声响，似乎在权衡着什么。万年的心乳产于万丈地心火脉深处，伴有的火毒蝎守护。他如数家珍般将7种奇物的特征和产地娓娓道来，每说一种，方平的心就沉下去一分。这些地方无疑不是9死1生的决定。然而洛倾城话锋一转，前6种虽然难得，但万象阁内恰好各有少许库存。方平猛地抬头，眼中爆发出惊喜的光芒。柳暗花明。但洛倾城接下来的话又给他浇了一盆冷水。不过这些皆是价值连城，有价无市，即便是我也不能无故动用。你想要，需要拿出等价之物交换，或者立下相应的功劳。等价之物，方平现在除了丹药，还真没什么能打动圣女的。功劳，他现在哪有时间去立什么大功？至于最后的太阳晶晶，洛倾城微微蹙眉，阁内确实没有现货，此物太过罕见，且极难收取。据我所知，近期唯一可能有太阳晶晶现世的地方是大日延虚。大日延虚，方平精神一振，连忙追问，请圣女明示。大日延虚，传闻是上古时期某位修炼太阳法则的大能陨落后，其洞府所化的一处小世界碎片，其内充斥着狂暴的大日真火，环境极端恶劣，但也因此孕育出了许多至阳宝物，太阳晶晶便是其中最珍贵的几种之一。洛倾城眸光微闪，继续道：此地每隔甲子才会开启一次，入口不稳定，且只能由金丹期以下的修士进入。每次开启都会引来东荒域各大势力的争夺，厮杀极为惨烈。算算时间，下一次开启就在1个月之后，只能金丹期以下进入。1个月后，方平心中瞬间活络起来，这简直是为他量身定做的机会。他必须在进入之前结丹，但结丹又需要太阳晶晶，似乎陷入了死循环。不对，与云灵秘境一样，大日延虚或许也是可以进入秘境后再行突破。所以
他只需带着剩余6种天才地宝，而后再进入其中，寻到太阳晶晶再结丹即可。而且洛倾城既然主动提及此地，必然有其目的。果然，洛倾城看着他，淡淡道：“本座需要大日炎虚核心区域的一件东西，那便是大日金莲的莲子。此物对我修炼一门神通至关重要。你若能在此次秘境之中替本座取回3颗以上的大日金莲莲子，前6种奇物，本座可以做主先预支给你。当然，他补充道，太阳晶晶就需要你自己在秘境中想办法寻找了。若是你能同时带回足够分量的太阳晶晶和莲子，本座或许还可以额外给你一些惊喜。交易，赤裸裸的交易。但对方平而言，这无疑是雪中送炭。虽然大日炎虚必定危险重重，但总好过毫无头绪的去那些绝地送死。弟子愿意前往。方平没有任何犹豫，立刻应下，定当竭尽全力为圣女取回莲子。很好。洛倾城满意的点点头，此事便如此定下。你这1个月便好好准备，尽力提升实力。秘境开启前，我会将前6种奇物以及有关大日炎虚的详细资料给你。至于能否抓住这次机缘，就看你自己了。方平心中既兴奋又凝重。兴奋的是9纹金丹的材料终于有了着落，凝重的是大日炎虚之行必将是一场龙争虎斗，不仅要对秘境本身的危险，更要面对东荒域各大势力的天才弟子。与鲲鹏巢不同，那个上古传承的出现的突然，东荒域各大势力还未反应过来，就被他给收入囊中。大日炎虚这种固定期限开启的宝地，不仅仅是东荒域势力看着，就是其他地域的势力怕是也眼热得很。不说其他，单论玄天圣地，就有大批筑基大圆满弟子。例如此前的萧云郎，作为紫霞峰首席弟子，他却一直卡在筑基大圆满，没有突破金丹，就是为了大日炎虚所准备。像是他这种情况，整个东荒域都不稀奇。所以1个月时间，他必须做好万全准备。离开万象阁后，方平的生活陷入了一种暴风雨前的短暂平静。他深居简出，大部分时间都泡在洞府的炼丹室里。有了圣女承诺的6种天才地宝打底，他心中踏实了不少，但大日炎虚的危机感依旧迫在眉睫。实力短时间内无法提升，那就提升财力。海量的3阶灵草被送入他的洞府，然后又变成一瓶瓶完美无瑕的3阶灵丹被送出来。这些灵丹都被打上了他的专属印记，一时间在玄天圣地方市掀起了不小的波澜。方平的炼丹术也在以一个恐怖的速度娴熟着，对星云幻灭炎和鲲鹏神念的掌控也越发精妙入微。炼丹对他而言已不仅仅是赚取灵石的手段，更是一种修行和积累。修为方面，他已至筑基大圆满的极致，进无可进。没有那几种关键材料，他无法凝结9纹金丹，寻常的金丹他又看不上。于是他将大量完美丹药分配给楚清歌、柳如烟，将韩月和苏妙可四女在如此庞大的资源堆砌下，修为亦是突飞猛进，纷纷突破至筑基后期，距离圆满亦不远矣。期间难免需要方平以阴阳大道经助他们调和药力，梳理灵力。那种神魂与肉体双重交融的美妙修行，自是香艳不足为外人道。每日子时，方平则会雷打不动地进入静室，对着那个贴着符纸的草人拜祭一番，催动钉头七剑书的咒力。他能模糊地感应到，远在紫霞峰的那位首座大人近来的脾气似乎越发暴躁，偶尔修炼还会出现微不足道的岔气，虽然无伤大雅，但积少成多，终有成灾之时。方平这边风平浪静，稳步提升，但有些人却坐不住了。天书峰苏黎烟洞府，他看着镜中自己依旧绝美却带着一丝阴郁的脸庞，心中充满了焦躁。萧云郎结丹后，虽然对他更为依赖，但也更加偏执和控制欲极强，让他倍感窒息。紫霞峰内部倾轧严重，他一个外来者想要站稳脚跟并获取资源并不容易。而反观方平，那个他曾经弃之如敝履的废人，却在丹灵峰混得风生水起，名声渐显，资源滚滚，甚至连圣女都对他另眼相看，这让他如何能忍？尤其是最近开始有传言，方平就是那个大量炼出完美丹药的神秘人，这让苏黎烟更好极恨了。能稳定产出完美品级丹药的存在，那重量级可远超一个普通天才，必须尽快除掉他，至少要在他与萧云郎比斗之前彻底搞臭他，让他失去圣女的信任。苏黎烟眼中闪过一丝狠毒，他苦思冥想，一条毒计浮上心头。他找来一个绝对心腹，修为在筑基圆满，这枚食魂丹你拿着。苏黎烟将一枚灰扑扑的丹药交给死士，这丹药被他用特殊手法处理过，毒性猛烈却发作缓慢，且能模拟出多种中毒症状，极难追查源头。你去方士想办法将这枚丹药与丹灵峰那个神秘人炼制的丹药调包，记住必须将保留那人的专属印记。苏黎烟仔细吩咐着，每一个细节都算计到位。然后你知道该怎么做。他眼中冷光闪烁，
这一手偷天换日，就算搞不到方平，也能狠狠搓一搓丹灵峰锐气，还能将那个神秘的炼丹大师给炸到明面上来。无论如何，他都不亏。甚至，服用毒丹死去之人，还可以是紫霞峰弟子。如此一来，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他更是赚妈了。死士心领神会，面无表情地接过丹药，悄然离去。3日后，一则爆炸性的消息如同野火般传遍了玄天圣地内外门。紫霞峰一名名叫赵莽的内门弟子，在方氏购买了一瓶据说出自丹灵峰神秘大师之手的淬脉丹，服用之后竟当场经脉枯萎，丹田碎裂而死。消息传出，一片哗然。丹灵峰丹药吃死人了，而且死的还是紫霞峰的内门弟子。瞬间，所有近期购买过丹灵峰丹药的弟子都人心惶惶，纷纷检查自己手中的丹药。虽然再未出现第2例中毒事件，但恐慌已经蔓延开来。紫霞峰的反应极其迅速激烈，以一位姓钱的元婴期长老为首，带着一群义愤填膺的紫霞峰弟子，直接堵在了丹灵峰的山门之外，要求丹灵峰给出交代，严惩凶手，赔偿损失。云峰主，你们丹灵峰好大的胆子，竟敢炼制毒丹，残害同门！今日若不交出那炼丹的凶手，给我紫霞峰一个说法，就休怪我等不客气了。钱长老声如洪钟，气势汹汹，元婴威压毫不客气地压向丹灵峰。丹灵峰弟子们又气又怕，群情激愤，却又无力反驳。就在这时，一道成熟丰腴、风韵犹存的身影出现在山门处，正是丹灵峰长老云韵。他今日穿着一身庄重的长老袍服，却依旧难掩其曼妙曲线。此刻他俏脸寒霜，美眸中带着怒意。钱长老，事情尚未查明，你仅凭一面之词便堵我山门，污我丹灵峰清誉，未免太过分了吧？云韵毫不示弱，元婴初期的气息爆发开来，稳稳抵住了对方的威压。那枚丹药究竟从何而来？是否真是我丹灵峰流出？还需查验。岂容你红口白牙在此污蔑？查验！钱长老冷笑一声，甩出一枚丹药，这就是从那赵莽手中取得的丹药，上面还有那人独特的印记。人证物证俱在，你们还想抵赖？那枚残破的丹药灰扑扑的，但确实能看见表面确实有一道印记，正和此前丹灵峰大批产出的丹药相同。这……云韵接过丹药，神识一扫，脸色微变。这丹药上的印记确实是出自方平之手，看来对方准备的极其充分。哼，无话可说了吧？钱长老得意道，立刻交出炼丹之人，否则今日我便拆了你这丹灵峰山门。就在双方剑拔弩张之时，吵什么吵？哪来的老狗在我丹灵峰门口狂吠？一个懒洋洋的声音从峰内传来。只见方平一身宽松的炼丹服，慢悠悠地踱步而出，似乎刚从炼丹炉旁过来。他对那滔天的元婴威压视若无睹，目光直接越过钱长老，落在了远处人群中那个一袭白裙、眼底藏着得意的苏黎烟身上。苏黎烟，我他妈就知道是你！方平的声音陡然转冷，收起你那点下三滥的手段，弄一枚连丹纹都没有的垃圾毒丹，就想栽赃到我头上？你是看不起我方平的炼丹术，还是看不起在场各位长老和同门？他这话如同平地惊雷，瞬间吸引了所有火力。什么？方平的意思是，这丹药就是出自他之手，他就是那个丹灵峰的神秘人。苏黎烟脸色一变，没想到那个传闻中的炼丹大师居然真是方平。但他这是什么态度？竟敢如此直接撕破脸！他立刻渲然欲泣，一副受了天大委屈的样子。方师弟，你怎能如此血口喷人？我只是担忧同门，前来查看，此事与我何干？钱长老更是暴怒，小畜生，死到临头还敢嘴硬，侮辱长老，污蔑同门，罪加一等！轰隆，恐怖的气势铺天盖地压下。与此同时，紫霞峰内也隐隐有狂暴气息散发而出。眼看冲突就要升级，方平却嗤笑一声，懒得理会这条老狗，反而看向云韵：“师尊，可否将那枚毒丹给弟子一观？”云韵犹豫了一下，将丹药递过去。方平接过，只是随意瞥了一眼，甚至都没用神识仔细探查，便随手将其丢在地上，仿佛那是什么脏东西。假的。他语气平淡，却带着毋庸置疑的自信。我方平自入丹灵峰以来，所炼每一炉丹药皆为完美品级，丹纹自生，灵气内蕴。诸位若是不信，大可随便找一位近期购买过我丹药的同门查验。他环视四周，声音陡然提高。而这枚，他指了指地上那枚丹药，色泽晦暗，丹形不圆，灵气外泄，表面印记也是粗略嫁接过去，分明就是一枚劣质的仿冒毒丹。这等垃圾也配冒充我方平炼制的丹药，简直是对我丹道的侮辱！哗！全场瞬间炸开了锅。所有近期购买过方平丹药的弟子，下意识的都拿出了自己的丹药瓶子，顿时一道道璀璨的灵光迸发。
一枚枚带着清晰单纹的完美丹药呈现在众人面前，与地上那枚灰扑扑的劣质毒丹形成了无比鲜明的对比。对啊，方师兄出品的丹药都是完美的，我这一瓶紫府丹都是，我这瓶运灵丹也是，香气扑鼻，灵气十足。那枚毒丹看起来确实不像啊，难道真是有人陷害？太恶心了！此人居然偷偷将毒丹混入其中，妄图陷害方师兄这位丹道奇才，其心可诛啊！风向瞬间逆转，钱长老和苏黎烟的脸色一下子变得无比难看。他们千算万算，算漏了一点，方平炼丹必是完美，这已经成了他的标志和金字招牌。想要用一枚非完美的毒丹栽赃他，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你胡说，说不定是你故意炼制的次品。苏黎烟还在强行辩解，但声音已经有些发虚。够了！云韵适时开口，声音冰冷，事实胜于雄辩。钱长老、苏师侄，你们还有何话可说？拿一枚劣质毒丹污蔑我丹灵峰天才弟子，挑衅一峰尊严，此事我丹灵峰必将上报执法殿，讨个公道。钱长老脸色铁青，哑口无言，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苏黎烟更是羞愤难当，感觉周围所有人的目光都充满了嘲讽和鄙夷。他死死攥紧拳头，指甲嵌入掌心。一场精心策划的阴谋就这样被方平以绝对的实力轻描淡写地粉碎了。经此一事，方平完美炼丹师的名声彻底打响，再无质疑。无数弟子看向他的目光充满了炽热。成丹必是完美品级，其中含金量无需多言。风波平息，众人散去，方平正准备回洞府继续炼丹修炼，江寒月却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他身边，神色有些凝重，递过来一枚散发着淡淡魔气的玉简。主人，6道魔宗密信。是颜如梦圣女亲自传来的，她说想见您一面。方平眉头一挑，接过玉简。那个魔女想搞什么鬼？夜色如墨，丹灵峰方平的洞府内却灯火通明，药香与淡淡的灵气混合，氤氲出一片宁静。然而这份宁静很快便被一股突兀出现的魔气打破，靡靡之香钻入鼻腔。方平似有所感，抬眼望去，只见洞府阴影中如同水波般荡漾开来，2道窈窕惑人的身影悄然浮现。为首之人正是6道魔宗圣女颜如梦。她今日未着宫装，反而是一身紧身皮甲，将她那惊心动魄的魔鬼身材勾勒得淋漓尽致。丰硕的胸脯几乎要撑破皮甲的束缚，纤细腰肢之下是骤然扩张的浑圆翘臀，一双修长笔直的玉腿在短裙下若隐若现。她赤足踩在虚空，雪白的足踝上系着一条红绳，妆容较之前更为妖媚，眼波流转间媚意天成。跟在她身后的则是许久未见的媚姬。此刻的媚姬气息比在鲲鹏巢时强大了何止一筹，赫然已经突破了金丹期，并且丹成便是8纹，简直甩了萧云郎不知道几条街。虽然只是金丹初期，但根基稳固，魔气精纯，显然得到了魔宗的重点培养。她依旧是一身紫色纱裙，但款式更为大胆，露出精致的锁骨和一抹雪白的沟壑，裙摆开叉直至腿根，行走间风光无限。她看向方平的眼神极为复杂，有敬、依赖，甚至还有几分幽怨，但更多的是一种我已是主人的人的顺从感。哥哥喽，小弟弟，你这洞府倒是别致，就是丹药味浓了些，不如姐姐的寝宫香呢。颜如梦娇笑着，毫不客气地走到方平对面的玉凳上坐下，慵懒地倚靠着，一双媚眼毫不掩饰地在方平身上打量，仿佛在欣赏一件有趣的玩具。媚姬则乖巧地站在他身后半步的位置，微微垂首。方平眉头微挑，对颜如梦这反客为主的做派不以为意，淡淡道：圣女殿下大驾光临，不会只是为了点评在下的洞府吧？若是想买丹药，明日在方氏下单即可，看在老主顾的份上，可以给你打9.9折。买丹药？颜如梦像是听到了什么好笑的事情，笑得花枝乱颤，胸前波涛汹涌。小弟弟，你可真会开玩笑。姐姐，我像是缺丹药的人吗？他话锋一转，身体微微前倾，露出一抹诱人的雪白，声音压低，带着蛊惑的意味。姐姐这次来是给你送一场更大的造化。哦，愿闻其详。方平不动声色，心中却暗自警惕，这魔女主动上门，绝无好事。大日延虚。颜如梦红唇轻启，吐出4个字，仔细观察着方平的反应。姐姐知道，你如今还停留在筑基大圆满，定是为了此地。洛倾城那个假清高的女人，肯定不会放过你这个筑基无敌的存在。方平心中微凛，暗道这魔女的智慧果然不俗。她面上却依旧平静。是又如何？不是又如何？别紧张嘛，小弟弟。颜如梦伸出纤纤玉指，轻轻划过自己的红唇，动作暧昧至极。姐姐，我不是来坏你好事的，相反，我是来帮你的。帮我？方平嗤笑，怎么帮？派几个魔修进去帮我砍人？
粗鲁。颜如梦嗔怪地白了他一眼，风情万种，打打杀杀多没意思。姐姐，我是来跟你做交易的。大日延续内部除了制阳宝物，也有一些极阴之地，孕育着对我们魔道极为重要的幽冥鬼莲和九幽寒煞等宝物。我需要你进去之后帮我采集这些东西。他顿了顿，补充道：当然，作为回报，姐姐我可以给你提供大日延续内部更详细的地图，包括几条隐秘的安全路径，以及帮你挡住一些来自其他方面的麻烦，比如黑乌蛟那些喜欢玩虫子的变态，或者万妖谷那些没开化的蠢货。怎么样，很划算吧？方平沉默不语，快速权衡利弊。颜如梦给出的条件确实诱人，详细地图和安全路径能极大增加他的生存率和夺宝几率，但与这女人合作无异于与虎谋皮。颜如梦似乎看穿了他的顾虑，娇笑道：放心，姐姐我很讲信用的，毕竟你可是我们家小妹姬的心上人呢，我怎么能坑自家妹夫呢？说着还故意用胳膊肘捅了捅身后的妹姬。妹姬顿时俏脸绯红，羞赧地跺了跺脚。圣女，您别胡说。但那眼神却不由自主地瞟向方平，带着一丝期待。方平嘴角微抽，这魔女真是口无遮拦。交易可以。方平沉吟片刻，开口道：地图和路径我需要先验货，然后再给我一件元婴级别的底牌。至于挡住麻烦这一点，希望你到时候不要后悔。方平意味深长道：爽快。颜如梦一拍手，毫不意外方平的谨慎，直接抛过来一枚漆黑的玉简。这是部分地图和一条路径，算是定金。剩下的元婴级别底牌，我自然会通过江寒月这个案子给你。说罢，他忽然站起身，扭动着水蛇腰走到方平面前，俯下身，几乎将那张妖媚绝伦的脸蛋贴到方平脸上，吐气如兰。姐姐，我虽然被你们正道称为魔女，但答应的事情从未食言过。只要你能从大日延续活着将东西带回，到时候无论天大的麻烦，姐姐都替你扛了。更何况，姐姐我还指望你以后多炼些特殊的丹药给我们魔宗呢。你这样的宝贝疙瘩，姐姐我可舍不得让你轻易死了。浓郁的异香钻入鼻尖，眼前是惊人的伟岸和深不见底的沟壑，方平甚至能感受到他呼出的温热气息。定力稍差之人，恐怕早已心猿意马，难以自持。但方平只是微微后仰，拉开了些许距离，眼神清澈冷静。希望如此。颜如梦眼中闪过一丝讶异和更浓的兴趣，咯咯一笑，直起身子。有意思，真有意思。洛倾城那块冰山，怕是还没尝过你这小男人的滋味吧？真是暴殄天物呢。他话语露骨，极尽挑逗之能事。方平懒得理会他的风言风语，接过玉简，神识沉入其中，快速浏览。地图确实比他从洛倾城那里得到的更为详细，标注了几处危险的火焰陷阱和强大的火系妖兽巢穴，那条安全路径也看似可行。这定金还算有诚意。交易达成。方平收起玉简，若无他事，圣女请回吧，我还要准备炼丹。真是无情呢，用完就赶人。颜如梦故作伤心状，但还是扭着腰肢走向阴影。小弟弟，大日延续里小心点哦，除了明面上的敌人，也要提防来自背后的冷箭。有些人可比我们魔道虚伪多了。话音落下，他与媚姬的身影缓缓融入阴影，消失不见，只留下一缕淡淡的令人遐想的幽香。媚姬在消失前回头深深看了方平一眼，唇瓣微动。主人，一切小心。洞府内再次恢复平静。方平回味着颜如梦最后那句话，眼神微凝。背后的冷箭，他是在暗示什么？与魔道圣女私下会面交易，这若是传出去，只怕坐实了勾结魔道的罪名。但方平此刻心中一片冷然，既然你们一直诬陷我，那我不如就真的搭上这条线，或许关键时刻能起到奇效。风险与机遇并存，这本就是修行常态。他收敛心神，不再多想。当务之急是提升实力，应对大日延续。几天后，方平心中微微一动，一种玄之又玄的感觉浮现。1个月的时间到了，诸天垂钓，可以再次开启了。这一次又能钓上来什么意想不到的机缘呢？方平眼中闪过一丝期待，没有任何犹豫，心神沉入识海。老伙计，开钓！方平心念一动，悄然来到了丹灵峰后山一处僻静的山谷。此地是云韵师尊平日培育珍稀灵草之地，灵气充沛，药香弥漫，更有的火岸流经过，环境极佳。寻了一处平整的青石盘膝坐下，方平屏息凝神，意识沉入识海深处开钓。熟悉的感觉袭来，神魂化作无形的鱼线，抛入那光怪陆离、蕴含无尽可能的诸天万界长河之中。这一次，他的神念似乎格外清晰，对丹道相关的波动感知尤为敏锐。是因为身处药谷，还是自身丹道积累已到一定程度？方平不得而知，只是全力感应着那冥冥中的机缘。突然，鱼线猛地一沉，
接连3下沉甸甸的感觉袭来，有祸，还是大祸？方平心中一动，全力催动神念收干，刷刷刷，3道流光自虚无中被他强行调了出来，悬浮于身前。第一件是一枚非金非玉、古朴异常的令牌，上面刻着一个苍劲有力的丹字，散发出浩瀚如烟的丹道治理气息。太虚调天经顿时传来一道信息，此乃上古丹心令，承载着某个失落丹道圣地的全部传承。第二件是一团跳跃不定、色彩斑斓的火焰虚影，此乃万火元灵，它似乎没有温度，却蕴含着对天下万火极强的统御力，融入己身，可极大提升对火焰的掌控，尤其对炼火火候的把握将达到匪夷所思的境地。第三件则是一本由不知名兽皮制成的书册，封面无字，但翻开后里面记载着无数玄奥的药材药性组合推演、君臣佐使之道，乃至丹药与天地法则共鸣的至高理念。丹地随笔，药性本源篇。方平大喜过望，3样宝物无疑不是直指丹道本源的至宝，远比具体的丹方或灵火珍贵无数倍。方平心中狂喜，没有丝毫犹豫，立刻将3样宝物炼化。上古丹心令迅速融入识海，顿时无数古老的丹道知识、失传的炼丹手法以及对药性的深刻理解如同醍醐灌顶般涌入，他的丹道底蕴以恐怖的速度暴涨。万火元灵则融入星云幻灭炎，这朵先天灵火仿佛找到了核心，变得更加灵动雀跃，颜色愈发深邃内敛，对方平心意的响应达到了如臂使指的完美境界。药性本源篇的知识则与他原有的炼丹认知相互印证融合，让方平对丹药的理解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不再局限于固定的丹方，而是能够洞悉药性本质，根据需求自行组合推演出最适合的丹药。这一刻，方平的丹道造诣发生了质的飞跃。若以品阶论，他之前或许只是3阶顶峰，凭借外挂才能炼制完美丹药，那么现在他的能力已然稳稳跨入了4阶炼丹宗师的门槛，甚至触碰到了一丝5阶丹王的边缘。一股强烈的炼丹冲动涌上心头，方平索性就在这山谷中取出了自己的炼丹炉，随手采集了几株山谷内生长的4阶灵草赤阳果、冰心雪莲等属性相冲的药材，这可是他之前绝不敢轻易尝试的组合。心念一动，星云幻灭炎随心而燃，温度变幻莫测，时而炽烈如阳，时而温沃如水。他的双手如同穿花蝴蝶，一道倒映诀行云流水般打出，药材在炉内融化提纯，融合整个过程充满了难以言喻的美感，仿佛不是在炼丹，而是在创作一件艺术品。天地间的灵气受到牵引，丝丝缕缕汇入丹炉，与药力共鸣。就在方平沉浸于这种玄妙状态时，一道曼妙的身影悄然出现在山谷入口，正是云韵。他近日为了冲击4阶炼丹师瓶颈，苦心钻研一种名为玄元造化丹的4阶丹药，却屡屡失败，成丹率低的可怜，心情颇为烦闷，便想来这灵草谷散散心，顺便查看一下灵草长势。然而他刚踏入谷口，便被眼前的一幕彻底震撼了。只见方平盘坐于青石之上，神情专注，身前丹炉火线灵动变幻，药香浓郁而不燥，更引动了周遭天地灵气。那炼丹的手法，那对火候的掌控，那隐隐透出的与天地药理共鸣的道韵，这哪里是筑基期弟子在炼丹，这分明是经营丹道数百年的宗师风范。而且他敏锐地感觉到方平炼制的绝非普通丹药，那药性组合，那灵气波动，完全是4阶丹药才有的景象。这怎么可能？云韵美眸圆睁，樱桃小口微张，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卡在3阶顶峰已经多年，深知4阶丹师的壁垒有多么难以突破。可方平才多大？接触丹道才多久？就在他的失神之际，方平那边已然到了成丹的关键时刻。只见他手印一变，低喝一声宁，丹炉嗡鸣，炉盖冲天而起，一道璀璨的七彩霞光伴随着沁人心脾的异香冲天而起。霞光之中，3枚圆润无瑕，表面有着4道丹纹的丹药缓缓飞出，被方平轻描淡写的收入玉瓶之中。4阶丹药，而且还是完美品级，一炉3丹，全部成功。云韵彻底石化在原地，大脑一片空白。他苦苦追求而不得的境界，竟然被自己的弟子如此轻松地达到了。这种冲击比任何言语都来得强烈。方平收好丹药，这才注意到谷口的云韵，微微一笑：“师尊，您来了。”云韵这才回过神，快步走到方平面前，依旧掩饰不住脸上的惊容，语气带着些颤抖：“方平，你刚才炼制的可是4阶丹药？”“随手试了试，效果还行。”方平语气平淡，仿佛做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随手试试，效果还行。”云韵差点一口气没上来。他看着方平那平静的脸庞，心中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复杂情绪，有震惊，有欣慰，有羡慕，
更有一种难以启齿的渴望。他卡在瓶颈太久太久了。若能得方平指点一二，或许方平。云云咬了咬红唇，这位平日清冷端庄的美师尊，此刻脸上竟浮现出一抹罕见的红晕和窘迫。为师近日在冲击4阶丹师，于玄元造化丹上屡屡受挫，不知你能否为我解惑？他姿态放得很低，完全是以请教的口吻。达者为师，在丹道一途，方平此刻展现出的造诣已远超于他。方平看着云云那成熟美艳的脸庞上露出的恳求之色，心中微微一动。云云待他不薄，助他突破也是应该，而且一位4阶丹师的师尊，对他未来在圣地的地位也有注意。师尊客气了。方平笑道，解惑自然可以，不过炼丹之道，言传有时不如身教。他顿了顿，目光清澈地看着云云，提出了一个让云云心跳骤然加速的建议。若师尊不介意，弟子有一法，或可让师尊更直观地体会4阶丹法的炼制精髓。只是此法需要师尊解开束缚，与弟子保持一种较为密切的链接状态。他说的自然是阴阳大道经的双修之法。云云何等聪慧，立刻明白了方平的意思。他俏脸瞬间变得通红，一直红到了耳根，心跳如鼓。他身为师尊，岂能与弟子行此等亲密之事？而且若是普通师徒也就罢了，严格算下来，方平都能喊他一声师奶了。但突破4阶丹师的诱惑太大了。看着他犹豫挣扎的模样，方平也不催促，只是静静等待。山谷中寂静无声，只有药香浮动。良久，云云仿佛下定了决心，抬起真手，美眸中虽然还带着羞涩，却多了一分坚定。他声音细若蚊蝇，却清晰可闻。好，为师信你。说罢，他闭上美眸，长长的睫毛微微颤动，缓缓放开了自身的心神防御。方平心中暗赞一声，也不再拖沓，上前一步。嗡嗡，随着链接建立，一种水乳交融、神魂相识的奇异感觉瞬间在两人之间建立。云云娇躯微微一颤，发出一声压抑的轻吟。这种感觉太过奇妙，双方的所思所想彼此都能清晰感知，而对方对丹道的理解和感悟也如同潮水般涌入自己的识海。方平再次开炉炼丹，这次炼制的正是云云屡屡失败的玄元造化丹，而云云则通过这种奇妙的链接，仿佛化身为了方平，亲身经历了整个炼丹过程。每一个细节，每一次火候变化，每一种药性融合的微妙感应，都清晰无比地烙印在他的神魂深处。这种体验远比任何言语指导都要深刻千万倍。不知过了多久，链接缓缓断开，云云缓缓睁开美眸，眼中豁然开朗。他的瓶颈在这一刻竟然烟消云散。他有绝对的信心，现在再去炼制玄元造化丹，成丹率至少能达到60%以上，假以时日，稳定在70%以上也绝非难事。4阶丹师的大门已然为他敞开，他看着眼前气息平稳、面带微笑的方平，心情复杂到了极点，感激、羞涩，还有一丝难以言喻的亲近感。方平，多谢。千言万语最终只化作这真挚的一声感谢。他知道这份恩情太大了。师尊不必客气，举手之劳。方平坦然道。云云深深看了他一眼，没有再说什么，转身化作一道流光离去，只是那背影少了几分清冷，多了几分难以言说的韵味。方平看着云云离去，嘴角微勾。助云云突破对他而言却实益处良多。他收敛心思，目光向紫霞峰的方向望去，而大日炎魔开启在即，紫霞峰那边怕是不会让他安稳前往。麻烦终究会来的。方平低声自语，不过来多少我接多少便是。感受着体内澎湃的灵力和暴涨的丹道境界，一股强大的自信油然而生。就在这时，他怀中的一枚传讯玉符微微震动，是将寒月传来的信息。秘宝渠道送到了，是一枚蕴含元婴初期全力一击的破魂魔钉。另外，据可靠消息，紫霞峰和天剑门已达成协议，将在大日延续开启时对您出手。万妖谷和黑巫教似乎也蠢蠢欲动。方平看完信息，眼中寒光一闪，果然都按捺不住了吗？大日延续看来注定不会平静了。他深吸一口气，压下心中翻涌的杀意。现在还需要最后一步准备，那便是骤杀萧千珏。时间悄然流逝，距离大日延续开启仅剩最后3日。丹灵峰后山山谷，方平的洞府深处，净室之内，烛火摇曳，映照着一个贴着诡异符纸的草人。草人之上，萧千珏模糊的面容似乎愈发清晰。今日是钉头七剑书连续拜祭的第21日，也是咒术威力达到顶峰，可尝试进行最终咒杀之时。方平面色肃穆，盘膝坐于草人之前。连续21天的拜祭，每次都要消耗不少神魂之力和精血，即便以他筑基大圆满的修为和强悍肉身，也感到一丝疲惫。
但他眼中却金光湛湛，充满了冷厉。萧千珏老狗，紫霞峰一而再再而三的逼迫，更是对穆婉容下毒手。此仇不报，他念头不通达。方平深吸一口气，将自身状态调整至最佳，双手接出一个古老的法印，口中念念有词，诵唱着诡异咒文。随着咒文的进行，净室内的空气仿佛凝固，温度骤降。那草人之上的符纸无风自动，发出哗啦啦的轻响，上面的咒文如同活了过来般开始蠕动，散发出越来越浓烈的诅咒气息。方平咬破舌尖，一口精血喷在草人之上。嗡！草人剧烈震颤起来，一股阴冷至极的因果之力顺着那冥冥中的联系跨越空间，狠狠是向紫霞峰深处萧千珏闭关的洞府。紫霞峰首座洞府。萧千珏正盘膝坐于寒玉床上，试图调理近日来愈发不顺的气息。不知为何，他总觉得心神不宁，修炼时偶尔会出现幻听幻视，体内灵力也时有滞涩。虽然都被他以身后修为强行压下，但那种如鲠在喉的感觉让他极其烦躁。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是冲击境界瓶颈的心魔？萧千珏眉头紧锁，百思不得其解。他绝不相信有人能无声无息暗算他这位化神大圆满。然而就在这一刻，一股源自灵魂深处的极致剧痛猛地爆发，仿佛有一只看不见的恶毒之手狠狠攥住了他的神魂本源，要将其生生捏碎。同时他周身气血逆行，经脉如同被无数细针穿刺，子府中的元神更是发出一声凄厉的尖叫，灵光瞬间暗淡下去。啊！萧千珏发出一声不似人声的惨嚎，猛地从寒玉床上栽倒在地，七窍之中同时流出乌黑的血液。他周身强大的化神气息如同泄了气的皮球般飞速溃散，皮肤上浮现出密密麻麻的黑色皱纹，整个人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干瘪衰老。是谁？谁敢害我？萧千珏目眦欲裂，眼中充满了无尽的恐惧和难以置信。他疯狂催动毕生修为，试图抵挡那无处不在的诅咒之力，各种保命法宝符箓不要钱般激发出来，形成一道道璀璨的光照。但这一切在那源自上古禁忌秘术的咒杀之力面前，如同纸糊一般纷纷破碎。那诅咒之力无视了他的所有防御，直接作用于他的生命本源之上。轰隆隆！就在萧千珏遭受致命咒杀的同时，整个玄天圣地上空风云突变，原本晴朗的天空瞬间被无尽的乌云笼罩，电闪雷鸣，狂风怒吼，一股难以形容的大恐怖、大破灭气息弥漫开来，仿佛有天灾即将降临。更令人心悸的是，虚空之中隐隐传来了大道哀鸣之声，仿佛整个玄天圣地都在被天地法则所遗弃抹杀。怎么回事？天现异象，是有大能陨落吗？方向是紫霞峰。圣地内所有弟子长老都被这惊天异象所震撼，纷纷冲出屋外，惊恐地望向紫霞峰方向。圣女峰万象阁顶，洛倾城猛地站起身，望向紫霞峰，面纱下的俏脸布满震惊。化神陨落之兆，是萧千珏？怎么可能？他身形一闪，瞬间出现在高空，月白色的光华护住周身，凝重地看着紫霞峰上空那凝聚不散的劫云和哀鸣的道泽。与此同时，圣地最深处的禁地之中，一股浩瀚如星海、威严如玉的恐怖气息苏醒了过来。玄天圣地当代圣主，那位大成期的无上存在都被惊动了。何方妖孽，敢在我玄天圣地行此歹毒之事？一道恢宏浩大，仿佛来自九天之上的声音响彻整个圣地，带着一丝惊怒。只见一只覆盖了整片天空的巨大手掌凭空出现，携带着镇压万物、重塑乾坤的无上伟力，朝着紫霞峰上空的异象狠狠抓去。大成期修士出手，威力足以撼天动地，空间在这只手掌面前都变得脆弱不堪。圣主意图强行干预，保住萧千珏，至少也要弄清楚是谁在暗中下手。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一幕让所有目睹之人都感到了前所未有的骇然。那只法则巨掌在触碰到紫霞峰上空那诡异的异象时，竟如同冰雪遇到了烈阳，发出嗤嗤的声响，迅速崩解。那诅咒之力蕴含的法则层级远超众人理解，连大成期的伟力都无法强行撼动。什么？圣地深处传来圣主一声难以置信的低呼，法则巨掌彻底崩碎，化作漫天光点消散。而紫霞峰上空异象达到了顶峰，萧千珏的惊恐虚影在劫云中一闪而逝，随即发出一声充满绝望的尖笑，彻底湮灭。紧接着漫天血雨瓢泼而下，笼罩整个紫霞峰。那是化神修士陨落时天地同悲的异象。紫霞峰首座化神大圆满巨头萧千珏于自家洞府内众目睽睽之下，被一种诡异而恐怖的方式强行咒杀，形神俱灭。静，死一般的寂静笼罩了整个玄天圣地，所有人都被这石破天惊、颠覆认知的一幕震撼得失去了言语能力。化神大圆满啊！站在东荒域顶端的存在，
竟然就这么莫名其妙的死了，连圣主出手都救不下来。巨大的恐惧在所有人心头蔓延，玄天圣地的惊天异象根本无法遮掩，瞬间如同风暴般传遍了整个东荒域。各大宗门势力的老祖掌门纷纷被惊动，神识跨越万里，投向玄天圣地的方向。感受到那残留的恐怖诅咒气息和化神陨落的道伤，无不骇然失色。萧千珏死了？怎么可能？是谁动的手？玄天圣主吗？不像，那气息充满怨毒和诅咒，是某种上古禁术。东荒要变天了，玄天圣地内部怕是要掀起腥风血雨。天剑门剑冢深处，一位闭关的剑道老祖猛地睁开眼，眼中剑气纵横，却带着一丝凝重。好诡异的咒杀之力，竟连萧老怪都挡不住。传令下去，近期门下弟子谨慎行事，莫要轻易卷入玄天圣地的纷争。六道魔宗颜如梦正在沐浴，感受到那股波动，娇躯猛地从花瓣浴池中站起，水珠顺着光滑的肌肤滑落。她美眸中异彩连连，甚至带着一丝兴奋。死了，萧老狗居然死了！不知怎的，他隐约觉得此事或许与方平有关，就算不是方平动的手，怕是也与他脱不了干系，得想办法试探试探他。而此刻最为恐惧的莫过于隐沙阁的总部，一位隐藏在无尽阴影中的存在。隐沙阁主，他面前的流影石中正清晰地回放着玄天圣地上空那恐怖的异象，咒杀之力化神大圆满，并且连玄天圣主都阻拦不了。隐沙阁主的声音带着一丝颤抖，他想起了不久前一桩看似寻常的小生意，那个名叫方平存在花费重金向隐沙阁购买了一缕萧千珏的头发。当时他只以为是年轻人不知天高地厚的报复念头，甚至还想过后续敲诈一番。可现在萧千珏死了，死得如此诡异，如此彻底。联想前后，一个让他毛骨悚然的念头不可抑制地浮现出来。难道萧千珏的死和那个方平有关？是他下的咒？这个念头一出现，就如同一颗种子在隐沙阁主心中疯狂生长，带来无边的寒意。一个筑基期弟子竟然能咒杀化神大圆满，这背后隐藏的秘密和力量该是何等恐怖。他无比庆幸当时的手下没有动什么歪心思，老老实实完成了交易。传令下去，隐沙阁主声音沙哑地对身后的阴影吩咐，有关方平的一切情报列为最高机密，所有与他接触过的杀手严令封口。从此以后，隐沙阁绝不接取任何与方平相关的任务，不是绝不与之为敌，必要时甚至可以暗中提供便利。他怕了，真的怕了。这种杀人于无形，连根脚都摸不清的敌人才是最可怕的。玄天圣地内部更是暗流汹涌，紫霞峰群龙无首，瞬间陷入内乱，各方势力开始蠢蠢欲动，试图瓜分紫霞峰留下的权力和资源真空。圣女一脉压力骤减，但面临的局势也更加复杂。萧云郎听闻爷爷死讯，当场吐血昏厥，醒来后状若疯魔，是要找出凶手报仇，但更多的是一种兔死狐悲的恐惧。大日延续开启在即，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本就复杂的秘境争夺增添了无数变数。万妖谷、黑巫教等势力也纷纷调整策略，对玄天圣地这个突如其来的弱点产生了更多想法。所有人都想知道，那个能咒杀化神大圆满的幕后黑手究竟是谁？他的目的又是什么？会不会在即将开启的大日延续中再次出手？风暴的中心，丹灵峰后山山谷，方平在咒杀完成的瞬间也受到了强烈的反噬，脸色一白，喷出一小口鲜血，气息萎靡了不少，但他眼神却明亮的吓人。成功了，老狗已除，心头大换去其一。他迅速将草人等相关物品彻底销毁，抹去一切痕迹，感受着外界那惊天动地的异象和无数强大的神识扫过，方平嘴角勾起一抹冰冷的弧度。震惊吧，恐惧吧，猜疑吧，你们永远不会知道，搅动风云的只是一个你们眼中的筑基蝼蚁。他服下几颗疗伤丹药，盘膝调息。大日延虚马上就要开始了，这场好戏才刚刚拉开序幕。而在他调息之时，怀中的传讯玉符再次震动，是颜如梦传来的信息，只有简短的几个字，却带着一丝戏谑和凝重。小弟弟玩得够大啊，姐姐我都吓了一跳。不过延虚里面水更深了，小心别淹着哦。另外姐姐给你准备了一份惊喜，进去就知道了。方平目光微凝，惊喜？这魔女准备的恐怕是惊吓才对吧？不过无论前方有何等风浪，他都无所畏惧。萧千珏身死的噩耗如同阴云般笼罩在玄天圣地上空，久久未曾散去。紫霞峰内部乱作一团，争夺首座之位的明争暗斗激烈异常，短时间内根本无力组织起有效的力量参与外界机缘争夺。而其他各峰一方面震惊于那未知的恐怖咒杀手段，心存忌惮，
另一方面，大日延虚环境极端，只允许金丹期以下修士进入，风险极高，收获却未必能比得上安稳修炼。加之圣女洛倾城也并未强行征召，最终玄天圣地报名前往大日延虚的弟子竟是寥寥无几。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天书峰的苏黎烟竟然主动请缨，表示愿代表圣地前往大日延虚，为圣地争夺机缘。此举引得不少人侧目，明眼人都看得出，苏黎烟如今已彻底绑在风雨飘摇的紫霞峰战车上。他此刻前往危机四伏的大日延虚，是想为紫霞峰寻找崛起之机，还是另有图谋？洛倾城在短暂沉吟后批准了苏黎烟的请求。或许在他看来，苏黎烟的存在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牵制其他势力，为方平分担部分压力，又或者有别的考量。于是最终确定前往大日延虚的玄天圣地代表仅有2人，丹灵峰方平，天书峰苏黎烟。这个组合显得格外诡异和不协调。大日延虚的入口位于东荒域极西之地的一片无尽荒漠深处，这里常年酷热，黄沙漫天，寻常生灵难以生存。而今日这片死寂的荒漠却变得热闹非凡，来自东荒域各大势力的非洲法宝，乃至一些体型庞大的妖兽坐骑，密密麻麻地悬浮于空或停驻在沙丘之上。强悍的气息交织碰撞，使得空气中的热浪都变得扭曲起来。天剑门、六道魔宗、万妖谷、黑巫教、青木宗、金刚寺东荒域叫得上名号的宗门几乎都派了人前来，每家少则3-5人，多则10余人，皆是气息凝练、眼神锐利的筑基期大圆满弟子，其中不乏声名在外的天骄人物。玄天圣地的云缩道场时并未引起太多注意，甚至有些势力投来的目光中带着毫不掩饰的幸灾乐祸和审视。萧千珏刚死，圣地只派了2个弟子前来，其中一个还是主修丹道之人，这在众人看来无疑是玄天圣地示弱的表现。方平和苏黎烟从云梭上落下，方平依旧是一身简单的青色道袍，气息内敛，看着平平无奇。苏黎烟则是一身素白劲装，勾勒出姣好的身段，面容清冷，眼神深处却藏着一丝阴冷。他刻意与方平保持着一段距离，仿佛形同陌路。哟，这不是玄天圣地的2位高徒吗？怎么叫你们俩？紫霞峰的人呢？该不会是怕了吧？一个阴阳怪气的声音响起，来自万妖谷阵营。说话的是一个脸上带着鳞片的妖族青年，气息凶悍。旁边黑巫教的一个浑身笼罩在黑袍中的弟子也发出沙哑的笑声。听说那枭首座死得不明不白，怕是内部都乱套了，哪还有心思寻宝？面对嘲讽，苏黎烟脸色冰寒，玉手按在了剑柄上。方平却只是淡淡的扫了那妖族青年和黑巫教弟子一眼，眼神平静无波，仿佛在看2只叽喳的麻雀。这种无视的态度反而让那2人有些恼羞成怒。哼，进去之后希望你们的实力和你们的嘴一样硬。妖族青年恶狠狠地说道。方平懒得理会，目光投向远处那片散发出灼热高温的入口。他能感觉到里面充斥着狂暴至极的火源气息，以及一丝丝隐晦的古老气息。就在这时，6道魔宗的阵营中，一道妩媚的目光落在了方平身上。颜如梦并未亲自前来，但魅姬却在了队伍中。他如今已然破入金丹，失去了参与大日延虚的资格，这也是颜如梦主动与方平交易的原因之一。天剑门的李天恒也来了，他看向方平和苏黎烟的目光极为复杂，尤其是看向方平时带着深深的忌惮。萧千珏的死绝非意外，恐怕与方平脱不开联系。入口即将稳定，所有欲进入者准备。一位负责维持秩序的金刚寺老僧声如洪钟，传遍四方。顿时所有势力的弟子都紧张起来，摩拳擦掌，杀气腾腾。轰隆，前方的空间如同镜面般破碎，露出一个直径约10丈，不断喷吐着炽热岩浆和火焰的漩涡入口。恐怖的高温瞬间席卷而出，让周围的沙地都开始融化。冲！不知是谁喊了一声，无数道身影如同蝗虫般争先恐后地冲向那危险的入口。方平深吸一口气，对身边的苏黎烟冷淡地说了一句：各自保重，便身形一动，化作一道青烟，混在人群中射入入口。苏黎烟看着他消失的背影，眼中闪过一丝怨毒，也毫不犹豫地跟了进去。一阵天旋地转的空间传送感过后，方平脚踏实地，一股灼热的气浪扑面而来。他稳住身形，警惕地打量四周，眼前是一个赤红的世界，天空是暗红色的，仿佛在燃烧。大地由冷却的黑色熔岩和赤红岩浆合构成，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硫磺味和浓郁的火灵气。远处有喷发的火山，有燃烧的森林，环境极其恶劣。进入的修士们都被随机传送到了不同的地点，方平周围暂时空无一人。他立刻运转灵力护体，抵挡高温，同时将神念小心地扩散开来。在此地，神念受到了一定的压制，但依旧能覆盖方圆数里。不愧是上古大能洞府所化，
此地火系法则极为活跃，对修炼火属性功法的人倒是宝地，但对其他人就是折磨了。方平心中暗道，同时根据颜如梦给的地图辨认了一下方向，朝着地图上标注的一处可能存在太阳晶晶的耀日山脉赶去。他速度极快，在崎岖的熔岩地上如履平地。然而刚前行不到100里，前方一片巨大的岩浆湖中突然爆发出剧烈的波动。轰！岩浆冲天而起，一头体型庞大、通体由赤红岩石和流淌岩浆构成的怪物爬了出来。它形似蜥蜴，却长着3个脑袋，每个脑袋都喷射着不同颜色的火焰，气息赫然达到了3阶巅峰。熔岩地火蜥，还是3头变异种？方平眼神一凝，这种妖兽在此地环境加持下极难对付。更麻烦的是，这头的火蜥似乎被刚才大量修士涌入的气息惊动，显得异常狂暴，6只眼睛瞬间就锁定了方平这个离他最近的入侵者。吼！3颗头颅同时发出咆哮，3道颜色各异的火柱朝着方平狠狠轰来，所过之处空间都被灼烧的扭曲。方平不敢硬接，脚踏玄奥步伐，身形如同鬼魅般闪烁，险之又险地避开了火柱。火柱击中他身后的熔岩山壁，瞬间将其融化出一个巨大的深坑。孽畜！方平冷哼一声，星云幻灭炎瞬间覆盖拳头，一拳轰出，不再是单纯的火焰，而是蕴含了他对丹道、对火焰本源理解的一拳。火焰凝练如实质，带着一种焚尽万物的意境。轰！拳劲与地火蜥喷出的火焰撞在一起，竟直接将那火焰吞噬、同化，然后去势不减，狠狠砸在了地火蜥中间那颗脑袋上。咔嚓！岩石碎裂的声音响起，那颗脑袋直接被轰得4分5裂。地火蜥吃痛，发出凄厉的惨叫，另外2颗脑袋更加疯狂地攻击。方平身形如电，凭借着荒古圣体和精妙的身法，以及星云幻灭炎对火焰的克制，与这头强大的妖兽激战在一起。战斗余波将周围的熔岩的搅得天翻地覆。就在方平逐渐占据上风，准备一举将这妖兽斩杀时，他强大的神念忽然捕捉到，在远处一座熔岩山的背后，2股隐晦的气息正在快速接近。其中一股气息阴冷冰寒，正是苏黎烟，而另一股气息则是纯粹凌厉的剑气。天剑门李天恒，他们怎么会混在一起？而且方向似乎是直奔自己这边来。方平心中瞬间警铃大作，这绝不是巧合。他猛地发力，一拳将地火蜥轰退数10丈，趁机拖出战圈，毫不犹豫地朝着另一个方向疾驰而去，同时心中冷笑，果然一进来就按捺不住了吗？苏黎烟，你还真是贼心不死。然而他还没飞出多远，脚下的大地突然剧烈震动起来，轰隆隆隆，仿佛有什么庞然大物要从地底苏醒。一股远比那熔岩地火蜥更加古老、更加暴虐、带着浓浓死寂气息的恐怖威压从地底深处弥漫开来。方平脸色骤变，这股气息竟然让他都感到了致命的威胁。颜如梦地图上标注的安全路径附近怎么会隐藏着如此可怕的东西？难道这大日炎虚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陷阱？与此同时，正在追赶方平的苏黎烟和李天恒也感受到了这股恐怖的威压，脸色瞬间变得煞白，停下了脚步。这是什么？李天恒声音带着颤抖，苏黎烟眼中也闪过一丝惊惧，但更多的是一种疯狂。不管是什么，方平就在前面，趁他被缠住，我们……他的话音未落，前方那片熔岩大地猛地裂开一道巨大的缝隙，一只完全由暗红色岩浆构成的利爪缓缓从地底探了出来。利爪之上燃烧着幽蓝色的鬼火，散发出令人灵魂战栗的死亡气息。一个古老而沙哑的声音，仿佛来自九幽地狱，在这片灼热的天地间回荡：炎奴苏醒，亵渎太阳安眠之地者死。方平脸色凝重到了极点，这股气息远超3阶，甚至给他一种面对元婴老怪的压迫感。这绝不是现阶段能硬抗的存在。他当机立断，不再保留，将速度提升到极致，朝着与苏黎烟、李天恒相反的另一个方向狂飙，同时心中暗骂颜如梦不靠谱。这地图标注的安全路径旁边居然藏着这种怪物。然而就在这生死危机的刺激下，异变再生。不远处一直在压制气息，试图悄悄靠近方平的苏黎烟和李天恒，眼见那恐怖骨爪出现，方平又要逃走，再也顾不得隐藏。轰轰，2股强大的气息猛地从他们体内爆发出来。苏黎烟周身寒气大盛，一枚环绕着8道白纹的金丹异象在头顶一闪而逝，他竟不知何时已悄然凝结了8纹金丹，此刻彻底放开压制，金丹气的威压毫无保留的释放。李天恒亦是长啸一声，凌厉的剑气冲霄而起，一枚闪烁着7道金色剑纹的金丹浮现，他同样突破了金丹期，而且根基极为扎实。不能再等了，动手！苏黎烟尖声喝道，
手中出现一柄寒气森森的玉尺，化作一道白光直刺方平后心。李天恒眼神一狠，剑诀引动，一道劈炼般的金色剑光后发先至，斩向方平双腿。两人配合默契，显然早有预谋，就是要趁此机会将方平彻底留在这里。他们这一爆发，如同点燃了导火索。轰轰轰轰，大日延续各处接二连三地爆发出强烈的气息波动。万妖谷那名筑基大圆满的鳞片妖族青年狂吼一声，身躯膨胀，妖气滔天，赫然突破到了妖丹境。黑乌教的弟子周身黑雾翻滚，凝聚成一枚诡异的巫丹。青木宗、金刚寺甚至六道魔宗的一些精英弟子也纷纷不再压制，选择在此刻突破金丹。显然进入此地的许多天骄都打着同样的主意，压制境界进入，然后在秘境内部突破，以金丹期的修为碾压依旧处于筑基期的竞争者，这无疑能极大增加夺宝的成功率。整个大日延虚瞬间变成了金丹修士的战场，筑基修士瞬间失去了竞争的资格。而六道魔宗此番进入的领头者是一位身份特殊、容颜绝美的少女月瑶。她身具上古月灵血脉，与魔功结合，形成了独特的气质，清冷与妩媚交织。她此刻位于一处相对阴凉的熔岩裂缝之下，并未着急突破，而是取出一面古朴的月镜，镜中浮现的正是颜如梦的虚影。圣女，颜奴已醒，计划是否照旧？月瑶声音空灵，却带着一丝肃杀。镜中的颜如梦娇笑道：小月瑶，放心去做，那钥匙至关重要，务必拿到。至于方平那小子，他若是识趣便合作，若是不识趣，你知道该怎么做。记住，你的先天魅体和月灵血脉是开启那处禁地的关键之一，保护好自己。月瑶明白。月瑶收起月镜，美眸中闪过一丝复杂。他受颜如梦大恩，此番进入大日延虚，既是报恩，也是为了寻找解决自身血脉隐患的机缘。而方平这个被圣女格外看重的男子，让他不禁生出一丝好奇。与此同时，无耻！方平心中怒骂，但面对苏黎烟和李天恒两位新晋金丹的围攻，以及身后那正在缓缓爬出地面的恐怖颜奴，他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避无可避。方平眼中厉色一闪，猛地转身，不再逃跑。星云幻灭炎全力催动，在身前部下一道火焰屏障，同时双手快如闪电般弹出数道细微的流光。那不是攻击手段，而是几枚颜色各异、散发着奇异甜香的丹药。这是他之前古道六域轮回丹时意外研究出来的小玩意儿。此丹虽然不到4品，但药性极其猛烈，被方平取名为幻情迷仙散。雕虫小技。苏黎烟不屑冷哼，玉齿光华大盛，就要击碎丹药。然而那几枚丹药在靠近他们时，竟自行爆开，化作一片粉红色的氤氲雾气，瞬间将苏黎烟和李天恒笼罩。两人吸入一丝雾气，顿时觉得体内气血微微一荡，脑海中不由自主地浮现出一些旖旎幻想，攻势不由得一缓。尤其是苏黎烟，他修炼的太上无情道，与这至阳致幻的药性极为相冲，受到的干扰更大，俏脸上瞬间浮现出一抹不正常的潮红，眼神出现了一丝迷离。方平抓住这稍纵即逝的机会，身形如同游鱼般从两人攻击的缝隙中穿过，同时反手一掌，蕴含鲲鹏巨力，狠狠拍向有些失神的李天恒。李天恒毕竟剑心坚定，瞬间惊醒，仓促横剑格挡，砰一声闷响，李天恒被震得气血翻涌，倒退数步，又惊又怒。而方平则借着反震之力，速度更快地冲向远处一片看似更加危险、燃烧着熊熊白色火焰的山脉。耀日山脉，追！他跑不了。苏黎烟压下心中的异样，恼羞成怒，和李天恒再次追去。但他们刚动，那只完全爬出地面的岩奴发出了震天的咆哮。他身高数10丈，完全由苍白骨骼和岩浆构成，人形却长着3头6臂，每只手臂都握着不同的火焰兵器。他6只燃烧着鬼火的眼睛瞬间锁定了距离他最近的苏黎烟和李天恒。在他简单的意识里，这两个刚刚爆发强大气息的虫子威胁最大。吼！岩奴挥舞着火焰巨剑和长鞭，迈开大步，地动山摇的朝着苏黎烟和李天恒冲来。那威势已经堪比元婴初期修士全力一击。不好！苏黎烟和李天恒脸色巨变，再也顾不上追杀方平，只能全力应对这恐怖的岩奴。轰隆隆！激烈的战斗瞬间爆发，金丹期的法术与岩奴的狂暴攻击碰撞，能量风暴席卷四方。方平回头瞥了一眼被岩奴缠住的两人，冷笑一声，头也不回地扎进了耀日山脉的白色火海之中。一进入这片山脉，温度陡然提升了数倍，白色的火焰仿佛能焚烧灵魂，连方平的星云幻灭炎都感到了压力。他按照颜如梦地图的指示，在复杂的山体中穿梭，躲避着不时喷发的白色火柱和游荡的火灵。7拐8绕之后，他来到了一个隐蔽的洞口。地图标注
这里是一处相对安全的临时落脚点。洞窟内部别有洞天，温度适宜，墙壁上生长着一些发光的苔藓，中央还有一汪乳白色的灵泉，散发出清凉的气息。方平刚松了口气，准备探查一番，洞口光影一闪，一道窈窕的身影也跟了进来，是一位他从未见过的绝美少女。她穿着一袭淡紫色的纱裙，容颜精致的如同画中仙子，肌肤胜雪，眉眼间既有少女的清纯，又透着一股天生的魅意。更奇特的是，她周身散发着一种清冷皎洁的气息，与这灼热环境格格不入，却又完美融合。你是？方平瞬间警惕，灵力暗涌，此女能准确找到这里，绝非偶然。少女看到方平，似乎也松了口气，盈盈一礼，声音空灵悦耳：小女子月瑶，奉圣女之命，特来与方公子会合。颜如梦派你来的？方平眉头微皱，神识扫过，发现月瑶的修为赫然是筑基大圆满，但气息极为特殊，给他一种深不可测的感觉。正是。月瑶点头，美眸好奇地打量着方平。圣女说，方公子是此次破局的关键。方才颜奴苏醒，想必公子也看到了。那并非偶然，而是有人触动了延虚核心禁制的征兆。触动禁制？方平心中一动，是谁？目的是什么？月瑶神色凝重起来。根据圣女掌握的情报，可能是黑乌蛟，也可能是天剑门，他们似乎也知晓一些关于此地内情。这大日延虚并非单纯的上古洞府，而是上古大能窃取大日本源失败后留下的遗迹。那些炎奴是守护者，也是囚徒，而遗迹最深处藏着那位大能未能完成的大日核心，以及镇压着某种可怕东西的禁制。他顿了顿，看向方平：奴家需要公子相助，获取阴阳钥匙，才能开启核心禁制，获取我们需要的东西。否则一旦禁制被强行破开，释放出里面镇压的存在，整个东荒都可能面临浩劫。方平听完，心中掀起惊涛骇浪。窃取大日本源，镇压可怕存在，这秘密远比想象中惊人。颜如梦这魔女果然算计得深，我如何信你？方平冷静地问道。月瑶微微一笑，倾国倾城，她伸出纤纤玉手，掌心浮现出一枚小小的魔纹，此为凭证。而且公子难道不想知道为何圣女认定你是关键吗？他目光灼灼地看着方平，因为公子身上有连圣女都看不透的阴阳造化之气，而这正是平衡此地极端阴阳，是安全获取钥匙乃至接触大日核心的关键。寻常修士即便得到莲子，也无法靠近核心，只会被至阳之力焚毁，或被至阴之力侵蚀。方平沉默，心中快速权衡，月瑶的话与他的感知和猜测部分吻合，这趟浑水看来不趟也不行了。合作可以，方平最终开口，但我要太阳金晶以及关于此地秘密的共享。自然。月瑶嫣然一笑，那么方公子，我们这边出发，时间不多了。洞外炎奴的咆哮和其他地方隐约传来的战斗声，预示着秘境内的争夺已然白热化。方平深吸一口气，点了点头。熔岩洞窟内灵泉氤氲，光线朦胧。月瑶看着眼前神色平静的方平，心中讶异更甚。寻常筑基修士听闻窃取太阳本源、浩劫这等秘辛，早已骇然失色，而方平却只是略作沉吟，便恢复了冷静，这份心性着实不凡。方公子，事不宜迟，我们是否即刻动身？月瑶轻声催促，眼波流转间自带一股动人风情。他身具先天魅体，即便不刻意施展，一颦一笑也足以撩动心弦。方平收回打量四周的目光，落在月瑶那张绝美的脸上，点了点头。好，不过在此之前，还需做些准备。说着，他随手取出几株刚刚在洞窟角落发现的赤红色灵草，四阶灵材地火兰，又拿出自己的炼丹炉。方公子这是要炼丹？月瑶美眸微睁，有些不解。此刻强敌环伺，危机四伏，不抓紧时间赶路，反而要在此地炼丹。此地火灵气充沛，正好炼制几枚避火丹和回元丹，以备不时之需。方平语气平淡，仿佛在说一件再寻常不过的事情。他之前炼制的丹药虽多，但多是三阶，在这大日延虚深处，面对金丹境对手和极端环境，更高品阶的丹药方能确保无虞。只见他掌心星云幻灭炎升腾而起，那火焰灵动异常，颜色深邃内敛，竟隐隐与周遭的火系法则产生共鸣。地火兰投入炉中，瞬间融化提纯，药香弥漫开来。方平的手法行云流水，充满了难以言喻的道韵。他十指翻飞，一道道丹诀打出，时而如春风化雨，时而如烈火烹油，对火候的掌控妙到毫巅。更令人震惊的是，他竟未完全按照固定丹方，而是根据药性反馈随手进行调整。月瑶出身不凡，见识广博，自身也对丹道有所涉猎，但此刻却看得目瞪口呆。
他从未见过有人能如此轻松写意地炼制4阶丹药，而且似乎还在推陈出新。这需要对药性理解达到何等恐怖的境界。不过10数息功夫，丹炉清震，炉盖开启，6枚圆润无瑕，表面环绕着4道清晰丹纹的赤红色丹药飞出，异香扑鼻，灵气逼人。4阶完美避火丹，一炉6丹全部成功。月瑶彻底石化，樱桃小口微张，足以塞进一个鸡蛋。他原本以为方平只是战力惊人，没想到丹道造诣更是恐怖如斯。这等天赋，恐怕连魔宗内那些经营丹道数百年的老怪物都望尘莫及。方公子，你……月瑶的声音带着一丝颤抖。方平随手将3枚避火丹抛给月瑶，自己收起另外3枚，又马不停蹄地开始炼制回元丹，语气依旧平淡：雕虫小技，不足挂齿。月瑶姑娘稍后，很快就好。月瑶握着那3枚还带着余温的完美丹药，看着方平专注炼丹的侧脸，心中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波澜。这个男子实力深不可测，丹道冠绝同辈，心性沉稳如山，圣女如此看重他，绝非无因。一抹淡淡的红晕悄然爬上了他的脸颊。半个时辰后，两人离开洞窟，按照月瑶提供的更精确的路线，朝着阴阳交界之地疾驰。沿途果然不太平，不仅环境越发恶劣，出现了更多强大的火系妖兽，更是遇到了好几波其他势力的修士。在一片燃烧着赤红色流火的平原上，他们与黑巫教的3名弟子狭路相逢。这3人都已突破至金丹初期，周身黑气缭绕，驱使着各种毒虫谷物，杀气腾腾。啧，好标致的小美人儿，还是罕见的灵体，抓回去献给长老，定是大功一件。为首的黑巫教弟子眼神淫邪地盯着月瑶，完全没把筑基大圆满的方平放在眼里。月瑶俏脸一寒，月灵气息涌动，就要出手，方平却一步踏前，将他挡在身后，淡淡地看着那3名黑巫教弟子：滚，或者死。一个筑基废物也敢口出狂言，黑巫教弟子狂笑，其中一人挥手间，一片散发着恶臭的毒风便朝着方平扑来。方平眼神微冷，甚至没有动用陨星剑，他并指如剑，体内灵力澎湃而出，行云流水般将流水分光剑诀施展而出。嗡！刹那间，以他指尖为中心，无数道凝练如实质却又缥缈无形的剑气荡漾开来。剑气并如同流水，无孔不入，瞬间笼罩了那片毒风以及3名黑巫教弟子。流水剑意，润物无声，却可穿石。噗噗噗噗！那看似凶猛的毒风在接触到剑气的瞬间便被无声无息地切成了齑粉。而3名黑巫教弟子脸上的狞笑瞬间凝固，他们惊恐地发现自己的护体黑雾在那诡异的流水剑气面前如同纸糊一般，瞬间被渗透切割。啊，这是什么剑法？3人惨叫连连，身上瞬间多了数十道深可见骨的伤口，鲜血淋漓，狼狈倒退，眼中充满了恐惧和难以置信。一个照面，筑基大圆满，仅凭剑指便重创3名金丹初期，这是何等恐怖的战力！月瑶美眸中异彩连连，看向方平的背影充满了惊叹。他原本还担心方平境界不足，此刻才发现自己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此人的实力根本不能以常理夺之，即便仅是筑基层次，却可轻松逆伐金丹。方平收指，负手而立，看都懒得看那3个溃逃的黑巫教弟子，对月瑶淡淡道：走吧，杂鱼而已，不必理会。这份轻描淡写的姿态，这种视金丹如无物的霸气，让月瑶的心跳不由得漏了一拍。继续前行，路过一片奇特的水晶林，这里生长着无数晶莹剔透却能折射火焰光芒的奇异晶体。2人本不想逗留，却恰好遇到青木宗的木灵儿正在与一头幻火金蝎苦战。那幻火金蝎能折射光线制造幻象，极难对付。木灵儿虽已结丹，但属性被克，打得颇为狼狈。方平2人路过，木灵儿急忙呼救：2位道友，请助我一臂之力，此些守护的火晶玉髓对我至关重要，事后必有重谢。月瑶看向方平，方平目光扫过战场，忽然对月瑶道：借你一缕月华之力一用。月瑶虽不解，但还是依言催动一丝精纯的月灵之力渡给方平。方平接过那缕清冷的月华，指尖轻弹，将其融入一枚看似普通的清心丹中，然后屈指一弹，那枚丹药化作一道流光，并非射向幻火金蝎，而是射向了水晶林中的某个特定角度。奇妙的事情发生了，那枚蕴含月华之力的丹药在水晶间几次折射后，爆发出一片青灰蒙蒙的光晕，恰好笼罩了幻火金蝎。幻火金蝎赖以制造幻象的能力，在至阴至尽的月华清辉下瞬间被迫身形暴露无遗。木灵儿抓住机会，青木光华大盛，一击便将失去幻象保护的金蝎重创。他惊喜交加，看向方平的目光充满了感激和震撼，以丹破幻，这是何等精妙的计算和丹道理解！此人是谁？
方平却只是对穆灵儿微微颔首，便与月瑶继续前行，深藏功与名。而穆灵儿则是深深注视着方平背影，眼中神色复杂。历经数次有惊无险的遭遇后，两人终于抵达了地图上标注的阴阳交界之地。这是一片极其奇特的区域，一边是燃烧着纯白色盛焰的耀日山脉之脉，至阳至刚，另一边则是深邃幽暗，散发着彻骨寒意的九幽寒渊，至阴至寒。两者交界处形成了一条色彩斑斓的缓冲地带。这里已经聚集了不少人。天剑门的剑无尘怀抱长剑，立于一块白色岩石上，剑气凛然，目光锐利地扫视着交界地带，似乎在寻找什么。万妖谷的敖烈化身半妖形态，妖气汹涌，不耐烦地拍打着地面。黑乌教的乌煞隐藏在黑袍中，气息阴冷。金刚寺的金刚盘坐在地，宝相庄严，默诵经文。而苏黎烟和李天恒竟然也赶到了，虽然有些狼狈，但显然摆脱了炎奴的纠缠。他们看到方平和月瑶一同出现，眼中都闪过一丝阴沉。方平的出现并未引起太大波澜，毕竟他表面只是筑基大圆满，但月瑶的到来却让几位天骄目光微凝。六道魔宗的月灵之体，他们自然认得。月瑶姑娘，别来无恙。剑无尘率先开口，语气平淡，却带着一丝审视。没想到六道魔宗对此地也如此感兴趣。月瑶淡然回应：天地机缘，有缘者得之。剑公子不也来了吗？敖烈不耐烦地吼道：废话少说，这鬼地方的禁制到底怎么打开？老子感应到里面有好东西。乌煞阴恻恻地道：急什么？没看到钥匙还没齐吗？他的目光意有所指地扫过方平和月瑶，又看了看阴阳两极端。方平心中明了，大日金莲必然在耀日山脉深处，而幽冥鬼莲则在九幽寒渊之下，只有集齐两种莲子，才能打开此地的核心禁制。就在众人各怀心思，相互警惕之时，异变再生，整个阴阳交界之地突然剧烈震动起来，交界处那斑斓的能量带变得极度狂暴，仿佛有什么东西要从中冲出来。嗡嗡，方平面色微动，感应到怀中星陨剑莫名传来一丝悸动，似在渴望着什么。轰隆隆，阴阳交界之地风云突变，恐怖的威压让在场所有天骄都勃然变色，即便是剑无尘这等心高气傲之辈，也下意识地握紧了怀中古剑。嗡！就在这时，交界地带最中央，那空间都隐隐扭曲的核心处，一座残破的古碑虚影缓缓浮现。碑身斑驳，布满裂痕，却散发着一种镇压万古、定鼎乾坤的苍茫气息。碑上隐约可见两个模糊的太古神文：界碑，阴阳界碑。剑无尘眼中爆发出骇人的金光，失声低呼：传说竟是真的！此碑乃定住此地阴阳平衡的关键，亦是通往西河遗宫的入口。西河遗宫，传闻中上古太阳女神西河的一处行宫，亦是那位试图窃取大日本源的大能最终失败陨落之地。其中蕴含的机缘，足以让化神老祖疯狂。所有人的呼吸都变得粗重起来，眼神炽热无比。然而，那界碑虚影只是闪烁了几下，便再次暗淡下去，并未完全凝实。显然缺少了关键的钥匙。钥匙，大日金莲与幽冥鬼莲的莲子。万妖谷敖烈脾气最为暴躁，猩红的眸子扫过众人，最后定格在方平和月瑶身上，尤其是感知到月瑶身上那纯净的月灵之气，狞笑道：小娘皮，你身上的阴寒之气正合鬼莲属性，乖乖跟老子去九幽寒渊取宝，否则……他话音未落，一只覆盖着赤红鳞片的巨爪便撕裂空气，带着腥风抓向月瑶，妖气滔天，赫然是动了真格，想要强行掳人。敖烈，你敢！月瑶俏脸寒霜，月华之力涌动，化作一轮清冷月轮护在身前。但敖烈已然步入妖丹境，实力强横，远超同境界人族。巨爪拍击之下，月轮剧烈摇晃，眼看就要破碎。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聒噪！一个平淡的声音响起，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入每个人耳中，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威严。只见一直沉默不语的方平一步踏出，竟然后发先至，出现在了月瑶身前。他面对那足以拍碎山岳的妖王利爪，并未施展任何惊天动地的法术，只是简简单单的并指如剑，向前一点。这一指看似缓慢，却蕴含了天地至理。指尖有无形剑气流转，并非凌厉逼人，而是如同时光长河般绵绵不绝，带着一种润物无声却又无可阻挡的意境。正是他随手将流水分光剑诀炼至圆满境界后诞生的剑意。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然水聚可成滔天洪流，亦可滴水穿石。噗嗤，一声如同气泡破裂的声响。在所有人难以置信的目光中，敖烈那凶威赫赫的妖王利爪，在接触到方平指尖的瞬间，竟如同骄阳下的冰雪，从指尖开始寸寸瓦解崩碎。鳞片、血肉、
骨骼化作最细微的粒子，无声无息的消散。没有惊天动地的碰撞，没有能量风暴的肆虐，只有一种令人心悸的湮灭。啊！我的手！敖烈发出凄厉至极的惨叫，庞大的腰躯疯狂倒退，断腕处光滑如镜，竟无一丝鲜血流出，只有一股诡异的道运在阻止其再生。他看向方平的眼神充满了无边骇然。静，死一般的寂静，所有人都被这诡异而恐怖的一幕震慑住了。一指，仅仅一指，便废了一位3阶妖丹境妖族天骄的一只利爪。这是何等手段！筑基逆伐金丹已是传说，而如此轻描淡写的重创金丹妖修，这简直颠覆了他们的认知。剑无尘瞳孔骤缩，握剑的手青筋暴起，他自问，即便自己出手，也绝不可能如此轻松写意此子，藏得太深。乌煞黑袍下的身体微微颤抖，对方平的警惕瞬间提升到了最高。苏黎烟和李天恒更是面无人色，心中后怕不已。若当初方平对他们动用此等手段，月瑶站在方平身后，望着那并不算宽阔却仿佛能撑起天地的背影，美眸中异彩连连，一颗芳心不受控制的剧烈跳动起来。这一刻，方平的身影已然烙印在了他的心底。方平缓缓收回手指，目光平静地扫过在场众人，凡是被他目光扫过之人，皆不由自主地避开了视线，不敢与之对视。此地机缘，各凭本事。方平开口，声音依旧平淡，却带着一种无形的威慑。但若再有人不安分，伸哪只爪子，我便斩阿之。霸气，无与伦比的霸气。以筑基之身威胁一群金丹天骄，却无人敢出声反驳。这便是实力带来的绝对话语权。经此一事，暂时无人再敢轻易挑衅。众人各自散开，警惕地观察着界碑虚影和阴阳两端的动静，寻找获取钥匙的机会。方平也带着月瑶选择了一处靠近耀日山脉的方向盘膝坐下，看似调息，实则在暗中沟通允心剑。方才界碑出现时，允心剑传来的渴望感更加强烈了。他似乎感应到了界碑之后存在着对他至关重要的东西，极有可能是一缕先天庚金之源或太阳金晶之魄。若能吞噬，允心剑必将发生质的飞跃。必须进入西河遗宫。方平心中下定决心。就在这时，异变再生，那一直沉默的金刚寺金刚突然站起身，周身绽放出万丈佛光，一股磅礴浩大带着降妖伏魔意味的佛力轰向阴阳交界处的某个阴影角落。阿弥陀佛，施主藏头露尾，非君子所为，还不现身！轰！佛光普照，那阴影角落一阵扭曲，一道模糊的黑影被逼了出来，赫然是之前一直未曾现身的黑巫教巫煞的一道分身。他手中正握着一面诡异小幡，似乎在暗中布置着什么。嘿嘿，秃驴，坏我好事！巫煞分身阴笑一声，瞬间自爆，化作一团黑雾消散，而那面小幡却留了下来，瞬间融入虚空，引动了此地本就狂暴的阴阳能量。不好，他在引爆此地的阴阳失衡。剑无尘脸色大变，轰隆隆，整个阴阳交界之地彻底暴动，白色盛宴与九幽寒气疯狂对冲，空间裂缝如同蛛网般蔓延。那界碑虚影再次浮现，却剧烈摇晃，仿佛随时会崩溃。混乱之中，一道极其隐晦的剑意如同毒蛇般刺向方平的后心。快、狠、准，时机把握得妙到毫巅。是剑无尘，他竟趁此混乱，对看似消耗不小的方平发动了绝杀。在他看来，方平刚才那一指必定消耗巨大，此刻正是除去这个最大变数的最佳时机。小心！月瑶惊呼，想要救援，却已来不及。然而，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偷袭，方平甚至没有回头，他只是反手一挥，一柄看似古朴无华、通体黝黑的长剑悄然出现在他手中，正是陨星剑。陨星剑出现的刹那，发出一声轻微的嗡鸣，带着一种吞噬万物的渴望和斩断一切的锋芒。枪！金石交击之声响起，剑无尘那蕴含了他毕生剑道修为的绝杀一剑，刺在陨星剑的剑脊之上，竟如同泥牛入海，未能激起半点涟漪。所有的剑意，所有的力量，仿佛都被那黝黑的剑身瞬间吞噬。什么？剑无尘脸上的狞笑瞬间凝固，转化为极致的骇然。他感觉自己刺中的不是一把剑，而是一个深不见底的黑洞。方平缓缓转过身，手握陨星剑，眼神冰冷地看着剑无尘。天剑门果然竟是一些虚伪的宵小之辈。话音落下，陨星剑轻轻一震，咔嚓，剑无尘手中的那柄品质不凡的古剑应声而断，断口处光滑如镜。嗡嗡，霎时间，星陨剑竟还爆发出一股恐怖吸力，将崩飞后的剑尖吞噬吸收。吸收之后，星陨剑散发出的气势再上一分，剑心相连，古剑被毁。剑无尘如遭重视，猛地喷出一口鲜血，脸色煞白，踉跄倒退，看向方平手中的陨星剑，充满了惊惧和贪婪。
成长型神兵，你究竟是谁？成长型神兵，这可是传说中的宝物，足以让圣地级势力疯狂争夺。这一刻，所有人的目光再次聚焦在方平身上，充满了震撼、贪婪和深深的忌惮。筑基大圆满，身怀逆天剑，如今又祭出成长型神兵，这个方平到底是什么来头？苏黎烟和李天恒对视一眼，彼此皆是面如土色。方才见无尘出手，二人还打算借势一同诛杀方平，但没想到方平竟是反手斩断了对方的剑。他不是主修丹道吗？怎么剑道造诣也如此之高？方平持剑而立，衣袂飘飘，虽只是筑基，气势却压过了在场所有金丹天骄。他目光扫过众人，最后落在剧烈震荡的界碑虚影上，淡淡道：西河遗功，我方平要进，谁赞成，谁反对？声音平静，却带着一股睥睨天下的霸道。方平手持陨星剑，一句谁赞成，谁反对，让整个阴阳交界之地陷入了死寂。筑基之身，却压得一众金丹天骄不敢喘息，这是何等威势！见无尘断剑受创，脸色铁青，眼中怨毒几乎要溢出来，却不敢再轻易出手。敖烈抱着断腕，惊惧交加，他的乌煞分身被毁，本体则是隐藏在暗处，不知在酝酿何等阴谋。苏黎烟、李天恒之流更是早已胆寒，只能沦为看客。唯有月瑶站在方平身后，望着他那如亘古神山般不可撼动的背影，美眸中光彩流转，一丝难以言喻的情愫悄然滋生。嗡！就在这僵持之际，那被引爆的阴阳失衡之力终于达到了临界点，整个交界之地如同沸腾的开水，空间寸寸碎裂。那残破的阴阳界碑虚影发出不堪重负的哀鸣，其上裂痕迅速蔓延。不好，界碑要碎了！金刚寺的金刚面色凝重，周身佛光炽盛，试图稳固空间，却如螳臂当车。咔嚓，轰隆，伴随着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阴阳界碑虚影彻底崩碎，化作漫天光雨消散。界碑既碎，平衡力破。耀日山脉的纯白盛宴与九幽寒渊的彻骨阴寒，如同脱缰的野马，疯狂对冲湮灭，形成一片毁灭性的能量风暴，席卷四方。快退！众天骄脸色狂变，纷纷施展保命手段向后暴退。然而就在这仿佛末日降临的景象中，界碑崩碎之处，虚空骤然塌陷，一座古老恢宏、残缺不堪的巨大宫殿轮廓缓缓自虚无中浮现。宫殿通体由一种暗金色的神石铸就，即便残缺，依旧散发着镇压万古的太阳圣辉。殿门之上悬挂着一块斑驳的匾额，上书两个蕴含无上道韵的太古神文：西河。西河遗功现世了。但与此同时，一股更加恐怖、更加暴虐、带着无尽疯狂的意志自遗功深处轰然爆发。啾！一声穿金裂石的琴鸣响彻天地。只见遗功上空，一头完全由金色火焰构成的巨大神禽虚影凝聚而出。它形似乌鸦，却生有三足，周身燃烧着足以焚塌虚空的大日金焰。三足金乌，这残魂散发出的威压却远超之前的炎奴，几乎达到了元婴后期的程度。他那燃烧着疯狂与怨恨的瞳孔，死死盯住了下方所有的闯入者。亵渎者，死，都要死，为吾主殉葬！金乌残魂发出恐怖咆哮，双翼一展，无尽的金色火雨如同天河倒泻，朝着下方所有人无差别覆盖而下。每一滴火雨都蕴含着焚灭金丹的恐怖威力。联手，否则谁都活不了。剑无尘此刻也顾不得私人恩怨，厉声大喝，祭出一面古朴的剑图，化作万千剑光护住周身。敖烈、乌煞、金刚等人也各施手段，拼命抵挡这毁灭性的火雨。月瑶脸色发白，月灵之力化作皎洁光照，但在至阳的金乌火焰下显得岌岌可危。方平目光凝重，这金乌残魂的实力超乎预料，他正欲催动陨星剑全力抵挡，异变再生。那漫天火雨在靠近他周身一定范围时，竟像是遇到了无形的屏障，威力大减，甚至有一部分火焰如同百川归海般被他手中的陨星剑悄然吸收。陨星剑发出愉悦的清明，剑身之上的黝黑光泽都深邃了不少。方平心中一动，立刻明白了缘由。陨星剑乃成长型神兵，可吞噬万物精华，强化己身。这大日金焰虽暴虐，但本质仍是至阳至纯的能量，正是陨星剑的食粮之一。而他对火焰本源的超强掌控力，也让他对经验的抗性远超常人。此消彼长之下，方平面对这恐怖火雨竟显得游刃有余。他甚至能分心护住身旁的月瑶。这一幕再次让苦苦支撑的众天骄看得目瞪口呆。凭什么他们抵挡得如此艰难，那方平却好似闲庭信步？他的剑有古怪。剑无尘眼神无比贪婪地盯着陨星剑，必须得到它。然而更大的危机还在后面。就在众人全力抵挡金乌火雨之时，一只隐忍不发的黑乌叫乌煞
眼中闪过一丝诡计得逞的阴笑。他手中不知何时多出了一个漆黑的陶罐，罐口对准了西和夷宫的大门，口中念念有词：以万灵之血染太阳圣辉，以亘古之愿破女神禁制。开！噗！乌煞喷出一口心头精血在陶罐上，罐身顿时爆发出滔天黑气，无数怨魂虚影哀嚎着冲出，化作一道污秽不堪的血色流光，狠狠地撞向了西和夷宫那紧闭的暗金大门。他竟然想以这种邪恶血祭之法强行污染夷宫禁制，打开宫门。乌煞，你找死！金刚怒目圆睁，佛光化作巨掌拍向乌煞，却被一道散发着元音波动的黑影挡住。嘿嘿，秃驴，晚了。乌煞狞笑，手中秘宝散发出恐怖波动，在周身凝聚出道道黑影。他此刻极为兴奋，只需抵挡片刻功夫，他就能一人独享所有机缘。血色流光撞击在宫门之上，那原本神圣的暗金大门瞬间被染上一层污血，其上流转的太阳道纹迅速暗淡，一种极其不祥的邪恶气息从门缝中弥漫出来。不好，他在引动夷宫内被镇压的邪物。月瑶花容失色，他终于明白此前颜如梦所说的疯狂计划是什么了。黑巫教不仅仅是想独占机缘，还想释放出被镇压在夷宫深处的可怕存在，这是要借力扫清东荒域。轰隆！西河夷宫的大门在血祭之力的腐蚀下缓缓打开了一道缝隙，一股令人绝望的气息如同潮水般涌出。金乌残魂感受到这股气息，发出了更加凄厉的悲鸣，攻击变得更加疯狂。局势瞬间失控，前有金乌残魂疯狂攻击，后有邪物即将破封。成功了！太古邪神的意志即将苏醒，这东荒该换片天了。乌煞状若疯狂。就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刻，方平的眼神却异常冷静。他感应到陨星剑对那即将涌出的邪物气息非但没有畏惧，反而传递出一种极度渴望和狩猎的兴奋感，仿佛那邪物是比大日经验更加美味的补品。一个大胆的计划瞬间在他心中成型。他没有去阻止乌煞，也没有去攻击金乌残魂，而是猛地拉起月瑶的手。走！月瑶虽不明所以，但对上方平的目光，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信任。方平目光锁定那缓缓开启的宫门缝隙，朗声长啸，声震四野。你以为放出邪物就能搅乱乾坤，殊不知在我眼中，它不过是我神兵进阶的资粮。今日便让你等见识一下何为以邪炼剑，以魔正道。话音落下，方平携带着陨星剑与月瑶化作一道洞穿虚空的黑白长虹，非但不退，反而主动冲向了那散发着大恐怖的西和夷宫大门。他竟然要主动进入那邪物即将破封的绝地。这一刻，所有人都被方平这逆天之举惊呆了。方平这逆天之举不仅让在场众天骄目瞪口呆，就连那状若疯狂的乌煞都瞬间失神。他疯了不成？见吴尘刚刚勉强挡下一波金乌火雨，衣衫褴褛，颇为狼狈。看到方平竟主动冲向那正弥漫出恐怖邪气的宫门缝隙，第一反应是这方平自知必死，想要拉个垫背的。可看他那气势如虹，甚至带着几分狩猎兴奋的姿态，全然不像。找死！敖烈本尊藏于暗处，捂着断腕，眼神阴鸷。他损失了乌煞分身，正心疼不已，见方平自投罗网，心中反而升起一丝快意，省得我再费手脚，正好让那夷宫内的邪物将他撕碎。金乌残魂可不管这些闯入者内部的勾心斗角，他只感知到宫门被污秽之力强行打开，封印松动，被镇压万古的仇敌气息正在溢出，这彻底激发了他守护夷宫为主殉葬的疯狂意志。他彻底狂暴，双翼震动，一道道凝练如实质的金色火焰长矛如同流星般无差别的轰击而下，威力更胜之前。不好，这扁毛畜生彻底疯了。李天恒祭出的护身法宝在火焰长矛下瞬间出现裂痕，吓得他魂飞魄散，联手抵挡，先扛过这波。金刚和尚大吼，佛光化作金色巨钟笼罩数人，但巨钟在火焰长矛的冲击下剧烈震颤，佛光迅速暗淡。苏黎烟脸色苍白，他因为投靠紫霞峰，先前支持他的长老们纷纷放弃了对他的投入，导致此次进入大日炎虚压根就没有超规格的秘宝傍身。普通的手段在这种纯粹的力量碾压面前效果甚微，只能依靠身法狼狈闪避，险象环生。见吴尘眼神闪烁，他一边催动断剑堪堪抵挡，一边死死盯着方平消失的宫门方向，心中急速盘算。这乌煞狼子野心，想借邪物之力搅乱东荒，其心可诛。但纳西和夷宫乃太古太阳女神居所，必有今天传承。方平那小子赶进去，必定有所依仗。他那柄剑太诡异了，我不能落后。贪念终究压过了对未知危险的恐惧。见吴尘一咬牙，身形化作一道凌厉剑光，竟也学着方平，险之又险地沿着攻击缝隙直射向那开启一线的宫门。见吴尘也进去了，敖烈本尊看到这一幕，
心中大急。他布局良久，甚至不惜牺牲分身，就是为了这移宫内的机缘，岂能眼睁睁看着他人抢先？尤其是方平和剑无尘这两个他视为大敌的家伙，乌煞，加快速度，把门开大点。敖烈通过秘法向乌煞分身传音，同时他本尊也悄然移动位置，准备寻找机会冲入。乌煞分身狞笑，继续催动陶罐，更多巫血怨魂冲击宫门，那缝隙又扩大了几分，内部涌出的邪气几乎凝成实质，带着腐蚀神魂的冰冷寒意。金乌残魂的悲鸣更加凄厉，攻击越发疯狂，几乎将界碑崩碎后的这片区域化作了真正的炼狱。阿弥陀佛，结束，结束啊！金刚和尚见无法阻止宫门开启，又见方平和剑无尘先后闯入，知道大势已去，若留在外面，迟早被金乌残魂耗死。他一跺脚，佛光包裹住附近几个相熟的正道修士。诸位，事已至此，唯有进入移宫，或有一线生机，小心邪物与那黑巫教妖人。说罢，他也顶着攻击冲向宫门。有人带头，剩下那些原本还在犹豫的天骄，见金乌残魂完全是一副不死不休的架势，也只好硬着头皮，各施手段，拼命向宫门方向突围。一时间，原本僵持的场面变得混乱不堪，所有人都被金乌残魂逼得如同下饺子般争先恐后的涌向那散发着不祥气息的西河移宫大门。与此同时，方平拉着月瑶化作黑白长虹，瞬间穿越宫门缝隙。一进入移宫内部，景象骤变，外面是能量风暴肆虐的毁灭场景，内部却是一片极其广阔残破不堪的殿宇空间。脚下是暗金色的地砖，布满了裂纹，许多地方甚至已经坍塌，露出下方深邃的黑暗。巨大的石柱断裂倾倒，穹顶破开大洞，有微弱的天光透入。最引人注目的是，整个空间都弥漫着两种截然不同却又诡异交织的气息。一种是浩瀚堂皇的太阳胜利，如同温暖的阳光，但已十分稀薄；另一种则是从宫殿深处充满怨恨与疯狂的邪异气息。这股气息之强，远超外界感知，仿佛有无数冤魂在耳边嘶吼，侵蚀人的心智，连灵力运转都变得滞涩起来。月瑶忍不住打了个寒战，月灵之力自动护体，才感觉好了些。好浓郁的邪气，这被镇压的到底是什么东西？月瑶俏脸凝重，警惕地望向黑暗的深处。方平却深吸一口气，不仅没有不适，反而眼神发亮。他手中的陨星剑震动得更加厉害，剑身上的黝黑光泽仿佛活了过来，主动吞噬着周围弥漫的邪异能量。那些能让普通金丹修士心神失守、灵力溃散的邪气，对陨星剑而言竟是无比滋补的养料。果然如此，方平心中了然，陨星剑的吞噬特性对这些邪异的能量有着极强的克制和吸收作用。这西河移宫镇压的邪物年代久远，力量本质极高，但对我的剑来说却是大补。不仅如此，方平强大的神念此刻发挥了作用，如同黑暗中的灯塔，清晰感知着周围潜在危险。邪气对他神念的侵蚀效果也极少跟紧我，这里的邪气对你影响不小。方平对月瑶说道，同时将一丝精纯的灵力渡了过去，帮月瑶稳定心神。月瑶感受到那股中正平和的能量，心中一暖，轻轻点头。就在这时，后方传来破空声，剑无尘第二个冲了进来，落地后一个踉跄，显然穿越金乌残魂的攻击并不轻松。他一进来，立刻感受到那恐怖的邪气侵蚀，脸色一白，急忙运转剑心通明之法，周身剑气缭绕，才勉强抵挡住。他看到前方好整以暇，似乎完全不受影响的方平和状态尚可的月瑶，面色微变。尤其是看见方平手中那柄正在欢快吞噬邪气的陨星剑后，眼中贪婪之色更盛。此剑果然神异，必须是我的。紧接着，金刚和尚带着几人以及苏离烟、李天恒等天骄也颇为狼狈地冲了进来。乌煞分身是最后一个进来的，他进来后立刻将那巫血陶罐对准宫殿深处，口中念念有词，似乎在引导或控制那正在苏醒的邪物意志。所有人一进来都被内部庞大的空间和恐怖的邪气所震慑，纷纷运功抵挡，一时间无人敢轻举妄动。乌煞，你究竟放出了什么东西？金刚和尚怒视乌煞分身。乌煞分身阴恻恻地笑道，嘿嘿，不过是太古时期被西河女神镇压在此的一半九幽敖残魂罢了，能被女神亲自镇压，尔等可知其生前何等强大。如今虽只剩残魂，但经过万股怨气滋养，其威力足以媲美合体境巅峰，甚至触摸到大成期门槛。九幽敖，众人闻言皆倒吸一口凉气，这可是传说中的凶兽，以吞噬神魂、散播瘟疫与死亡著称，在太古都是令人谈之色变的存在。你疯了，放出此等凶物，东荒必将生灵涂炭。李天恒骇然道，生灵涂炭，哼，那是你们这些伪君子该关心的事。乌煞分身不屑，我黑巫教要的是乱世，只有乱世
我教才能崛起，而这九幽敖残魂将是无教圣兽。至于你们，他扫视众人，目光最终落在方平身上，都将成为圣兽苏醒后的第一顿血食。尤其是你，方平，没想到你区区筑基境居然诞生了神念，圣兽一定会很喜欢。面对乌煞的狂言，方平却只是淡淡的瞥了他一眼，仿佛在看一个跳梁小丑。他的注意力更多集中在感知宫殿深处那正在苏醒的恐怖意志。星耀，方平心中默念。他袖袍微动，一道微不可察的银光闪过，宠物星耀已然悄无声息地前行出去，凭借其天赋开始探索这片残破的宫殿。方平眼眸微动，这西河一宫巨大，结构复杂，正好可以利用地形。那九幽敖残魂被镇压万古，刚刚苏醒，意识必然混乱，力量虽强，但未必没有可乘之机。金乌残魂在外面发疯，暂时进不来，但迟早会冲破阻碍。或许可以来个驱虎吞狼之计。方平大脑飞速运转，结合强大的神念感知，不断分析局势。他的目标很明确，利用陨星剑吞噬邪气，强化自身，寻找一宫核心传承，并找机会将所有仇敌一网打尽。对比之下，其他天骄则显得慌乱和被动许多。剑无尘只想夺剑和自保，顺便看看有没有便宜可占。苏黎烟、李天恒之流更是只求活命，心态已然失衡。黑乌蛟这群人看似掌控局面，实则是在玩火。那九幽敖残魂岂是那么容易控制的？就在众人各怀鬼胎之际，吼！一声仿佛来自九幽地狱的咆哮从宫殿深处轰然传来，恐怖的精神冲击瞬间席卷整个空间。啊！李天恒首当其冲，抱头痛呼，七窍渗出血丝，神识遭受重创。苏黎烟闷哼一声，幻术屏障瞬间破碎，脸色煞白如纸。就连剑无尘和金刚和尚也是身形巨震，不得不全力固守心神。乌煞分身虽然早有准备，但也被这咆哮震得气血翻涌，手中陶罐的黑光都暗淡了几分。他脸上露出又惊又喜的神色。醒了，圣兽醒了。然而在这恐怖的精神风暴中，方平却傲然而立。他的识海中那经过太虚吊天经千锤百炼的神念之力，如同磐石般稳固，将精神冲击绝大部分抵消。他甚至还有余力分出一缕神念护住身旁的月瑶。月瑶感受到方平那浩瀚如海、凝练如钢的神念保护，心中更是震撼无以复加。他的神念竟然强到这种地步，恐怕比寻常金丹后期还要强。方平不仅没事，反而双眼微眯，捕捉到了这精神冲击中蕴含的一丝虚弱。果然，这九幽敖残魂状态很不稳定，意识混乱，这是机会。他非但没有后退，反而向前踏出一步，手中的陨星剑指向咆哮传来的方向，朗声道：“一缕残魂也敢逞凶！”话音落下，方平主动运转陨星剑的吞噬之力，一个巨大黑色漩涡在剑间形成，疯狂抽取着周围浓郁的邪气，甚至那精神冲击中蕴含的负面精神能量也被强行扯入，转化为精纯的能量滋养剑身。陨星剑发出愉悦无比的剑鸣，剑身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得更加深邃黝黑，甚至隐隐透出一丝暗金色的神秘纹路。他的气息在节节攀升，这一幕再次狠狠冲击着在场所有人的神经。别人在邪气和精神冲击下苦苦支撑，狼狈不堪，他方平却在拿着恐怖的力量当补品。剑无尘的眼睛都红了，极度的发狂。那剑一定是我的。敖烈看得心惊肉跳，此子绝不能留，他的手段太可怕了，这完全打乱了他的计划。不可能，九幽敖的邪力岂是寻常法宝能吞噬的？他那剑到底是什么来历？方平可不管他们怎么想，他一边吞噬邪气，一边暗中通过心神联系接收着星耀传回的信息。星耀似乎有重大发现，那里邪气几乎没有，而且有强烈的纯阳气息反应，极有可能就是太阳金晶所在。只要将其取得，方平便可结丹。月瑶，我们走。方平拉起月瑶，毫不犹豫地朝着星耀指示的方向掠去。想跑，把剑留下。剑无尘见状，厉喝一声，不顾精神冲击的余波，一道剑气就斩向方平后背。方平头也不回，反手一剑挥出，并非什么精妙剑招，只是随手一挥，便斩出一道漆黑如墨的剑罡。轰！剑无尘那凌厉的剑气在与黑色剑罡接触的瞬间，竟如同冰雪消融般被吞噬瓦解。剑罡于是不减，逼得剑无尘连连后退，脸色更加难看。蠢货，先对付那苏醒的邪物。金刚和尚大喝，他看出方平有意祸水东瀛，但眼下最重要的是应对即将到来的九幽敖。仿佛是为了印证他的话，宫殿深处地面剧烈震动，一个充满毁灭气息的庞然大物正缓缓显出身形。方平带着月瑶，依照星耀的指引，在残破的宫殿群中快速穿梭。星耀作为太古一种，
有趋利避害之能，所规划出的路线也是最为完美的一条。沿途，方平看到了不少倒塌的偏殿和回廊，一些散落的太阳晶石碎片，以及早已在岁月中风化的神材残骸。可惜，大部分都已灵性尽失。这西河遗宫破损太严重了，真正的宝藏恐怕都在核心主殿或者某些未被完全破坏的密室里。月瑶轻声说道，美眸中带着惋惜。他是颜如梦的亲信之一，对于大日延续的秘辛知之甚多，自然知其珍贵。方平却神色平静，他的目标非常明确。无妨，对我而言，当前最重要的是找到太阳晶晶。九纹金丹夺天地之造化，所需的9种天材地宝无一不是世间难寻的奇物。他已在鲲鹏巢炼化鲲鹏真血，又得洛倾城倾力投资集齐了另外7种，如今只差这最后1种，也是至阳至刚，象征极致的太阳晶晶，便可9宝齐聚，铸就无上金丹道基。不多时，在穿过一条回廊后，前方出现了一座相对完好的小型殿宇。殿门虚掩，门楣上刻着模糊的丹炉纹路，似乎是一处炼丹房或者炼器室。更重要的是，方平的神念感知到，从那殿宇内部传来一股炽热如恒星内核的磅礴能量。找到了！方平眼中金光一闪，带着月瑶快步上前，推开沉重的殿门，一股热浪扑面而来。殿内中央矗立着一尊3足2耳的暗金色丹炉，虽然炉火早已熄灭，但丹炉本身依旧散发着温热。而在丹炉正上方，穹顶破开一个洞，一束奇异的天光垂直落下，正好照射在丹炉上方悬浮的一块物品上。那是一块约莫拳头大小，表面流淌着大道符文，散发着无尽光热的晶体。它出现的瞬间，整个偏殿的温度急剧升高，连空间都微微扭曲起来。太阳晶晶，而且看其成色和蕴含的能量，绝对是极品中的极品，足以作为9纹金丹的核心主材。太阳晶晶，而且如此巨大精纯。月瑶掩口惊呼。方平心中一时激动，但并未失去冷静。他注意到那束天光似乎形成了一种天然的保护禁制，同时也在缓慢滋养着这块太阳晶晶。强行收取的话，可能会引发禁制反击。月瑶，替我护法片刻。方平沉声道。月瑶立刻点头，月灵之力展开，在殿门口部下一层朦胧的月光屏障，警惕外界。方平则走到丹炉前，并未强行攻击禁制，而是运转起鲲鹏宝术。这鲲鹏宝术玄妙非常，尤其擅长阴阳转换。嗡嗡，鲲鹏虚影显化于方平身后，双眸化作太极图，射出2道阴阳神光。顿时，笼罩太阳晶晶的那一缕光束瞬间变得暗淡，从极阳开始化作极阴。方平祭出陨星剑，剑尖对准禁制薄弱点，蓄势待发。约莫1炷香后，天光禁制微微一颤，达到了短暂的阴阳平衡。破！方平眼中厉色一闪，陨星剑如黑龙出洞，狠狠刺出。一声轻微的波响，禁制如同气泡般破碎消散。他大手一挥，一股柔和的灵力包裹住那块炽热的太阳晶晶，瞬间将其收入早已准备好的玉盒中。动作行云流水，一气呵成。至此，9纹金丹所需的所有天材地宝全部集齐。方平长舒一口气，压下立刻闭关结丹的冲动，对月瑶道：此地不宜久留，那9幽鳌的气息越来越近了，我们需要找一个绝对安全的地方。月瑶点头，指了指偏殿深处的一个角落，那里似乎有一个小型的传送阵，虽然残破，核心符文还算完整，或许能传送到更安全的位置。方平一眼看去，果然发现一个布满灰尘的古老阵盘。他仔细检查，确认这只是一个短距离的随机传送阵，目的可能是为了在庞大的遗宫内快速移动，风险相对可控。好，我们就用它。与此同时，遗宫的主殿区域已然化作了血腥的炼狱。9幽鳌残魂彻底显化，它形似巨狼，却通体由漆黑的怨气构成，双眸是2团跳跃的幽冥鬼火，所过之处连光线和空间都被吞噬，其散发的威压赫然达到了元婴巅峰的恐怖层次。剑无尘、金刚和尚、敖烈、苏黎烟、李天恒等所有人只能被迫联手对抗。万剑归宗！剑无尘怒吼，本命剑丸绽放无尽光华，化作剑气洪流冲击而去，却如同泥牛入海，只在9幽鳌体表荡起些许涟漪。金刚伏魔！金刚和尚现出罗汉金身，佛光普照，对邪物有一定克制，但境界差距太大，金身被9幽鳌一爪拍得裂纹密布，吐血倒飞。黑龙啸天！敖烈施展黑巫教秘法，召唤出一条狰狞的黑暗龙影，却被9幽鳌一口吞噬，反而壮大了其几分气势。李天恒等人更是只能凭借秘宝苟延残喘，各种保命符箓、护身法宝像不要钱似的往外扔，却连9幽鳌的一根毛都没打断，反而被追杀得屁滚尿流，狼狈不堪。该死，这孽畜太强了，我们的攻击根本无效。敖烈脸色铁青，他也受了不轻的伤，心中对方平的怨恨更是到了极点。若不是方平毁他谋划，他何至于如此狼狈？乌煞！
这就是你放出来的好东西。剑无尘一边狼狈躲闪九幽鳌喷出的腐蚀性能量吐息，一边怒骂。敖烈也是有苦说不出，情况有些超出了他的预料。他试图用陶罐控制九幽鳌，但那残魂的怨念太强，根本不听指挥，反而将他当成了首要攻击目标之一，让他险象环生。就在众人绝望之际，突然一股奇异的空间波动从义宫某个偏僻角落传来，虽然微弱，但在场都是天骄，感知敏锐。紧接着，一股正在不断攀升的磅礴气息隐隐约约地扩散开来。这股气息纯阳正大，与义宫内的邪气格格不入，正是结丹前的灵力凝聚征兆。有人要结丹，是方平。剑无尘瞬间判断出来，脸色变得极其难看。他们在这里打生打死，险象环生，那小子居然找到了大机缘，美滋滋的准备突破。他怎么可能在这种环境下结丹？他不怕邪气侵扰吗？苏黎烟难以置信，是太阳晶晶的气息。他找到了太阳晶晶。敖烈对太阳属性的宝物感应敏锐，立刻猜到了缘由，极度的几乎发狂。那可是他梦寐以求的炼体至宝，不能让他成功。李天恒尖叫道，他心态早已失衡，自己得不到好处，也绝不想看到敌人变强。结丹之时最为脆弱，我们去打断他。这个提议立刻得到了李天恒和敖烈的积极响应。剑无尘也阴冷地看了那个方向一眼，若能趁机干掉方平，夺取那柄诡异黑剑，或许能扭转局面。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他们刚想脱离战圈去找方平麻烦，九幽鳌残魂似乎被方平那边纯阳气息刺激，变得更加狂暴，攻击如潮水般涌来，瞬间将几人再次卷入苦战。别说去打断方平了，自身都难保。可恶啊！剑无尘气的吐血，只能眼睁睁感受着远处那股结丹气息越来越凝实，越来越强大。这种明知道敌人在逍遥快活自己却无能为力的感觉，简直比杀了他们还难受。仪宫深处某间密室中，方平盘膝而坐，身前悬浮着9种光华缭绕、气息各异的天才地宝，核心正是那块太阳晶晶。月瑶在一旁紧张护法，美眸一瞬不瞬地盯着方平。9宝齐聚，金丹可期。方平心中豪情万丈。他先是吞下几颗自己炼制的4品聚元丹，将自身状态调整到巅峰，然后他深吸一口气，按照《阴阳大道经》中记载的9纹金丹凝炼法门，开始引导9种宝物能量入体。这个过程凶险万分，需要极强的控制力和雄厚的根基。但方平底蕴深厚，筑基期便诞生了神念，又有鲲鹏真血打底，整个过程虽惊险，却有条不紊。密室之外，九幽鳌的咆哮和剑无尘等人的怒吼隐约可闻。方平耳朵动了动，嘴角却缓缓上扬。等着吧，等我突破金丹，给你们一网打尽。大日延虚外，风云汇聚，阴阳交界地的惊天巨变在整个东荒域引起了轩然大波。各宗各派的非洲盾光如同繁星般亮起，强者气息纵横交错，紧张的气氛弥漫在整片天地间。玄天圣地的白玉非洲上，圣女洛倾城凭栏而立，素白的长裙在热风中微微飘动，清冷的目光穿透虚空，望向那大日延虚入口。他指尖一枚温润的玉佩正微微发烫，这是他与方平之间的特殊感应信物。界碑崩碎，西河遗宫现世，还有金乌残魂与一股极其邪恶的气息。洛倾城心中极为不平静，方平的气息虽然一度微弱，但此刻却在稳步提升，甚至引动了一股纯阳道雨。他真找到了太阳晶晶，现在正在结丹。这个推断让他古井无波的心境泛起一丝涟漪。9纹金丹，古来少有，若方平真能成功，其潜力将无可估量，对他未来争夺玄天圣地之主的位置，以及寻找那株关乎他道途的大日金莲，都将是一股巨大的助力。但眼前的局势却让他心生忧虑。黑乌蛟，洛倾城眼眸深处闪过一丝寒意。这个原本在东荒域只能算一流末尾的邪道宗门，近100年来的发展速度实在太快了，快得令人不安。他们不仅功法诡异，擅长诅咒巫毒，更似乎掌握了某种催化强者突破的秘法，门下高手层出不穷。如今竟敢公然算计各大势力天骄，其所图绝非小可。难道他们真以为凭借一个西河遗宫和一头被镇压的邪物，就能撼动东荒格局？不对，洛倾城突然想到了什么。黑巫教最为擅长的就是巫蛊之术，那紫霞峰首座萧千珏的死，会不会就是黑巫教所为？洛倾城突然惊出了一身冷汗。若真如此，黑巫教的野心恐怕远超他的想象。他们或许早已在暗中布局，这大日延虚不过是其全面发难的导火索。与此同时，6道魔宗非洲之上，颜如梦慵懒地斜倚在一张由白骨编织的王座上，纤纤玉指把玩着一缕秀发。他看似随意，实则注意力全在月瑶传回的情报上。9幽鳌残魂出世。哼，黑巫教这帮疯子不怕玩火自焚。颜如梦红唇微瞥，露出一丝不屑，但眼神却凝重了几分。小家伙，
可别让姐姐花的钱打了水漂啊！就在这10天剑门的飞剑州上，一位背负古剑的长老须发皆张，怒视着黑乌教所在，声如雷霆。黑乌教的杂碎，竟敢纵容门下熬炼，暗算我等门下弟子，更是企图血祭释放太古邪物。尔等是想与我东荒正道全面开战吗？他刚刚收到剑无尘拼死传出的零碎讯息，得知了熬炼的所为，气得差点一剑劈过去。阿弥陀佛，黑乌教此行天怒人怨，释放九幽敖此等凶物，必将造成无边杀孽。尔等就不怕因果循环，报应不爽吗？金刚寺这边，一位面容悲悯的老僧双手合十道：青木宗的灵木飞舟上，一位周身环绕生命气息的美妇柳眉倒数：熬炼小儿竟用如此歹毒手段，若我宗弟子有何不测，我青木宗必与黑乌教不死不休。一时间，斥责声、怒骂声此起彼伏，所有矛头都指向了黑乌教。熬炼的所作所为已然触犯了众怒。然而，面对各大宗门的指责，黑乌教那边却是一片诡异的平静。那艘笼罩在阴森鬼气中的巨大古舟上，一道沙哑的声音缓缓传出，压过了所有的嘈杂。聒噪，仅仅是2个字，却蕴含着恐怖的威压，让不少修为较低的长老气血翻涌。弱肉强食本就是修行界法则，尔等门下弟子技不如人，死了也是活该。至于九幽敖，古舟上那道隐藏在斗篷下的身影微微抬头，露出一双毫无感情的眸子，能成为唤醒无教圣兽的祭品，是他们的荣幸。轰！仿佛天地倾覆，一股令人灵魂战栗的威势从天而降，所有飞舟都剧烈摇晃，修为稍低的弟子更是直接瘫软在地，连抬头都做不到。只见虚空之中，一道身影缓缓浮现，他周身没有耀眼的光芒，只有无尽的黑暗与死寂。仅仅是站在那里，他便成了天地的中心，万物都要围绕他旋转湮灭。大成期是黑乌教的副教主乌觉，有见识广博的老辈修士失声惊呼，声音中充满了恐惧。大成期，站在东荒域顶点的存在，任何一个拥有大成期修士的宗门都可谓列顶尖势力。东荒域广袤无边，但明面上的大成期老祖，每个顶尖势力也不过1-2位，且大多是初期、中期，后期已是凤毛麟角，巅峰更是传说中的存在。而黑乌教除了明面上的教主和大祭司外，竟然又出现了一位大成期，一门3大成。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黑乌教的高端战力已经超出了绝大多数宗门的想象，他们完全有底气，也有实力掀起一统东荒的滔天巨浪。乌觉冰冷的目光扫过全场，如同看待蝼蚁，声音响彻天地：西河夷宫乃无教圣地，进行祭祀之地，闲杂人等即刻退散，否则杀无赦。霸道，毫不掩饰的霸道。各大势力的长老们脸色巨变，心中掀起惊涛骇浪。黑乌教这是要公然清场，独占大日延虚机缘。乌觉，你黑乌教真要与我等所有宗门为敌吗？一位来自金刚寺的罗汉级高僧怒喝，周身佛光涌动。乌觉蓦然瞥了他一眼，只是一眼，那罗汉便如遭重击，闷哼一声，佛光溃散，连退数步，嘴角溢出一丝惊血。为敌？呵呵，尔等还不配为我黑乌教之敌。乌觉冷笑，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今日这大日延虚，我黑乌教要了。夷宫内的东西，包括里面所有人的命，也都归我黑乌教所有。谁若不服？他顿了顿，周身杀意如同实质般席卷开来，让方圆百里的温度都骤然下降。尽管来试试。霸道，无可匹敌的霸道。黑乌教此番不仅是要独占机缘，更是要借此机会一举立威，宣告其称霸东荒的野心。一位新晋大成期副教主的出现，让其实力发生了质的飞跃，足以碾压在场绝大多数势力。气氛瞬间降至冰点，各大宗门的长老们脸色难看至极，却又投鼠忌器。大成期，那是需要宗门老祖才能抗衡的存在。为了区区几个弟子和一触一技与明显有备而来的黑乌教死磕，值得吗？洛倾城和颜如梦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凝重。黑乌教的强势超出了预料，他们各自宗门的顶尖强者并未亲至，此刻与乌觉发生冲突，绝非明智之举。但难道就任由黑乌教为所欲为？遗迹内的弟子们又当如何？就在外界僵持不下之际，西河夷宫内，方平已然完成了最后的蜕变。方平所在的密室被古老的禁制庇护，隔绝了大部分邪气和干扰。他盘坐中央，丹田之内9种天材地宝的能量在太初眼道诀的引导下，正发生着玄妙无比的融合。嗡！一声大道鸣音自方平体内响起，一颗闪烁着9彩霞光，表面有9道清晰道纹缓缓流转的金丹终于凝聚成功。9纹金丹，磅礴的灵力如同潮水般涌入他的四肢百骸，
改造着他的肉身，滋养着他的神魂。他的气息节节攀升，远超寻常金丹修士的威压开始弥漫，甚至透过密室禁制隐隐传向外界。密室门口护法的月瑶感受到身后那越来越恐怖的气息，美眸中异彩连连。他下意识地靠近了些，仿佛能从那气息中汲取安全感。而此刻主殿区域的剑无尘、敖烈等人简直凄惨到了极点。九幽敖残魂彻底狂暴，攻击如同狂风暴雨。剑无尘的本命剑丸已然暗淡，衣衫破碎，浑身是伤。敖烈更惨，那秘宝陶罐都被打成了碎片，气息萎靡至极。金刚和尚的金身布满了裂纹，佛光微弱。苏黎烟和李天恒更是如同惊弓之鸟，全靠燃烧精血和一次性秘宝苟延残喘。该死，都怪方平那个杂碎。敖烈咳着血，怨毒地望向方平气息传来的方向，那股纯阳浩大的结丹气息简直让他快疯了。我不好，你也别想好过。剑无尘也是红了眼，他猛地掏出一张布满裂痕的古老符箓，这是他压箱底的保命之物，蕴含着一丝空间切割之力。我把他那边的空间扰乱，就算不能打断他结丹，也要让他不好受。他狞笑着催动符箓，一道细微的空间涟漪无声无息地射向方平密室的方向。然而这次空间波动刚一接近密室禁制，就被一股更加强大的空间之力悄无声息地抚平了。是星耀。他趴在方平肩头，懒洋洋地打了个哈欠，眼中闪过一丝不屑。跟他玩空间，班门弄斧。剑无尘期待中的干扰并未发生，反而因为分心被九幽敖一爪扫中，胸前顿时出现深可见骨的伤口，惨叫着倒飞出去，偷击不成10把米。这时九幽敖的目光却缓缓转向了方平，他被方平成丹时爆发的那股纯阳道运吸引，舍弃了其他人，径直朝着密室方向冲去。他本能的厌恶和想要吞噬那股大日气息。不好，他朝我们这边来了。月瑶花容失色。密室内的方平此刻正好稳固了境界，九纹金丹在他丹田内缓缓旋转，散发着完美无瑕的道韵。他睁开双眼，眸中仿佛有日月星辰流转，九彩光芒一闪而逝。感受到外界急速逼近的恐怖邪气，方平嘴角却勾起一抹冷冽的弧度。来得正好。密室之内，方平长身而起，周身灵力澎湃如潮，九纹金丹在丹田内缓缓旋转，发出浩瀚道鸣。一种前所未有的强大感充斥着他的四肢百骸，神殿范围更是暴涨数倍，清晰地看到了主殿那边一片狼藉的景象，以及正裹挟着滔天怨气朝自己这边冲来的九幽敖残魂。元婴巅峰的威压，即便隔着这么远，依旧让他感到心悸。方公子，您成功了。月瑶惊喜地回头，感受到方平身上那深不可测的气息，美眸中满是异彩。九纹金丹，古今少有的传说级道基，竟然真的在眼前诞生了。方平微微颔首，面色淡然。他背负双手，直视那汹涌而来的九幽敖，一股睥睨天下的气势油然而生。金丹已成。区区一道残魂也敢聒噪。他的声音不大，却带着一种奇异的穿透力，清晰地传入所有人耳中。正盘坐调息剑无尘猛地一口血喷出，他难以置信地望向方平密室的方向，胸口一阵发闷。他成功了。九纹金丹，这怎么可能？在这种环境下还这么快？而且他这话什么意思？区区残魂，那可是元婴巅峰的九幽敖，我被金丹在其面前如同蝼蚁。他方平刚结丹，哪来的底气？是虚张声势，还是真有倚仗？不可能，一定是装腔作势，想吓退九幽敖，简直痴人说梦。剑无尘内心狂吼，他无比期待看到下一瞬方平被九幽敖撕成碎片的场景。另一边狼狈不堪的敖烈更是眼珠子都红了。太阳晶晶，九纹金丹，这本该都是我的机缘。方平，你该死啊！他听到方平那狂妄的话语，先是一愣，随即露出残忍的狞笑。好，很好，你自己找死，激怒九幽敖，正好省得我动手。我看你怎么死。苏黎烟和李天恒等人亦是同样想法，一边仓皇逃窜，一边用幸灾乐祸的眼神瞥向方平那边。他们都认为方平是得意忘形，自寻死路。在元婴巅峰的邪物面前，刚结丹的修士，哪怕是九纹金丹，也不过是强壮一点的蚂蚁罢了。月瑶却是对方平充满了盲目的信心，主要是之前方平的表现太逆天，加上洛倾城的话语，让他觉得方平背景深厚。他看着方平挺拔的背影，眼中小星星都快冒出来了。方平公子果然非常人，面对如此凶物，竟能如此镇定自若，甚至主动交战，这才是真正的天骄风范。他已经做好了见证一场惊天动地大战的准备，甚至悄悄握紧了法宝，打算在关键时刻助方平一臂之力。然而此刻方平却并没有看上去那么淡定。
卧槽，这玩意怎么这么虎？我都这样了，还敢莽过来？方平有点汗流浃背。别说是9纹金丹，这玩意儿就算是普通话神器来了，都得掂量掂量。他刚刚那种表现，也只是想尝试吓退对方。毕竟9幽鳌残魂看上去不太聪明，但好像有点过于不聪明了。靠！打不过我还跑不过吗？月瑶这小丫头片子眼神怎么怪怪的？快醒醒，准备跑路了！方平的神念疯狂沟通肩头的星耀，星耀，快去前面探探路。星耀懒洋洋地甩了甩尾巴，传来一道意念。墙角那个狗洞直接撞开后，后面有一条暗道，虽然狭窄了点，但直通1宫外围，那9幽鳌体型庞大，肯定进不来。方平，狗洞可还行，但形势比人强，狗洞就狗洞吧。轰隆隆，9幽鳌那庞大的漆黑身影携带着吞噬一切的恐怖气息，轰然撞破重重殿宇，出现在偏殿上空。那双幽冥鬼眼死死锁定方平，巨爪带着撕裂空间的力量即将拍下。孽畜，今日便让你见识下9纹金丹之威。方平气势如虹，声震四野，甚至还抬起双手，仿佛要施展什么惊天动地的大法。月瑶屏住呼吸，美眸一眨不眨，然后方平那只抬起的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把抓住了旁边月瑶的手腕。走你！唰，鲲鹏急速瞬间展现而出，配合方平刚突破的磅礴灵力，两人化作一道模糊的流光，猛地拐了个弯，嗖的一下钻进了星耀指点的那个墙角。动作之流畅，转向之突兀，速度之迅猛，让所有人都没反应过来。月瑶只觉得一股巨力传来，眼前的英雄背影瞬间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飞速倒退的墙壁景象和耳边呼啸的风声。他脸上的崇拜表情彻底僵住，大脑一片空白。不是要大战吗？怎么跑了？还跑得这么快？剑无尘目瞪口呆地看着那道溜得比贼还快的流光，以及那个被撞破的墙洞，气得浑身发抖。无耻之徒！他准备了半天情绪，等着看方平被拍成肉泥，结果对方放完最狠的话，立马就跑出了最快的速度，这让他有种一拳打在棉花上的憋屈感，差点道心不稳。敖烈也是愣在当场，随即暴跳如雷。方平，你他妈就是个懦夫，有本事别跑！9幽鳌残魂那势在必得的一爪拍在了空处，将偏殿剩余的结构轰成了齑粉。他似乎也愣了一下，那双幽冥鬼眼疑惑地看向那个小小的墙洞，显然无法理解这个散发着诱人气息的小虫子为何如此不按常理出牌。随即他被这种戏弄激怒了，发出更加狂暴的咆哮，庞大的身躯试图挤压进那个墙洞，但却因为体型太过庞大而被卡住，只能疯狂破坏周围的墙壁，一时间碎石横飞。狭窄黑暗的通道内，方平拉着月瑶将鲲鹏急速催动到极致，头也不回的狂奔。月瑶终于从懵逼中回过神来，看着前面方平的后脑勺，心情复杂到了极点。他憋了半天才小声问道：公子，我们这算是临阵脱逃？方平头也不回，理直气壮地道：废话，不然呢？跟那没脑子的残魂硬拼，那是莽夫行为。咱们修行之人要讲究策略，保存有用之身，才能图谋将来。月瑶，他说的好有道理，我竟无言以对。但为什么总觉得哪里怪怪的？刚才那气势汹汹的叫战，果然是错觉吗？方平一边跑一边心里也在嘀咕：星号还好我反应快，虽然有点丢面子，但里子保住了啊。9纹金丹的命多金贵，跟一道疯了的残魂换命，血亏。等小爷我金丹圆满，元婴大成，再回来收拾你。星号。然而就在方平以为暂时安全时，嗡，一股奇异的感觉从他神念深处传来。一直沉寂的小鹰醒了，而且方平能清晰地感觉到小鹰还传递出一种极度饥饿和兴奋的情绪。他的目标赫然直指身后那正在发狂的9幽鳌残魂。不是吧？你想干嘛？方平心中警铃大作。小鹰本体是只神秘的9色鱼，来历不凡，但平时除了吃就是睡，最大的战绩就是吞了鲲鹏内丹，然后睡到现在。现在刚一醒来就盯上了元婴巅峰的9幽鳌残魂，这胃口是不是有点太大了？他试图用神念安抚小鹰：小家伙别闹，那玩意不好吃，硌牙。咱们先撤，回头给你找好吃的灵丹妙药。但小鹰传来的饥饿感更强烈了，甚至带着一丝不满。与此同时，外界那9幽鳌残魂似乎也感应到了什么，他停止了破坏墙壁，巨大的头颅转向方平他们逃跑的方向。幽冥鬼眼中第一次露出一丝惊疑不定的神色，仿佛遇到了某种天敌克星。吼！他的咆哮声不再纯粹是暴虐，反而带上了一丝警惕。这反常的一幕让刚刚还在嘲笑方平狼狈逃窜的剑无尘、敖烈等人再次愣住。
怎么回事？那九幽敖好像在害怕。星号见吴尘皱眉，心中升起一股不祥的预感。敖烈也是眯起了眼睛，死死盯着九幽敖的反应。就在这诡异的寂静中，咻！一道九彩流光不受控制地从方平眉心飞射而出，光芒迎风变长，瞬间冲破了灵脉管道的阻碍，出现在残破的遗宫上空。那是一条鱼，一条通体流淌着9种神秘色彩、美丽的不像话的鱼。它只有尺许长，与庞大如山岳的九幽敖残魂相比，渺小的如同尘埃。但就是这渺小的存在出现的那一刻，整个西河遗宫的时间仿佛都凝固了。九幽敖残魂如同被踩了尾巴的猫，发出一声充满恐惧的嘶鸣，庞大的身躯竟然不由自主地向后蜷缩，身体都在剧烈波动，仿佛随时可能溃散。他身上的幽冥鬼火疯狂摇曳，像是遇到了克星。那是什么东西？李天恒结结巴巴地问道，眼前的一幕超出了他的理解。一条鱼吓住了元婴巅峰的九幽敖，见吴尘和敖烈更是瞳孔骤缩，他们从那9色鱼身上感受到了一种源自生命层次上的绝对压制，一种古老且至高无上的气息。苏黎烟美眸圆睁，喃喃道，这种气息怎么有点像此前鲲鹏巢中的那个存在。在所有人震撼的目光注视下，空中的9色鱼优雅地摆了摆尾巴。下一刻，异变陡升，它的身体开始发生惊人的变化，身形急剧膨胀，鱼鳞化作9彩羽毛，鱼鳍延伸为垂天之云般的巨大翅膀，鱼尾化为华丽尾鳞，一股比九幽敖残魂恐怖10倍100倍的凶悍威压席卷天地。厉！一声穿金裂石，仿佛来自太古的啼鸣，响彻整个大日炎虚，甚至传到了外界的天空。光芒散去，出现在原地的不再是一条鱼，而是一只遮天蔽日、神俊非凡、通体流转9色神霞的巨鸟。其形似鱼又似鸟，鹏程万里，双翼若垂天之云，正是太古十凶之一，执掌阴阳、翱翔诸天的鲲鹏。不，确切地说是带着9色神光的鲲鹏。那股威势真实不虚，仿佛真正的太古鲲鹏降临于此。九色鲲鹏，方平也傻眼了，看着天空中那神威凛凛的9色鲲鹏，嘴巴张得能塞进一个鸡蛋。小英，你原来这样牛掰的吗？我一直以为你只是个吃货萌宠啊。9色鲲鹏虚影那冰冷的眸子俯视着下方瑟瑟发抖的九幽敖残魂，眼中闪过一丝时，欲他张开巨口对着九幽敖残魂猛地一吸。吼！九幽敖残魂发出绝望哀嚎，拼命挣扎，但在这绝对的位格压制下，他那元婴巅峰的力量显得如此可笑。庞大的怨气身躯如同百川归海，不受控制的被扯碎剥离，化作一道黑色的洪流，源源不断的被吸入9色鲲鹏的口中。几个呼吸之间，那让一众天骄绝望，让外界大成期强者都眼热的九幽敖残魂就这么被吃掉了，干干净净，连点渣都没剩。9色鲲鹏虚影满意的打了个饱嗝，周身9彩神光更加璀璨。然后他身形迅速缩小，再次化为1尺长的9色小鱼，咻的一下飞回方平身边，亲昵地蹭了蹭他的脸颊，然后钻回他体内，继续睡觉去了，仿佛刚才只是出来吃了顿零食。遗宫内一片死寂，见吴尘、敖烈、金刚和尚、苏黎烟、李天恒，所有人都石化在了原地。他们看着毫发无伤的方平，大脑彻底宕机。所以他们打生打死，差点全军覆没的恐怖邪物就被方平放出来的一条鱼给当点心吃了。这他妈到底是什么情况啊？方平感受着体内小鹰反馈回来的一股庞大本源能量，嘴角缓缓上扬。他的修为正在以一种肉眼可见的速度稳固并提升着。他摸了摸刚才被小鹰蹭过的脸颊，看着眼前一片狼藉却又诡异安静的遗宫，以及那些目光呆滞的老熟人们，方平轻咳一声，努力让自己的表情看起来高深莫测一些，然后对着还没回过神的月瑶淡淡说道：你看，我就说嘛，区区一道残魂，不足挂齿。月瑶公子，您刚才拉我跑路的时候可不是这么说的啊，不过好像结果确实一样，不是更好。而远处的剑无尘和敖烈看着方平那副臭屁的样子，一口气没上来，眼前一黑，差点直接晕过去。人比人真的气死人啊。与此同时，大日炎虚外，乌绝依旧是那副霸道无比的气势，正准备强行清场。突然遗宫内传出的那声太古鲲鹏的啼鸣，以及瞬间消失的九幽敖气息，让这位大成期的黑巫教副教主脸色巨变。鲲鹏气息，这怎么可能啊？不对，九幽敖残魂消失了。乌绝面色难看至极。九幽敖残魂是黑巫教谋划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别看这道残魂现在只是元婴巅峰，只要加以培养，完全就能造出一个堪比大成期的傀儡。如今九幽敖残魂被灭，
黑巫教扫清东荒的计划瞬间受到重创。与此同时，洛倾城和颜如梦亦是美眸爆发出璀璨的光芒，望向移宫入口，心中掀起了滔天巨浪。这股气息是方平。洛倾城握紧了玉佩，指尖微微发白。颜如梦则是舔了舔红唇，眼中兴趣盎然。小家伙，你真是每次都能给姐姐带来惊喜啊！方平立于羲和移宫主殿，感受着体内变化。小樱反馈来的那股精纯本源力量虽然庞大，但属性偏阴寒邪力，与他刚成就的九纹金丹至阳至刚之气有些冲突，需要尽快引导炼化。同时，连续突破和刚才的亡命奔逃，也让他气息略有浮动。他目光扫过残破的宫殿群，最终落在一间相对完好的偏殿。月瑶，我需要找个地方稳固境界，炼化残余能量。方平对身旁还有些晕乎乎的月瑶说道。月瑶立刻点头，公子放心，我为你护法。他此刻对方平已是心悦诚服，哪怕方平刚才战略性转移的操作有点出乎意料，但结果证明方公子永远是对的。方平又瞥了一眼远处脸色铁青、敢怒不敢言的剑无尘等人，淡淡补充道：若是有人不长眼，无需客气。声音不大，却带着金丹修士的威压，清晰地传遍废墟。剑无尘嘴角抽搐，拳头握得发白，但想到那条能化身鲲鹏吞掉九幽鳌的怪鱼，硬是把到嘴边的狠话咽了回去。形势比人强，他现在重伤在身，跟方平硬碰硬纯属找死。敖烈更是低下头，掩藏住眼中几乎要溢出的怨毒，生怕被方平注意到。方平这才带着月瑶再次回到了那间偏殿。他挥手打出几道灵力，加固了一下残存的静止，又让星耀跑到门口去看门。方平盘膝坐在一块较为平整的青石上，开始闭目调息，引导体内那股阴寒本源之力。这个过程并不轻松，两股力量在他经脉中冲撞，让他额头渗出细密汗珠，周身气息时而炽热如烘炉，时而阴冷如幽泉。月瑶安静地守在一旁，看着方平眉头微蹙的样子，心中不免有些担忧。他能感受到方平体内两股力量的冲突，那种级别的能量波动，稍有不慎便是重伤的下场。时间一点点过去，偏殿内只有方平粗重的呼吸声和灵力流转的微弱嗡鸣。突然，方平身体猛地一颤，脸色瞬间变得苍白，一股阴寒之气不受控制地溢散出来，连带着周围的温度都骤降了几分，地面甚至凝结出了一层薄霜。方公子，月瑶惊呼出声，下意识地上前一步。方平睁开眼，眼中闪过一丝疲惫。这九幽鳌的本源比我想象的更顽固。月瑶闻言，花容失色。那怎么办？公子可有化解之法？方平沉吟片刻，目光落在月瑶身上。我修炼的阴阳大道经中有一门阴阳调和之法，可借助太阴之力中和这股极阴邪煞，引导其化为精纯能量。你身具月灵之体，本源纯净，是极佳的太阴之力源头。他的话没说完，但意思已经很明显。月瑶先是一愣，随即俏脸唰的一下染上了红晕，如同熟透的仙桃。他自然明白阴阳调和在修行中常指什么，他的心砰砰直跳，脑海中瞬间闪过无数念头，有羞涩，有慌乱，但也有一丝难以言喻的悸动。他偷偷抬眼看向方平，只见他眼神清明，虽然带着请求，却并无淫邪之意。圣女大人将我派到公子身边，本就有那一层意思。如今公子有难，于情于理，我都该相助。更何况月瑶想到方平之前的种种不凡，一颗芳心不禁有些柔软。他咬了咬下唇，声如文瑞：若公子不弃，月瑶愿助公子修行。说出这句话，他感觉脸上的热度几乎要烧起来，连忙低下头，不敢再看方平。方平看着眼前连耳根都红透了的少女，心中也是微微一荡。月瑶容貌绝美，气质清冷中带着纯真，此刻这般娇羞模样更是动人心魄。他深吸一口气，压下杂念，知道此刻不是想这些的时候。方平不再多言，挥手间一道柔和的灵力拂过，将地面灰尘清理干净，又铺上了一层干净的软垫。此处省略10000字。偏殿内一阴一阳两股气息开始和谐的循环流转，形成一个阴阳图虚影，将两人的身影笼罩其中。方平苍白的脸色逐渐恢复红润，紧蹙的眉头也舒展开来。月瑶原本羞红的脸颊在灵力交融下也变得更加晶莹剔透，周身月华氤氲，宛如月宫仙子。星耀趴在门口，懒洋洋地瞥了一眼进入深度修炼状态的两人，打了个哈欠，换了个更舒服的姿势继续假寐。对于见多识广的太古一种来说，这种场面不过是小儿科罢了。殿内一片静谧，只有阴阳二气流转的声响。然而就在方平与月瑶沉浸于疗伤与修炼之时，羲和移宫深处异变再生。九幽鳌残魂彻底消失后，移宫核心区域某处被层层禁制封印的古老祭坛，似乎因为失去了某种镇压之物，开始微微震动起来。祭坛之上刻满了诡异的铭文，
中央供奉着一尊散发着不祥气息的雕像，雕像的双眼正缓缓亮起猩红的光芒。不知过了多久，方平周身气息猛地一震，原本还有些浮动的灵力彻底稳固下来，并且更上一层楼，直接突破到了金丹期2层。久闻金丹愈发璀璨夺目，根基雄厚无比。他缓缓睁开双眼，眸中神光内敛，深邃如星海。经过此番双修，他彻底稳固了境界，修为精进，与月瑶之间也多了一种难以言喻的亲密联系。月瑶也徐徐起身，俏脸上的红晕尚未完全褪去，更添几分娇艳。他感受到自身修为也提升迅猛，已经可以随时结丹。看向方平的眼神愈发柔情似水。多谢。方平看着月瑶，真诚道谢。月瑶轻轻摇头，声若蚊蝇。能帮到公子，是月瑶的福分。他犹豫了一下，还是忍不住问道：公子，我们接下来？方平站起身，活动了一下筋骨，感受着体内澎湃的力量，嘴角勾起一抹自信的弧度，自然是搜刮好处，然后离开这个鬼地方。他顿了顿，似是想起了什么，对月瑶随口道：出去以后，你若无事，可以去找媚姬，她是我的侍女，会给你提供帮助。媚姬，准圣女媚姬。月瑶美眸瞬间瞪大，充满了难以置信。媚姬可是颜如梦钦定的准圣女，天赋实力背景都极其不凡，在6道魔宗更是年轻一辈的领军人物。她竟然是方公子的侍女。这一刻，月瑶心中的震撼无以复加。她原本以为方平只是天赋逆天，运气好，背后可能有高人指点，但现在看来，她隐藏的底蕴和势力远远超乎她的想象。连准圣女都甘心为侍女，这位方公子到底是什么来头？看着月瑶那震惊的眼神，方平微微一笑，他没有过多解释。走吧，看看这西河遗宫还给我们留下了什么好东西。两人走出偏殿，星耀懒洋洋地跳回方平间头。外面的剑无尘、敖烈等人早已不见踪影，想必是趁着方平忙活的时候，要么去寻找其他机缘，要么想办法逃命去了。方平也不在意，释放出强大的神念，开始仔细扫描这片残破的宫殿群。他的神念在结成9纹金丹后，无论是范围还是精细度都有了质的飞跃，很快便锁定了几处灵力浓郁的区域。他带着月瑶如同逛自家后花园一般，轻松破解了一些残存的禁制，收获了不少珍稀的炼器材料，一些残破但依旧蕴含道韵的古老玉简，以及几株生长在角落的灵药。但这些东西都并非他的主要目标。大日金莲、幽冥鬼莲。方平回忆着洛倾城和颜如梦的嘱托，这2种神莲一阳一阴，一属极致光明，一属极致幽暗，按理说极难共存。但这里是西河遗宫，太古太阳女神的地盘，或许能寻到也说不定。他凭借着神念感知，尤其是炼化鲲鹏真血后对纯阳与极阴之力的敏感，朝着最核心区域走去。越往深处，周围的残破景象越发严重，战斗痕迹也越多，仿佛经历过一场惊天大战。同时，那股令人心悸的压抑感也越来越强。终于，在穿过一片暗金巨柱形成的石林后，眼前豁然开朗。那是一个巨大的地下洞窟，洞窟中央竟有着一汪散发着氤氲霞光的莲池。莲池不大，却仿佛自成天地。池水一半呈现璀璨的金色，如同融化的太阳，其中生长着几株通体如黄金铸造，莲瓣燃烧着淡淡惊艳的神莲，正是大日金莲。而池水的另一半则漆黑如墨，散发着彻骨阴寒与轮回气息，几株幽暗如鬼手的莲花静静悬浮。不是幽冥鬼莲又是什么？阴阳交汇，共生一池，这简直是夺天地造化的奇迹。方平粗略一扫，大日金莲至少有7、8株，幽冥鬼莲也有5、6株，每一株都蕴含着磅礴而精纯的本源之力。想起洛倾城当初郑重其事地说最少需要带出来3枚莲子，方平嘴角就忍不住勾起一抹古怪的笑容。3枚，这里的莲子掏出来怕是300枚都不止，这产量简直离谱。他没有任何犹豫，身形一闪便来到莲池边缘，准备出手收取。然而就在此时，破空之声传来，剑无尘等人竟然也摸索到了这里。他们一个个气息不稳，身上带伤，显然一路过来并不轻松。当他们的目光落在莲池中的阴阳双莲上时，瞬间爆发出无比贪婪和炽热的光芒。大日金莲、幽冥鬼莲，天啊，这么多！李天恒失声惊呼，眼睛都红了。这等神物，剑无尘呼吸急促，握着剑柄的手都在颤抖。若是能得到一整株大日金莲，他的剑道根基将更加稳固，未来不可限量。敖烈更是激动的浑身发抖，无论是大日金莲还是幽冥鬼莲，对他都有着巨大的吸引力。但他们的目光在触及到站在莲池边的方平后，那沸腾的贪欲如同被浇了一盆冰水，瞬间冷却了大半。方平，那个怪物还在。一想到连9幽鳌残魂都被他的宠物当点心吞了，
他们哪里还敢轻举妄动？上去抢夺，那不是找死吗？一时间场面极其尴尬，众人眼巴巴地看着近在咫尺的无上神药，却无人敢上前一步，只能眼睁睁看着方平，期待他能手下留情，或者出现什么意外。方平瞥了他们一眼，将他们的心思看得一清二楚，心中冷笑。他懒得理会这些跳梁小丑，直接动手。他先是取出洛倾城给的专门盛放大日金莲的寒玉盒，又拿出颜如梦给的容纳幽冥鬼莲的阴魂木匣，然后运转灵力，小心翼翼地将莲池中的大日金莲和幽冥鬼莲一株接一株的连根拔起，收入盒中。他的动作不紧不慢，仿佛在自家菜园子里摘菜。每收走一株，见吴尘等人的心就抽搐一下，脸上的肌肉都在抖动，心疼的滴血，却敢怒不敢言。很快，整个莲池被方平扫荡一空，一株都没留下。看着空空如也的莲池，众人脸上写满了羡慕嫉妒恨。然而就在方平收走最后一株幽冥鬼莲的瞬间，咔嚓轰隆，整个莲池底部猛然崩碎，露出了下方一个深不见底的黑暗窟窿。一股比九幽敖残魂恐怖10倍、100倍的意志骤然苏醒。多少年了，本座终于自由了。一道仿佛来自太古的宏大声音响彻整个洞窟，震得所有人神魂摇曳，几乎要崩散。紧接着，一只大如星斗缠绕着黑气的遮天巨手猛地从那黑暗窟窿中探出，带着破灭万界的无上威势，朝着洞窟内的所有人抓来。这只巨手散发的气息远超元婴，超越了化神，甚至可能达到了大成乃至更高的层次。在这只巨手面前，方平等人渺小的如同尘埃。死亡，绝对的死亡气息笼罩了所有人。这是什么东西？没想到大日延续出现这么多年，里边竟然还藏着这种庞然大物。无命休矣！见吴尘、敖烈等人吓得魂飞魄散，连反抗的念头都生不起，只能绝望地闭上眼睛等死。方平也是头皮发麻，全力催动九纹金丹，陨星剑嗡鸣，肩头的星耀毛发炸起，识海中的小鹰也传递出警惕的意念，准备拼死一搏。然而那遮天巨手在即将抓住方平的瞬间，似乎感应到了什么，动作微微一顿。那巨手的主人将目光投注在方平身上，看见星耀后，那人眼中闪过一丝不屑，看见他识海深处的小鹰后，眼神出现一丝波动，但却很快恢复平静。然而在看见方平体内的那一根青木钓竿后，咦，有点意思，居然连本座也无法看透吗？那宏大的声音带着一丝诧异，随即巨手方向一变，绕开了方平和他身边的月瑶，而后如同捞鱼一般将吓得瘫软在地的剑无尘、敖烈、金刚和尚、苏黎烟、李天恒等人一把攥住。蝼蚁们能成为本座脱困后第一批血食，是你们的荣幸。那声音狞笑，不，前辈饶命！剑无尘惊恐大叫。方平，救我！苏黎烟的求救声戛然而止，巨手收回，带着绝望哀嚎的众人消失在黑暗窟窿之中，只留下那宏大的声音在洞窟内回荡。小子，看在你助本座脱困且身上因果复杂的份上，饶你一命，好自为之。话音落下，一道形似兰花的印记飘出，直接烙印在了方平的手背上。随即那黑暗窟窿迅速弥合，恐怖的威压如同潮水般退去，仿佛一切都未曾发生。洞窟内只剩下方平和月瑶以及空荡荡的破碎莲池。月瑶脸色苍白，心有余悸地靠在方平身边。刚才那一刻，他真的以为死定了。方平眉头紧锁，感受着掌心那兰花印记，心情沉重。那位未知的恐怖存在，最后的话是什么意思？助他脱困，是因为自己取走了维持封印平衡的阴阳双莲，这因果结大了。还有这道印记是浮世祸。大日延续之外，就在那未知存在脱困的瞬间，整个大日延续剧烈震动起来，入口处的空间通道变得极其不稳定，仿佛随时会崩溃。里面发生了什么？乌觉眉头一皱，感受到了一股令他都心悸的气息一闪而逝。洛倾城和颜如梦也同时色变，他们与方平之间的感应在刚才那一刻剧烈波动。走！方平当机立断，拉起月瑶，施展鲲鹏急速，化作一道流光，朝着记忆中来时的方向冲去。不管了，必须赶在空间彻底崩溃前离开这里。